殿下，殿下！李华莹坐在黄花梨雕凤妆台前，怔怔地看着镜子里的人，娇颜多姿，天姿国色，眉宇之间却自带一股雍容华贵的气度，一见便知是黄金屋里娇娇养着的金枝玉叶。他竟是不知得了什么机缘，回到了18岁。那时他一眼相中新科状元林怀远，不顾他出身乡野，宁等他3年孝期，也要毅然嫁与他。想到上一世那可怕的未来，李华莹眼里就迸发出强烈的恨意，连双手都忍不住微微颤抖。殿下你怎么了？可是身体不适？殷实急忙上前，担忧极了。刚进房的殷妃也放下铜盆，急急走过来。殿下身体不适，怎么还起来去给林夫人晨婚定省？什么能比得殿下身体康健？晨婚定省？李华莹眼里流露出嘲讽，她何时需要早起向别人请安？她乃大硕圣上最宠爱的长女，母妃有救驾之功，她更是被亲封为护国公主，品级正一品，10封之高，等同皇太子，开历代之先河。连皇后都不曾要求她晨婚定省，可上一世她居然被林怀远3言2语哄的，向她的母亲晨婚定省了7年。不管林母如何令她不适，她都选择包容，她都委屈自己做个好儿媳、好妻子。林母生病，她衣不解带的事急，金器玉尊，绫罗绸缎不要钱的往林府送，可最后换来的是什么？她的孩子被害胎死腹中，林母却嫌他无用，还将他与乡野里的母猪相比。恰逢林怀远升迁，林母连为孩儿祭奠都不许，说怕冲了升迁喜气。林母难道不想想大硕重武轻文？若不是他上下打点，若不是他皇兄保驾护航，若不是因着林怀远这个驸马爷身份，就凭着他一个寒门状元郎，如何能7年7迁位极人臣？李华莹回忆起过往，一双眼睛都红了。殷时殷妃对望了一眼，颇为担忧。殿下这是怎么了？这时外面突然传来说话声，海月撩了帘子进来，声音脆亮：殿下，驸马爷过来了，问您还去不去豫章堂请安？不去。李华莹直接冷声拒绝。海月都愣了一愣，才应声俯身出去，只是心里寻思着，公主今日是怎么了？她记得上次公主起晚了，慌慌张张去请安，被驸马说了几句，回来还伤心的哭了一场呢。李华莹看着殷时殷妃面上都有些讶异，心中苦笑。这时她刚嫁入林家1个月，一心想着与林怀远夫妻和美，林府上下和谐，纵然委屈自己也甘之如饴。可林怀远他哪里知得？直到自己死前才知道，他在豆蔻年华等他3年孝期，他却在孝期之中与人苟合，有了孩子。他怎么敢藐视律法，藐视皇室？可林怀远甚至还领着人登堂入室，骗他说是双居的恩师之女，带着一父子求他照料。他将人孕后照顾得妥妥帖帖，生产的稳婆甚至都是他连夜去宫里请回来的妙手。结果后来就是这孩子将怀孕的他推倒，他因此缠绵病榻。林怀远却快意地说，大婚之前你与人说我文弱书生，百无一用，如今我便要告诉你，没有你我也一样步步高升。你知不知我这一生最厌恶的就是被人唤驸马2字。要是没有黎玉和春哥儿与你成婚的这7年，我当真不知怎么撑下去。他双目赤红，直接咳出血来，昏死过去。再一睁眼就是现在。想必老天都不忍他被林怀远这等卑劣奸人骗了这么多年，为他林府劳心劳力，散尽经营。她是大硕国最尊重的公主，她背后站着整个皇室。如今重来一次，她再也不要当什么好儿媳、好妻子、好嫂嫂，她要让他们悔不当初。她要林怀远一家人全都不得善终。殿下可要传膳？李华莹回过神来，可我要喝莲心薄荷汤。心头火气实在是下不去，得拜火。殷时笑着应了。小厨房很快做好端了上来，羊皮花丝、3鲜笋炒揪子、玲珑虾饺、樱桃酒酿、莲心薄荷汤，连着几碟子蜜饯糕点，摆了一桌子。李华莹看着心情也好了不少。殷时在一旁布菜，说起来过几天赏花宴的事。殿下，二小姐前些日子吵着说也要去呢。二小姐，林怀远的妹妹林景燕。上辈子这个小姑子可没少明里暗里给她使绊子，又有林怀远和林母护着，从她这讨了不少便宜。这一回可不会让她得意了。去便去吧，不知道二小姐那日的头面衣裳需不需要着人把个关。殷时动作轻缓的舀汤，再将小碗放到李华莹面前。殷妃快人快语，殷时你说的倒是给她面子，殿下你是不知道，这二小姐都快把你东边司库给搬空了。还好当时只给了她东司库的钥匙，不然依她这露丝腿上刮筋肉的架势，殿下赏花宴都没得薅头面了。露丝腿上刮筋肉，你倒是会说。李华莹被逗笑，她想起来上一世林景燕求到她这来，说自己没得好衣裳穿，没得珠钗戴，被人嘲笑好不可怜。李华莹怜惜她出身乡野，
在圣经贵女中没个好行头，怕是没脸。林怀远俸禄微薄，林母又吝啬，李华莹便将东边私库的钥匙给了他，让他可以去里面挑些用，还让林景彦以后在外面买首饰丝帕都可记在公主府账上。自那以后，林景彦每日衣服首饰戴得不重样，天天去街上逛，成了圣经各个成衣店和首饰脂粉铺子的贵客，却还不满意，日日惦记着他剩下几个私库的钥匙。这么贪得无厌，那就给他全吐出来好了。既然空了，便给他补上一些。李华莹看向脸上不忿的英妃，笑着说：“怎么还把你气得不轻？奴婢是替殿下不值，以前圣上和皇后娘娘哪个不是把你放手心里疼？可来了这林府，殿下掏心掏肺的对他们，可他们一个二个的没见着真心，只见到贪心。英妃，你还说起驸马家的好赖来了。”英石也笑了。李华莹心中叹息，成婚不过1月，连英石英妃都看明白的道理，上一世却困了自己一辈子，区区一个林怀远而已。他当时真是被猪油蒙了心了，才让林家人踩在他头上。李华莹眼里带着些冷意。英石，拿些父皇母后赐给我的东西放去东司库。英石眼睛一亮，霎时明白了李华莹的用意。再给我常去的那几个首饰铺子递个信，明天起林景彦的赊账公主府不结了。还有，这后院不干不净，让许哲带一队公主府府卫过来给我看门。奴婢这就去。英石脸上带着笑意，急急扶身就去了。正撞上海月进来，他脚步匆匆，看着比英石还急几分。殿下，府里来了位女客，听说是驸马的旧识。旧识？怕是就相好吧。走，看看去。上一世他被林家人耍得团团转，这一次可就是他来主导这场戏了。李华莹走在瑶仙院内，楼台水榭端方有序，飞檐青瓦日照流金，上了抄手游廊，便是曲水蜿蜒，香草茂树，园中环山绕水，好一番春日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林府内自然没有这样好的风景，林怀远也没有俸禄支撑起这样的府邸。这是李华莹嫁入林府之前，就将林府隔壁2座大宅子买下，花了大价钱修缮，又将宅子和林府之间墙壁打通，这才住得下他的丫鬟婆子、园丁护卫。他便住在靠近林府的瑶仙院内，花的自然一应都是他的私产，而林母以此为由，顺势不拨给他该有的利银和用度份额。李华莹自然不欠这几两银子，只是这抠搜做派实在让人不齿。这么想着，刚走进玉章堂，就听见里面女子的啜泣声，男人的低声安慰。李华莹一踏进来，玉章堂中声音突然一静。第2章有孕。林怀远一身石青檀墨藤纹云袖袍，黑色符文腰带，一顶白玉冠，整个人挺立如松竹，正凝眉看向他。殿下怎么来了？听说府里来了位娇客，我自然要来看看。林母笑着往前2步，眼里有些慌张。老家远恩师的女儿，这是双居在家，日子过不下去了，才来投奔我们呢。这样啊。李华莹似笑非笑。林母拉着躲在林怀远背后的女子出来，向李华莹僵硬笑着。这是黎玉，姓夏，快些来跟公主见礼。夏黎玉被林母拉得踉跄了下，林怀远迅速扶住她手臂，低声道：“小心些。”夏黎玉俏脸一红，低着头不说话，身体却往林怀远那边靠了些。她一身白色云丝衣裙，纱织的腰带系得盈盈一握，低头时发髻边的瑞鸟衔珠珍珠小钗轻轻晃动，颇带着些娇羞风情。夏姑娘双居，这怎么还梳着少女发髻？我看着还以为是哪家未婚配的年轻小姐呢。英妃鼻子里轻哼了声，她在宫里摸爬滚打那么多年，什么狐妹子手段没见过。这个夏黎玉眼珠子都快粘驸马爷身上了。夏黎玉抬头，却是咬唇看向林怀远：“远哥哥，我不知道这些，我一个人从江都过来，不知道圣经的规矩，要是惹了贵人不满，我这就去重新梳。”林怀远摇头，眼里带着些心疼：“不必，你长途奔波，不宜再疲累。对啊，夏姑娘这一路想必累得很，毕竟是2个人的身子嘛。”李华莹轻描淡写道。夏黎玉脸唰的一下白了。林怀远微微抿唇，看向李华莹，发觉她一张屹立的芙蓉面上神色无异，这才压下心头惊骇。若是被圣上得知她婚约期间与人有了首尾，还得了孩子，怕是要降重罪。殿下如何得知黎玉有了身孕？宫里见得多了，这夏姑娘腰身尚且纤细，但小腹却有肉感。夏黎玉忍不住将手摸向小腹，想遮挡起来。肤色白，但脖颈处略黑。脖颈黑？夏黎玉眼神变得惊慌，立马用丝帕遮住脖子。他刚才还在林怀远面前特意露出自己纤细修长的脖颈，想要引他爱怜。下颌发胀，脸颊2侧长了黄褐斑点。夏黎玉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什么？他一路上虽说有些辛苦，没怎么照过镜子，但是在圣经的舅舅给了他不少小便利。他还以为他一如当初美丽动人，可脸上居然都有斑点了。夏黎玉不由得看向李华莹，那一身华美衣衫是他没见过的料子。
走动间光华流转，如梦如幻。宽大的广袖上大片的银线蝴蝶随着动作灵动上下翻飞，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美的衣裳，可这不过是李华莹寻常衣裳中的一件。夏丽玉心里突然生出了一丝不甘，不止衣裳，那张娇颜欲滴的脸如枝头剔透潋滟的带露牡丹，盈盈似有光，周身又散发一种让人既想靠近却又未于靠近的氛围。夏丽玉微微咬牙，扶着肚子的手却又突然给了她信心，有了孩子，一切都是未知数。夏丽玉看向林怀远，却只见到他沉沉望着李华莹的眼神。殿下见识宽广，怀远佩服。哎呀，说了这么半天，都该用午膳了。林母擦擦颈间的冷汗，说话声音都轻松了2分。如今府中用的是李华莹带来的御厨，很快丰盛的一大桌子菜上好，众人入座。李华莹主位，左手边是林母，右手边是林怀远。夏丽玉坐在林怀远旁边，桌上一时安静下来。夏丽玉看着一桌子的美味珍馐，大半她都没见过，目光又落在旁边的紫檀木雕花海棠刺绣屏风，珊瑚百宝嵌柜，嵌贝花鸟金丝阁帘。夏丽玉心脏扑通扑通跳，她真的没选错，这一步棋她走对了。有了肚子里的孩子，以后这些东西还不都是她的？她正激动的面色涨红，碗里突然多了块雪白的鱼肉。夏丽玉抬头一看，林怀远正目光温柔的看着她，多吃些。夏丽玉羞涩一笑，柔柔的点头。林怀远回头，正见李华莹挑眉看着他。江都距圣经千里迢迢，离域长途跋涉，得补补身子。林怀远说着，又夹了块鱼肉放到李华莹碗里。殿下也多吃些。李华莹瞬间就感受到夏丽玉的视线，眼神颇有些委屈。李华莹心中好笑，不知道的还以为自己才是没名没分的那个。夏姑娘双居，这丈夫是怎么没的？李华莹不经意问道。桌上碗筷声一顿，夏丽玉抬起头，眼圈已经红了。这是黎玉的伤心事。林母赶紧插嘴：华莹啊，好好吃饭，说起这些做什么？黎玉别管，快多吃些，肚子里孩子也要吃呢。还是林伯母疼我。夏丽玉感激地揉揉眼睛。李华莹了然道：这样伤心啊，说都说不得。那看来是死得挺惨的，不会是死无全尸吧？可……林怀远正在喝汤，瞬间呛到眼面，咳得不成样子。哎呦，远儿没事吧？娘来帮你顺顺气。林母3两步就走过来，手掌在林怀远背后一下一下的顺着，同时不满的看了李华莹一眼。这吃饭你说什么活呀死呀的，害得远儿都呛到了，你还坐着一动不动，都不知道来关心一下。李华莹轻笑一声，带着嘲意。这种话她上辈子不知道听过多少遍，许是因为当时对林怀远有情，她从未觉得不妥，可如今一听，当真笑话。一个大男人自己吃个饭都能呛到，还要人过去顺气盛汤。李华莹嗤笑出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奶妈怀里没断奶的小娃娃呢。林怀远一听，本就咳得通红的脸更加涨红，他推开林母的手：母亲，孩儿没事，你快回去吃饭吧。林母却边走边说：那怎么了？儿子在娘这永远都当小娃娃一样疼。是，驸马可得要娘亲好好疼爱呢。李华莹语调带着莫名的轻佻，一双水性般的潋滟眼眸调笑看着林怀远。林怀远明知他这是在嘲他，他高高在下的看清他，可他仍忍不住心间一颤。远哥哥，夏丽玉细弱的声音传来。林怀远回过神来：我在何处安顿呢？他面色惶然无助，一双眼是全然的信任与依赖。林怀远皱眉，黎玉在圣经无依无靠，只能靠着他生活，又怀着他的孩子。若是住在府中的话，林怀远想到李华莹，觉得不妥。思索片刻，他温声道：我在外面给你找个宅子，再送去几个得力的丫鬟婆子照顾你。李华莹听的这与上一世丝毫不差的话，面上露出一丝冷笑。上一世他无知无觉，就让夏黎玉这么被安置在府外。林怀远常常找些由头留在他的宅子里，直到他10月怀胎生下孩子，才说在外面住着太过辛苦，母子2人被接入府中。这一次他可不会让他们这么快活。第3章，香雪阁，这多不合适。夏姑娘怀着孩子在外面，要是突然有个意外，我们都赶不及过去，更别说要是被有心人看到，故意去欺负她一个独居的寡妇怎么办？李华莹感叹的颇为真情实感。林母一听便道：是了，孕中需要注意的事情那么多，不亲自看着我乃放心。说话间看见李华莹，林母立马找拨：要是黎玉出了什么事，我可对不起远儿恩师的在天之灵啊。说完就闭着眼开始阿弥陀佛的念叨。林怀远思索一番，殿下说的在理，黎玉你还是在府中住下吧，免了那些折腾。在府中住下便可以日日见到林怀远。夏黎玉心中暗喜，忙点点头。而林怀远心中想的却是李华莹那句被有心人看到，若是朝中有人发现他在外安置夏黎玉，向圣上参他一本，到时候再细细一查，
那就完了。思及此，林怀远看着夏离玉的眼神有些晦暗，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可看着夏离玉那期待如沐的眼神，他心中微叹，好歹也是自己第一个孩子。正事已经完了，李华莹便说吃好了，回了院子里。许哲已经规规矩矩在院子中等着了。他是公主府的管家，虽说年轻，但是做事滴水不漏。殿下，府卫已经按您的吩咐，在瑶仙院中各处守着了，司库及您的主院，府卫更是多派了1倍。院子虽说和林府是打通了，但除了我这边的人，其余人最多在这边园子里走动走动，若想进哪个阁楼房间，都得经我同意。李华莹淡声吩咐。许哲点头称是，又微微迟疑。若是驸马，他若敢闯，打出去就是了。留下轻飘飘一句话，李华莹便回了院子。殷实已经打好了水，给他擦手擦脸。殿下，听说东院子那边动静不小，正在为那下姑娘收拾香雪阁呢。林府在东边，瑶仙院在西边，丫鬟婆子常常把林府那边称作东院。英妃一听这话，脸色就变了。她一个江都来的寡妇，怎么住香雪阁去了？不怪英妃反应大，这香雪阁在东院，基本算是离林怀远雾松院最近的小院。出了雾松院门，走上2步路就到了香雪阁。上一世夏离玉生下孩子后住的也是香雪阁。李华莹接过丝帕擦手，动作漫不经心。她住过去，自然是因为有人想让她住，这倒让奴婢觉得古怪。殷实道：“你上午是没在玉章堂，没见到驸马和林夫人，对着夏姑娘那体贴劲，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林夫人的亲女儿呢。那夏姑娘见到我们殿下，居然不见礼，驸马爷也纵着她，真是没规矩。她张口还叫驸马爷远哥哥，一个寡妇，叫得我都替她害臊。”英妃说着说着，气得脸都红了。殷实听着，脸上神色也不对劲了，这简直荒唐。公主殿下金枝玉叶下嫁到林府，他们这么抬举一个江都的寡妇，算是怎么回事？莫不是还存了什么胆大包天的想法？反正人就在眼皮子底下，要翻起什么风浪，也得看我恩不恩准。李华莹样样往贵妃榻上一靠。殷实收敛神色，殿下说的在理，这会子可是乏了。是有些，天气怎么突然热起来了？今年是热的早些。殷实为李华莹卸下珠钗和外衣，拿来进了龙脑香的牡丹金丝团扇，轻轻在一旁扇着风，瞬间周身便清凉不少。殿下可要歇息会，海月、陆英2个刚还进了好些瓜果干瓜李子，想来下午就能吃些了。李华莹点点头，进了面便歇息了。陆英从外面一头汗的喘气进来，怀里抱着个半人高的铜兵剑进来，还没张口，英妃就轻轻对他嘘了一声。陆英立马放轻呼吸，轻手轻脚的将兵剑放在屋子一角。隔着珠帘见到殷实正坐在榻边打扇，便向他点头一笑就退出来。一出来，英妃就拉住他，用丝帕给他擦汗。这么大个兵剑，你提着就走了，可真厉害。陆英嘻嘻一笑，接过帕子，我和海月可是从沈家出来的，没2手功夫，怎么好来伺候殿下？有功夫好，我看这林府就不太平。你又知道了？得了，跟我去后院看看沉着的瓜果去。那感情好，我挑些给殿下做个冰珠蜜水去。这边等李华莹悠悠醒来，房中温度已很是宜人。殿下醒了，外面夏姑娘来了，正等在园子里。殷实伺候李华莹起来。英妃端过来一个玉碗，里面是清亮的蜜色汤水，下面沉着各色的圆形水果块，上面几个小冰珠子浮着，一看就清凉可人。殿下用些冰珠蜜水消消暑。李华莹笑道：“你惯会钻研这些吃食。”英妃吐吐舌头：“殿下吃得高兴，奴婢就高兴。”李华莹吃了2口，心头那股燥气下去了，又想起来殷实的话：“去叫夏姑娘过来吧。”英妃应了声，到门口传话。不一会，海月就领着夏离玉过来了。看他面上发红，额角还带着汗渍，想必是在外面热的。夏离玉一进来，周身的燥热暑气就去了，只觉得这屋子里凉爽极了。又见到这处处精细的富贵摆设，一时之间眼睛都直了。夏姑娘，还不快向殿下见礼？英妃见他呆站着不动，催道。夏离玉回过神来，方才扶了扶身子，见过公主殿下。夏姑娘来了，赐座。海月搬过来一个梨木绢花绣凳，上面还铺着4季如意银丝刺绣小毯子。夏离玉看着这精致的小凳子，有些扭捏的坐下，不由得轻轻抻了抻腰间做皱了的衣裳。李华莹刚起来，眉目还有些慵懒，有一下没一下的吃着冰珠蜜水。夏离玉没动自己面前那杯茶水，目光却落到李华莹那碗蜜水上，轻轻舔了舔嘴唇。殷实见到，对英妃使了个眼色。英妃心里不大情愿，却也出门去了，很快便端来一碗冰镇的西瓜香饮子。夏姑娘喝些冰饮子解解暑气。夏离玉对着英妃一笑，舀了几勺下肚，冰甜可口，果然殿下这个东西就是好。夏离玉放下勺子笑道。英妃听着眼中便多了几分轻鄙，眼皮子可真够浅的。这说的是觉着林府的东西不好。李华莹不咸不淡道。
夏离玉立马慌张摆手：“不是不是，殿下不要误会，离玉只是甚少喝到这样精致的冰饮子。”李华莹懒得多与他攀扯，直截了当问道：“夏姑娘特意过来，可是有什么事？说来有些唐突。”夏离玉面色红了红，带着些羞意：“远哥哥安排我在香雪阁住下，粗使丫鬟和婆子也备了，就是身边的贴身丫鬟一时找不到人。远哥哥便说殿下这边可使唤的丫鬟多些，让我来求殿下只给我2个。”第4章尊卑贵贱。这话一出，室内一静。李华莹将汤勺放回玉碗之中，声音清脆。殷实递上丝帕，李华莹擦面，殷妃拿着小铜盆在另一侧候着，等她净手之后再递上帕子。海月脚步悄无声息地过来，将桌面上玉碗收了出去。夏离玉看着这一幕，心里有些不平衡，怎么吃个东西还让人伺候着，又擦手又擦脸的，却又莫名有些期待，以后他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派头？只是房中半天没人说话，他心里一慌。殿下，李华莹轻笑出声，却是不语。殷实往前一步道：“夏姑娘，在殿下面前欺瞒，可是欺上之罪，乃为大不敬。”夏离玉身体一震，慌乱摆手：“我不是我。”李华莹看得心烦，冷声道：“我身边的丫头品级最低也是从7品，你连见到江都的9品县令都要1跪3叩，现在竟是想让我的丫头来伺候你。看来林怀远这个理政学士是越干越糊涂了，连尊卑贵贱都理不明白。”夏离玉嘴唇都白了，后背汗湿的衣服在冰剑的凉风中冰凉黏腻地粘在身上。她在江都不过是个教院讲师的女儿，只知道丫鬟低贱，却从没听说丫鬟竟也能如官员一般有品级。李华莹的话如同当头一棒打在她头上，她终于真正地认识到她与李华莹的差距远得如同天上云端与地上泥浊。可她心里却仍有不服。尊卑贵贱，你为尊我为卑，你为贵我为贱又如何？只要林怀远站在他这边，那他迟早会赢。是离玉错了，离玉卑贱。还没说上2句，夏离玉直接红着眼跑出去了。若不是殷妃手快按住桌子，桌子都险些被他撞翻。好没规矩，殿下没发话，竟就这样粗鲁跑走了。我真是没见过他这样的人，第一天见殿下就巴巴的过来要恩典，还恬不知耻的攀扯到驸马爷。驸马爷怎么可能不懂这些？他莫不是故意挑唆？殷妃见他跑出去，终于忍不住骂起来。李华莹脸上带着嘲意，这样一个殷妃都嫌没规矩的人，林怀远却还当个宝捧着呢，理他做什么？倒不如去雪庐园玩会。李华莹懒得管夏离玉这些小手段，待他生下孩子，那便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好啊，这天热起来，雪庐小将那一身厚实皮毛，怕是要难受。殷实应道。几人出了门，后面几个粗使丫头举着曲柄黄绸满绣牡丹伞盖和直柄黄绸绣瑞草暗纹仪仗扇，正遮了些日头。怎么不见陆英？李华莹问道。陆英最爱和雪庐玩，想必这时候正在雪庐园呢。殷实道。李华莹一笑，眼里有些怀念。雪庐是他从小养到大的一条西域义犬，身形比寻常犬儿大些，通体雪白，性格温顺。上一世他缠绵病榻时，雪庐不知得了什么病，吐血而死，让他伤心了好久。如今又能见到他活蹦乱跳的样子，李华莹心里宽慰不少。很快，一行人到了雪庐园，门口站着4个黑衣抚卫，对着李华莹行礼退开。几人刚一进去，一只雪白大团子便欢快地往李华莹身上扑，兴奋地呜呜直叫，蓬松的大尾巴甩来甩去。李华莹也是眉眼弯弯，温柔抚着他身上柔软毛发。雪庐，姐姐爱看你了。雪庐嗷呜一声，张开嘴，伸出温热舌头，在李华莹手上舔起来。旁边安静站着的少年立刻向前一步，急声道：“雪庐不可！”无事。李华莹看向这少年，约莫14、15岁，身量挺拔，目光坦诚，觉得有些面熟。你是许哲新寻来的犬奴？是，小人样里照料雪庐有1个月了。样里恭敬答道。旁边陆英笑着说：“雪庐最近精神好了不少，也比以前能吃了呢。”雪庐已经11岁了，食欲精力都差了许多，如今看着确实活泼好些。样里照顾得当，赏。李华莹话音刚落，海月便从身上小包中取出个鼓鼓囊囊的银线祥云暗纹荷包，笑眯眯放入样里手中。样里赶紧行礼，多谢殿下赏赐。说完，面色通红的站起来，不知是乐的还是羞的，惹得陆英在一旁捂着嘴偷笑。李华莹陪着雪庐玩了沙包，便在亭中坐下，看样里和陆英陪着雪庐玩耍。日头慢慢西斜，李华莹离开之前细细叮嘱样里，给雪庐房中也供上冰饯，体谅小些，免得他受寒。平日里鹿肉这些易上火的吃食少喂些。样里恭敬应了。雪庐则乖乖坐在原地，湿漉漉的眼睛看着李华莹，嘴里呜呜低叫，简直让人心软的舍不得离开。玉章堂那边这人来催饭了。海月道。几人便往玉章堂走，刚进门便听见里面欢声笑语。
原来是林景燕回来了，正拉着夏梨玉叙旧，看着再高兴不过。她见到李华莹进来，拉着夏梨玉就往饭桌上坐。嫂嫂可来了，苦等的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嫂嫂下次可得早些过来。殷实笑着道：“二小姐怕不是饿糊涂了，公主还未入座，你怎么倒是先带着夏姑娘坐下了？”夏梨玉如同火烧屁股般一下站起来，看着极为无措。林景燕撇撇嘴，挪着屁股就是不起来。景燕不得无礼。林怀远对着李华莹一拱手，请殿下入座。若是以前，李华莹定然会怕引起他们兄妹举语，打个圆场说自家人无需多礼。可惜这林家人惯会蹬鼻子上脸，他客气让步，他们便得寸进尺。果然还是驸马爷懂规矩。李华莹似笑非笑，在主位坐下。林怀远一愣，又皱眉看了李华莹一眼，只觉得他似乎是哪里变了。以往他从不拿规矩说事，最是纵着林景燕。林景燕嘟嘟囔囔坐下，讲那么多规矩干嘛呀？天天就会端架子。他虽未看向李华莹，声音却不大不小。李华莹轻责，说得好，只可惜不懂规矩，圣经哪个宴会都去不得。林景燕面上神色僵住，猛然看向李华莹质问：“你什么意思？你不带我去赏花宴了？”李华莹笑而不语。林景燕脸色一变，就拉住林怀远的衣袖撒娇：“大哥，我要去赏花宴的，若是不去，以后我在贵女圈子哪还有什么脸啊？大家都不会和我交好的，我就要去！大哥，大哥！”他一声一声叫着，声音无赖又响亮。林怀远听着直皱眉，便对着李华莹说：“殿下，景燕说的不无道理，你是他嫂嫂，又见多识广，该带着他出去交交朋友。”林母虽说不知道这赏花宴是个什么东西，但也跟着插嘴：“就是长嫂如母，你跟景燕的孩子计较什么？你可得带他去这赏花宴。”第5章分散。李华莹莞尔一笑：“怎么都这么着急上火？我可没说不带他去，毕竟去了才有好戏看。”林景燕得意一笑，他就知道只要一搬出大哥，李华莹就听话了。林母也满意的点头：“这就对了，你嫁给远儿，景燕就是你亲妹妹，你试试要想着她让着她。”他的话却是直接被林景燕打断。他听林母絮叨惯了，也从不把他的话当回事。此时他正兴致勃勃地用筷子翻弄着一道菜。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蒸了个橙子？林景燕边拨弄瓷盘中的黄色橙子边哈哈大笑：“嫂嫂，你还说这是御厨呢？我看还没江都饭馆里厨子手艺好。”殷实往前一步，脸上带着笑意：“二小姐倒是看差了，这道菜名为蟹酿橙，是选取黄原橙子去顶，剜去果肉，再将肥美蟹肉放入其中，加盖蒸熟，淋上秘制酱水，食之既香而鲜。”这细致描述听得众人口舌生津，正要动筷，可林景燕看着面上带着得体微笑的殷实，不知为何突然发作：“什么蟹酿橙啊？不就是水里爬的大虫子吗？这种东西在江都扔地上鸡都不吃。圣经的人真是惯爱装模作样，天天搞这么些奇形怪状的东西，用橙子装螃蟹，真是笑话。也就勉强能吃的东西，臭显摆什么呀？”骂完那螃蟹和橙子的清香飘入鼻端，他偷偷咽下口水，正准备装作勉强动筷去夹。李华莹一个眼神，殷妃便动作迅速地将这盘蟹酿橙端走。林景燕扑了个空。景燕说的在理，这菜便拿去赏了样礼吧，倒是委屈他了。李华莹微微一笑，陆英接过蟹酿橙，俯身便去了。林景燕筷子还悬在空中，只能讪讪收回。不知这样理事，夏梨玉问道。他方才听得食指大动，没想到尝都没尝上，心里对林景燕嫌弃了3分。真是没见过好东西，乱叫什么呀？哦，他是我院子里的犬奴。李华莹轻描淡写。桌上几人神色各异，却都有些不快。东西在，不好，哪有拿去给犬奴吃的道理？林景燕嘀咕了一句。林怀远眉心微皱：“景燕，好好吃饭。”林景燕鼻子里哼了声，算应了。夏梨玉倒是柔柔一笑，说起来，我下午去瑶仙院，在院子里等了好一会，没看见犬奴，反倒是抚慰多了些。这话一说，林母就想起了这茬，不满道：“华莹啊，在自家院子里，你弄那么多黑衣上门神过来做什么？看着我就不高兴。我昨天夜里做了个噩梦，心里害怕得很，还是得有皇兄亲自送的抚慰镇着，才觉得安心些。”李华莹抚了抚心口，叹了声。林母还想再说什么，林怀远却是夹了一块酥肉放入他碗中。母亲多吃些，还是我儿疼我。林母刹那喜笑颜开，将酥肉放入口中。林怀远笑笑不语，看了李华莹一眼。他为了堵母亲的嘴，竟是连太子都搬出来了。这么想着，林怀远心里多了几分郁气。英妃在李华莹身侧，为他细细布菜，将大块的食物都分成好入口的小块。殷实则在另一旁，时不时将茶水和帕子递上。海月还拿着个小巧的团扇，在李华莹侧后方轻轻扇着。林母看着心里就不舒服起来，她一个当家主母都没伺候的这么精细。
这李华银吃个饭连个筷子都不用伸，还有人专门打扇，他心头火起，真是没规矩。想起江都那些媳妇进门后，哪个不是在饭桌上小心陪笑伺候婆母丈夫，好菜更是筷子都不敢伸，全知道孝敬给长辈。怎么他林家就娶进来个菩萨，日日还得供着？林母看着殷实正拿着公筷去夹笋片，他便伸筷子过去，在盘子里挑来拣去。等殷实再去夹鸭块，他也抢着先去盘子里捣弄。殷实并无多做反应，只是收回筷子。林母嚼着油滋滋的鸭皮，心里有些得意，可看着李华银那张明艳雍容的脸上，连一丝眼神都分给他，心里又气起来，便夹着块鸭肉就放入林怀远碗中。林怀远接了便道：“谢谢母亲，母亲也吃。”林母哼了声，语调拉长：“娘是心疼你啊，每天辛苦得很，看着这脸都瘦了，也没个体贴人给你夹菜打扇的，娘看着真是难受啊。你看看这桌上的好菜，都被这丫鬟挑了个遍，娘还吃什么呀？娘多吃一口，我儿就少吃一口啊。”李华银这才看了林母一眼，见他还要接着豪辩道：“林夫人说的有理，殷实吩咐下去，以后我的膳食开饭前单独分好，省得不小心多占了驸马嘴里一块肉，受了他。”殷实眼里带了丝笑意，应了声是。林怀远听着面上有些尴尬，母亲爱说些有的没的，小辈听着就好。李华银这说的也难听了些，他又不是小孩，还能贪嘴一块肉吗？我吃好了，各位慢用。说着，李华银带着丫鬟便离席了。林母却愤愤道：“这膳食是他西院子那做好送来，要单独分好，肯定也尽会把好的挑给他。”他悲戚道：“可怜我的儿啊，怎么还要吃他剩下的东西？”母亲，林怀远捏了捏眉心。林母不管不顾接着说：“我看他就是没把我放在眼里。你看他今天早上都不来与我请安用饭，过门1个月，我连声他一声母亲都没听见。母亲，按照律法，能称得起公主殿下一声母亲的，只有宫里的皇后娘娘。公主为君，夫家为臣，她就是叫母亲一声阿嫂，都是合情合理的。”林怀远叹了口气，母亲何必每日想着这些，自寻烦恼？见林母仍一脸的不忿，显然是全然没听进去。儿子也吃好了，母亲慢用。林怀远走出豫章堂，心中实在是烦闷得很，不知道为何以前一派和谐其乐融融的后院，突然多了这么些拌嘴吵闹。夏梨玉见他出来，也赶紧跟过来。远哥哥。林怀远停下脚步，见他面上担忧，心里愈贴了些，面上也柔和许多。香雪阁收拾的怎么样？可还住得惯？林伯母安排的自然是好的，只是夏梨玉面上有些为难。有何不足？你直说便是，和我见外什么？林怀远笑道。林伯母说府中丫鬟不多，让我去问公主方不方便。可公主说。说着，夏梨玉面上渲然欲泣，掩面似是说不下去了。第6章，驸马。林怀远脸色一沉：“你直说就是，我哪里敢说公主的是非？”夏梨玉眼眶通红。林怀远不由得想到曾对自己关照诸多的恩师，又想起梨玉一个弱女子怀着她的孩子，千里迢迢来到圣京寻她庇护。这李华银平日里高高在上也就罢了，为何连刚来府中的梨玉都要欺负？别怕，我护着你，她就算是公主，也是我林怀远的妻子，要受我管教。夏梨玉抽抽搭搭往林怀远身上靠去，他说：“我一个见谁都要跪下的乡野卑贱之人，如何配是他的丫鬟？”林怀远拳头握紧，眼里有了些怒气。乡野卑贱之人，原来在他眼中，他们来自江都便是乡野卑贱之人。好一个贵不可言的公主殿下！他说：“我不在意的，我都可以忍。可是我忍不了。”他说：“远哥哥半分不好，他怎么能说你在他面前不知道尊卑贵贱呢？”听着夏梨玉细碎的呜呜哭声，林怀远耳边只剩下那句“尊卑贵贱”4个字，听得他胸中气血上涌，额角青筋直跳。尊卑贵贱，是了，他出身乡野寒门，他天生锦绣富贵，他尊他卑，他贵他贱，可那又如何？他这朵云端的娇花，还不是嫁给了他这个乡野卑贱之人？夏梨玉见林怀远顾不上他，双目赤红的往瑶仙院去了。方才拿下遮着脸的帕子，脸上一丝泪痕也无，反倒带着些快意。那边瑶仙院里又上了些糕点瓜果，殷妃见李华银无事发生一样，咬着牙忍了半天，还是没忍住。殿下，林夫人怎么能这么说呢？合着殿下还不能吃饭了？还有二小姐，这个2个也没规矩了。殿下还不是看着林府每天吃得清汤寡水的，心里不忍，才叫小厨房做了这整个林府的饭食。每天吃着这些山珍海味，那都是真金白银盘下来的。他们1分钱不出，还要鸡蛋里面挑骨头，合着他们老林家娶媳妇是来捞银子的。殷实本来也气着，却被殷妃说的扑哧笑出来。他推推殷妃手臂：“你倒是会说，每次把这些气人事说得逗趣又贴切。”李华银也笑起来：“瞧把你气的，放心吧，谁能占了老李家的便宜？”老李家几个丫鬟反应过来，一个个都捂嘴笑了。殷妃也乐得前仰后俯。正这时，
外面陆英进来，殿下，驸马爷过来了，瞧着脸色不太好。几人笑意都消了些，请他进来吧。李华莹用银签子插了块西瓜，林怀远便进来了。他刚才在院门口还怒气冲冲，只是在院中走完这2步，再撩了2道帘子，不知为何，那怒气莫名淡了不少。房中清凉，迎着沁人的龙脑香和一股不知名的香气。李华莹懒洋洋卧在檀香木雕花瑞兽贵妃榻上，如一只慵懒娇贵的猫儿，连人进来都懒得看上一眼。林怀远看她这娇美模样，原本准备好的斥责在嘴里转了圈，变成句问话：“李玉下午来找你了。”李华莹微点了点头，看坐。英妃请林怀远坐下，端来茶水。林怀远一坐下，便看见旁边小几上的绣篮子，里面歪歪扭扭打着几个彩云烙子。想到前些日子母亲说李华莹没有做妻子的样子，都不知道为丈夫缝补衣裳，她低头不语。没想到她向来十指不沾阳春水，现在却真愿意为她拿起针线。虽说这烙子看着是难看了些，但想到她犯难去学的模样，林怀远心头一动。驸马可是有事？李华莹不耐，怎么一个二个都要到她瑶仙院发呆来了？林怀远回过神来，放缓了语气：“黎玉是我恩师之女，如今落难住在林府，又怀着孩子，你多照拂照拂，她温婉乖顺，你莫使性子为难她。”李华莹扑哧笑了：“你倒说说，我怎么为难她了？”林怀远见状皱眉，想到夏黎玉的泪眼，下午她来寻你，求个丫鬟，你不给便不给，给她说那些难听话做什么？李华莹嗤笑一声，懒得说话。看来让夏黎玉提早进府，她也没什么变化。上辈子生下孩子才住进林府的夏黎玉，也不过是这般两头跑，到处挑唆。英妃接上话：“驸马爷这话说的有意思。那夏姑娘过来便说，远哥哥让殿下给我指2个丫鬟用用。”英妃把夏黎玉那柔弱语气学得惟妙惟肖，听得林怀远浑身难受。这说的咱们都不知道是驸马失心疯了，还是这夏姑娘失心疯了。夏姑娘对我们殿下不见有礼，现在倒还怪我们说话难听了。林怀远脸色难看了些，却也不好在李华莹面前和丫鬟争起来，只是说：“我没说让她来问你要丫鬟，那谁知道呢？”李华莹淡淡道，又吃了块削成圆球的冰甜瓜，神情冷淡。林怀远忽而抿唇：“晚上吃这么些冰的，对身子不好。怎么，在玉章堂林夫人说我吃了你一块肉，回了瑶仙院你还管我吃个瓜果？”李华莹漫不经心道：“哪里的话。”林怀远无奈：“母亲平时里说话你不爱听，但她对你又没坏心思，好歹也是长辈，你跟她置什么气？说起来，你早上怎么没去玉章堂请安用饭？母亲还等了你好一会呢。”“懒得去，以后我在早膳就在瑶仙院用了。”李华莹放下银签子，跟他说话说的胃口都没了。殷实端来瓷盘，李华莹随意进了手脸。怎么说不去就不去了？这不合。林怀远刚想说不合规矩，却突然想起来，公主下嫁本就无需晨昏定省，反倒是夫家应时时请安行礼问候。只是李华莹从来都说自家人无需多礼，还顺着母亲愿意早起请安，而她好像把这些当成了理所当然。不去便不去了，也没什么。林怀远眼神复杂了些，又想起来府兵一事，还是容他闹吧。府兵你想射便射吧，只是注意别冲撞了东院就好。怕冲撞，你们别来我的院子不就是了。李华莹秀气细眉微拧，夜深了，驸马若是无事便回吧。听得他这不客气的话，林怀远心头涌起些不快，却还是自持有礼。殿下好生歇息。说着，他快步走出房间。外面陆英见到他大步匆匆，便招呼道：“驸马走好。”谁知林怀远脚步一顿，回了句：“叫我林大人亦可。”说完又快步离开了。陆英没明白，便进去和李华莹说：“驸马爷真是奇怪，我刚和他问好，他让我叫他林大人。”李华莹霎时想到上一世最后他说的话，他说与他成婚后的每一天，他都在伏低做小，过得无比煎熬。他说前朝后院人人说起他，便要说到护国公主，哪怕他已经官至2品，却还人用轻佻的语气在背后说他好福气。他说他最厌恶别人叫他驸马。李华莹嘴角一勾，管他说什么屁话，你们叫他驸马就是了。第7章信间，香雪阁里，林景彦正眉飞色舞的和夏黎玉聊着。你是不知道，大哥成婚那天，酒席都快摆到府门外边了，来道贺送礼的，库房里都快堆不下了。那天当今圣上还亲自来见礼了呢，更别说李华莹的嫁妆，那可真是浩浩荡荡，在街上走了半个时辰呢。林景彦啧啧说着，夏黎玉也痴痴听着，脸上带着一丝隐秘的期待。若是哪天他嫁与远哥哥，不知道会不会也这般隆重。我跟你说啊，李华莹私库里好东西可不少呢，可惜我只得了他一个小私库的钥匙。林景彦惋惜，很快又得意起来。不过我在盛京各大成衣坊和胭脂首饰铺子里，可以随便拿随便买，他都给我付钱。夏黎玉张大了嘴，不可置信，随便拿？他给你付钱？当然了，你不知道他有钱着呢。当今太子知道吧，
他时时封等同太子，大哥这媳妇可真没娶错。夏黎玉听着这些对他来说天方夜谭的话，脸上笑意有些勉强。他才是怀着林怀远孩子的人，凭什么林家人得了这泼天的富贵，他却什么都没有？似是看出夏黎玉的勉强，林景燕推推他手臂，笑得娇矜：“放心，你都怀了大哥的孩儿了，都是自己人。明天我带你去他私库转转，捞点东西。”又上下打量了眼夏黎玉的打扮，林景燕面上露了几分嫌弃：“再带你出门买些好衣裳好首饰，到林家来了你可不能再穿得这么寒酸了，我会被别的贵女笑话的。”夏黎玉惊喜地说着：“谢谢景燕。”但眼底却有几分晦暗。等我成了林家的主人，就不是你施舍我，而是我施舍你了。第二天，两人拉着手去了东司库。林景燕发现里面又添置了好些漂亮物件，高兴的都快找不着北，拿着东西就回房打扮去了。这边李华银刚起来，不用再去给林母请安，每天觉都睡得香甜不少。英时、英妃正伺候着她梳妆，海月走了进来：“殿下，二小姐带着夏姑娘刚去了东司库，一人拿了一兜子东西，里面有好些是圣上和皇后娘娘赐下的，这会子已经去接上了。”李华银嘴角勾了勾，去把林景燕从司库拿走的东西列个单子，再让许哲把公主府给他结过的账总一总。海月应声出去，李华银不用与林家人见面，日子便悠闲畅快。下午他在后院纳凉，拿着鱼食豆豆底下的色彩艳丽的鲤鱼，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看着便觉清凉。陆英正拿着一份信笺过来，元昭公主这人给殿下递了信，他今日在绯烟阁里遇上了二小姐。我看看。李华银接过信纸，展开一看，上面只有寥寥几句话，大抵便是：皇姐等了3年孝期，嫁与这好驸马，如今更是规矩都不要了，母后亲自为你带上的吉吉礼，已经让林府那张扬东西戴在他头上。若是下次我再看见，我便把他下到大狱，再去母后面前告你的状。李华银看着这些话，便能想起来李红英那气急跺脚的模样。李华银笑笑，将信纸递给英时，好生收着。小红儿这信倒是给我省了不少事。英时妥帖收好，笑着说：“若是让元昭公主听见殿下这称呼，又要着急上火了。她惯是这样，最有意思。”李华银幼时母妃过世，在皇后膝下长大，在宫里也是与皇后所出的太子李明达、元昭公主李红印最为亲近。李红印比他小上3岁，虽总爱和他斗嘴，却也都是真心为着他的。傍晚还未到晚饭时间，玉章堂那边便着人来请。李华银了然，果不其然，刚到了玉章堂，一群人围着坐在椅子上的林景燕。他眼睛红红，看见李华银便跳起来，大喊：“嫂嫂，你要是对我有什么不满，你直说。你知不知道，你叫我让我丢了多大的脸？我在绯烟阁里刚给黎玉姐挑了几件首饰，结果那卖货的说不给我记账了，我还跑去找掌柜。今天绯烟阁里还有好些个贵女呢，他们都笑我，你知不知道？都怪你！”林景燕越说越激动，那手指都快戳到李华银鼻尖上了。放肆！海月迅速挡在李华银身前，啪一声把他指指点点的手拍掉。啊！林景燕捂着手大叫，面色气得通红扭曲：“你居然敢打我！你算个什么东西！”林景燕大叫上来，就要对海月动手。那边林母也赶紧过来：“哎呦，华银你怎么回事啊？居然下人对燕儿动手，快给我打杀了这个死丫头！”正混乱间，外面传来声音：“怎么回事？”林怀远刚回来，便被小厮林白苦着脸拉过来，说玉章堂吵起来了。他刚一进来，林景燕便红着眼睛跑过来，把手举到他面上，上面的红印十分明显。“大哥，嫂嫂身边的丫头打我，我今天在外面还被那些贵女嘲笑，都是因为嫂嫂。”林母也哭天喊地：“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娶了个媳妇，在家里要闹翻天了，还敢打我的燕儿！”夏黎玉则在一旁心疼地拉住林景燕的手，手背上都有些肿了，疼不疼？林景燕委屈地点头：“疼死了。”林怀远面色也沉下来：“殿下该给我个交代。驸马想要什么交代？”李华银语调漫不经心，由英时扶着在堂中太师椅上坐下：“为何打我妹妹？为何欺我母亲？”林怀远看着李华银这目下无尘的骄矜模样，下颌紧绷：“若是殿下不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我便要入宫，将此事呈给陛下定夺。”他话一出口，围在他身边的林景燕3人如同被掐住脖子的公鸡，叫喊声戛然而止。林怀远对着林景燕安抚道：“莫怕，大哥一定给你做主。无论什么情况，李华银就算贵为公主，也不能让下人对她家人动手。”李华银失笑，对英时说：“把信笺给驸马看看。”英时应声，拿出信笺呈给林怀远：“驸马请看。”“这是什么？”驸马一看便知。第8章还账。林怀远展开信纸，几行话很快看完，他脸色却变了变，将信纸收好。他看向林景燕，目光停留在他鬓边的一只朝阳五凤挂珠金步摇上。这金钗哪来的？林景燕一慌，抬手挡住步摇：“这是嫂嫂给我的。”
说着又有些气急：“大哥，那个贱丫鬟都打我了，你不去问她的罪，你还管这些有的没的？”说话间，林怀远脸色越发冷凝，他声音渐弱。李华银轻轻一笑，站起身来，走到林景燕身边，抬手便从她发间拔下了步摇，在眼前打量了下，便随手递给殷实：“是挺漂亮，怪不得你敢拿。”林景燕猝不及防被他拔了步摇，不满道：“你干什么呀？那是我的。”李华银不理会他，对着林怀远说：“你家妹妹前些日子来我这哭诉，说大哥俸禄微薄，林夫人又吝啬，她没有衣裳首饰，很是自卑。我连她是你妹妹，便将东司库的钥匙给了她，让她可以去里面挑些用着。今天元昭给我递了信，殷实去司库查看，差点吓得以为东司库遭贼了，里面即便是装饰的龙凤的御赐之物，也全都不翼而飞。至于打她，她不对我动手，自然没人对她动手。”一句句话说下来，听得林怀远额头青筋直跳，面皮紧绷。林母更是气得扶额骂道：“我吝啬？我就你这么一个小女儿，对你是掏心掏肺啊！你背后居然这么说你老娘！”林景燕面色苍白，却仍嘴硬：“是你说我可以去你司库拿的，你现在又说我，不就是小气舍不得你的破东西吗？谁稀罕啊？”说着，他负气把手上一个海棠如意嵌宝翡翠镯子撸下来，直接往地上砸去。叮当当一声脆响，镯子直接碎成了几块，上面嵌着的宝石也都散在地上。殷实立刻惊呼一声：“哎呀呀！这可是皇太后生前赐下的宝物啊，这可如何是好？”海月急忙蹲下，将碎掉的镯子和宝石一一捡起，用丝帕包好。林怀远忍无可忍，厉声道：“林景燕，给我跪下！”林景燕吓得一抖，直挺挺就跪下了，却还要开口：“大哥，闭嘴！”说着，林怀远缓了口气，才看向李华银，顿了顿，才道：“这镯子我会赔给你。”赔？驸马爷真是说笑话。这镯子是老物件，从皇太后母族传下来的，平时宝贝的不行，那是无价之宝。姑且就算有价，也不是驸马爷赔得起的。英妃抢白几句，林怀远嘴唇紧抿。李华银淡声道：“这个暂且按下，驸马不如先将钥匙还回来。”林怀远一伸手，林景燕面上委委屈屈，却还是从怀里掏出来钥匙还回来了。殷实小心收好。林怀远看着李华银那娇美金贵但却无比冷淡的模样，沉声道：“景燕从你那拿了多少东西，我会让她全部还回去。一个姑娘家，断断没有让嫂子养着的道理。驸马有心了。”李华银看都不看他，唤道：“殷实。”殷实上前一步，拿出一沓纸递给林怀远：“这是二小姐从司库中拿走的东西。”又拿出一沓纸：“这是二小姐在盛京买的衣裳首饰胭脂，全是走的公主府的账，请驸马过目。”林怀远看着这厚厚两沓纸，一时震惊的不能言语。他只以为最多就几件首饰布料，怎么会有这么多？待看到那些账目，他几乎眼前一黑。8万两纹银，买个衣裳首饰能买到8万两？李华银微微一笑：“驸马慢慢还，若是对账目有疑问，直接对应上面铺子去问就行。上辈子他对林家有多纵容，花在林家的钱比花在自己身上的都多。每日的山珍海味，林母林景燕下梨玉的衣裳首饰胭脂，林怀远官场的来往打点，府中的华贵摆件，真是不知道花去多少。而他为了林怀远的面子，从来不说这些。他以为即使不说，林怀远也懂得的。谁能想到他还真以为就他那点俸禄，能让林家过着这么潇洒滋润的日子。如今不如区区一个月林景燕花出去的钱，都让他这般惊讶吗？又或者他知道，却听之任之。而跪在地上的林景燕在听到后崩溃大喊：“我不还，那都是我的！”林怀远忍不住直接呵斥：“你还要任性到什么时候？不过就是些身外之物，还去动御赐之物，我看你是不要命了。”林景燕死死咬住嘴唇不说话，眼泪吧嗒吧嗒的掉。见没什么看头了，李华银直接回院子里，连晚饭都懒得和他们一块用。银子驸马可以凑一凑再还。司库的物件给驸马2天时间，若是还不回来，这碎镯子便会呈给父皇定夺。林怀远张口想说家事何必呈给陛下，却又想到自己刚才言之凿凿，只好闭嘴。而林景燕一双通红的眼睛怨恨地看着李华银，看着颇为吓人。这顿晚饭虽说李华银不在，可林母和林景燕没一个吃得高兴。林怀远将那司库单子给了林白，让他先对着归还，越快越好。于是几人还在吃饭，旁边东西却开始一样一样地少。紫檀木雕花海棠刺绣屏风，珊瑚百宝嵌柜，金七百鸟八翘香顶。夏离玉看着桌面下的拳头越握越紧，指甲都深深陷进肉里，但是他的心更疼。看着这些好东西一个个搬走，索去李华银的司库，这比剜他的肉还疼。旁边林母还在咒骂：这李华银是要掀翻天了，哪个媳妇敢动夫家的东西，他就是欺负我们林家，再将督他，这样我饭都不给他吃。而林怀远更是食不知味，他的俸禄全交给母亲打理，
家里上上下下吃穿用度最近越来越好。他只以为是母亲李家有方，却从不知道原来这些都花的是李华莹的钱。他正神思不属，林白却突然过来小声说：“爷，你们吃饭这黄花梨透雕鸾纹四方桌也是公主司库的。”什么？林怀远闻言险些捏断手中的筷子。林白赶紧说：“爷别用力，您手上这掐丝铜鎏金青玉柱也是公主司库的。”第9章，委屈。林怀远闭了闭眼，才看向林母：“母亲，这些器具你怎么还去公主司库拿？当时大婚，我们的东西李官说不好，李华莹便说让去他司库拿，他现在不会还要把东西要回去吧？”林母不满道：“原来就连大婚的物件都是他出的，自然要还，那是他的东西。”林母却开始不依不饶：“你把东西都还他了，那我们用什么？”母亲，林怀远忍不住语气放重：“公主本就是下嫁，我们虽说钱财不丰，但又怎么能去贪图她的钱？世人会如何评说？日日上朝同僚又会如何看我？”林母见他严肃，脸一垮，开始哭嚎：“我命苦啊！从江都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3个娃子拉扯大，为了让你读书，我出去卖鱼卖菜，不知道受了多少欺负。你现在当了大官了，娶了媳妇忘了娘啊！好东西全是他李华莹的，你老娘就活该用破桌子吃饭啊！老娘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不如死了，去底下找你们秀才爹去。”母亲，林怀远本来气急，可见到林母这样，只能哄道：“母亲别哭了，你就当为了我的仕途好不好？这些东西还了公主，你去我用的俸禄再买就好。而且前些日子圣上说和我新婚，准备要给我升迁呢，到时候俸禄就更多些了。”本来事情没定之前，林怀远不准备告诉他们，可现在怕是只有这件事能让他忘掉那些物件。果然林母一听便喜笑颜开：“当真？我儿又要升迁了？我的儿，你可真是厉害！”说着又开始是泪：“像你这么好的男儿，怎么就娶了个不孝敬婆母伺候夫君的矫饰精呢？”林怀远还没说话，林景燕便把筷子一放：“我吃好了。”说完就离席走出了豫章堂。路上他却越想越气，他的衣裳首饰都得还回去，他用什么？大哥怎么不想着给他的东西补补？凭什么就他一个人受委屈？林景燕一路气鼓鼓的回了飞春阁，身边丫鬟紫苏劝了一路，才让他心情稍微松快了些。结果一打开房门，那空荡荡的房间差点让他以为走错了门。我的东西怎么少了这么多？林景燕一把抓住守在房中的青吴胳膊，尖利的指甲刺得青吴生疼，却不敢反抗。林白听大爷的令，把东司库的东西已经全搬走了。什么东司库的东西？林景燕跑过去将自己装匣打开，怒道：“这里还有好些我新买的珠钗璎珞，都去哪了？”青吴低着头道：“大爷吩咐了，说这些走的都是公主府的账，让林白都收走，明日拿去铺子里看能不能退了。”林景燕脚下不稳，摔坐在椅子上，面上又急又怒：“大哥这么偏着李华英，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过2日便是赏花宴了，这是想让我成为圣经的笑话吗？”青吴紫苏都低着头不敢说话，都怪李华英，他自己上赶着给我东西用，现在又想要回去，这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林景燕将手中装匣往旁边一放，心里便寻思了一计：“紫苏，你去东院厨房给我寻几粒花生过来。”紫苏一怔，忙道：“小姐，让你去就快去，废什么话？”林景燕抓起桌上茶杯就想扔到他头上，可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到底还是没扔出去。“快去！”紫苏不敢再劝，应声去了。那边瑶仙院里，海月正心疼的把包着镯子的丝帕放到桌上：“殿下，我明日去找绯烟阁的匠人，看能不能将这镯子修补。”话一出，英石、英妃对视一眼，扑哧笑了：“不用修，这是赝品。皇太后留下的物件那是何等珍贵，殿下怎么会让二小姐有机会沾染？”两人一解释，海月这才明白过来，想到晚间豫章堂的闹剧，也不由得笑了。李华莹心情也好了些，他的好东西就是再多，也不拿给这狼心狗肺的一家人。他拿了画本子，躺在贵妃榻上，随意翻了几页，突然看到旁边绣篮里的歪歪扭扭的红蓝烙子。李华莹拿过来，上下看了看，问道：“这是我打的？”英妃捂着嘴一笑：“这要是英石打的，他怕是要出门撞死到树上去。”李华莹失笑：“你还打趣起我来了？”他想起来上一世林母总拿他没有做好妻子的本分说事，要他给林怀远缝衣裳，为林怀远布菜，为林怀远整理书房，而他竟也真的听信这些话，笨拙地做起这些他从未做过的事情。可他生来便是父皇母后，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摔了，哪里做过这种事情？他常常做不好，被林母指责无用，满腹的委屈。可林怀远总是会适时地安慰他，让他再努力些，让他讨他母亲的欢心，让他做一个孝顺母亲、伺候丈夫的好妻子。现在想来都是笑话。
父皇痴恋母妃，从不会让母妃委屈，更不舍得母妃操劳。林家人不过是一群得势便咬人的狗罢了。这络子正好可以兜个小金锁，殷实你去弄好，到时候拿去给雪茹带着玩。李华莹直接将络子递给殷实，他亲自打的络子，林怀远也佩戴。殷实应声，眼里闪过一抹了然。公主殿下本就金尊玉贵，如今终于想明白了，他心里都高兴不少。这时陆英撩了帘子进来，殿下，二小姐出事了，驸马爷请殿下去飞春阁。第10章讨饭。李华莹脸上露出个饶有兴致的笑，这话本子是不用看了，又有好戏看了。几人到了飞春阁，里面灯火通明，下人进进出出。李华莹笑着进去，哟，这又是怎么了？说着，他四处打量了下，轻啧了声，这飞春阁里陈设还真是简洁。正躺在床上的林景燕听得这话，气得爬起来就说：“还不是怪你，把我的东西全拿走了。”林景燕气得胸脯起伏，几乎喘不过气，一张脸上爬了半边的红疹子。李华莹白嫩手指捂住嘴，惊讶道：“啊呀，景燕这脸怎么花成这样了？”林母赶紧用手在林景燕心口顺着，转头骂道：“你也太恶毒了啊！抢你小姑子的东西，还给她下毒，看看我可怜的样儿都成什么样了。”林怀远听着屏风后林景燕大口的喘气声，面上也有几分心疼。他看向一副看好戏模样的李华莹，声音一沉：“殿下，这是怎么回事？”李华莹漫不经心道：“驸马还真是什么都爱问我，躺床上哼哧的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景燕这是过敏了，她说她只吃了西院盛过来的饭菜。”那边林母高声说：“还跟她废话什么？还不快让她过来跟燕儿道歉，再让西院弄点营养足好受补的，给燕儿补补身体。”陆英去将洗浴厨请来。陆英应声出去。李华莹施施然坐下，再看着林怀远不太好看的脸色，轻笑一声：“这林府上下没一个脑子清醒的吗？你什么意思啊？”林怀远面色难看，眼里隐有怒气：“晚膳是我做的吗？采买是我去的吗？用饭是我将能治他过敏的东西喂他嘴里的吗？”林怀远听着这一句句问话，有些愕然，半天只能从嘴里吐出来“不是”二字。既然不是，找我要什么交代？林怀远还想说些什么，陆英已经将洗浴厨带来了。他站在房中，向李华莹行礼，而后对着林怀远点了个头。毕竟二人品级，他无需向林怀远行礼。洗浴厨，景燕吃了你们做出来的饭食，如今过敏了，你须得给我个交代。洗浴厨掀起眼皮看了林怀远一眼，便淡淡道：“林二小姐吃不得坚果类，公主早已吩咐过厨房，呈给玉章堂的饭食，无论饭菜糕点，都无任何坚果。”林怀远抿唇看了李华莹一眼，他都不知道景燕吃不得坚果，他竟早将此事放在心上，还特意叮嘱厨房。里面林母听见动静便出来了，一听这话就瞪着眼睛说：“你说没放就是没放了，那我燕儿又怎么会过敏？你信不信我把你给赶出林府？”洗浴厨站在原地微合眼皮，一副要睡不睡的模样，理都没理他。林母见他这样，气得扑过去就要打洗浴厨：“你个老皮子，跟老娘这摆什么谱？我撕了你的脸！”林白！林怀远一喝，林白赶紧拦住林母。陆英也在瞬间就挡在洗浴厨前面，怒视着林母：“辱骂朝廷命官，按律应停杖80，林夫人最好紧着些你这张嘴。”李华莹冷淡瞥了眼状若发疯的林母。林怀远急忙对着洗浴厨一作揖：“母亲爱护景燕，一时无状，还请洗浴厨莫要见怪，小生在这边给洗浴厨告罪了。”洗浴厨鼻子里嗯了声，眼见林母还在挣扎，仿若什么都没听见一样。林怀远捏了捏眉心：“不要闹了，母亲，你若是再这样，我就要将你送回玉章堂了。”林母动作一僵：“思云，还不快将夫人扶进去！”林母身边的丫鬟赶紧半拉半扶将林母带进去。林怀远见林母不再闹，长出了口气，转眼看着八风不动的洗浴厨，心中起了几分火气。景燕既是不能食用坚果，那厨房以后便不要采买坚果了，省得再不小心混进去。李华莹失笑：“你当洗浴厨是林景燕，糊涂到连坚果都认不出来。洗浴厨既说了饭食中无坚果，那便是一粒坚果也无。”殷实道：“洗浴厨之前在宫中负责皇后娘娘的膳食，皇后娘娘也有过敏症，具体对何过敏奴婢不敢多言，但洗浴厨在位30年，从未失误弄错过一次。”林怀远被两人说得面上难堪，屏风内林景燕还在叫着疼，他便质问道：“即便没弄错，那景燕不能食用坚果，西院厨房为何要采买坚果？”洗浴厨闻言嘴角抽了抽，半晌才道：“驸马爷好记性，林三少爷日日在文心轩刻苦读书，你与林夫人特意嘱托厨房多给他做些坚果膳食，毫不脑力。这会子又问起我为何采买坚果。再者，我是公主的厨子，又不是你林家的厨子，为何要依着你们的喜好委屈公主不能吃得尽善尽美？”林怀远张张嘴，想起来还真有3弟这回事。
一时之间，房间里莫名静了下来。李华莹惊喜御厨一说，想起来林府中那个每日几乎隐形的林恩池，上一世李华莹都没见过他几面。才13、14的小子，日日都在房中读书，脸上从没什么笑意，眼下也总青黑一片。不过他4世没什么天分，上一世考了7年，才勉强考了个秀才。林母直骂他蠢笨不用功，林景燕提起他也总是一脸嫌弃。倒是，确实是。林怀远难得支吾起来。李华莹便道：既然西院厨房出了这么大岔子，以后便不再管东院膳食，省得再出问题说都说不清。林怀远一怔，里面林母一直尖着耳朵听，这时也急匆匆出来：不管了，你说不管就不管了，你要让我林家这一大家子喝西北风去吗？李华莹嘴角一勾，脸上带着几分潮意：莫不是我嫁入林家之前，林家都是上街讨饭吃的？你……林母气得脸色发青。殿下！林怀远看着李华莹，目光中带着失望：你我夫妻当真要分得这么清吗？李华莹懒得搭理他，直接转身对着席御厨点头：席御厨，以后只用管好西院的膳食，这1个月真是辛苦你了。席御厨这会眼睛睁开了，里面带着慈祥的笑意：殿下放心，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还能再给您做上10年饭。一行人看都没看房中僵着的林怀远林母2人，直接便离开了。林母一脸惊慌，拉住林怀远袖子：远儿，你快去追上李华莹，让她接着给我们供饭，快去！林怀远将手抽出来，有些失魂落魄：母亲何苦这样，她不愿就不愿吧。可是林母想到这1个月过的滋润日子，吃得那么多精细好东西，她和林景燕2人都胖了一圈，以后若是要花自己的钱，她哪么舍得拨给厨房那么多银子？母亲，你想的简单，一家人不分你我，可公主高贵得很，不容我们这些乡野之人去占她的东西，你又何苦自取其辱？林母哭嚎：可怜我的儿啊，命怎么这么苦啊，金榜题名却娶了这么个祖宗回来供着。林景燕也在那间哭起来，叫着脸上疼，一片乱象。李华莹倒是悠闲自在，一天下来心情都不错。到了晚间用膳，豫章堂那空荡荡的大堂终于补进来了些东西，只是成色与之前那些自然差了不是一星半点。饭桌上的膳食也是泾渭分明，主位前面4个凉的4个热的8碟子小菜糕点摆着，李华莹漫不经心用着饭，而其余几人面前总共才4菜1汤，看着也粗糙简单不少。几人一入口便能尝出来，这些膳食与之前简直是天差地别。林怀远吃了几口，食欲便消了不少。吃惯了西院的精细东西，再吃这些普通厨子做的普通食材，几乎食不下咽。林母也是吃着不是滋味，眼珠子都快掉李华莹面前丰盛的饭食里了。待李华莹吃完离开后，林母直接起身一屁股坐过去，眉开眼笑的夹起一块肉片放入嘴中：还是西院的东西滋味好啊，别叫他一人享福，远儿燕儿你们也吃些。林怀远捏紧了手中筷子，林景燕却是直接把筷子一扔：谁要吃他吃剩的东西啊？你要不嫌害臊，你自己吃吧。说着，林景燕气冲冲的离开了，脸上的红疹看着更红了些。林怀远也放下筷子：我吃好了，母亲慢用。哎，这怎么都走了？林母不解说着，今天一天早膳中饭都是吃着林府厨子的手艺，吃的他实在是烦得很。李华莹用膳用的不多，每道菜只吃了几口而已。林母眉开眼笑，哼哧哼哧的把所有东西都吃了个精光，才摸着溜圆的肚子满足了。谁想到回去之后，半夜肚子疼得要死，找大夫一看，是吃太多了积食，难受的他一夜翻来覆去没睡成觉。可林母也再不敢找李华莹麻烦，怕他以后连晚膳都不来豫章堂，那他可真是再也吃不上这些好东西了。东司库那边的东西，林怀远也都还上了，还有些林景燕送出去的，林怀远直接修书一封，请各家给退回。林景燕知道这事以后，在飞春阁大吵大闹，薅秃了好几棵花树。林怀远心情烦闷，便去了香雪阁。夏离玉正在烛光下一脸温婉地绣着小衣裳，抬眼看见林怀远，他惊喜地放下东西就要跑过来：远哥哥，莫要跑，当心肚子。林怀远温声道，过去扶着他坐下，看到桌上的小衣裳，脸色也柔和下来：再给孩子做衣裳，晚上无事，我就想着先给孩子做几件衣裳。夏离玉羞答答地低着头，只是不知为何，脑海中突然想起那句肤色白但脖梗处略黑。他动作一僵，抬起头就撞上林怀远的温柔的目光。怎么了？我没事，远哥哥，我知道你心里不快活，公主势大欺人，但离玉不一样，离玉永远愿意等在这里，等着你。夏离玉柔柔一笑，眼神如沐又悲伤，轻轻将头靠在林怀远肩上。林怀远抬手揽住他：是我对不住你，委屈你了。离玉不委屈，离玉只怪自己没有公主那样的权势钱财，不能让远哥哥离了他的欺辱。林怀远沉默片刻，将夏离玉揽得更紧。
全是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我有你和孩子，心里便无比满足。夏丽玉小脸酡红，抬起头，情意绵绵地看着林怀远。林怀远轻轻在她额头上一吻，我一定会想办法给你和孩子一个未来。接下来几日，日子平静无事。这天李华营睡了中觉起来，便听见东院里乱糟糟的。东院这是怎么了？吵吵嚷嚷的。中午那会，林府门口来了一大帮子人，闹哄哄的，说是林家在江都的同乡亲戚过来探亲。殷实道：殷妃接嘴，可别说是探亲了，没见到在主人家里发疯的探亲，听说这回豫章堂里横着竖着躺了好些人呢。李华营想起来了，上一世也有这么一出，这群人后来似乎惹了个什么麻烦，还是自己出面给摆平的。下午时间短，日头刚西斜之时，林怀远便归了家。只是一进大门，又被林白往豫章堂拉。到了豫章堂，一股难闻味道扑面而来。林怀远定睛一看，堂中好些粗布短衫的汉子坐着蹲着躺着，地上到处都是瓜子皮果核，一片狼藉。而在众人中陪笑的林母这时赶紧过来：远儿啊，你表舅带着同乡亲友来咱们这探亲呢，快来认认。那群人见他回来，也高兴的都围过来。其中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汉子抬手就推了林怀远一把，高兴的叫嚷：好小子，现在在盛京当了大官了，住着这么大宅子，也不知道给表舅送点好东西回去。林怀远本就是个文人，被他这大手劲一推，差点被推倒，好险被林白扶住，才没丢了丑。哎呦，你这当了大官，怎么还跟在江都一样啊？跟个小鸡仔似的，一推就倒，就你这样上朝站得住吗？说着哈哈大笑，一群汉子也跟着他嘻嘻哈哈笑起来。这络腮胡子就是林母的亲表哥，林怀远的亲表舅方永斌。林怀远抿唇，缓缓道了声表舅。方永斌嘿嘿一笑：表舅来了，你小子不得请我们去云亭会吃顿好的。表舅提了，那自然要去。听见没哥几个，还不赶快去茅房卸货，等会咱就去云亭会吃香喝辣了。方永斌对着后面一招呼，呼啦啦一群人就往茅房去。粗俗的话听得府里的丫鬟小厮都脸上隐隐鄙夷。林母一见他们走了，立刻道：你快去瑶仙院，把李华营也叫上一块去。第11章云亭会，为何要公主同去？林怀远皱眉，这些人粗鄙不堪，若与他同席，还不知他要如何轻视林家。他不去，谁付钱啊？林母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解释着。再说了，表舅他们都知道你娶了个公主，总得让他们见见吧，回江都也好跟同乡说道说道。母亲，这不妥。林怀远话还没说完，林母便抢白道：反正他今天必须得去，你不去叫我自己去叫。林怀远叹了口气：我这就去瑶仙院。林母满意了，笑着说：这才对了吗？他一个晚辈不来见见表舅，哪里合适？林怀远只好去了瑶仙院，说了来意。他以为李华营会拒绝，没想到他竟干脆利落答应了。林母与方永斌先行去了。等林怀远和李华营到了包间时，里面已经点了一大桌子的菜，一群人吃着饭喝着酒，大声的叫嚷着，那声音酒楼下面都听得见。林怀远想到刚才他让店小二带他们来包间时，众人隐约投来的惊讶暗潮目光。云亭会是盛京最大的酒楼，天下闻名，平时招待的也都是盛京的文人墨客、世家勋贵。若不是方永斌是他这个驸马爷的亲戚，恐怕云亭会压根就不会招待他们。方永斌见到李华营进来，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眼神毫不避讳的上下打量着李华营。殷妃眼里涌出怒气，直接站到李华营面前，挡住方永斌的眼神。可方永斌还要够头去看，旁边那群同乡也是一样，眼珠子都快粘李华营与几个丫鬟身上了。林怀远暗暗皱眉，桌上突然传来一道有些低哑的少年嗓音：表舅远道而来，恩池还未向表舅敬酒，真是失礼。这才拉回去方永斌的眼神。他看着走到他面前的林恩池，哈哈一笑，一巴掌就拍在林恩池瘦弱的肩膀上：你小子可是麻雀飞上枝头了，什么时候你也学着你哥考个状元出来？林母便说：你可高看他了，他那笨脑子哪能跟元儿比，比他的秀才爹都不如。林恩池只腼腆一笑，仰头将杯中酒喝完，脸上瞬间浮起薄红。李华营看了眼林恩池，他身量倒是长得高，几乎与林怀远差不多，只是身材过于清瘦，一张脸乍一看与林怀远有些相似，但林恩池眉目之间却沉郁许多，眼下也染着两团青黑，看着有些没精神。林恩池敬过酒，转头看见林怀远、李华营，便一行礼：恩池见过大哥嫂嫂。林怀远点头，他便又规规矩矩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李华营入座主位，海月去厨房重新端来几道饭菜糕点，摆到李华营面前。殷实、殷妃伺候着李华营细致用饭，陆英在后面拿着精致小扇轻轻扇风。方永斌看着就嘻嘻笑着，便吃着菜用肩膀推嚷着林怀远：你这媳妇儿可以啊，长得跟仙女下凡一样，
还陪嫁了这么多漂亮丫鬟，你小子艳福不浅啊！林怀远脸上笑意一僵，表舅慎言。你小子更表舅说什么见外话，慎什么言啊？都是一家人。你表哥前些日子娶的心腹，在家还得给我洗脚呢。说完，方永斌十分得意地嘬了口酒，旁边的同乡立刻哄堂大笑。就是在我们江都，那媳妇就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高兴了拉床上去，不高兴了就让他跪着。我那个媳妇最开始还跟我拿桥呢，说我不上进，我直接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他几个大嘴巴子，让他知道这个家谁做主。几人越说越兴奋，场中多了李华莹几个他们梦里都没见过的美丽女子，他们便故意说这些话，似乎这样说着折辱着别的女子，便能让自己被高看几分，便能凌驾于那高贵的公主之上。林母在众人间陪笑应着，与在林府中那嚣张的模样截然不同。方永斌喝酒喝得面色通红，对着李华莹一招手：外甥媳妇儿，你怎么就自己坐着吃喝？这里一圈长辈吃饭，你都不知道过来伺候伺候。说着他又一巴掌拍在林怀远侧脸：你小子不孝敬啊，不知道让你媳妇过来给表舅几个倒酒夹菜。他手劲本就不小，喝了酒更是没个轻重，直接把林怀远的脸打得一偏。林怀远回头目光冰寒：表舅慎言。方永斌喝得上头，这包厢又富丽堂皇，旁边还坐着神仙妃子般的李华莹，他简直恍如梦中，哪还管林怀远说什么。他拿着酒杯摇摇晃晃站起来，就往李华莹身边扑：跟表舅见什么外啊？陆英看着他过来，脸一黑，直接气沉丹田。方永斌嗤笑着刚要扑过来，陆英直接一个腿鞭狠狠抽在他脸上，直接把他踹得扑倒在饭桌上，乒乒乓乓，碗筷瓷盘碎了一地。方永斌如同之躯在餐桌上扭动，在酒醉中他没觉得疼，只觉得身上麻得很，动弹不得。他吵吵嚷嚷地叫着，腿脚弹动，一脚就踹在林怀远胸口处，差点没把他当场踹倒。一群人都在发酒疯，乱跑乱叫。林母一会扶这个一会扶那个，脸上身上被他们不知呼了几巴掌。而林恩池站在角落，皱着眉看着眼前的混乱局面，不知如何是好。李华莹嘴角一勾，又看了场好戏，回府吧。几人离开，海月还贴心地将包间门给锁住，让他们一家人好生叙旧。回府的马车上，英妃还气得不轻：殿下，驸马这什么狗屁亲戚，胆敢在公主面前行为放浪，口出狂言，我们干脆直接把他扭送官府，给他治个罪。李华莹手撑着下巴，看着街道上来玩的人流，轻轻一笑。若是这样，林夫人肯定会拦，林怀远也定然会劝。驸马爷总是这样，天天偏心他那小心眼的母亲和妹妹。那林三公子都知道，在方永斌面前拦一拦，知道敬着公主。驸马爷一个朝廷命官，反倒被人家呼来喝去，屁都不敢放一个。英妃到豆子似的说着，仍不解恨，只觉得来了这林府，天天在受他们家的鸟气。他好好一个娇养着长大的公主殿下，怎么就碰上了这么一家人？李华莹笑看着英妃：你急什么？你什么时候见到我吃过亏？英妃听着一愣，脸上露了笑意：殿下想了法子治他们？这样的人，只要有人纵着，就是天大的篓子也敢捅。第12章赏花宴。回了府中，东院那边半夜才传来动静，又是吵吵闹闹好一会。第二天早晨，李华莹倒是起得早了些。英时正给她梳妆，英妃在旁边笑着说：听说昨天夜里驸马一行人被云亭会的人拦着，非叫他们赔了包间里的东西，驸马请人回府来拿，一行人才回来呢。李华莹挑眉，上辈子赔钱的人是他，这次是林怀远自己。他当时不过抱怨了几句，林怀远还要说他何苦这么小气，那这次他倒要看看林怀远是有多大度。等这群人接下再捅出篓子，林怀远还能不能一直接着兜底？随他们去，今日去赏花宴，叮嘱许哲将西院守好，若是有人敢闯，不用客气。英妃笑着应声。过一会，李华莹这边才刚玩好凌云计，正和英时说着用哪只珠钗。外面海月进来说，二小姐在院子门口正等着呢，催殿下快些。你告诉她，若是着急自己先行进宫不就是了，还等我做什么？海月一笑，应声出去了。李华莹慢悠悠梳妆好，又用了几口小粥，这才出门。门口林景燕脸上又是期待又是焦急，在前面来回打转，听到院中动静回头一看，便呆住了。李华莹一身金银丝鸾鸟朝凤绣纹宫装，雍容华丽，行走间脚上的蜀锦烟草纹玉鞋上缀着的东珠若隐若现，光滑流转，更别说那满头精致的珠钗花钿，耳边玉兔捣药蚕丝翡翠耳坠，纤细脖梗上的金镶玉由祥云项圈，衬托的李华莹一张芙蓉面，归姿艳逸，不似凡人。二小姐不是等急了，怎么这回又发起呆了？李华莹一行人走过林景燕时，英妃提醒了句，林景燕这才回过神来。她低头看了眼自己这普普通通一件织锦长裙，又摸摸头上那干巴巴几只簪子，脸上的期待顿时消了几分，心中对李华莹的怨恨却又多了些。
待到了宫中，林景彦平日里在林府那副嚣张面孔便不见了，只敢乖乖跟在李华营后面，时不时转着眼珠到处偷看。只是一到赏花宴的御花园台亭中，他立刻便远远离了李华营，去找他平日里常玩的姑娘去。殿下，二小姐实在是没规矩，居然不招呼声便自行离开。英妃看着生气，在李华营身边低声说了句：“随他去吧，跟他生气，你怕是要有生不完的气。”正说着，一个一身红色烟罗宫装的女子在一群丫鬟婆子的簇拥下走来。哟，皇姐怎么一个人在这赏花呢？你那青青驸马的妹妹呢？怎么不带着一块玩？李华营看着她面上的张扬神色，脸上露出笑意。小红儿这是吃醋了。这话一说，英使几个都是捂嘴一笑。李红印却是脸一红，一跺脚：“谁要吃你的醋啊？哼！要不是皇嫂让我来寻你，我才懒得管你呢。”说着，他扭头便往后面小亭子去了。李华营一笑：“走，我们跟着过去。”这个李红印还一如他记忆中模样，张扬恣意，但心思又最为简单。李红印刚气鼓鼓在亭中坐下，太子妃陆颂仪便温柔问道：“这是怎么了？”李华营清亮的声音便传来：“还不是见着我和别人走在一块，又醋上了。”李红印哼了一声。亭中穿着浅绿色翠竹丝绸宫裙的女子站起身来，脸上笑着漾起小小酒窝。“表姐来了。”李华营拉住她的手：“青青也来了，倒是难得。”沈青青是李华营母妃哥哥的小女儿，也是李华营的亲表妹，平日里不大爱与贵女结交，很多宴会都见不着她的身影。自表姐大婚后，这还是第一次露面，青青自然要来了。沈青青俏皮笑笑：“是啊，别说青青，就是我也想你得紧。你成了婚，怎么就成日在林府待着不出门了？”陆颂仪嗔怪道：“他与太子李明达成婚的早，也李华营也是极为亲近，可别说了，日后你们就知道了。”李华营叹了口气，在桌边坐下。几人一见他这样，陆颂仪和沈青青对视一眼，李红印却已经着急说道：“我早就知道那劳什子状元不靠谱，你还一意孤行要嫁他，连他3年孝期都巴巴的等，真是傻气。你说的倒不错，不过你是因着什么才一早就不待见他呢？”李华营笑着摇摇头，倒是确实有些好奇了。还用因着什么？那天上的鸳鸟和地上的爬蛇能配吗？癞蛤蟆娶了天鹅，那天鹅还能不受委屈？李红印哼了一声，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李华营听得一怔，看着几人面上的疼惜，心中微叹。上一世的他究竟是有多糊涂，怎么就看上了个林怀远，还为他操劳半生？正这时，亭子外面不远处石椅上也坐了几个姑娘，一道颇为熟悉的声音传入李华营耳中：“我那嫂嫂有什么好说的？反正就是每天在家啥也不干呗，还小气的紧，把自己的东西看得紧着呢。”他没发觉到这话一说，旁边几个姑娘脸上笑容都一僵，不知道他每天牛气什么，干个什么都呼啦啦一大群丫鬟下人簇拥着，不就是生的好吗？林景彦不屑地撇撇嘴，要不是她是公主，她还能天天这么十指不沾阳春水，还能有那么多人在她身边鞍前马后？我觉得啊，那些在她身边玩的都是些趋炎附势的虚荣之人，才不像我们一样都是真诚相交。只是他话还没说完，身边那些真诚相交的姑娘们都一起往后退了一步，跟他保持了距离。“哎，你们干嘛啊？”他不大声招呼还好，一招呼周围的姑娘更是直接都快步走开了。“哎呀，突然有些口渴。”“是了，我也想吃些茶去。那边的牡丹看得漂亮，我看看去。”林景彦愣住，一回头才发现亭中的李华营几人，他脸上瞬间变得不快。“你什么意思？我与好友聊天，怎么又碍着你了？”陆颂仪眼神一动，身边女官立时站出来，大声呵斥：“放肆！见了太子妃不知见礼，竟还口出狂言！来人，掌嘴！”身边的一个粗壮的婆子立刻应声奔下亭去。林景彦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捉住双臂，直接左右开弓，啪啪来了2巴掌。林景彦双手刚捂上瞬间红肿发烫的脸，又被婆子一脚踹在腿上，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他又惊又怕，匍匐在地，身体瑟瑟发抖。这时眼前慢慢出现一双缀着东珠的玉鞋。林景彦眼中一喜，抬头便道：“嫂嫂救我！”第13章闯院。可当看清眼前人时，他神情僵住，却一动也不敢动。真诚相交，趋炎附势。李红印一张与李华营有3分相似的面庞上带着讥诮，冷冷地看着脚边的林景彦：“若皇姐没有下嫁给那劳什子状元，你连宫门都进不来，圣经的贵女圈子，你就是挤破头都钻不进来。皇姐宽容，容你穿戴她的东西，还在圣经的各大商铺给你开了便路，想拿便拿。你如今还不要脸的在这编排她，你算个什么东西？若没有皇姐，现今你们林家指不定能不能在圣经呢。”李红印冷着脸骂他。林景彦低着头，面色苍白，脸颊上的红印刺目。李华营坐于亭中淡淡一笑，想起来上一世并没有这一幕。
那时他连林景彦第一次入宫，便时刻将他带在身边，处处指点，为他引荐。倒是不知，原来早在此时，他便对自己有了诸多不满。沈青青眼中带着担忧，拉住他的手。无事。李华莹轻声道，反握着他的手。这边李红印也气呼呼的回来了，坐下之前还瞪了李华莹一眼。你平日里就怎么容着他踩在你头上？谁能踩在我头上？李华莹眼中带着傲气。李红印听得这话，面色才稍微好看了些。倒是你怎么知道之前他身上穿戴的是我的东西？那些头面我都好久不用了。李红印拿茶杯的手一顿，面色有些不自然。那些不就是你从前与我住一起时日日穿戴的东西，我还能认不出？李华莹轻笑出声，忍不住抬手捏脸捏他鼓着的白嫩脸颊。李红印脸一红，却没推开，任由李华莹对着自己的脸又搓又捏。待到赏花宴结束，李华莹都没见到林景彦，不知道他是躲到何处去了。李华莹自然也懒得管。待出宫之时，他果然回来跟在后面，只是一直低着头，也不跟李华莹说一句话。一行人回了林府，许哲便迎上来告知李华莹，方永斌在瑶仙院闹起来了。李华莹扬眉，果真如此。待到了瑶仙院，林母林怀远、夏离玉都在，方永斌一群人则在东司库门口，被黑衣府卫直接面朝地压住，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林母见到李华莹过来，赶紧凑上来颐指气使。我都说不让你搞这些什么府兵，跟他们说话都说不通，还不快让他们把你表舅放开。林怀远也皱着眉说，殿下，表舅他们都在这压着一个时辰了，你这些府兵真的需要好好处理，太没规矩了，是吗？李华莹目光在场中扫视一圈，最后看向许哲，说说怎么回事。回殿下，下午府兵正常轮值，这群人却突然攻击府卫，意图闯入司库抢劫财物，府卫便想将他们都捆住，但驸马与林夫人一再阻拦，他们便只好先将人压住，等候殿下回来处理。李华莹淡淡点头，做得不错，看赏。海月笑眯眯地走上前来，从腰间小挎包中拿出几个沉甸甸的银线祥云暗纹荷包，递给许哲。许哲行礼，谢殿下赏赐。府卫也齐声道，谢殿下赏赐。林母却不愿意了，你什么意思？他们压了你表舅，你还给他们看赏，你是非要搅和的这林家鸡犬不宁吗？说着，他捶胸顿足的就要来捶打李华莹。夏离玉这时出来扶住林母，柔声道，伯母别气坏了身子，您何苦和公主置气呢？公主本就金枝玉叶，最为尊贵了，离玉帮您来求公主。说着，他做事就要跪下去，林怀远急忙拉住他，你可真傻，哪里用得着你来跪？你照顾好母亲，我来处理。夏离玉闻言羞涩一笑，便乖巧地走到林母身边，细声安慰起来，看着林怀远，心中一阵柔情。转头看到李华莹，他脸色又沉下来。表舅是长辈，纵然是行为不妥，也并未实际做出什么错事，你又何必苦苦相逼？李华莹抬眼静静看了他半晌，才道，我想着拿他去见官，你这意思是让我放了他？林怀远眉心一拧，多出2分火气。我好歹是朝中正五品理正学士，你将家事闹到衙门，这是要叫我在同僚面前丢多大的脸？驸马既是这么说了，那我也没有非要押他去见官的道理。说着，李华莹忽而一笑，如浇花出绽。林怀远看得一阵失神，心头火气莫名散了些。不过我先说好，今日是你不肯让我送他见官，来日便莫要再为这些人的事情来烦扰我。林怀远嘴角微微扬了扬，殿下放心，多谢殿下宽容。许哲，放人吧。李华莹声音轻快。方永斌一群人被压了快1个时辰，手脚都麻得不行。抚慰松开后，还在地上趴了好一会，才站起身来。林怀远急忙便过去扶着，十分歉意，实在是对不住，让表舅受苦了。谁知那方永斌丝毫不恼，反而嘿嘿一笑，附到林怀远耳边说，那夏离玉屁股真大，好生养，小子你真是好福气啊。说着他嘿嘿一笑，由林母陪着与同乡互相搀扶着离去了。林怀远僵在原地，拳头紧握，眼睛死死地盯着方永斌那一瘸一拐的背影。远哥哥，你怎么了？夏离玉见状立刻靠过来，担忧问道。林怀远拳头松了松，吐出一口气，无事，只是你怀着身子，平日里离表舅远些。夏离玉温柔一笑，抬手扶了扶额边的发丝，知道了。李华莹见着无趣，正要走开，这时林景彦却突然跑出来，扑到林怀远怀里，险些将夏离玉都撞倒。大哥，你要为燕儿做主啊！他面上红肿，满脸泪痕的哭叫着。林怀远见着他这副模样，也是悚然一惊，气急道：这是怎么了？谁对你动手了？林景彦不说话，却含泪看向李华莹。林怀远立刻想起他早膳时欢欢喜喜地说着要与嫂嫂去赏花宴。殿下，这是怎么回事？说来真是奇怪，怎么什么事你都要来问我怎么回事？
李华莹有些不耐，景燕随你入宫赴宴，回来却这副样子，我不问你问谁？第14章闯祸。听着耳边林景燕的哭声和夏丽玉的轻声安慰，林怀远下颌紧绷。李华莹直接转过头，不耐之意明显。驸马爷，今日二小姐赴宴之时，一句话没说，自己便去寻自己的伙伴玩，这倒也不是什么大罪过。只是他们玩耍之时，却对殿下言语不敬，又辱及太子妃、殿下、元昭公主以及沈家二小姐。太子妃便让身边婆子教育二小姐什么叫规矩。殷实面上笑容得体道。林怀远一怔，看向林景燕。林景燕立刻便跳脚大叫：我什么时候侮辱太子妃了？我好好和好友说着话，连话都没跟太子妃说过，她却莫名其妙将人都赶走，直接让人打我巴掌。李华莹冷淡一笑：我与皇嫂、元昭公主在一块玩，你在旁边说与我玩在一起的都是趋炎附势、虚荣之辈，不像你的好友一样真诚相交。就凭这句话，就是治你个藐视皇室之罪，发放岭南亦可。如今皇嫂不过是小事惩戒罢了。林景燕听得这话，又想起上午被人大庭广众掌嘴的恐惧，她不敢再说，缩到林怀远背后小声哭着。林怀远一知理亏，可看着从小疼爱的妹妹这样凄惨，还是忍不住道：即使景燕言语有失，可她还是个孩子，你又是她嫂嫂，如何不能再多包容？包容？这话你似乎应该去向皇嫂说，毕竟林景燕早就多次对我不敬，若我与皇嫂一样处理，她怕是一张脸都要被打烂。李华莹打断他的话，毫不客气道。林怀远抿唇，捏了捏眉心。景燕不过才来盛京3年，很多规矩惯例不懂，你是她嫂嫂，何该多教教她？不然她也不会言语冲撞到太子妃。英妃听得眉毛一竖，若不是英石在背后死死拉着她的手，她便要冲出去，指着鼻子骂这不要脸的林家人。驸马说的在理，不日便是景燕的吉吉宴，若是她还如此作态，怕是要丢丑，更难寻家婿。李华莹话一转，煞有其事道。听得林怀远一怔，只觉有理，连林景燕也不哭了，抬头看过来。那一殿下看该如何是好？自然寻最有规矩的教养嬷嬷，在吉吉宴前好好的教景燕规矩，方可在盛京世家妇面前露脸。林怀远眼睛一亮，那便麻烦殿下费心了。不麻烦，待我连夜给宫中修书一封，明日叫养嬷嬷就能登门，景燕在飞春阁中等着便是。李华莹眉眼一弯，笑意盈盈。林怀远却是心中颇有些歉疚，他总是误会公主，公主却还为他家人思虑周全，实在是让他惭愧。怀远多谢殿下。林景燕抿着嘴不说话，心里也期待起来。若得了最好的教养嬷嬷，那日后她岂不是行走作态都可和盛京贵女一样？驸马客气了。李华莹敛了敛笑意，便回院了。这边林景燕也赶紧回去找医师看看她的脸，生怕日后留下什么痕迹。一时只剩下林怀远与夏丽玉2人。林怀远看着夏丽玉羞怯低头的模样，目光落在她已经微微显怀的肚子上，轻声道：今日表舅也没有冒犯到你。夏丽玉惊慌抬头，连连摆手：没有，他只是调笑了2、3句话，不碍事的。委屈你了。林怀远抬手想轻抚她面庞，又想起这是在外面，才捏了捏拳头放下手。没事的，表舅是远哥哥的家人，也就是黎玉的家人，他们出来盛京不太适应，我们何该包容的？还是你最懂事，站了这么久了，你怕是要腰酸了，快回去歇着吧。林怀远温声道。夏丽玉轻轻应了声：润竹，快些扶了夏姑娘回香雪阁好生歇着。林怀远吩咐道。润竹是林怀远让林白又去牙婆子那挑的婢女，最会照顾怀孕的妇人。润竹应声，扶着夏丽玉便回去了。见着他离开，林怀远轻轻叹了口气，对林白道：咱们也回雾松堂吧。林白应声，瞅了眼林怀远，脸色小心问道：爷，事情都解决了，您怎么还看着不大高兴？林怀远又叹了口气：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府中每日都有这么多事要我来处理，有那么多口舌要辩，简直比去御书房还要累。林白噤声，也不敢说主子的是非，想了想说声：晚些我让厨房给您做碗莲子汤，败败火气。只是这莲子汤喝了3大碗也无用，第2日更大的麻烦事便来了。瑶仙院里，李华莹与英妃正拿着围棋下着玩解闷，几人嘻嘻哈哈好不快意。外面突然一阵着急忙慌的声音，海月撩了帘子进来：殿下，那方永斌在外面惹了麻烦，驸马请殿下去雾松堂商议呢。李华莹侄子的手一顿，方才落下去。英妃听得一惊，又一看其面，惊道：殿下，你又赢了。李华莹嘴角一勾：走，看看去。到了雾松堂，方永斌一群人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地上，神色惶惶。林母陪在一边安慰着。林怀远一见李华莹，便快步迎上来，神色焦急：殿下，表舅方才在外面冲撞了一位贵女的轿子，我这人一查，才发现竟是张太傅孙女的轿子，这可如何是好？张太傅乃是天子之师，
曾教导了还是太子的圣上，如今亦是太子太傅，受朝野上下敬重。但偏偏子嗣不丰，唯一的儿子成婚之后意外坠马身亡，只留下一个女儿。张太傅极为疼爱着孙女，如珠如宝。驸马想必知道张太傅有多疼爱他这孙女，如今只怕已经入宫面圣，求个公道了。李华莹淡淡道。林母听的却是马上从地上爬起来，又哭又闹：“月儿，这可是你的亲表舅啊，小时候还接济过我们娘俩呢，你不能不管他啊！”林怀远面色难看，看向李华莹：“殿下，驸马莫不是忘了，昨日我要将他们送去见官，驸马说了什么？”李华莹打断他的话。林母冲着李华莹就骂道：“好你个李华莹，你就是个惹祸金角加金，还要拦着雨儿救他表舅，我雨儿金榜题名，怎么就娶了这么个媳妇回来啊？”林怀远抿唇不语。李华莹美目冰寒，冷声道：“林夫人，我可没拦着他去救人，想去便去，只要不怕被削官贬职，他就是求到我父皇面前，与我何干？”啊！林母被吓住，一把抓住林怀远的袖子：“不可，不可呀！我的鱼儿可是要平步青云的，鱼儿不能去。”说着，林母扭头恶狠狠瞪着李华莹：“你是公主，你又不会萧官，为何你不去，还要撺掇我鱼儿去？你是何居心？”李华莹失笑，还没说话，外面林白灵滚带爬跑进来喊道：“不好了，外面大理寺卿江大人亲自来拿人了。”第15章，大理寺卿。林怀远猛然抬头，眼中带着震惊，实在没想到这样小的案件竟直接惊动了大理寺卿。林母浑然不知什么大理寺卿，仍在叫嚷。林怀远压下心头躁气，对林母道：“母亲，不要闹了，如今大理寺卿来拿人，这不是我们能从中调和的，你在他面前闹，儿子的仕途就要被你闹没了。”林母的叫喊声戛然而止，眼神惶惶，还要再说什么？林怀远直接对思雨道：“送老夫人玉章堂。”说着，他出门去将大理寺卿江于川迎到雾凇堂中。李华莹坐于屏风之后，林怀远丝毫未敢为方永斌求情，只敢说些麻烦大人之类的话。于是江于川这拿人拿得十分顺利，但就在即将踏出雾凇堂时，他脚步一顿，突然回头看向屏风，下官还未向护国公主见礼。李华莹挑眉，扬声道：“江大人无需多礼。”江于川又道：“不知殿下以为这案子如何办理？”“自然是秉公办理，下官知晓了。”江于川一作揖便踏出了雾凇堂，林怀远急忙追着出去相送。李华莹却想到上一世，似乎这江于川也有这一问，只不过当时他说的是望江大人网开一面，如今兜兜转转，他连面都未露，却没想到他居然还是问出了这句话。那边江于川刚坐上马车，校尉孟庭简便跟着钻上了马车。江于川无奈看向他：“你怎么又过来了？”孟庭简咧嘴一笑，做眉作相，凑近江于川问道：“江老哥，怎么回事？你平日里最为刚正不阿，怎么刚刚问人家公主，殿下以为如何办理？”他故意捏着嗓子学得怪腔怪调，说完哈哈大笑。江于川被他逗笑，用书简在他头上一拍：“你呀，什么时候能正经些，有个世家公子的模样？”孟庭简随意一摇头：“这不是跟着江老哥学吗？”说着他又嘻嘻一笑，说：“真的，你不会是因着人家护国公主美名在外，动了什么心思吧？你跟我说，我保证不会说出去的。胡说八道什么呢？我不过是多问一句罢了。”说着，江于川将手中书简放下，目光透过帘子看向繁华的街道。百姓安居乐业，皆是因为边关稳固，圣经方能无忧啊。夜里，江于川拿出信纸，提起笔却又有些犹豫，这等小事真要也写上吗？思虑良久，他想到那人当初恳求他的模样，倔强又满怀希望。罢了，江于川还是落笔一字一句写下，纵然只是小事，于他而言也都是大事吧。第二日，林怀远照常上朝，却没想到御史直接参了他一本，批他纵容亲友调戏官员女眷，身为理政学士天子近臣，却不谨言慎行。圣上并未多言，依着旧例扣了他1月俸禄，又罚他每日下班后清扫公道，以示清心正性，体察下情。虽说寒门出身，但林怀远自小便是个读书苗子，被林母捧着长大，在家里那是油瓶倒了都不用扶，更别说高中之后，那是过得顺风顺水，手里最多也就执着书卷。如今他拿着1人高的大竹扫帚清扫宽大的公道，时不时还有个宫中贵人经过须得行礼，扫完回来他是累得腰酸背痛，胳膊都快要抬不起来了。晚上回来用膳自是迟了不少，林母见他这狼狈虚弱模样，心疼得直掉眼泪。早知道要叫我受这么大的苦，还要罚俸，昨天就该让李华莹把他们送进官府算了，也不至于我的儿被罚，表哥还要流放岭南，他这去了还能有命在？说着，林母擦擦眼泪，又生起气来：“
你这媳妇就会天天在家里摆个公主架子，在我们面前牛气，有事能用上她了，她屁都不放一个。如今东院管着饭食，饭菜滋味本就一般。林怀远又听着林母的哭诉抱怨，吃了2口就再也吃不下。他放下筷子说要回去歇歇，林母又是一堆话，要他多吃些，要他泡澡休息，要他晚上早睡。好不容易出来豫章堂，他长出一口气，抬头便看见了月儿圆圆银盘一样。他想起与李华银大婚那日，月亮也是这样圆满。可他在大婚前曾亲耳在春日宴上听见他与密友耳语，文若书生，百无一用，心中实在介怀，便推脱父亲孝期刚满3年，他实在无心情爱，直接在大婚当夜与他分了房，常住雾松堂。这般想着过往旧事，林怀远走着走着，一抬眼发觉自己是走到了瑶仙院。门口府卫对他拱手：“驸马爷，公主这会不在主院，刚去了雪庐园。”林怀远张张嘴，想说自己并未寻他，不知为何脚步还是朝着雪庐园去了。一走到雪庐园，里面便是欢声笑语和狗儿兴奋的跑跳喘息声。守在外面的陆英诧异道：“驸马爷怎么过来了？”李华银在里面听见动静，便让林怀远进去。谁知他刚一进去，雪庐直接窜过来往他身上一扑，险些没将他扑倒。林怀远本就身体酸痛，雪庐扑这一下疼得他龇牙咧嘴。李华银难得见他这狼狈模样，毫不客气的哈哈大笑。英石英飞几个也都笑起来。样里急忙过来唤走雪庐，林怀远这才松了口气。又见月色下李华银笑意盈盈，率性又娇媚，他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却不知为何心中那股疲惫仿佛在他的笑颜面前莫名散去一些。林怀远脸上也有了笑意，殿下见怀远狼狈，竟还笑得这么开心。驸马平时总爱端架子，难得见到驸马惊慌失措，自然值得一笑。李华银眼里仍有笑意，微抬下巴。林怀远笑着摇摇头，在小桌旁坐下，只是一动作腰间便酸疼难忍，他不由得轻嘶了一声：“驸马这是怎么了？今日下职还晚了好一会。”李华银眼神追随着院中玩耍的雪庐，随口问道。林怀远一怔，看了李华银一眼，才轻叹道：“正御史今日上朝参了我一本，圣上罚了我1月俸禄，又命我每日下职后打扫公道，这才……”李华银听得扑哧一笑，美目上下扫了眼林怀远：“那驸马可悠着点，可千万莫因打扫公道病倒了，不然可真成了笑话。”林怀远垂眸，心中叹息，早知如此，他昨日又何苦拦着李华银？想必他早就想到暗方勇兵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性子，迟早要在盛京闯出大祸。林怀远正想说句抱歉，院中的雪庐却一撒欢跑过来，在李华银脚边滚得露出肚皮。李华银也笑着抚摸他雪白皮毛。林怀远一眼就看见雪庐脖子上的彩云络子，里面缠着个小金锁。这不太齐整的络子，不正是李华银房中那个？这络子怎会在雪庐身上？第16章不服。雪庐脖子上这络子倒是别致。林怀远道。李华银动作微顿，云淡风轻一笑：“雪庐是我母妃留给我的，自小与我和皇兄一同长大，情同手足，这情分我为他打个络子倒也没什么。”林怀远闻言一震，听懂了他的弦外之音，面上有些难看。过了半晌，他才缓缓道：“该还你的8万两银子我已凑齐，明日林白便会总好还给你。”李华银扬眉，倒是没想到他竟真这么快还上了。这8万两银子，其中大半是将林景燕买回来的首饰布料，能退的退，不能退的当掉。林怀远自己又贴了些进去，这才勉强凑够。不过李华银毫不在意他是如何凑的，只淡淡道：“驸马有心了。”场中一时静了下来。那边香雪阁，林景燕正满腹牢骚，跟夏离玉倒苦水：“我这几日可太惨了，站也要学，坐也要学，行也要学，就连吃个东西也要说我吃的不对。那老嬷嬷总是黑着脸，有时还打我手心，还日日要我早起背书，要挺胸抬头，顶着瓷碗站着背，可把我折磨死了。怎么想当个被人称赞的贵女就这么难啊？”夏离玉含笑听着，眼里却带着几分晦暗：“真是苦了样了，马上你的吉吉宴就到了，到时候就不用学了。谁知道呢，大哥还说要成嬷嬷一直教导我，直到我日后开始说清呢。”夏离玉眼珠转了转，抬手为林景燕斟茶。说来也奇怪，为何你说的这些平日里我也没见着公主做到啊？莫不是她不需要学习这些礼仪？林景燕喝着茶一愣，迟疑道：“或许是因为她已经出嫁。”“或许是吧，只是我想着公主性子那么刚强，就是有教养嬷嬷，怕是也不敢对她横眉竖目吧。”说着，夏离玉轻抚耳边鬓发，瞟了眼若有所思的林景燕，嘴角微微勾起。这天李华莹正在房中与英时英妃贴花钿玩，门外海月进来说：“殿下，司语过来了，说林夫人想要请殿下开司库，他拿些东西去布置二小姐的吉吉宴。”李华莹将手中花钿细细贴好，悠悠道：“此事驸马知道吗？”“许是不知。”
回了他，若要开我的私库，便要驸马亲自来与我说，不然日后东西又拉拉扯扯算不清。海月应声出去，还没过多一会，海月又撩了帘子进来，殿下，程嬷嬷过来了。李华莹放下手中玩意，请她进来。程嬷嬷带着2个丫鬟，规规矩矩进来行礼。李华莹笑着将人扶起来，嬷嬷无需多礼，这会子过来可是遇上什么事了？殿下，那灵儿小姐奴婢是教养不了，只能来求殿下责罚。程嬷嬷说着又要跪下，一旁殷实急忙扶住她坐下。嬷嬷这说的什么话？可是景砚做了什么错事？李华莹问道。那灵儿小姐不服奴婢教养，还指着鼻子骂奴婢欺软怕硬，世家小姐里奴婢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便是以前教养元昭公主，她脾气再骄纵也没这么对奴婢啊，奴婢实在是没办法教给她什么了。程嬷嬷说着用丝帕擦了擦眼角。李华莹轻叹，辛苦嬷嬷了，即使她不服管教，也不是嬷嬷的错，嬷嬷这便回宫复旨吧。海月送嬷嬷出府。海月应声拿了个沉甸甸的金线祥云荷包塞到程嬷嬷手中，说着客气话将人送出去了。程嬷嬷这边刚走，林母就林景燕急匆匆过来了。李华莹，你给我说清楚是怎么回事？你叫来那嬷嬷怎么回事啊？说来就来，说走也就算了，还净教些没用的东西。林母的声音叫嚷着就从门外进来了，旁边还跟着黑着脸的林景燕。李华莹坐在原位，懒洋洋的抬眼，那不如林夫人自己去请。你什么意思啊？你跟长辈说话就这个态度吗？你是一二嫂嫂，本就该为他谋划打算。林母一屁股坐在李华莹对面，指着李华莹叫着，就是再费心费力的谋算，可偏生他自己不争气，我又能有什么办法？李华莹淡淡看了林景燕一眼，语调懒散，你胡说，我怎么不争气了？这些天你不知道我有多辛苦。林景燕一听便急了，立刻反驳，再辛苦如今也功亏一篑，程嬷嬷可是我母后皇后娘娘身边的教养嬷嬷，也曾在太子妃婚前教导过太子妃，盛京适龄贵女无一不想得她教导，若是再能让她夸上几句好话，日后这婚事便再也不愁了，求亲的世家公子能把门槛都踏破。可如今景燕是指着程嬷嬷鼻尖骂，直接将人给逼走了，如此粗鄙作态，这名声可怎么办啊？李华莹说着轻轻一叹，似乎是极为惋惜。林景燕越听越慌，这时脸上竟然都出了一层薄汗，眼泪都快流出来。嫂嫂，嫂嫂，这可如何是好？你帮我求他回来，我好好学，我一定好好学。而林母则悻悻收回自己指着李华莹的手指，也跟着劝，只是语气和缓了许多。是啊，华莹你去宫里求个情，把那嬷嬷再带回来，不然名声不好，以后燕儿还这么像一个如意郎君啊。李华莹看着两人面上如出一辙的理所当然，嘴角微微一勾，我倒是想劝，只是刚才程嬷嬷才过来跟我说，愿我去给她求了这么一桩差事，即使是我也只能给些好东西才敢叫她回宫呢，就怕她在母后面前告我的状。殷实这时也道，林夫人，那程嬷嬷是皇后娘娘的奶嬷嬷，就是太子见了也须敬上3分，如今二小姐把人给骂了，再去她跟前求她教养二小姐，恐怕她心里要更为恼火了。这话听着，两人终于知道了其中厉害。林景燕面色苍白，看着林母娘，说着便嚎啕大哭，扑倒她怀里。林母也心疼的赶紧安慰，没事没事，我的燕儿爱，别哭别哭，眼前吵吵闹闹。李华莹面上惋惜，眼中却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第17章急急。上一世他同样为林景燕找来了林嬷嬷，即使自己3令5申，让林景燕一定要收敛脾气，好好学，可他最后依旧将程嬷嬷给气走了。他为了不让此事对林景燕名声有碍，亲自去宫中求见皇后，给程嬷嬷道歉。出来后又急急忙忙去了他舅母家，求了舅母的教养嬷嬷过来。他忙得脚不沾地，却什么都不图，只真心的为林家好，到最后却什么都没剩下。这一次他再也不要帮他们林家一星半点。李华莹倒要看看是不是如林怀远上一世所说一般，没有他李华莹，他照样平步青云，林家照样蒸蒸日上。林景燕哭着哭着声音渐小，脑海中突然想起来前几日自己与夏离玉诉苦时，夏离玉那几句轻飘飘的话，如今想来竟全然都是挑唆。夏离玉！林景燕脸上流露出恨意，大喊一声，直接就夺门而出。林母吓得一激灵，赶紧着急忙慌地追在后面喊，燕儿燕儿。室中终于安静下来，殷实轻舒一口气才道，这林夫人林二小姐可真是精力旺盛。殷妃鼻子里哼了声，还精力旺盛，不就是没规矩呗，撒泼骂街最在行，怪不得能把程嬷嬷给气走。李华莹看着窗外景色，院子里牡丹开得正好，她悠然自得地拿起瓷杯轻抿了口。不管林景燕如何崩溃，及吉宴照样按时大办，盛京大半官员女眷都来登门赴宴。大堂正中，各家宾客已至，礼乐升高，林景燕垂目面向正东而坐。
李华莹缓步行到林景彦面前，吟诵祝词道：“令月吉日，史家元福，切尔幼稚，顺尔成德，授考为奇，戒尔景福。”说罢，将一支素玉髻插入林景彦发中，家里便成。林景彦离去更衣，场中氛围热闹。待林景彦回来，首先由陆颂仪送上吉礼。礼盒打开，是一套精致的红珊瑚东珠头面，虽说看着华丽，但圣经世家妇哪个不懂？这里若是由太子妃来送，算是轻了。果然，在林景彦欢天喜地作揖谢礼时，陆颂仪面色淡淡说了声：“景彦如今急，更要收敛骄狂性子，多与你嫂嫂学，方可做个娴雅静女。”此言一出，房中顿时落针可闻。林景彦身子一颤，面色惨白如纸，半晌才颤抖着嗓音道：“叶儿谨遵太子妃教诲。”被太子妃在吉礼上直言骄狂无状，若无身份更尊贵之人亲口为他证明，他在圣经贵女圈子里怕是再也抬不起头了。场中这时也起了一阵小小的骚乱，众位世家妇及贵女都在窃窃交谈，眼神略有轻蔑。陆颂仪说完之后，与李华莹告别，便直接离开了。林景彦还呆呆站在原地，这时却有一双手握住他的冰冷颤抖的手。我看着林二小姐就很不错，哪里骄狂了吗？皇嫂也真是的。林景彦一抬头，便看见一张温柔脸庞，面容温雅秀美，竟是三皇妃高淑雪。臣女见过三皇妃。林景彦一慌就要行礼，却被他稳稳扶住。自家人何须多礼，泽芳，将我送景彦的吉礼拿上来。大礼盒一打开，里面竟是一套缀满了珍珠的水红瑞雀刺绣宫装，一看便是真品。林景彦刚才被太子妃在众人面前下了面子，这时看着便眼睛一红，心中极为感动。高淑雪微微一笑，用手中丝帕擦擦林景彦脸蛋，轻昵道：“若是以后再觉得委屈，就和我多走动。我一见着你这样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心里就欢喜。”景彦晓得了。林景彦眼里含着泪，点头如捣蒜。送完礼，高淑雪便也要离场了。只是离开之前，他眼神不经意地扫了坐在主位上的李华莹一眼，两人目光在空中一个对撞。高淑雪面上轻柔一笑，但一转头，眼底便是一片冷光。那边林母看着这场面，夏梨玉在她身边附耳过去，低声道：“这太子妃可是公主的亲嫂子，竟然还这般为难样儿，不知道公主怎么也不在中间调和。”林母想起刚才各府女眷那暗含轻蔑的眼神，心中就恼怒起来。又见场中人人都想寻着机会同李华莹攀谈，林景彦却无人搭理。他听得那边有人问道：“殿下在外可还住得惯？”林母哟了一声，见众人望向他，便道：“华莹哪能住不惯呢？她还没嫁进来的时候，就找了不知道多少匠人，将隔壁宅子日日夜夜的修缮。我是日日见着那院子一天一个样，那叫一个奢华富丽，只是我也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了，没那个福气，也没人孝敬。修缮宅子，单修个西院，东院不住，便这么扔着。哎。”林母拉长声调叹息，却没见众人有什么反应，正心中奇怪。坐在李华莹身边的李红印却是直接站起来，一双凌凌凤目直盯着林母，冷笑道：“皇姐不愿见你们母子分离，方才入住到你这清汤寡水的林府来。她用自己的嫁妆修自己的宅子，还要被你指摘。皇姐就是直接让林怀远入公主府，在那几个面首都不无不可。大硕律法有言，硕公主不会私夫。我皇姐这样体贴，你还敢妄言她的是非？”林母听得脸色又红又白，那不敢言。李华莹眼中笑意满满：“小红儿，怎么火气还这么大了？过来吃些果子。”李红印冷冷扫视了在场众人一眼，无一人敢与他对视，都是慌张垂眼。他这才满意，回到李华莹身边。而男宾那边与这边只隔了数十步，用屏风拦着。李红印嗓音清亮，那边一样听得清楚。林怀远听得面色铁青，手中酒杯几乎要捏碎。周围众人看向他的目光亦是玩味，令他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林景彦这时也回过神来，又见众人皆畏惧李华莹，气不打一处来，张嘴便道：“修缮宅子无可指摘，那他将一条狗养在府中，还配备下人侍候，住的宅子比人还好，这难道就是贵女风范？”第18章乍见。李红印脸一黑，就要站起来，李华莹却按住他手臂，因时向他身后婢女兰溪使个眼色。兰溪立刻上前一步道：“林二小姐莫开玩笑了，圣经谁人不知，护国公主下嫁林府，林府竟是连丽银用度都不分发给公主，娶个媳妇一毛不拔，真是好气度。再者，公主用自己的嫁妆修葺自己的宅子，养自己的狗儿有何不可？狗儿住得好，那是因着公主大气，你住的还不如狗儿好，是因着什么呢？”李华莹看向李红印一挑眉，眼中含笑。李红印得意的轻哼了一声，脸上都是傲色。林景彦却是听得脸蛋涨红，连看都不敢看周围的各位宗父贵女的脸色了。夏梨玉这时却站出来，面上似有愁容。
殿下，我曾听闻大婚那日婚宴是如何的体面风光，女子一辈子最喜悦的不就是大婚那日？就算是为着这个，殿下也应当对林伯母和燕儿多些体贴敬重。他说的情深意切，却不料刚说完，场中便已有了嘻嘻笑声。场中一个粉衣贵女站出来问道：“你是何人？”夏梨玉见状有些莫名，也只能答道：“我从江都来，是驸马爷的旧友。”那粉衣女子听着一笑，便道：“我当是谁？原来不过是江都乡野女子。你可知公主大婚乃是皇后娘娘同礼部操办的，也由得你红口白牙在这说好坏？”夏梨玉俏脸一白，看着众人皆目光比驳，竟是一掩面，直接在众目睽睽之下跑了出去。李红英看着直皱眉：“你家的这林家里面究竟都是些什么人物？一个二个都这般没规矩。”李华莹对着他莞尔一笑：“你还真是说对了。”那边陆英正要去外面看沈青青去了何处，正好看见林怀远大步出来，林白在后面追着喊：“驸马，驸马爷！”林怀远豁然转身，面沉如水：“不要叫我驸马。”饶是陆英迟钝，如今也明白了李华莹在府中的处境。再看林怀远这模样，他翻了个白眼，直接迎了上去：“哟，这不是驸马爷吗？驸马爷脸这么红，可是吃多了酒？驸马爷怎么急着走啊？”正说着，林怀远直接转头便走。陆英在后面追了2步，声音响亮地道了句：“驸马爷慢走！”这边乱成一团，后院里林恩池手里拿着个木匣子，怅然往文心轩走。今日外面喜庆热闹，他也依旧只能窝在房中读书。方才趁着吉吉礼成之时，林景燕回房间更衣，他便去将自己准备的吉吉礼送与他。只可惜林景燕忙得很，眼界又高，哪里看得上他这自己雕成的木头钗子，直接就说不要，还让他回房读书，不要出来惊扰到贵人。林恩池轻轻叹了口气，自小大哥最得母亲喜爱，二姐姐眼中亦从没有他这个弟弟。偌大一个林家，他却只能活在文心轩书房的3尺地界，无人在意。他深思不属地走着，面前却突然迎面一阵香风，浅绿的轻纱在他面上一拂而过，耳边是女子的一声惊呼。林恩池一抬眼，便见一个浅绿衣上的女子身形不稳，就要摔倒。这里假山林立，地上还有不少沙石，若是他摔在地上，怕是少不得要流血。林恩池情急之下，也顾不得男女有别，手中木匣子一扔，一把拉住女子手臂，另一手环住她脊背，这才堪堪稳住她身形。感受到女子薄衣之下的温热肌肤，林恩池面上通红，立刻放手一个作揖：“恩池冒犯，请小姐责怪。”沈青青也吓了好一跳，这会扶着心口才缓过神来，忙道：“怪我走路才急，差点撞到你，想躲避又没站住，好险你扶住我了。”林恩池心里稍安，一抬头便见到一张皎若秋月的美人面，针手蛾眉，剪水秋瞳，粉白腮边2颗碧绿小珠轻轻晃动，看得他心中竟有些麻痒。见他呆住，沈青青面上也有羞意，说道：“我是沈府的沈二姑娘，护国公主的旧家。”林恩池回过神来，急忙低下头，不敢再看。原来是沈小姐，我是驸马爷的弟弟，邢三，叫恩池。正说着，林恩池便看见地上那被他扔在一边的木匣子，里面那只木簪也摔在地上。林恩池赶紧蹲下，小心将木簪捡起，在匣子中放好。沈青青也蹲下来，看着他仔细的动作，歉意道：“真对不起，若不是我撞过来，你的东西也不会掉，可弄坏了吗？我赔给你。”“不用的，这本是我送给二姐姐的吉吉礼，她又不要，那这东西也没什么用处了，本来也不值钱。”林恩池摇摇头，脸上带着一丝苦涩。沈青青看他这模样，便道：“林三公子，可否将这簪子借我一观？”林恩池一怔，便递出去：“这是你亲手雕的？”沈青青细细一看，水葱样的白嫩手指轻轻在黑色木簪上划过。林恩池看着面上更红，只慌乱嗯了声。这木簪子天然雅趣，又是家人亲手做成，若是我收到这样的礼物，肯定欢喜地日日戴在头上。真的吗？林恩池闻言惊喜地抬头，两人目光撞上，又双双躲避。自然是真的。沈青青将木簪中放好，还给林恩池，想起来又问道：“你家中有喜事，你怎么不出去见客，反而一个人在后院里？”我读书不如大哥好，总是考不好，便要日日苦读，母亲才安心。林恩池握紧了手中木匣，声音低了些。沈青青偷眼打量了他一眼，见他失落，便道：“大硕重武轻文，读书又不是什么好出路，既没有天分，何苦强求？不如弃文从武去。”沈家世代出良将，沈青青的父兄都是威名在外的大将军，他从小耳濡目染，也懂一些。我看你身量高大，手脚修长，动作也敏捷得很，很像我大哥小时候，没准你还是个练武的好苗子呢，只看你愿不愿意。林恩池愕然抬头，目光中带着惘然。从没人与他说过这些，也没人问过他也不愿意。林父是他们村里唯一一个秀才，林母引以为傲，
大哥又年纪轻轻，一路从江都考到圣经，他以为大哥骄傲，只是他从小就不大会读书，大哥一天就能背会的书本，他一天连念都磕磕巴巴。林母对他失望至极，嫌他没一点灵父的样子，只觉得是因为他不够用功，于是他不再让他和大家一起用膳，也不再准他出门，只要他关起门来日日苦读，读不出个样子便不准出来。他怕母亲的斥骂，也怕大哥失望的眼神，还怕二姐姐嘴里如刀般刺人的嘲讽。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痛恨至极自己为何就是如此蠢笨。他这样无用的人也许就不该来到这世间。可今日有人对他说，不是他的错，兴许只是他没有天分，试试别的就好。你怎么了？沈青青歪了歪头，不解道。沈小姐，沈小姐。那边突然传来录音的喊声，沈青青回头看了眼，便道：林公子，表姐这人寻我呢，有缘再会。说着，他提起裙摆，急急忙忙地回头往录音那边去。林恩池还呆站着，目送着那道倩影离去，才收回目光。他正要回文心轩，一转头竟赫然见到不远处花树遮掩下林景燕带着嘲弄的眼神。第19章短剑。林恩池浑身一抖，僵在原地。林景燕却扯了扯嘴角，直接转身离去了。林恩池心中有些慌乱，只觉得自己又做了什么错事，可又想起沈青青那轻柔的话语，心神定了定。刚要迈步，地上那一抹碧绿晃了他的眼。林恩池低头一看，竟是沈青青耳坠上的小绿珠。他定定看了半晌，方才做贼一样迅速从地上捡起，转身一路跑回了文心轩。直到关上门回到书桌前，他脸上才敢露出笑意。张开紧握的拳头，里面是一粒娇嫩如春日新芽的碧绿。林恩池又合上手掌，微微喘息着，心砰砰直跳。他不知道有多久没这么奔跑过了，不知是因为沈青青，还是因为夏日的风拂过面颊的感觉太过美好，他脸上的笑容久久未散。晚膳之时，林母和林景燕看着都不高兴，可林怀远脸上竟难得露出些悦色。远哥哥，你今日看着心情不错。夏离玉问道。林怀远嘴角带着笑意，放下筷子道：平日里赵侍郎与我关系不太亲近，同僚也多爱捧着他，如今有位王学士竟颇看重我，倒是让我处境好了不少。林母一听这话，面上不快瞬间散去，惊喜道：竟还有这等喜事，这位王学士可真是慧眼识珠，我的儿是状元郎，和该得大人们青睐。夏离玉也笑着为林怀远侦查。我觉着也是，那些人不过是趋炎附势之辈罢了，远哥哥不必理会，总有人会发觉你的好。最后这句话他说的语调婉转，似有所指。林怀远扭头看他，两人相视一笑。李华莹懒得抬眼看，只轻嗤一声，声音不大。林怀远却豁然转头，眼中微冷。殿下这是何意？若是斐烟阁的首饰无人去买，掌柜的便觉得是客人不识货；若是云亭会的饭菜无人去尝，厨子便觉得是客人没吃过好东西，他们怕是早就倒闭了。李华莹淡淡道。林怀远面色一变，听懂了他的弦外之音。林母却不满道：我们正说着远儿呢，你突然讲些首饰饭菜做什么？真是什么都不懂。李华莹泰然若素，抿了口汤，并不言语。林怀远看得心中不适，不明白他为何总是要与自己作对，便道：王兄与我心性相通，只惋惜我若是出身圣经名门，必早早便大放异彩。李华莹轻轻一笑，仍只垂眸用膳。林怀远见状，心中一冷，声音沉了些：王兄一言，若他是天子家婿，日日被名声所累，自身才能却隐而不见，必定极为愁苦。李华莹终于抬眼，淡淡扫了他一眼，语气轻描淡写：这人若真这般言语，驸马还是离他远些为好。夏离玉却是柔婉一笑：殿下还真是听不得他人指摘，远哥哥的同好岂能因殿下不喜就要远离？林母这时也听明白了，冷哼了一声：平日里没见你为远儿出什么力，这时又在这叽歪，你一个妇道人家，还管到远儿官场上去了？要我说啊，远儿就该和这王学士多接触接触。李华莹缓缓扫视了众人一眼，只微微一笑，便接着用膳。林家该来的劫还真是一个不少，上辈子自己费尽心力将这艘破船扶正，送他上青云，却落得个凄凉下场。这一次就让他们依着自己的短见，随心所欲吧。他很期待最后的结果呢。这时一直没说话的林景燕却是突然开口，语气神秘：你们猜我今日在后院看见什么了？李华莹动作一顿，却想不起来上一世这日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那时他一心为着林景燕的吉吉礼，带着李红印和沈青青忙了一天，脚不沾地。林母搭腔：见着什么了？我见到恩池和沈家小姐在后院单独见面了，还站着说了好一会的话呢。林景燕笑得得意。林母一愣：恩池？沈家小姐？什么沈家小姐？林怀远却是放下了筷子，思忖片刻道：你说的是沈将军府上二小姐。
说着，他看了李华银一眼，这沈家可是他的舅舅家。李华银这时眉头却微微蹙起，这一世青青竟和林恩池见了面，可不就是他，沈将军？是哪个世代出将军的沈家？还有个女儿入宫当了皇贵妃的。林母一听，眼睛亮了，急忙问道：“母亲，这沈家是殿下的舅家，你莫要说什么皇贵妃。”林怀远轻声解释：“谁人不知李华银的母妃早已仙逝。”林母这话实在是不妥，林母却高兴得很，哪还顾得上这个？哎呀，管这些做什么？恩池既然搭上了沈家小姐。林母喜不自胜，笑得见牙不见眼。思雨，快些去把恩池叫来，我来问问他。思雨应声去了。若是真能和沈府再结了亲，这林府必定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到时候他看谁还敢看不起眼儿，看谁不抢着和他燕儿结亲。文心轩中，林恩池正拿着笔支着头，看着书本上那一滴碧绿出神。平日里他从不敢懈怠，除了吃饭睡觉便是读书，不停地读。可今日他竟罕见地发起呆来，脑海中满是白日与沈青青相遇那一幕。他不过寥寥几句话，林恩池却在心中翻来覆去地回味着。再看到书桌上堆成山的书本，他心中第一次开始动摇。若是真的没有天分，他为何要将时光全耗在这些读不通的书本上呢？正这时，小厮林默带着惊讶神色进来通传：“公子，思雨过来说，夫人唤您去玉章堂。”林恩池下意识将绿珠攥在掌心，待听到林默的话，他也是面露亚色。“唤我去玉章堂？”“对，那边急着呢，您要不快些去？”林恩池想到母亲的责备，赶紧便起身过去，只是心中仍很不解。母亲除了来查看他读书，平日里对他从没有别的话，今日这是怎么了？到了玉章堂，他向众人一一见礼。恩池见过嫂嫂、大哥、母亲、二姐姐。林母笑着站起来，拉住他的手，说：“这些废话做什么？娘且问你，你今日是不是在后院和沈家小姐单独见面了？”林恩池一惊，眼中有些恐慌，他莫不是给沈小姐带来了什么麻烦？他不敢答话，却又不知该将求助的目光投向谁，只好又低下头。第20章良配。林母最烦他这大高个子，却总低着头，当即便在他背上狠狠一拍：“娘问你话，你怎么低着头不说话，做这副没骨气的样子，真是没一点你爹的样子。”林景燕也嘻嘻笑道：“恩池你还害羞呢，你忘了我可是都看见了。”林恩池背上被林母拍得又麻又痛，只好低声道：“是遇见了，只略略说了2句话。”林母放开他坐下，红光满面，大笑道：“这可好了，这可好了，明日我便去沈府与沈夫人聊聊，看能不能把2家亲事定下。”林恩池霎时吃惊的抬头，没想到母亲竟是要为他说亲。若是成了，那沈家小姐便会是他的妻子。林恩池脸上登时也绯红一片。林景燕见到便取笑道：“说给你娶媳妇，你脸就红得跟猴屁股似的，要是到时候闹洞房，你还不得吓死过去！”哈哈哈哈哈！他笑得前仰后俯，林怀远脸上也有喜色，只笑骂：“你一个姑娘家，说这些也不害臊。”众人都喜不自胜，只李华银面色不爽快，他冷声道：“我吃好了，诸位慢用。”便直接离去。堂中气氛欢快，压根无人注意。林恩池第一次同母亲大哥一起用了饭，母亲甚至还为他夹了菜，眼里都是对他的满意。这灯火通明的玉章堂里，第一次有了他的效应。待用过饭，林恩池难得心情松快地走回文心轩，却见月色下李华银正静静站在前方，几个丫鬟就在不远处。林恩池脚步一顿，还是立刻上前行礼：“恩池见过嫂嫂。”“不必多礼。”话语落下，两人之间沉默半晌。林恩池微微垂着头，李华银轻声道：“怎么总低着头不敢看人？”“我恩池愚钝，怕冲撞了嫂嫂。”林恩池听得他这柔和嗓音，说话都有些结巴：“我想与你聊聊青青的事。”林恩池一怔，方才道：“嫂嫂请说。”“我不会让青青嫁入林家。”李华银声音不大，每个字却如重锤一般敲在林恩池心上，如当头一棒，让他雀跃的心瞬间停摆。“为什么？”林恩池第一次忘了规矩礼法，直接脱口而出喊道：“沈家是我舅家，青青是我亲表妹，她自小与我和元昭公主一同长大，做任何事都有沈家和我们护着，从没受过一丁点委屈。沈小姐若是嫁过来，我也不会让她受一丁点委屈。”林恩池拳头紧握，以为李华银是怕他怠慢沈青青，急忙反驳：“那林夫人和林景燕呢？”林恩池脸上的焦急神色瞬间顿住。青青在家中千娇万宠，性子最为天真温柔，若嫁来这林府，被林母搓磨，被林景燕捉弄，你能护得住吗？就算你真的能，那总有你不在的时候，那个时候青青又该怎么办呢？李华银面上神色不变，语气也淡淡，却说得林恩池溃不成军。我会努力。本宫贵为公主，
那日在云亭会方勇兵是如何对我不敬的？林家人除了你，可有一人在那燕杂风汉面前维护我？我的嫁妆被林夫人视作林家的家产，我的私库林景燕直接搬空，我收回这些，他们还要怨恨于我。再别说青青，她从小家宅安宁，一家人性格都真诚纯质，等来了这乌七八糟的林府，你是想要她与你一般，日日困于房中才能得些安宁吗？说到最后，李华莹音调也高了些。林恩池听得那不能言，眼眶都红了一圈。见他这模样，李华莹语气也和缓了些，不过是个半大孩子，你不是青青的良配，若你日后能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从林家分出去，或许还有两说，如今却是绝对不成。林恩池眼中迸射出希望，忙道：我会努力的，我会好好读书，像大哥一样考取功名。可见着李华莹静静看着他，他说着说着便说不下去了，一行泪水终是流了下来。女儿家青春年华如花骨朵一般，孰尔便是最迟今年明年，青青便会定亲嫁人。李华莹悠悠叹道：我明日会与林夫人同去林府，与舅母说明，今夜不过是先来告知于你，免得你到时要更伤心。林恩池闭了闭眼，声音微颤：恩池，谢过嫂嫂。夜深了，早些睡吧。说着，李华莹便离去了。林恩池却仍呆呆站在原地，紧紧攥住的拳头松开，月光下那滴碧绿仍静静躺在他掌心。林恩池看着，泪水便奔涌而出，他却咬牙不发出一丝气音。是了，沈小姐那样好的人，何该嫁与这世上最好的男人？何该得到所有人的宠爱？何该一生富贵喜乐？他不过区区一个连书都读不通的白身，身无长物，如何与他相配？第二日一早，瑶仙院中，李华莹刚刚起身，因时便道：林夫人刚还着人来催殿下，快些随她去沈府呢。李华莹面上淡淡，英妃又道：殿下，玉章堂那边林三公子一早便跪在那了，死活不起来。李华莹一怔，轻轻叹了口气。待他收拾好，刚到了玉章堂，便见到廊檐下林恩池跪得笔直的背影。儿子无意沈家小姐，求母亲莫要提亲。他声音有些沙哑，却是少有的坚定。林母在一旁横他一眼，恨铁不成钢，怒道：由得你有意无意，你们要是成了沈家功勋人家，你大哥仕途不又得一笔助力？我们林家在盛京的身份也还能抬上一抬，一二肯定也能指着沈家找个好婆家。再者，沈家百年基业，那嫁妆还能少得了？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林家上下想想啊！闻言，林恩池的头却越垂越低，心里涌出一股浓烈的自卑。嫂嫂说的没错，她配不上沈小姐，林家更配不上沈小姐。沈小姐还没嫁过来，母亲已经是这副态度，更别说日后她真成了林家的媳妇，还不知要受多少委屈。林恩池双拳紧握，心中已下定了决心。林母正说着，李华莹走了进来，她急忙过去埋怨道：你来的可真够迟的，我都不知等了多久，快些去沈家吧。她一副迫不及待的模样，看得李华莹轻轻一笑：好啊，不过还是带上恩池吧，也让舅母见见他模样。林母皱着眉头，心里权衡了下，只觉得自己能拿捏住林恩池，便爽快答应了。你给我起来，待会随我们一起去沈府，你可别给我乱说话。第21章拒婚。林恩池乖乖起来，对李华莹投去感激的目光。路上，李华莹坐着自己的马车，林母与林恩池共乘一辆马车。待到了沈府，林恩池的眼眶越发的红。李华莹只浅浅扫了眼，便知道一路上林母没少责骂于他。公主亲临，除了远在边关的沈将军，沈府主母协同儿子女儿都已等在府外。臣父见过公主殿下，微臣见过公主殿下，臣女见过公主殿下。李华莹脸上笑容真切，急忙扶住沈夫人。舅母何须多礼，又对着匍匐一地的众人说了声平身。谢殿下。殿下怎么突然来了？要是早知道，我就让厨房给你先备下些灵粉糕了。沈夫人眼中满是慈爱祥和，她是真心爱护李华莹这个外甥女，却是突然了些，主要是林夫人与舅母有事相商，我就是陪着过来。李华莹说着，看向站在一旁笑得有些尴尬的林母。林母这时也走上来，笑得仿佛两家关系极为亲厚一般。沈夫人，我早说来看你，一直没得空，好容易今日见着了，真是风韵犹存。沈夫人笑容一顿，又见着林母身后低着头的林恩池，心中猜了8分。林夫人来了，真是怠慢，快些进去说话。一行人到了正堂，沈夫人便将沈红泉、沈青青兄妹打发走了。李华莹淡笑着在一旁品茶，这是林府的三公子吧？真是一表人才啊，就是平日里怎么都不出门，不然没准还能和红泉玩到一处呢。沈夫人看着林恩池笑道：恩池平时总在家中读书，可用功了，你看他眼下的黑影，就是熬夜苦读留下来的。林母也跟着笑，神情也颇为自傲。只是林恩池听着，脸上火烧火燎，越发自卑。那还真是刻苦呢。沈夫人应了声，低头抿了口茶，不经意看了李华莹一眼。
李华莹对他轻轻一眨眼睛。沈夫人放下茶杯，这才正色道：“林夫人特意登门，有事相商，不如直接开口。”林母也作证，脸上喜不自胜。那我便直说了，1、2级宴那天，我们家恩池跟沈二小姐在后院里见了个面，我觉得2个孩子都不错，想着要不过来定个亲，沈夫人觉得如何？沈夫人听到后院见面，脸上的笑便淡了。这时只淡瞥了林母一眼。林夫人说话真是有趣，青青去参加林家女儿的吉吉礼，怎么还会和男子有后院见面的机会？说出去，别人要说林家主母连宴会都安排不妥，很不知礼呢。林母一愣，方才还谈得好好的，这怎么就不高兴了？沈夫人说的是，但是2个孩子的亲事。沈夫人直接打断：6礼未有1礼，何来亲事一说？再者，林三公子年岁尚小，与青青并不相配，只差个1岁多，这如何不相配？林母也听明白了，但还是不甘。男儿要有自己的功名与事业，林三公子还是个孩子，林夫人何必急着说清？沈夫人面上仍带着浅浅笑意，只是眼中已带着不愉，话也挑明了。林母脸色一变，就要纠缠。林恩池直接砰的一声跪下，双目坚定，声音掷地有声：“孩儿如今只想建功立业，成就抱负，不欲说清，还请母亲无要劳心。”你！林母先是吓了一跳，反应过来又气得去打林恩池。沈夫人看得皱眉，李华莹直接便道：“林夫人家中有事要处理，还不送客？”陆英应声，和2个沈府的婆子半推半拉的将林母请了出去。林恩池的脸已经被林母打红了半边，他对着2人恭敬行礼：“叨扰了，恩池告退。”李华莹早已猜到舅母绝看不上林家，看着林恩池规矩退下，沈夫人这才拿起个小团扇扇风，语气颇有些惊奇：“吉吉宴那日，我便听说了这林家无礼，今日一见，竟令人叹为观止。”说着，他看向面上促狭的李华莹，叹道：“殿下怎么就下嫁到这种地方？这家宅如何能安宁？”“确实不得安宁，不过舅母不必担忧，华莹自有成算。”李华莹泰然自若一笑，沈夫人也便也笑了：“是了，谁能欺负得了你个小霸王？舅母今会打趣我。”沈夫人笑着温柔，但又嘱托道：“若是有什么事，千万要来舅母，舅母和舅舅给你撑腰。”李华莹微微一笑，眼中有些晶莹：“华莹晓得了，傻孩子，哭什么？舅母永远是你的倚靠。上一世他过成那样，舅母和青青来看他时总是恨铁不成钢，他却还不领情，非要往火坑里跳。如今听到这熟悉的话语，方才叫他实在难以抑制。”李华莹扑到沈夫人温暖的怀中，眼中泪珠簌簌落下。沈夫人心疼的轻柔抚她后背：“乖乖，我的华莹啊，这是受了多少委屈啊！早知道舅母就该把那林夫人大骂一顿再赶出去。”李华莹看着沈夫人激动的模样，破涕为笑。沈夫人用丝帕小心地擦拭李华莹脸上的泪珠，眼眶也湿润了，又哭又笑，真是个小孩子。这边其乐融融，而豫章堂中气氛却是凝滞。你老娘去贴人家的冷脸，给你说媳妇，你还在外面拉我的后腿，你是想翻了天去了？林母气得狠狠地在林恩池头上身上打了好些巴掌，才喘着粗气坐回去。林恩池直挺挺跪着，不躲不避，他心中又悲又苦，却又不知该怨何人，最后只能怨自己无用。但好在沈小姐不必被我这个无用之人拖累。思及此，林恩麻木的心才有了一丝安慰。林景燕则幸灾乐祸地坐在一边，心中想着自己的婚事还没着落，还能先给林恩池这小子选个高门。夏丽玉则殷勤地亲自给林母倒茶。伯母何苦发这么大脾气？恩池不过是个孩子，能懂什么？林母正气地哼哧哼哧，这时一愣，什么意思？夏丽玉不说话，只看了林恩池一眼。林母便骂道：“给我滚回文心轩去读书！”听得林母毫不掩饰厌恶的语气，林恩池眼中悲戚更深，头深深地埋下去。恩池遵命，说着便站起来，脚步因跪得太久有些摇晃，旁边林默担忧的要上来扶。扶什么扶？天天这儿跪那儿跪，还跪到沈府去了，这么爱跪，瘸了活该。第22章冲撞。林母看着他这样子就生气，没有一点他爹的样子，更是连他大哥半分也记不上。林默只好收回手，亦步亦趋跟在一瘸一拐的林恩池的身边。带出了豫章堂，他才赶紧伸手扶住林恩池。抬头看见他脖梗脸上被打得红肿一片，林默眼睛刹那红了。您好歹也是夫人的小儿子，他怎么就偏偏对您这么狠心？林恩池苦笑一声：“是我读书太差劲，给林家丢脸了，娘不喜我也是应该的。”才不是，我老家也有个弟弟，从小就是个痴儿，最多只会自己吃饭，可我娘我爹都最宝贝他，听不得别人说他一句不好呢。林默难得反驳林恩池，说起弟弟语气也带着笑意和怀念。林恩池听得一怔，眼神渐渐变得茫然。原来不是只有成为优秀的孩子才能得到父母亲的认可吗？他又想到那日午后巧笑倩兮的少女，声音清脆，既没有天分，何苦强求？
不如弃文从武去。我看你身量高大，手脚修长，动作也敏捷得很，很像我大哥小时候。没准你还是个练武的好苗子呢，只看你愿不愿意。林恩池低头看着自己比同龄人大上一些的手掌，或许他真的可以重新选择另一条路。豫章堂中，茶盏砰的一声扔在地上，茶水和碎瓷四溅。你是说恩池拒绝沈家，是李华营教他的？林母气得胸膛起伏，脸都红了。可不是吗？润珠亲眼看见的。夏离玉道：我算是看出来了，李华营就是不想让林家好，搞砸了我的吉吉宴，现在又搅黄了恩池的婚事，等有机会我非得叫他吃个大亏。林景燕说着，想起他现在糟糕的名声和贵女们对他避之不及的态度，他就恨不得直接去跟李华营打一架。夏离玉看着林景燕这模样，便讨好笑着过去。我倒是有个法子，能让李华营被远哥哥给教训一顿。林景燕本来不想理他，上次若不是夏离玉跟他乱嚼舌根，他就不会气走程嬷嬷，更就不会被太子妃当众说骄狂，惹得一身骚。可若是能让李华营栽跟头，这实在是令人异动。什么法子？林景燕别扭问道。夏离玉狡黠一笑，在林景燕耳边低声说着：你且这样便能。林景燕听得眼睛一亮，脸上也有了笑意。走，我们现在就去。沈府，李华营正和沈夫人、沈青青说着话，外面陆英脚步匆匆进来。殿下，府中出事了，驸马爷动了大怒，叫许哲过来接殿下回去。这……沈夫人和沈青青面面相觑。沈青青担忧问道：可是出了什么大事？林府想出大事还不是时候呢。李华营轻嗤一声，脸上又带了些歉意。本说好一起用晚膳，可惜这又有些事缠上来，只好改日再来尝尝舅母的灵粉糕了。沈夫人拉住他手，嘱托道：你要是想吃啊，随时来舅母这里就有，只一件事，记住你是当今圣上亲封的护国公主，千万别叫自己在外面受了委屈。李华营眼圈一热，温声道：舅母且放心，华营告辞。话落，他抬袖转身，宽袖在空中簌簌作响。李华营声音冷凝：回府。待回到林府时，一路上许哲已经将事情与李华营交代了一遍，大概便是夏离玉同林景燕放纸鸢，说纸鸢落到了雪庐园，他们便要闯进去找，拦都拦不住。结果惊吓到雪庐，他在园子中狂吠起来，好在样里死死拉住了他，才没让他闯出园子。可谁想夏离玉却受了惊吓，一屁股坐在地上，落了红。事情变大了，林母直接着人将还在上职的林怀远叫了回来，要他回来好好处理李华营这个搅家精。李华营一下马车，便见到在府门口一脸焦急走来走去的林白。殿下，您可回来了，快随小的去香雪阁吧。一路到了香雪阁，里面哭声震天，不知道还以为夏离玉死里面了。李华营恶劣的想着，勾了勾嘴角。一走进去，林母便指天骂地的哭叫着：好你个李华营，你是不是嫉恨离玉怀了孩子？你却是个不下蛋的母鸡，才对他下此毒手。李华营失笑。林景燕怒目道：你养的死狗冲撞了离玉姐，她现在情况危急，你居然还有脸笑，你个毒妇！是吗？那我可真得瞧瞧。李华营直接越过两人，撩起帘子便进了内室。只见夏离玉正面色苍白躺在床上，床铺上血迹刺目，女医师正在一旁施着针，而林怀远坐在床头，一双手紧紧握住夏离玉苍白的小手，两人深深对视，仿若一对生离死别的鸳鸯。这场面当真是感人，不知道还以为是夫妻伉俪情深呢。李华营轻责道。两人方才回过神来，夏离玉看到李华营，便瞬间泪珠盈睫，又慌又怕地往林怀远身后躲。他身子扭动，急得那正在施针的女医师大叫：夫人莫要乱动，银针要错位了。林怀远立刻俯身，手掌捧住他脸蛋，低声道：我在呢，莫怕。远哥哥。夏离玉终于停住不动，一抬眼泪珠便滑下，声音颤抖：我会为你做主的。说着，他转过身看着李华营戏谑的双眸，压抑着怒气道：殿下请随我到外间，莫要扰了离玉清静。李华营嘴角一勾，转身便出去了。英妃却被刚才那一幕气得咬牙，低声骂道：死人最清静。林怀远闻言便要斥责，英妃却已经翻个白眼出去了。林怀远只好撩了帘子出去，便见着李华营又施施然在主位坐下，面上气定神闲。殿下想必已经知晓了事情经过，如今我不求别的，只求殿下给离玉一个道歉，再将那恶犬远远送走。林怀远面沉如水，刚说到送走，林母便一拍桌子：什么送走？这恶犬险些要了离玉和我那一父子的性命，一尸两命，他自然也要打死才能赎罪。李华营轻笑：这人不是还没死吗？第23章教导。你！林怀远眼中满是怒火，拳头紧握。再者，就算真是死了，与我的血炉何干？李华营八风不动，
语气轻缓。可他越是淡定平和，林母看着便更是恨得牙痒痒，气得指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手一个劲的抖。林景彦赶紧扶住林母，让她坐下。林怀远眉头紧锁，说的话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好个公主，你的狗是比人命还珍贵，你信不信我也把你扭送到衙门？笑话！李华莹豁然起身，一双凤目不退不避，与林怀远的怒目正对。他下离狱放纸鸢，与雪庐何干？纸鸢飞进雪庐园，他不等样里帮他找寻，非要硬闯，又与雪庐何干？若是纸鸢落入湖中，他是不是也要投湖浮水，将纸鸢捡起？到时候你是不是还要填了那湖，以平怨气？林怀远张着嘴，一条都反驳不来，却仍固执道：可若是没有这恶犬，离狱如何能出事？说得好！李华莹冷冷一笑，若是没有你林怀远，下离狱便不会入京，更不会出事。你怎么不以死谢罪？林怀远面上怒气骤然散去，眼神竟突然有些惊恐。你胡搅蛮缠说些什么？明明就是你和那死狗的错，才害得离狱姐受伤。林景彦见林怀远被李华莹骂得竟说不出话了，心里暗道没用，怒而出声。李华莹失笑：你倒有脸说，你明知下离狱有狱，却还和他放纸鸢。纸鸢落入园中，你明知危险，却还拉着他硬闯雪庐园，都不愿安安稳稳等上片刻，让小厮将纸鸢寻回。一时我都分不清你是不是故意害他。我只是心急。林景彦面上一白，偷看了一眼林怀远阴沉的脸色，结巴起来。这么急，原来一只小纸鸢比下离狱这2条命还重要。李华莹不客气道：反正你那条狗就是发狂了，就不该养在府中，就应该送走打死。林景彦大声叫道，不管不顾：嫌发狂谁让你去西院的？天天往我的院子跑，还要嫌我的雪庐发狂，我看你如今也发着狂，不如我先把你送走打死。李华莹目若寒星，看得林景彦浑身一抖，竟心生惧怕。林怀远闻言怒极，正要说话，这时内监的医师提着药箱子出来了，见着众人这剑拔弩张的模样，也佯装不知。离狱身体如何？孩子可还安好？林怀远上前2步，焦急问道：夏姑娘现无大碍，只是之后要好生养着，少动气少操劳，她胎位本就不稳，如今又吸入了一些造物，更要多加注意。什么造物？林怀远皱眉追问。医师沉吟片刻，才道：我瞧着应当是醉马草，此物可使动物闻之狂躁，久闻发狂，夏姑娘应当也是吸入了一些醉马草，才会刺激到落红。话音刚落，林景彦便手一抖，碰掉了桌上的茶壶，当啷一声，众人目光看出来，林景彦却面色惨白，几乎站都站不住。怎么会这样？他无措的喃喃道。林怀远一见他这模样，心中已然明白了大半，却不想让外人看了笑话，便道：林白，送医师出去。医师面色颇有些不自然的出了香雪阁。林怀远却皱眉看着林景彦：是你身上带了醉马草？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让那条狗发疯，好把它给赶出去而已。我不是故意害李玉姐的，我不是故意想害你的。林景彦吓得一股脑全说了。林怀远却听得面色一变，直接打断他的话：够了！林景彦紧抿着嘴，眼泪哗哗的流。林母看着心疼，便道：反正离狱如今也无大碍，一儿都哭成这样了，你还凶他做什么？说着便抱着林景彦，嘴里哄着好一儿乖女儿。李华莹看着这一场闹剧，却是冷笑一声：驸马爷好家教，约我的雪庐时，一人一句骂得欢，还要将他打死。现在做错事的人成了林景彦，怎么就还得人哄着了？林怀远这时也心中混乱，他捏了捏眉心：景彦已知错了，殿下又何苦不依不饶？你们能冤枉我，对着我骂半个时辰，如今我说这罪魁祸首一句话，倒成不依不饶了。李华莹面色冷淡，林怀远却不知如何应对。林母却不满道：说你2句怎么了？没看见雨儿这般疲惫，你还要闹来闹去，有完没完了？林景彦也开始大哭，扑到林怀远怀中：大哥，我不是故意的，大哥，你不要怪我，我心里害怕。林怀远耳边被吵得生疼，可见从小看到大的妹妹哭得脸蛋通红，眼泪鼻涕一起流，顿时便心软了。好了，大哥不怪你，李玉想必也不会怪你的，你莫要自责了。林景彦这才止住哭声，委屈的点了点头。林怀远用袖子擦去他脸上泪珠，低声道：下次可不能再这般调皮了。内间里，夏离玉竖着耳朵听着，却听见林景彦还被林怀远好生哄着，脸上露出怨毒之色，差点害了他的孩儿，却就这样轻轻放下。外间李华莹见着这事竟就这么翻篇了，脸上露出个淡笑。林夫人总说长嫂如母，既然这林府没人叫林景彦规矩，我这个长嫂就好好教导他。陆英，掌嘴！陆英爽快应声，众人还未反应过来，他便直接一手将林怀远狠狠推开，再一巴掌扇到林景彦脸上。林景彦尖叫一声要去打陆英，
海月便立刻上前将他双手反剪。陆英直接左右开弓，啪啪啪连扇10几个巴掌。不过片刻，林景燕的脸便已高高肿起，如同猪头一般。只是他叫的实在刺耳。李华莹揉揉耳朵道：“就这些吧，这次只是小事惩戒，下次再有，后果你便承受不住了。”陆英、海月应声退下，李华莹带着人扬长而去。海月、陆英行动迅速，这掌嘴不过瞬间。林母这才反应过来，忙将正疯狂尖叫谩骂的林景燕抱入怀中。“燕儿，我的燕儿，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林怀远刚刚被陆英使劲一推，腰间正狠狠撞上尖锐的桌角，此时疼得面色发白，喘息着汗珠都下来了。内间里，夏离玉听见外面鬼哭狼嚎的动静，脸上笑得快意。没想到这李华莹终于是做了件漂亮事。第24章恐慌。润竹想着为夏离玉擦拭身体，刚去厨房端了盆温水，匆匆进来，就和张牙舞爪往外冲的林景燕撞在一起，温水泼了两人一身。林景燕尖叫着就一巴掌扇在润竹脸上，吓得润竹扑通跪在地上连连求饶。内间里，夏离玉不知发生了何事，惊慌喊着润竹。林母更是在屋子里团团乱转，嘴里一会念叨他的孙儿，一会念叨远儿燕儿。林怀远看着这满屋子乱象，扶着疼痛的侧腰，额角青筋突突直跳。他使劲捏了捏眉心，无力道：“子苏送景燕回飞春阁，思与宋老夫人回豫章堂，润竹再去端些温水来。”说着，他直接转身进了内间，见夏离玉脸色苍白的看过来。林怀远微不可闻的叹了口气：“远哥哥。”夏离玉声音颤抖，如同呜咽。林怀远忍着腰间疼痛坐到床边，抬手理了理他腮边的乱发：“别怕，我在。”夏离玉眼中含泪：“我怕我们的孩子会有什么闪失，如果孩子有什么差错，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傻离玉，孩子好好的，我不会让你们有事的。”林怀远手掌贴在夏离玉脸上，夏离玉眷恋的用脸蛋轻轻蹭着他的手：“我什么都不要，只想要远哥哥和孩子都能在身边。”“会的。”林怀远温声道，又想起来医师的话，便嘱托道：“你要安心养胎，以后瑶仙院那边少去，又是畜生又是府兵的。”夏离玉垂眸，眼泪便滚落下来。公主金枝玉叶，离玉一介卑贱之身不敢招惹，更不配踏足公主的院子，离玉再也不敢了。林怀远叹息，公主眼高于顶，连景燕都说打便打，何苦和她比？夏离玉不语，只柔柔地靠在林怀远怀中，可她心中想的却是如何比不得。李华莹连自己的丈夫都看不住，连林怀远与自己珠胎暗结都不知道，她就算是尊贵的公主又如何，还不是被自己耍得团团转？夏离玉嘴角勾起一丝隐秘的微笑，往林怀远怀中靠得更紧。林怀远脸色变了变，悄悄转了下身体，避开腰间那尖锐的疼痛。这时夏离玉突然感到肚子一阵异动，她惊喜地抓住林怀远的手，附在凸起的肚子上：“远哥哥，宝宝在动。”林怀远感受到这奇异的触感，脸上也满是喜色。夏离玉刚刚才试过针，衣服散乱还未系好，两人这激动的动作让得他凸起肚子上的衣服滑落。哎呀！夏离玉佯装羞怕的用手去遮，却什么都没遮住。等他满脸羞涩的抬起头时，见林怀远错愕地看着他的裸露的肚子。这是什么？见林怀远神色怪异，夏离玉这才有些慌乱地查看，竟发现他白皙光洁的肚皮上，不知道何时竟爬上了好多条长长的斑驳纹路，如同一条条伤疤般刺目。夏离玉尖叫一声，惊慌失措，一把用被子将自己的身体裹住，低着头不敢去看林怀远的面色。林怀远沉默片刻，便道：“好好休息，照顾好自己和孩子。”说着，他便起身离开了。夏离玉含着泪抬头，只看见他撩帘子出去的背影，依旧身形清瘦，如松如竹，可自己如今却早没了少女如花般的身姿。夏离玉掀开被子，看着自己凸起肚皮上的斑纹，甚至连大腿上都有，就连他曾引以为傲的白皙肌肤都开始处处暗沉发黑。夏离玉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恐慌，如果他以后一直都是这个样子，该怎么办？林怀远会不会厌恶他的身体？医师还说他胎位不稳，需要静养，更罔论房事。夏离玉想起李华莹那一张言姿艳质的美人面，行走之间婀娜多姿的风情，几乎咬碎了一口银牙。他该如何是好？他一路从江都千里跋涉来到盛京，见识了这里的繁华，他绝不愿再回到江都去过那平凡日子。这时润竹端着铜盆进来，低眉顺眼在床边跪下：“夏姑娘，奴婢伺候您擦拭身子。”夏离玉没说话，眼睛却上下打量着他。14、15的年纪，也算得上是个清秀佳人。夏离玉拳头越捏越紧，可却还是摇了摇头。不知根知底的人，若是爬上林怀远的床之后就心思飘了，他拿捏不住。说到知根知底，他脑海里浮现出一张活泼烂漫的笑脸。夏离玉眼睛一亮，只有这样蠢笨的丫头才能为他所用，又坏不了事。
跪在地上的润竹偷眼见着夏离玉一张毫无血色的脸几经变换，最后笑得凝恶，他身子一抖，再不敢多看。瑶仙院中，殷妃正笑着说：“陆英这巴掌可真是打得好，叫他日日来生事。”殷实也轻叹：“好在那醉马草粉少量吸入于血炉无妨，二小姐一个姑娘家，怎么就日日琢磨这些阴私手段？实在是……”李华莹把玩着团扇，轻轻笑了一声：“真是又蠢又上不得台面。还有那下姑娘，奴婢实在是觉得古怪，一个怀着一父子的恩师之女，在林府却活生生像半个主子。”殷实接过李华莹手上的团扇，为她轻轻扇风：“放心吧，我有成算。”李华莹垂眸道：“她可是大朔王朝的护国公主，她会让林家所有人一步步看着自己滑向深渊，却无法自拔。”正这时，外面海月撩帘子通报：“殿下，三公子过来了，让他进来。”林恩池一身石青色狐绸素面长袍，头上一只简单的木簪子，脸上还有些红痕。“恩池见过嫂嫂。”“不必多礼，坐吧。”林恩池有些拘谨的在小袖墩上，殷妃端来一杯香气四溢的清茶，他双手接过，低声道了声谢：“倒是难得见你出来，可是有什么事？”李华莹浅浅抿一口茶，满口清香。林恩池将白瓷茶盏放下，略动了动身体，才赧然道：“二姐姐的事我听说了，差点害了嫂嫂的血炉，也差点冤枉了嫂嫂，真是对不住，恩池代二姐姐道歉。”李华莹讶然抬眼，见他一副坐立难安、十分羞愧的模样，莞尔一笑，实在没想到，这个上一世他都没见过几面的林三，竟是林府唯一一个有良心的人。他是他，你是你，你无需为他的错误羞愧。林恩池勉强笑笑，显然仍难受得很。李华莹指尖在白玉桌面轻敲了敲，才道：“如今倾心于你是再无可能了，你心中可有打算？”第25章陶英。林恩池闻言，眼里露出些许茫然无措。兴许我并不是块璞玉，因此无论如何费力打磨，也成不了大器。李华莹听得微微蹙眉，好好一个少年人，怎么如此自怨自艾，全然无一点蓬勃朝气和昂扬自信？可是我又想着，兴许我不是读书的好苗子，但可以在别的路上试着走一走。李华莹看林恩池那小心翼翼渴求认同的眼神，莫名竟有些心酸。林家人如此张狂无礼，可林恩池却在他们之中养成这样谨小慎微的性格，可想而知他过去的10几年定然是不好过。你想练武？林恩池眼睛一亮，却没说话，只抿唇点了点头。李华莹上下扫视了眼他，眼中有些赞赏：“不错，身量高大，四肢修长，性格坚韧，是个练武的苗子。”林恩池眼睛愈发黑亮，专注地看着李华莹，嘴角没忍住弯了弯：“只可惜你全无基础，按照如今的年纪再去练武，怕是要吃不少苦头啊。”李华莹想起来这茬，拧了拧眉：“我不怕。”林恩池一下子坐直身体，双眼炯炯有神，冷不丁让李华莹想起了雪庐端坐在地那雄赳赳的模样。李华莹扑哧一笑：“你若是想学武，我可以让你去洪泉表哥的武馆，若是表现得好，便能进沈家军预备营，到时候说不定你还能去边关打仗，挣个功名回来。”“恩池谢谢嫂嫂。”林恩池一翻身便直接跪倒在地，头重重磕在地上，声音都有些哽咽：“送你去是小事，但须得家人同意才行。”李华莹看向殷实，殷实便笑盈盈的上前将林恩池扶起。他双目虽还泛着泪花，额头上红了一片，但眼神却无比坚定：“我一定会去的。”说着，他便行礼告退。李华莹只浅笑着点点头。殷妃诧异道：“这林三公子来时还期期爱爱，走时竟然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瞧着有气势了许多呢。”三公子心中有了真正的目标，又得了殿下的鼓励，雄鹰欲展翅，自然是不一样的。殷实笑道：“还是你会说。”殷妃歪头笑道。李华莹却是喟然一叹，真是可惜了一个好苗子，竟蹉跎了这么些年。东院之中，林怀远出了香雪阁，可夏离玉那瘦弱身体凸起的韵度和那肚子上坑坑洼洼的暗色纹路，竟莫名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说不清自己是个什么感觉，若说是嫌弃，他自己都要觉得自己过分，竟要嫌弃为他孕育孩儿的离玉。可这种感觉却又难言，令人心中烦躁。江都遥远的记忆里，那个他在恩师后院一见邂逅的清雅少女，婉约的如同枝头的露珠，可那时的他再也回不来了。林怀远又想到今日的公主，即使横眉冷对，却依旧美得令人心惊。罢了，他是公主的丈夫，还是多些包容，再多教教他如何收敛脾气，好好与家人相处。这么想着，林怀远笑着摇摇头，缓步朝着瑶仙院走去。只可惜直接被拦在了门口，这人通传了好几遍，也没能进去。院门口的府兵手上兵器交叉，林怀远皱眉看着里面的海月：“海月，我是想来向殿下道歉，说些体己话。殿下说了，驸马爷要想道歉，应当去向雪庐道歉。”说完，海月也不等林怀远说话，便直接转身进了内院。
林怀远脸色难看，默默站了半晌，便拂袖而去。只是还未走出西院，他又想到那日雪庐脖子上的络子，他脚步还是缓下来，又转弯去了雪庐园。样里对他倒是十分恭敬，让得林怀远心情稍微回复了些。我同雪庐说说话，你在远处候着。样里应声，只是才走出2米，便频频回头，面上极其担忧的模样，看得林怀远心梗，他还能吃了这曲儿不成？看着玩累了趴在地上吐舌头的雪庐，林怀远抬手在他毛茸茸的大脑袋上摸了摸，手感温暖顺滑。雪庐顺势翻身，白花花的肚皮朝上，雪白的大尾巴在林怀远腿上扫来扫去。林怀远脸上有了笑意，轻轻抚着他柔软蓬松的肚皮毛发，又见到他脖子上那歪歪扭扭的彩云络子，一时心情复杂。你一只无忧无虑的狗儿，有人伺候玩耍，还得了他全心全意的喜爱，日子过得真快活呀。可我最近日子却一日比一日烦躁，宅院几乎不得安宁。你说为什么？公主总是与母亲景燕起冲突，我从未向她索取过什么，景燕的无心之失我也都还她了，她为何还是对我们无半分温情？我知道很多时候母亲妹妹无知无理，可都是一家人，为什么要计较那么多呢？他们都是我最亲的人，从小生活困苦，可公主含着金汤匙长大，难道不该多体贴照顾他们？林怀远目光放空，叹息道：罢了，她是我的妻，我慢慢教总能让她听话乖顺，心中岂可无长幼尊卑？她这脾气实在不能纵着，不然这后宅永无宁日。狗儿啊，你说是不是？林怀远低头，雪庐黑亮眼睛望着他，吠了一声。林怀远失笑，起身离开了雪庐园。样里急忙跑回雪庐身边，上上下下看了一遍，这才放下心来。夏日悠长，这几日日头格外烈，即使到了傍晚，外面空气依旧发烫。李华营懒得出去，便直接在瑶仙院用晚膳。好几日不见林家人，实在是悠哉悠哉。他正慵懒倚在贵妃榻上，衣裳轻薄，水红色的薄纱之下，雪白肌肤若隐若现，看着英妃都有些眼热。他心里不由得暗骂：他们公主这样娇贵的天仙，怎么就进了林家这么个泥坛子？海月这时从外面进来，向李华营行礼：殿下，玉章堂那边又闹起来了。林三公子说不读书了，要去学武，林夫人气得不行，对他又打又骂，言语里都是说殿下挑唆他误入歧途。如今三公子还在玉章堂门口跪着呢。李华营听得不耐，英妃也气道：什么挑唆？好好的孩子被他养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殿下好心给他指了条道，竟还狗咬吕洞宾呢。李华营懒洋洋啜了口香引子，随他的便，还以为沈家军预备营是想进便能进的吗？在林恩池身上，李华营并未准备多花太多心思，升米恩，斗米仇，他又不是他娘亲，能给他指条路已是仁慈了。再者，学武需要心性坚韧，能吃苦，只有自己抗争奋斗过，方知这机会多么不易，到时候才能真正下得去苦功。这几天府里又来了个江都的姑娘，方才12，长得秀丽可爱，听说是夏姑娘叔母家的，过来照顾夏姑娘。殷实随口道。李华营动作一缓，叫什么名字？姓夏，叫陶英。陶英？李华营垂眸有些不解，上一世他全然没见过，也没听过这个人，这人是从哪冒出来的？第26章，学武。殿下，可是有什么不妥？殷实见李华营神色变化，便问道。没什么，这个丫头稍微注意着些。李华营嗓音淡然，无论他是谁，无论这一次会有什么变数，林家都会一样折在他手里。玉章堂中，林怀远刚下职，便被林莫着急忙慌往玉章堂拉，说着三公子和林母吵起来了。林怀远颇有些莫名其妙，恩池什么时候有胆子和母亲顶嘴？刚到玉章堂，他便见到林恩池笔直的跪在院中，堂中林母的骂声隐隐传过来。我看他是想上天，学这么多年连个秀才都没考上，现在还听别人的话，又要去学武，学个狗屁！林怀远皱眉，在林恩池身边停住脚步。林恩池拱手行礼：恩池见过大哥。这是又怎么了？我想学武，嫂嫂说可以让我沈家武馆学习，若有天分便能进沈家军预备营，可母亲不同意。林恩池低着头，林怀远沉默片刻道：你先起来，大哥问你几句话。林恩池撑着地板起来，因跪得久了有些踉跄，林默赶紧过来扶住他，林恩池才站直。为何想学武？我从5岁起便读书，读了9年，才堪堪考了个童生。我没有爹爹和大哥的天分，又何苦徒劳耗费年岁？林恩池声音低哑，但一双眼睛第一次不闪不避，直视着林怀远。林怀远也是突然发现，这个在家里沉默寡言，总低着头的弟弟，竟已经长得比他还高了。你什么时候有的这个念头？林恩池抿唇，最近这几日，我发觉自己每日如同行尸走肉，别的男儿读书练武建功立业，可我的未来一眼便知，那便是读书到40、50岁，或许侥幸得了个秀才，得了个举人，我不想这样一生碌碌无为。
林怀远闻言，面色隐隐有些震惊，仿佛第一天认识这个弟弟。印象中，他从未听林恩池说过这么多话，只知他是母亲口中不会读书的笨脑袋，从不知他竟也有口齿伶俐，有着自己的想法和抱负。见林怀远半晌无言，林恩池问道：“大哥也觉得我是在胡闹？”不。林怀远回过神来，脸上也有些月色。男儿何该这样？听你说这些，大哥很高兴。林恩池一怔，眼睛眨了眨，嗯了一声。走，我帮你跟母亲说。说着，两人便并肩踏入了豫章堂。林母一见林恩池，脸便拉得老长。谁让你起来的？连你老娘的话都不听，净听些别人的挑唆，现在连让你跪着都不听话了。林恩池抿唇不语。林怀远叹了口气：“母亲何苦这样说他？恩池想习武是好事。什么好事？读了这么多年书，屁都没读出来。我看他现在就是听李华莹的话，故意跟我作对。”林母一拍桌子，气得面红耳赤。旁边夏梨玉也帮腔道：“是啊，公主搅和了恩池的婚事，如今更是三言两语说的他连书都不愿读了，闹成这样，我看着都伤心。”说着，他低头佯装拭泪。旁边陶英吓了一跳，急忙蹲下来，一脸焦急的查看。堂姐，怀孕不能哭的，会影响到孩子的。结果正见着脸上干干净净无一滴泪的夏梨玉，陶英动作一顿，只好又站起来。夏梨玉气得心中恼火，知道这个堂妹蠢，实在没想到她竟能这么蠢，当众拆她的台。好在众人都没关注这边，林怀远走到林母跟前询询道：“恩池都读了这么多年，既然并无天分，母亲又何苦苛求？更何况那大寿重武轻文，恩池兴许真能闯出一片天。”林母向来最听林怀远的话，可还是半信半疑道：“他读书都不成，学武还能学出什么名堂？李华莹惯爱害你弟弟妹妹，你可别被他哄骗了。”母亲，林怀远捏了捏眉心，无奈道：“你当那沈家军预备营是大白菜吗？圣经不知道有多少人家都想把家族子弟送进去，出来便是正八品官员，还能随着沈老将军去到边关，到时建功立业，加官进爵，封侯拜相，也未可知。”林母听得一震，霎时便喜上眉梢，当真有这么好？当真？那可真是好了。林母站起来，拉住木桩一样站在一旁的林恩池，喜滋滋道：“果真是我林家的孩儿，我就说我不会生出来个孬货，原来你还有这般造化。”说着，他又白了夏梨玉一眼：“都是你嚼什么舌根，差点害得我恩池当不了大将军了。”夏梨玉拳头紧握，面上却是露出个勉强的笑，看向林怀远，看着好不可怜。林怀远却是眉心微微一皱：“这些事情你们不懂，以后便少插手，由我与公主操持便好。”夏梨玉脸色骤然一白。林母闻言脸色就难看了：“我自己生出来的儿子，我还管不得了？”母亲，林母往桌上一扑，便开始哭嚎：“我拼命拉扯你们仨长大，把你从江都供成圣经的状元老爷，如今你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竟惹你们嫌弃了，还不如随你秀才跌死了干净。”林怀远听得一个头两个大，却又只能蹲下身柔声安抚，说了好半天，林母这才展了笑颜。林怀远却是连晚膳也没胃口了，直接离去。待走到岔路口，终还是脚步一转，往西院去了。自上次林景燕那一出之后，他再没见过李华莹。如今他这样为恩池筹谋，他总不能视而不见。这样想着，他脚步轻快了些。林白低眉顺眼跟在一旁，看了眼林怀远嘴角那若有若无的笑，又低下头去。真不知驸马爷怎么想的，明明每次去瑶仙院连笑都憋不住，却又总是远着公主。这时日头西斜，李华莹正在荷塘小筑歇凉。他见林怀远远远走过来，便知林恩池的事有了结果。果然，林怀远刚走过来便道：“多谢殿下为恩池费心，我替他谢谢殿下。”李华莹目光仍落在水面清河之上，懒懒道：“他早已自己谢过了，用不着你再来说。”林怀远动作一顿，刚要发问，又见李华莹姿态随意，身着薄薄露金百蝶穿花水红纱裙，雪白肌肤荧光般隐约可见。他喉咙滚动了下，一时竟忘了自己要说什么。第27章不忍。李华莹见他呆站着，便道：“过2日便是洪泉表哥的升迁宴，到时候我会与他说恩池的事。”啊，好。林怀远回过神来，脸色红了红，在庭中石凳坐下。李华莹蹙眉，心道怎么还坐下了？林怀远缓了缓，才神色如常道：“那日景燕对雪露用药，是他的错，我也让他禁足飞春阁，好好反省了。”李华莹漫不经心哦了声。林怀远摩挲了下手指，又道：“那王学士如今待我依旧很好，日日与我兄弟相称。”李华莹抬眼扫他一眼，又淡淡哦了一声。林怀远沉默片刻，方才又问道：“那日在香雪阁，你为何说若没有我，离玉便不会入圣经，更不会出事？”李华莹闻言，嘴角勾了勾，看向林怀远不语。林怀远面色镇定，但桌面下的手掌却紧紧交握在一起，手心全是黏腻的汗。他来圣经为了就是投奔你，若没有你，他来圣经做什么？
李华莹慢条斯理说道。林怀远心中一松，也露出个笑，倒也在理。正在这时，陆英走过来，殿下，夏姑娘身边的陶英过来了，说夏姑娘有事请驸马爷。林怀远下意识眉心微皱，张嘴就要拒绝。李华莹却道，夏姑娘怀着孕这么着急请驸马，不知道是有什么急事呢，驸马还不快些过去。林怀远闻言也想着，莫不是离玉真有什么急事？殿下歇着，我这边去看看。随即他便随陶英离去。英妃看着他的背影渐远，忍不住气道，夏离玉一个双居的寡妇，有事不找林夫人，不找二小姐，却要来找驸马爷一个有妇之夫，他存的什么心？日头渐渐沉下，荷塘中景色仿若蒙上一层暗纱，看不真切。李华莹淡然收回目光，为他们也值得你生气，不如回后院去给我做些冰甜香银子来。英妃吐吐舌头，奴婢气量小，才看不得这些妖魔鬼怪在面前碍眼。英时也柔声道，这几日晚上凉气重，殿下还是少食些冰物为好。好好，不吃了，你们一个两个嘴皮子是比我还厉害了。李华莹笑着用团扇在英妃臀上轻轻一拍，英时捂着嘴笑出声。英妃惊得羞红了脸，扭捏道，殿下。西院早已长起了灯，李华莹一行人说笑闹着便回了房。东院路上这时还黑黢黢一片，林母总说这个时辰还看得见，定要等到不见一点日光院中才能长灯。陶英过来10天还亮着，便也没提灯。两人走在不甚明亮的院中，脚步不由得都慢了些。驸马爷小心些，这里地上有些石块，可别摔了。陶英年岁小，面上又总是挂着笑，声音脆生生的，听得林怀远心情也松泛几分。他扭头看了眼身侧的小姑娘，身量不高，但小脸圆圆红红，一双眼睛水灵灵的，看着活泼喜人。你几岁了？回驸马爷的话，我12了。林怀远笑着点点头。虽说陶英不太有规矩，但这股原生的朝气让他想起林景燕小时候，于是看他便也多了几分亲近。两人到了香雪阁院子里，霎时从暗处到了灯火通明的那间。陶英眯着眼，用袖子挡了下眼，可一时没注意，脚绊在了门槛上，眼见着便要脸朝下摔一跤。陶英吓得惊呼一声，林怀远眼疾手快，一把捞住陶英的小身板，方才稳住她身形。陶英站好，急忙跟林怀远道谢。林怀远也放开手，见他小脸红扑扑的苹果一样，便柔声道，还叫我走路小心些呢。陶英刚要说话，夏离玉的声音便传来，远哥哥来了，陶英快去添茶。陶英便听话，拿了茶壶出去。夏离玉正坐在窗前，面上笑容有些僵硬。刚才那一幕他全看在眼里，好一个夏陶英，看着傻气，却知道往男人身上扑。他见着陶英那酡红的脸蛋，便恨不得给他一巴掌。小贱蹄子，你着急叫我过来，可是有什么事？林怀远走到夏离玉身边坐下，见他面色病怏怏的，曾经小巧的鹅蛋脸如今肿胀了些，看着实在少了些韵味，脸上笑容便浅了些。夏离玉往前一趴，将脸蛋倚在林怀远胳膊上，声音甜腻，是肚子里的孩儿想爹爹了。离玉便带他叫远哥哥过来。林怀远看了眼他凸起的孕肚，将他扶好坐正。你平日里若是无事，就多静养，我也有很多公事要处理。夏离玉面色微微一变，声音便带了哭腔，我只是想远哥哥了，便觉得孩子定然也是想的，这才搅了远哥哥的事，是我不好。他嘤嘤哭着。林怀远有些无措，怎么又哭起来了？这时陶英端着茶壶进来，一见夏离玉哭着，急忙将茶壶一放，就着急的凑到夏离玉跟前。堂姐，你怎么了？怎么哭了？林怀远轻嘶一声，捂住手臂。夏离玉直接一把将陶英推开，焦急问道，远哥哥，你怎么了？无事，这茶壶溅了些茶水出来。林怀远放开手，并未放在心上。夏离玉却是恼了，对陶英发作，你怎么回事？连沏壶茶都做不好，还将远哥哥给烫了，再这样你就回江都去，永远别上圣经来。他气急，音调便也高了些，惹得林怀远有些错愕。毕竟夏离玉在他面前总是柔弱乖顺的模样。陶英也被骂得一愣，一双猫似的大眼瞬间便盈满了泪，要落不落，看着倔强又可怜。夏离玉见着更是心头火起，如此做太勾引谁呢？林怀远却不忍道，她一个小姑娘出来圣经，又不是府里的奴婢，你跟她发这么大脾气做什么？说着，林怀远从袖子里掏出一块碎银递给陶英，安抚一笑，你堂姐孕中脾气不好，你别往心里去，拿着银子去买些糖果子吃。陶英小孩心性，一听好话，眼泪便止住了，用手背擦擦脸，便笑着将银子接过去。谢谢驸马爷。林怀远也柔和一笑，随之起身道，我还有些事要忙，你多陪你堂姐姐们，以后我还有赏。陶英笑呵呵的应了声。夏离玉还没来不及阻拦，林怀远便已大踏步离开。夏离玉怅然收回目光，正见着陶英脸上笑容灿烂，正将银子往自己的小荷包里塞。你过来。夏离玉悠悠道。
陶英不明所以的凑过来：“怎么了，堂姐？你和远哥哥在来的路上说话了吗？”“说了呀，驸马爷问我几岁了，还说走路要小心。”话还没说完，夏离玉便狠狠在陶英胳膊软肉上一拧。第28章，王学士，疼死了！堂姐，别掐了！陶英痛得大叫，身体一扭就想跑，却被夏离玉一手死死拉住。他顾及着夏离玉有孕，又不敢使劲挣扎，只能大哭着缩在地上。夏离玉掐得痛快，面色狰狞道：“小小年纪就发骚，叔母就是这么教的你，还敢不敢勾引远哥哥？”陶英哭着眼睛都肿了，哭叫着说：“没有，不敢了，不敢！堂姐，饶了我！再让我看见你和他说话，和他笑，我就撕了你的脸！”夏离玉将瘫软在地的陶英狠狠一推，陶英连忙手脚并用地爬到角落里，恐惧地抽泣着。夏日暑气慢慢消退，早晚已凉爽了许多。这日是沈红泉的升迁宴，李华莹早早便得了邀请。她一身7重锦绣绫罗纱衣，臂上挽着烟罗子轻绡，腰上一条钳子翡翠织金玉带，整个人飘逸贵气。在门口和林景燕遥遥见了一面，直接便将她给看呆了。待反应过来时，气得林景燕险些搅烂了手中的帕子。待到了沈家，林怀远与那些官场中人去向沈红泉庆贺。沈夫人忙着迎客，也顾不上李华莹，李华莹便去到亭台女眷那边。她刚寻了个僻静处坐下，林景燕便如一只趾高气扬的大公鸡般走来。李华莹波澜不惊看了她一眼，只对身后英妃道：“还是有些热，扇着些。”英妃拿出只精致的紫绸绣仙鹤瑞桃象牙柄团扇，轻轻扇动，一股清凉的龙脑香便丝丝缕缕散开，闻之心旷神怡。林景燕登时脸便气红了，气恼地看了眼手中普普通通的花鸟团扇，因常使用扇面，甚至还有些起丝，她猛地便将扇子塞到身旁紫苏手中。“什么破烂玩意儿，也拿来给本小姐用！”紫苏拿着扇子慌忙跪下请罪。林景燕脸色这才好看了些，她看向李华莹，目光自她通身的首饰衣上一一划过，心中暗自气愤。可一想到林怀远，便又昂首挺胸炫耀道：“大哥说今日是宴会，让我出来多多和世家宗父与贵女们交际，便直接放了我的禁足。”李华莹漫不经心看了他一眼，不语。英妃小心轻柔地扇着风，李华莹袖间的烟罗子轻绡随风轻摇，这样轻薄的衣物一见便知极其名贵。林景燕气恼道：“你好不容易让大哥进了我的族，如今我这么轻易便出门了，你不气吗？”李华莹眉心微颦。林景燕正以为他终于反应过来时，李华莹却是懒洋洋道：“这么热的天，你怎么还这么吵？可真烦人！”你……林景燕被他这随意的态度气得跳脚。他正要和李华莹好好掰扯一顿时，目光却被不远处的人吸引了视线。林景燕急匆匆丢下一句“下次再与你算账”，便拎着裙子往园中跑。李华莹微微抬眼，身后海月已跟出去2步回来了。“殿下，那边是三皇子携三皇妃，二小姐正与他们同行，言笑晏晏，甚是和睦。”李华莹嘴角微微一扬，眼中讥诮。这个林景燕果真2辈子都选的是一样的路，只是这次李华莹可不会帮着她擦亮眼睛，就让她做着富贵滔天的梦，慢慢沉入深渊吧。宴客厅中，林怀远正端着酒杯恭贺沈红泉。沈红泉身材高大，面上笑容诚挚。“恩池的事，我听公主说了，我刚已见过恩池，他是个练武的苗子，以后就看他在武馆能否适应了。”林怀远喜意没语，连说了好几声多谢。没想到李华莹竟对恩池这般上心，又想到上次见他冷淡，原来他只是嘴硬心软。林怀远心中欲贴，正端着酒杯飘飘然。突然，他的好友王学士站起来，对着众人笑道：“今日是沈小将军的大喜之日，我上次与驸马爷坐而论道，听得了几句趣话，今日来说与大家听听。”林怀远一怔，不知好友此举何意，他可不欲在这种场合高调。沈红泉闻言爽朗一笑：“驸马的趣话倒是难得，王学士说来听听。”见众人都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王学士隐晦地看了眼林怀远，面上露出个古怪的笑：“驸马爷曾与我畅言，若这世间没有世家寒门之分，所有男儿可竞相展露才华，大硕必定更加兴隆昌盛。”此言一出，人群说笑声倏然变息，堂中一时鸦雀无声。而林怀远脸色惨白，几乎捏碎手中酒杯。“王学士！”话未说完，王学士便大笑着打断：“驸马爷这一说，我们这些世家子弟却是心中惭愧啊。古人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若驸马爷不是生于江都，依他的才能，定能早早扶摇直上。”王学士！林怀远陡然站起，几乎咬牙切齿：“请慎言。”王学士仿若恍然大悟，扶额笑道：“是了，我真是喝多了。今日是沈小将军的升迁宴，我总说驸马爷做什么，真是失言。”说着，他便若无其事坐下。可堂中气氛仍然怪异，这里大多数人都是世家子弟，
乃至朝堂之中亦是如此。林怀远的言论可是将所有人都贬了一遭。林怀远自然也意识到这些，他仍站着，脸上罕见的有些慌乱。他看向沈洪权，沈洪权面色不太好看的转身离开了。堂中人人都避开他的目光，但却又在他移开目光后看向他窃窃私语，面上表情各不相同，却都难看得很。林怀远心中巨震，平日里不管如何，总会有些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可这次竟是无人理会。他心中惊惧交加，这种话说轻了是酒后失言，说重了便是大逆不道，僭越狂悖。这话若是传到圣上耳中，林怀远艰难抬眼看向堂中主位坐着的太子李明达，他身材高大，坐着亦比旁人高出几分。只见他面上向来带着温润和煦的笑容消失，正目光沉沉望着他。这样的太子于林怀远而言冰冷又陌生。李华莹与李明达虽不是一母所生，但同在皇后膝下长大，感情深厚。李明达本就性格和润可堪典范，对林怀远更是爱屋及乌，从来都是笑颜悦色。只是帝王威严启容挑衅，林怀远深深埋下头。此刻他终于知晓李华莹为何要劝他远离王学士。第29章桃林。高位之上，李明达见林怀远埋首噤声，冷汗津津，心中一时不屑。如此蠢物，若不是华莹的夫婿，他连看也懒得多看一眼。想到以往为他兜的那些底，李明达更是不愉。幸而上次赏花宴，华莹早同宋一名言，林家迟早倒戈三皇子，那他自然再不会让林怀远得他的一份助力。李明达移开目光，看着向他走来的沈洪权，脸上浮现浅浅笑容。真不只有他和洪权这样的哥哥在前，华莹怎会看上这样一个瘦弱无用的寒门书生？后院花园中，孟庭简正一个劲拉着江于川往湖边去。江于川无奈地随着他走，这边多是女客，你非要拉我过来做什么？孟庭简不回答，只是神秘一笑。他往湖边探头探脑看了看，又加快脚步拉着江于川走了几步才停下。你瞧那边是谁？孟庭简悄悄指了指花树遮掩的小亭，里面隐约可见几个女子。江宇川一开眼，直接转身就要离开。他知孟庭简向来放浪形骸，落拓不羁，但也有个轻重。没想到这次竟如此无状，拉他来看别家的女眷。你跑什么？孟庭简一把抓住江于川，你天天惦记着那位，就不想去同他说说话？江于川动作一顿，瞬间明白了庭中女子的身份。孟庭简见他停住，对他眨眨眼，你都未同他说过话，哪里值得这样惦念？你今日见上一见他的真容，没准这心中一念反而消了，岂不了了一桩心事？江于川闻言便知他误会的不浅，失笑着正要解释，庭中这时却走出了一个不乏干练的丫头，盯着他们问道：公主殿下问那边是哪位大人？孟庭简立刻扬声应道：是大理寺清江大人。说完便将江于川往那边推，脸上笑容肆意。江于川哭笑不得，又不愿别人看他们的笑话，只好顺了他的意。别推了，我去总成了吧。孟庭简见江于川轻轻一抖被他拉住的袖子，往湖边小亭走去，脸上笑容愈深。这才对嘛。后院另一边，沈青青刚在女客中脱了身，便想着去寻李华莹说说话。只是他在后园中刚走了几步，便见到假山处倚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沈青青面上溢出笑意，便招呼道：林三公子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可没想到林恩池听见他声音，身体略微一晃，随后竟是头也不回，直接朝着另一边跑走了，活像身后有什么豺狼虎豹在追。沈青青呆住，这是怎么了？谁吓着他了？罢了，既然他躲着自己，他也不必过去讨人嫌。这么想着，沈青青便往湖边去。以往沈家宴会，李华莹总会在湖边小亭寻个清静，只是沈青青心里仍有些介怀，不由得嘴里念叨着：上次还同我高高兴兴说了心里话呢，这次见了我比兔子跑得还快，谁招惹他了？正说着，前方花树后面却传来一个清朗的男子声音：看来姑娘是遇见了个负心薄幸的小子啊。沈青青脚步顿住，这边是千叶禅桃花林，里面的花树自她小的时候便在，如今更是极其粗壮。沈青青歪头去看，却只能看到树旁边一线玄色衣袍，好奇问道：你是谁？你怎么说他是负心薄幸？那男人低低一笑，便扬声道：上次同你相聊甚欢，这次又避之不及，对心爱之人如此前后不一的男子，自然是负心薄幸之人啊。沈青青面上附上薄红，又听他语调轻佻，便有几分恼意。哪里是什么心爱之人？你说什么胡话？我要去告诉太子表兄。说着他便气羞羞要往宴会厅去。花树后面的孟庭简一听，这还了得，他不过是远远见着小姑娘要去湖边小亭，怕他扰了兄弟这难得的小谈，才拦上一拦。他可不想去见太子，太子对谁都温和有礼，偏偏最看不惯他这个亲表弟，每次见了都要好好念叨他一番，实在是难挨。孟庭简急忙转身出来，行云流水几步便挡在了沈青青面前。
沈小姐莫急。沈青青刹住脚步，好险才没撞到她身上，几乎是擦着她胸前衣襟，抬头愤然道：“你拉我做什么？”孟庭简一低头，便见一双水雾潋滟的秋水明眸，含着恼意和羞意看着她，白瓷般的小脸气得绯红，竟是比得这满林的桃花还要娇颜生姿。她从来只见过那些世家小姐端庄娴雅的模样，美则美矣，全无生气。今日一见她这生动可爱的娇俏模样，一时竟看呆了。沈青青本还恼着，可眼前这公子模样俊逸，又痴痴看着她，她便禁不住有些害羞。沈青青俏脸绯红的后退一步，略低了低头，声音小了些：“你总看我做什么？”孟庭简这才回过神来：“小姐，我是……”说了半天，竟是连一句整话也没说出来。若不是沈青青在面前，孟庭简恨不得给自己这张嘴来上一巴掌。平日里说些莫名其妙的废话那么溜，怎么一到关键时候笨成这样？沈青青本还羞着，可见他结结巴巴的模样，便捂嘴咯咯笑起来。公子方才还妙语连珠呢，怎么这会就结巴起来了？见他笑语嫣然，孟庭简又呆了半天，才呐呐道：“方才小声失言，万望沈小姐莫怪。”“你怎么知道我是沈家的？”沈青青歪头疑惑道：“你管太子叫表兄，又如此熟悉这沈家后院，除了沈家二小姐，我可想不到还有何人。”孟庭简说着，便对着专注听他解释的沈青青轻轻一眨右眼：“你，哼，算你有些小聪明。”沈青青猝不及防，见他轻昵眨眼，有些羞赧：“那你是哪家的？”孟庭简一展手中折扇，轻轻摇了两下不语。见沈青青刚要气恼开口，立时便道：“小生名叫孟庭简，是孟家的次子，刚及弱冠，但尚未婚配。”说到最后一句时，他微微弯腰，侧脸稍稍靠近沈青青，又在他还没反应过来时，瞬间站直身体。沈青青气得想要打他，却又觉得于理不合，只好跺了跺脚：“你是否婚配与我何干？”说着却又反应过来年龄，沈青青神情一顿，看他的眼神立马变了。孟庭简本来还在风度翩翩的摇扇，看到他这诡异中夹杂着惋惜的目光，差点一个踉跄。“小姐别误会，我未婚配不是因为身有隐疾，我只是不想盲婚哑嫁同床异梦，不是，我说真的。”灼灼桃林中明艳的少女用帕子掩面，笑得直不起腰。向来浪荡善变的少年在他面前急得词穷，面红耳赤。第30章肥脸。江于川心下无奈，但事已至此，他也只好去同那位公主殿下见礼。湖边小亭只有3行低矮台阶，他一手撩着靛蓝长袍下摆，刚行了2阶，便撞上李华银倦懒看过来的眼神。微风徐徐，岸边青柳浮动，他身上云烟一样的纱裙也轻轻摇摆，仿若瑶池仙妃一般，正要随风化去。江于川提着下摆的手掌，情不自禁地捏紧。从没人告诉过他，这位盛名在外的护国公主竟这样美，美得如同一个不敢惊扰的梦境。但只一瞬间，他便将头低下行礼：“微臣江雨川见过公主殿下。”江大人免礼。英妃便适时请江于川坐下。李华银不着痕迹地打量了他2眼，同传闻中区别不大。武将世家难得出来的文臣，真一个光风霁月的端方君子。只是上一世，除了方永斌一事外，他同他从未再有交集，也不曾见过。想到他那一问，李华银总觉得他不是为了媚上，而是别有原因。这么想着，他心里便有了几分探究的心思。江大人方才是与人有了争执？李华银饶有兴致问道。江于川温唇一笑：“是我那孟校尉，他向来跳脱，惊扰了殿下实事不改。原是孟家表哥，那我便懂了。”李华银想到他那洒脱落脱的性子，也轻轻一笑：“宴会本就热闹，谈不上什么惊扰。殿下说的是。”江于川颔首，目光从不落在李华银脸上，有礼的微微垂目。上次驸马家那闹事的亲戚，还麻烦了江大人亲自来押，真是愧作。虽是这么说，但李华银仍语气不疾不徐。江于川目光一缓，便明白了这位公主是在问什么。不算麻烦，说来殿下幼时倒是与臣还有些渊源，想必殿下如今已不怎么记得了。李华银长眉微微一挑，还有这等事，他确实毫无印象。愿闻其详。江于川脸上笑容温和：“殿下还小时，圣上从江家选了个伴读进宫，陪着太子殿下练武，殿下可还记得？”李华银微微蹙眉，从记忆深处回想起一张模糊的倔强少年面庞。毕竟于他而言，这已是上辈子的记忆了。江少爷。是了，殿下还记得。江于川一抬眼，语气竟莫名有些喜意，但目光在李华银面上只短短停留一瞬，便立即转开，无声地轻呼出一口气。李华银面上只得体一笑，但心中颇有些发窘。若不是上一世这江少爷最后会平定边关博野氏之乱，乃是大硕太平盛世的戍边大将，他方才怕是连他的名字都说不出。赵野将军少年英才，舅舅来信亦时常夸赞，我与他自幼时一别，不知已有多少年未见了。8年。
江于川脱口而出，见李华莹诧异看来，他缓了一瞬便解释道：“我与赵野堂弟一别8年，想来殿下亦如是。”说完，江于川耳朵便悄悄染了片红。他既没想到今日会遇见公主，更没想到还同公主撒了个谎。他昨日还拿着江兆野自边关寄来的信在读，信中的思念从1年到2年，再到8年，可惜却从不能对家人宣之于口。原来如此，李华莹倒没多想，只是两事加起来粗粗一算，他上次见这位儿时玩伴，应当还是15年前，怪不得他记不太清。正这时，远处传来清越的云板声，殷实提醒道：“殿下，江大人，该去宴会厅用饭了。”江于川适时起身行礼：“殿下慢行，微臣便先去了。”李华莹颔首，这个江于川是知礼的，若是两人同行，怕是要惹出不必要的闲话和麻烦。与林府那罔顾礼法的一家人待久了，乍然与有礼之人相谈，实在是不知简单轻松多少。李华莹稍稍等了片刻，才到了宴会厅。男女分席，他坐在最高的主位。他看着下面林景燕巴巴地跟着高淑雪献殷勤，还时不时对着李华莹瞪一眼，心中只觉荒诞好笑。林景燕是当场中诸位都是眼瞎心盲吗？朝中官员的女眷一举一动，自然也代表着官员的意向。某些悄无声息的交际和暗潮涌动的关系，官员不好动作，都是通过家中妻儿姊妹来运作。他林景燕今日这些攀高枝的逢迎，在有心人眼里，那便是驸马爷要不成了。身为太子妹婿，竟不知死活的将手往三皇子一党伸。无论最后哪家党派夺嫡成为95至尊，恐怕第一个拿来开刀的就是是二主的奸臣。而隔壁厅中的林怀远对此一概不知，但依旧如坐针毡。这座位宴会之前便已早早排好，他因着李华莹的缘故，坐席便直接越过诸位大臣，被排在太子右下位，左下位便是沈洪权。可因着王学士那一番话，太子视他如无物。以往虽说总会有人对自己言语冒犯，但好歹也是有人说话的。如今场中人却是无一人同他言语。沈洪权明明方才还同他耳语，安慰了他几句，可谁知过一会，小厮与他附耳说了些什么，他竟当庭冷冷看了自己一眼，便同太子一样，再不理会他。他实在是有苦说不出，又不能离席。别人觥筹交错，他只好喝了大半场的闷酒。待宴会结束，回了林府，林白也不知发生了什么，只见着林怀远醉得直说胡话，满腹牢骚的模样，便琢磨着将他送去香雪阁。夏丽玉刚用过饭回来，便见林白将醉醺醺的林怀远扶进来，喜得他连说了好几句好话，还拿了吊钱塞给林白。林怀远脑袋昏昏沉沉，歪在小榻上。夏丽玉坐到他面前，用帕子去擦他面上的汗。远哥哥怎么吃了这么些酒，醉成这样？黎玉为你擦洗可好？夏黎玉虽说顶着如今这孕肚坐在矮榻上十分难受，但仍很高兴。他已经好久没同林怀远小意温存过。林怀远脸上酡红，抬眼仔细看他，看了半天才在隐隐绰绰的烛火中认出来他。黎玉，你怎么脸蛋肥了好些？第31章祸害。陶英刚将醒酒汤端过来，便听见这么一句，他也不敢笑，只低着头往后退到屋角。夏黎玉脸上笑意僵住，才端起那醒酒汤往林怀远嘴边喂。远哥哥这是最糊涂了，都说起胡话了。林怀远抿了几勺汤下肚，又恍惚想起今日宴会那如芒刺背的感觉，心中只觉含冤负屈。为什么赵十郎中看不惯我？为什么王学士敬也要害我？为何骗我要这般如履薄冰？林怀远迷蒙看向夏黎玉，你说我明明是靠着真才实学金榜题名，为何朝中无人唤我林学士林大人，却都要称我驸马爷？林怀远双目发红，用力一把抓住夏黎玉的胳膊。酒醉之中，他也没收着力气，直接推着夏黎玉胳膊，将一碗温凉的醒酒汤撞翻，大半都泼在了他自己脸上。夏黎玉惊慌失措地往后退，陶英见状也立即过来护着夏黎玉。堂姐，没事吧？有没有撞到肚子？夏黎玉还有些后怕，摸着肚子颤着嗓音道：差一点。林怀远滚烫面颊被醒酒汤当头一泼，又被窗外凉凉夜风一吹，不禁便打了个寒战，人也清醒了许多，只是脑中仍有些混沌。林怀远抬眼一看，便见陶英面色紧张地看着他。陶英？夏黎玉从陶英背后探出头，见他清醒了些，竟先注意到陶英，心中不快，于是便将陶英一把推开，斥道：没见着这烛火昏暗，仔细伤了远哥哥眼睛，还不快去将灯芯剪短些？陶英听他疾言厉色，便身体一抖，立即就往烛台那边走。林怀远感受到脸上黏腻的汤水，皱着眉正要擦，夏黎玉就笑着探身过去，用丝帕轻轻在他面上擦着。远哥哥刚才力气好大，一把就把醒酒汤掀翻了，好险没打着我们的孩子呢。林怀远本就心情烦乱，喝了酒又有些头痛，现在脸上身上又尽是黏糊糊的汤水，更是恼火。别擦了，这能擦干净什么？林怀远直接将夏黎玉的手挡开，他动作轻柔的如同调情撩拨，半天什么都没擦下来。
丝帕还带着浓厚香气在林怀远脸上浮来浮去，实在烦人。夏离玉的手滞在空中半晌方才放下，脸色微微有些难看。他和李华莹在别人家宴席喝得醉醺醺回来，他挺着这大肚子来伺候，他还这么让他没脸，不免心中也又有了2分火气。陶英，没见到远哥哥脸上脏了，还不快去打水来？他斥骂的突兀冷硬。正在仔细捡竹心的陶英吓得手一抖，便直接摸上了烧得滚烫的剪子面。啊！陶英惊叫一声，痛得丢了剪刀，落地哐当一声。夏离玉正要不耐责骂，对面的林怀远却直接兀地起身，2步便跨过去。怎么了？陶英面上又是惶恐又是疼痛，一张小脸泪水汗水齐下。林怀远想到初见他那可爱俏皮模样，心里不由得揪起来。他抓起他藏到身后的手一看，小手已经撩起2个大水泡，看得很是骇人。怎么烫成这样？我那还有上好的烫伤膏，等会我让林白拿些过来。不用的，奴婢不用。陶英偷眼去看下离玉面色，生怕再被他毒打，便使劲挣脱。这一挣扎，整齐的袖口便滑落许多，2人动作都是一顿。陶英吓得马上要去遮，林怀远却拦住他，不错眼地盯着他胳膊上那青紫，甚至还有好些细细的血痕，看着竟像是女子指甲掐出来的。林怀远不可置信地看向夏离玉，夏离玉见状，心脏都漏跳一拍，急忙过去挡在陶英身边，将他袖子拉下来。林怀远本来还在犹疑，可一见夏离玉这紧张模样，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不是的，我没有，远哥哥。夏离玉眼中带泪，哭着去拉林怀远的袖子，可林怀远却直接挡开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神陌生又失望。你现在怎么变成了这样？曾经那个善良乖巧的离玉呢？离玉没有变。夏离玉哭得梨花带雨，语无伦次地解释着。林怀远却直接摇了摇头，神色冷漠。夏离玉心中万分慌乱，竟是眼前一黑，便昏过去了。待他再醒来时，想到林怀远的眼神，他也顾不得肚子的不适，便撑起身子往屋子里到处看。陶英去扶他，低声道：“驸马爷已经走了，堂姐好好歇着。”他气得正要破口大骂，林白突然在屏风外扬声道：“夏姑娘，我们也有句话留给你。”什么话？夏离玉脸上流露出喜色，果然他还是舍不得自己和孩子，也让夏姑娘孕中莫做害人的事，有损阴德，于孩儿无益。说罢便离开了，徒留下离玉面色青白交加，几乎咬碎了一口银牙。旁边的陶英低着头，连呼吸都放轻，手掌心里紧握着林白刚送到他手上的青色小瓷瓶。夏离玉怨毒的目光落在陶英身上，少女虽含苞待放，但已有窈窕身姿。夏离玉没想到自己竟招了个祸害回来，他摸索从枕头下面掏出一个信封，粗粗又看了一遍，面上虽阴晴不定，但已然是下定了决心。林怀远回了雾松堂，洗净了一身的黏腻和酒气，心绪却仍久久不能平复。他在院中老树下枯坐良久，还是起身往瑶仙院去，想要一个答案。瑶仙院中，李华莹早已梳洗妥帖，正在烛光下品着解腻的梅子清茶。他随手翻着折子戏，想着什么时候这人来院里唱上一唱。这时海月撩帘子进来：“殿下，驸马爷过来了，说有事问殿下。”李华莹翻书的手微顿，瞬间便知道了他的来意，让他进来。李华莹不介意欣赏一下他失意的模样。很快林怀远便进来，步伐甚至都比平日里沉重了些。驸马爷请坐。英妃请他坐下。他目光只沉沉落在漫不经心翻书的李华莹身上。殿下不问我为何而来，今日宴席之事我亦有所耳闻。李华莹淡淡看了他一眼。林怀远莫名有些颓然，李华莹只是个女子，却好像总是能总揽全局，实在令他不得不沮丧。第32章，伯论，你连王学士的面都未曾见过，为何一早就知道他是有备而来？林怀远叹了口气，还是问道：“若是朋友真心相交，断断不会贬低你的出身，挑唆你的家世，我也有些诧异。你怎么总是识人不清？”李华莹徐徐道，语气平淡。林怀远想反驳，可却又提不起劲反驳，只好说：“你当时为何不言明？我言明你便会听。”李华莹微一扬眉，似是在说多此一问。林怀远默然，似乎确实如此，但李华莹实在是和以前大有不同。从前但凡对他不利的，他再反对，甚至母亲和妹妹再怎么反对，他也会温柔细心同他讲明白，绝不忍心他栽一个跟头。可如今望着李华莹气定神闲的模样，林怀远心中有几分愤然，又想到他视为知己的王学士，不由气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之前从未与他有过局语。”李华莹缓了缓，方才说：“依我看来，这不过是三皇帝对皇兄的试探，也可以说是对皇兄和我的试探。”林怀远霎时便明白了其中关窍。圣上年迈，两子夺嫡关键时候，任何一点局势变化都至关紧要。李华莹作为太子疼爱的妹妹，他
他的夫家若是出事，能牵制住太子几分精力。这便是三皇子党派的一次校验。我只想同家人平安，仕途顺利，不想牵扯到党派之争的漩涡中。林怀远捏紧拳头，声音隐隐有几分气愤。李华莹却是哑然失笑。上一世他们从未有过类似的谈话，但他以为林怀远都懂，他们是心照不宣，却没想到他原来这般愚钝浅陋。你顶着护国公主驸马爷的名头3年，早已身在局中，更何况若无皇兄保驾护航，你当真以为一个寒门状元3年便能稳稳坐到正五品的位子？他从未这么直白同他说过这些。林怀远一时听得心头一震，脸色发白。两人沉默半晌，林怀远脸上渐渐红起来。你不过是看不上寒门子罢了，世家寒门本就如我所说，泾渭分明。李华莹轻飘飘一笑，对他的指责毫无怒意。你若是总觉得他人低看你，实则是你自己低看你自己。寒门、状元、驸马，大寿王朝100年来顶着这些名头的人不知凡几，可那些能青史长留名的人，从不是因有这些名头，既与你自傲的状元名头无关，也与你自轻的驸马名头无关。林怀远紧绷的身体一松，正愣看向李华莹。每个人都有很多身份，何苦困于这些身份？我从不会因他人针对我，便怪罪自己生来就是护国公主，也不会去想，若我不是护国公主，我是否还能得到朋友的真情？想那么多如果，只不是你过不好当下，才会有诸多设想。李华莹话音落下，林怀远微微抿唇，有些惘然。可即便我不去想，可依旧有很多同僚排挤欺侮于我。李华莹将手中细本子往桌上一放，看他的目光带着无奈。我皇兄生来便是大寿最尊贵的太子，可依旧有人想要欺他害他，甚至要他性命。更何况你一个出生江都的状元郎，在重武轻文的朝廷之中被排挤，难道不是常事？林怀远喃喃道：可我是驸马呀。自然是。李华莹轻嗤一声，这只能带给你身份，带不来他人的尊重。你既觉得他人因你的驸马身份眼拙看不见你的才华，又觉得他人需因你的驸马身份捧着你，什么都想要，往往什么都得不到。更何况若你不是我李华莹的驸马，恐怕你连被排挤的滋味都尝不到，只能每日写些怀才不遇的酸诗，这便如你意了。倒也不是。林怀远想反驳，可又觉得这句确实都曾是自己的想法，甚至好些他刚刚还想过。多想无益，你倒不如想些快活的，比如你生来便是一头蠢猪，那岂不是什么烦恼也无？李华莹眼里闪着些恶劣的光，林怀远听着却突然笑出声来。不知为何，被李华莹这么从头骂到尾，他竟然有种心中郁气皆散的感觉。李华莹见他慨然而笑，反倒有些意兴阑珊，又懒懒去翻那细本子。林怀远目光追随着他水葱般的手指，他忽然心中突兀冒出一个问题，虽觉不妥，却又觉得不得不问：3年校期，殿下为何要等？李华莹嘴角一勾：那你不愿做这驸马，为何不惧？林怀远眉心一皱：天子赐下，不能拒亦不敢拒。李华莹眼中含着讥诮，明明是他自己不敢，上一世到最后还要怨到他头上，怪他让他成了驸马。想到上一世那个傻傻一头栽进去的自己，李华莹如今止于怅然。既然不想我等，那你又为何每月一封情诗，风雨无阻地往公主府递？若不是因着这些字字句句缠绵悱恻的情诗，当初那个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李华莹，或许真的等不到3年。闻言，林怀远面上一红，颇有些坐立难安，好半天才道：那并不能算是情诗。见他这模样，李华莹心中最后一丝执拗和不解也散去了，只觉得不耐。天色晚了，海月送驸马回雾松堂。林怀远还在难为情，却被李华莹冷冷一句话当头浇了盆凉水。他愕然看向李华莹，可李华莹直接由婴石扶着起身，往梳妆台去，连一丝眼神都没分给他。林怀远面上有些难看，还是随着海月出去了。走到瑶仙院门口，林怀远方才平复了些，声音平稳道：用不着你送，回去歇着吧。好嘞，驸马也好走。海月干脆利落的应声，转身便进了院子。看得林怀远又莫名心梗，他目光悠悠落在院中明亮的花窗上，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他为何从不唤他留宿？第二日，林怀远毫不意外的又被御史参了一本，职位降了半级，还要接着扫1个月的公道。面对着同僚们的异样眼光，林怀远只能长呼谢恩。毕竟他那一番决词定罪可大可小，因言辞不当丢了乌纱帽的大有人在，他这结果已经算是皇恩浩荡。而这几日林恩池也收拾，准备动身去沈家武馆了。他这一去，1月便只能归家2回了。林恩池骆驼一身，身边林默也只背了2个小包袱。他打量2眼林恩池神色：公子可要再去同夫人道个别？林恩池深深看了一眼远处隐约可见的豫章堂，轻轻摇了摇头。昨日已经同母亲说过了，不必再去惹她厌烦，还是去同嫂嫂说一声吧。说着他便迈步往瑶仙院去，
只是刚走几步，便见前方夏离玉挺着个肚子，慌慌张张地往大门去，身后带着润竹和夏桃英。第33章拜别。林恩池脚步微缓，但也很快垂下目光，即便他们没有发现他，随意打量女客亦是无礼。林默倒是伸着脖子多看了好几眼，奇怪道：这下姑娘肚子都那么大了，怎么还一个人往外跑？慎言，非礼勿视。林默应声缩回脖子，只是心中依旧琢磨着这怪事。两人很快到了瑶仙院，里面园子楼台处搭了个棚子，咿咿呀呀的唱戏声远远传来。海月笑眯眯的将林恩池两人带过去，路上说着：这几日闲着，殿下便着人叫了梨园子过来，唱几出细节解闷。林恩池微微点头，脸上也有了浅浅笑意。不知为何在家中他总觉得心头沉重，可每次一同嫂嫂相处，这种沉重便不翼而飞，只觉得松快。到了楼台处，戏台上花旦身姿优美，唱腔缠绵悱恻。李华莹斜倚在黄梨木云渊嵌罗殿榻椅上，饶有兴致的听戏。旁边紫气苗金山水文海棠香几上摆着几碟子糕点瓜果，英妃在一旁轻轻摇扇。林恩池快走2步，低头行礼：恩池见过嫂嫂。林默也规矩跟着行礼。李华莹扫了二人一眼，便道：这是要住到武馆去了。后面英石对着戏台子一个手势，戏班子的吹拉弹唱便停下来，无声无息地退到后台。林恩池应道：是，恩池此去便少再归家了，特来拜别嫂嫂，望嫂嫂千万珍重身体。李华莹笑笑，倒没想到他会特意来向自己道别。上一世两人无甚交集，这一世林恩池的人生路算是彻底改变了，两人竟也莫名多了几分情谊在。沈家武馆不比寻常武馆，他不管你是谁家孩子，都是往累死了练，只要你能坚持下来，未来必定能有一番作为。李华莹娓娓道来，林恩池听着眼睛变红了。家里从没人同他说过这些劝勉叮嘱，也无人相信他能有什么作为。恩池记住了，定不负嫂嫂所望。林恩池说的字字千钧，在心中已经下了死誓。当然还是要以身体康健为重，吃饱穿暖，跌打损伤的药物也少不了。说着，李华莹吩咐海月，待会拿些银子给三公子傍身。林恩池闻言急得直摆手：不必，嫂嫂不必破费。什么破费？三瓜两枣的拿给你平时吃零嘴罢了，等以后你成了戍边大将，便千倍百倍还回来好了。李华莹说的云淡风轻，毕竟他的钱就是供100个林恩池也绰绰有余。放心跟海月去吧。林恩池抿唇，心中又暗自下了决定，才跪下深深一拜：恩池谢过嫂嫂。李华莹看着他深深埋下的脑袋，便抬手在他梳得不甚齐整的头顶抚了抚。去吧。林恩池感受到头顶的力道，浑身一抖，一滴泪便滚落而出，滚烫的砸在手背上。自从父亲瘫痪，再无人这样轻抚他头顶，每日只有母亲的斥骂和巴掌，大哥视他如无物，二姐姐更是看不起他。林恩池闭了闭眼，又是一拜，才通红着一双眼随海月去了。李华莹看着他比同龄的少年沉稳许多的背影，不由轻轻一叹。英石也喟叹道：这林府上没想到还能有个知礼感恩的三公子，确实林夫人还能养出来个纯真性子的孩子，也是稀奇。李华莹微嘲，还真是傣主里出了颗好笋。英妃也跟着点头，随之又笑出声：殿下，我听丫鬟们说，这几日驸马爷下至都很晚，累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李华莹嘴角微勾，反正累不死。说着又想到夏离玉和那个突然冒出来的丫头，便问道：这几日似是没怎么见到夏离玉和陶英。平日里夏离玉总爱在宅子里到处晃荡，尤其爱往李华莹面前凑，这2天倒是挺安生。殷石细眉拧了拧，方才道：好似自从沈家宴会之后，他便没怎么出来了。英妃歪着头猜测道：许是因为最近早晚寒气重，中午又热得慌，他身子又重，便懒得出门了。有理，最近早晚确实有些冷。李华莹道：可不是，我看这天气热不了几天了，慢慢就到凉秋了。英妃这么一说，李华莹便登时想到了雪炉，笑道：天气要冷了，可以着人为雪炉做些新衣裳了，我要亲自设计样式。见李华莹兴致勃勃，英妃便笑着说：去年殿下也设计了好多呢，雪炉都能1天换1件了，说的我都手痒了。走，去书房。李华莹笑着起身，脸上是少有的调皮兴奋。我现在便去画。这几日林怀远日日太阳落山才能归家，可把林母心疼坏了，天天嚷嚷着要给他好好补补。可惜林怀远这俸禄是一扣再扣，原本的存银还一大半都拿来还了林景燕走公主府的账。林母又抠搜，每天的菜色是一减再减，全是些清清白白之物，硬生生把被西院膳食喂肥的林家人都吃瘦了一圈。林怀远本就疲累，每日上朝都是面对风刀霜剑。自沈红泉升迁宴后，太子便再也没给过他好脸色，同僚们也纷纷见风使舵，他的境况实在凄惨。每日下职还要在官员的必经之路上勤恳洒扫，
累得他腰酸背痛。回家再见着这些没滋没味的腌肉白菜，更是食不下咽。再别说夏梨玉，本就孕吐吃不下东西，林母也不舍得给他进补些好物，营养品更是少得可怜。平时能喝上鱼胶肉汤都是好的，主子们都这样，更别说下人，一个个几乎都快吃不上饱饭。一时之间，林府上下人人面如菜色。林景彦这几日也是难得安生待在府中，他也想出门去同贵女们同游，奈何他既没银子，也没好看的衣裳首饰。可每日远远就能闻见西院里佳肴飘香，馋得人直咽口水。好些下人没事就往西院跑，看能不能为丫鬟们跑个腿办个事，得些赏钱糕点。纵是没有，也能闻闻味。林景彦看得生气，这又忍不住将西边的窗户打开观望，见戏班子带着东西去西院，隐隐约约的传来唱戏声，气得林景彦摔了好几个茶盅。他连门都出不去，那里华银倒好，悠闲的去听戏了。紫苏轻无见他气得乱扔东西，想劝又不敢劝，可在扔库房里，连茶盅都快没了。小姐，你喝些茶消消气。紫苏战战兢兢递上茶，可林景彦一错眼，又见到那边一水的人抬着几个箱子就进了西院。怎么还来？这些人又是干嘛的？林景彦把茶盅重重一放，怒道：回小姐，这些是给公主的，狗儿制衣上的。噼里啪啦一阵声响，桌上的茶壶茶盅全碎在了地上。林景彦双目赤红，咬牙切齿道：走，去香雪阁。第34章吐血。中午太阳向来毒辣，只这日天气阴沉，在西院各门值守的府卫倒是松了口气，可以稍微喘口气。安静的午后，突然传来几声突兀的女子笑声。雪庐园前值守的府卫阿恒顿时精神一振，警惕看过去，只见那边夏梨玉和林景彦正带着丫鬟玩耍，拿着手帕团扇在扑蜻蜓，几个人嘻嘻哈哈。阿恒便收回目光，只要他们不闯入院子，笑成什么样他都无需关注。但只过了一会，园中突然传来样里惊恐的叫声。阿恒提着刀就要进去，样里便横冲直撞的跑出来，手上鲜红一片。快寻兽医来，雪庐吃了什么毒物吐血了。一名府卫立刻便奔了出去，去找兽医。阿恒迅速吩咐另一名府卫赶紧去将此事告知公主。刚刚说完，他一抬眼便见到脸上恶意笑着的林景彦几人正要离开，他冷声道：去将那几个女人抓起来，听候公主殿下发落。府卫顿时一拥而上，吓得几人惊慌失色。林景彦更是大叫道：你给我看清楚了，我是驸马爷的亲妹妹，你胆敢对我动手啊！还没骂完他，便被一名府卫毫不留情的双手反剪制住，整条胳膊都剧痛无比。那边主院子里，李华莹正同几个绣娘讨论着给雪庐做披风，哪个料子颜色好看。靛蓝色好，看着贵气，上面再绣些祥瑞鸳鸟。我看着倒是红色好，配上金线的刺绣，漂亮又威风。我也觉得红色好，和雪庐小将的皮毛更匹配。几人七嘴八舌说着，外面突然阵阵喧闹，李华莹蹙眉看过去，陆英正急匆匆撩帘子进来，脸上都蒙了一层细汗。殿下，雪庐园那边出事了，雪庐吐血不止，正叫着大夫去看呢。李华莹手一松，红色的绸子飘落在地，他已经大步出门往雪庐园去了。英石英飞几个对视一眼，都是面色凝重，赶紧将手中东西一放，追着李华莹出来。很快，李华莹几人便大步流星走来，一张芙蓉面冷若冰霜，自小养成的天界威严不怒自威，令人凛然不敢直视。林景彦不由得闭上了骂骂咧咧的嘴，往后瑟缩了下。可李华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大步就进了雪庐园，身后府卫跪了一地。园中几名兽医大夫正将雪庐团团围住，李华莹走过去，众人急忙退开就要行礼。李华莹直接抬手制止，拉住最常来为雪庐检查身体的丁医师，声音都细微颤抖着：雪庐怎么样了？殿下，雪庐这是食用了断肠草，这是殒命之毒，好在发现及时食用不多，现在就看我们能不能救回来。丁医师一脑门的汗，语速极快地说着：请丁医师务必救回雪庐，我定有重谢。李华莹不敢耽误他，说完便松开手。众人将雪庐围在中间，人影晃动间，他只能看到他雪白的尾巴无力地拖在地上，还有地上那刺目的血迹。他想起幼时的记忆，一脸笑容的母妃将小小的雪庐放入自己怀中，那时雪庐才不过满月，是个蠢蠢的小白团子，最爱追在他身后跑。后来母妃逝去，他在灵堂跪了3天，雪庐便在他身边不吃不喝，乖乖陪了他3天，一直在用头蹭他的手。他到现在还记得那温热的触感。从幼时到现在，雪庐陪了他一路。一滴泪滑下，李华莹豁然转身，样里扑通一声跪下，匍匐在地。小的有罪，方才雪庐在园中玩耍，误食了一块生肉，即使我发现了赶紧阻止，可他还是咽下了一些。说着，样里已经泪流满面，带血的手在脸上一擦，整张脸花得不成样子。带我去看。李华莹冷声道。样里不敢起身，
在地上爬着过去。就是这个。只见靠近墙根，地上有一块拳头大的血肉，上面糊着土屑和草根，缺口的地方还有个明显的牙印。大夫看过，说这块肉上混了断肠草粉，还涂了幼时的汤水。样里说着，又往墙根处一指，将浅浅的草丛扒开，墙上赫然有一个拳头大的小洞，洞上带着血迹，定是他们将肉从这里藏入，雪庐才会误食。样里双手捂面，再也得说不下去。李华莹目光沉沉盯着哪个洞，眼圈隐隐泛红，因时眼睛也湿润了。他从小便到了李华莹身边侍候，同雪庐也是实打实的多年情谊，但还是压下心中难受，劝道：气大伤身，殿下莫要跟自己置气。你说的对。李华莹抬眼，猛地转身往雪庐园外走去。外面林景燕一行人还被压着，见李华莹脸色沉郁的走来，他吓得直往后缩，却被身后抚卫死死压住。林景燕色厉内查叫着：李华莹，你敢对我做什么？我大哥不会放过你的。李华莹站在他面前，定定看了他嘴脸半晌，直接抬手就是狠狠一巴掌扇在他脸上。啊！我要杀了你！杀了那条死狗！死了活该！活该！林景燕尖叫着，疯狂挣扎，嘴里更是骂得不堪入耳。海月，接着打！李华莹看都不再看他一眼，直接向一旁的夏梨玉走去。夏梨玉两股战战，面色苍白，祈求道：殿下，我还怀着孩子，你放过我！啪！李华莹不管他如何虚伪作态，狠狠一巴掌就甩在他脸上，力道重的李华莹手掌都开始发麻发烫。你竟敢打我，你信不信远哥哥会？夏梨玉感受到脸上的疼痛，面色扭曲，开始口不择言。正在这时，林母在思雨的搀扶下正往这边小跑过来，哭喊着：李华莹，你给我住手！你胆敢在我的家里对燕儿动手，你信不信我林家休了你这个毒妇？见压根无人理会，林母往这边跑得更快，大叫着：快住手！快给我停手！不过就是一只畜生，哪比得过我的燕儿？比得过李玉？我要休了你，让你在圣经再也抬不起头！林母见压根无人理会他，直接张牙舞爪的就要去抓李华莹的脸。你给我滚出去！滚出林府！我要给远儿再另选个好的，谁要你这劳什子公主？你个恶妇！李华莹面无表情看着林母状若癫狂的模样，红唇微起。陆英，答。第35章恶毒。话音未落，抚卫已经动作利落，将林母扣住。他还没来得及叫喊，啪啪两声，陆英已经甩了2巴掌在他老脸上。林母不可置信的尖叫起来，声音粗粝刺耳。一边林景燕也在大叫大骂，另一边夏梨玉趴在地上哀哀哭泣。他们的丫鬟婆子跪了一地，又是哭又是求。李华莹漠然地看着他们，真吵，把他们赶出去。莺飞应声，李华莹便往雪庐园走去，走到门口却又停住，他几乎不敢进去。李华莹垂手，眼泪无声流出。是他的错，他没有保护好雪庐。明明已经重来了，可他竟没有猜到上一世雪庐的死有蹊跷。林母几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一被松开，又见抚卫们个个凶神恶煞地瞪着他们，吓得手抖脚也抖，由丫鬟们搀着赶紧离了西院。好容易回了玉章堂，几人这才长出一口气。林母脸上又红又肿，疼得直叫唤。林景燕更是一张脸肿胀得如同发面馒头，眼睛都快挤不见了。丫鬟们赶紧拿来打湿的帕子和冰块，为他们敷面。只是那脸一碰就疼得很，林景燕大叫着：好疼！娘，你给我做主，我要弄死李华莹！林母也疼得嘶嘶叫唤，在我们江都，她敢对婆婆小姑子动手，是要被人戳一辈子脊梁骨的。我要让远儿休了她，我看她还去哪找夫婿，看谁还敢要她。夏梨玉只被打了1巴掌，但仍吓得不轻，在一旁哭个不停。她是公主，哪里把我们放在眼里，不就是想打便打，想骂便骂？可惜我肚子里的孩子有她这种恶妇镇着，怕是一辈子也不能认祖归宗了。她敢！林母一拍桌子，脸便重重撞上思雨拿着的冰块，疼得她眼泪都快出来了。她一边哀忧叫着，一边怒道：她不下蛋，还敢挡了我老林家的香火，我把她带回江都，让她去林家列祖列宗面前跪满7天，再将她关到柴房，学不会怎么伺候婆婆侍奉丈夫，不准出来。说着说着，她似乎真的看到了那时的景象。李华莹变成江都乡野里那些唯唯诺诺的小媳妇，穿着破布衣裳，每日为林家老小洗衣做饭，稍有伺候的不爽利，她这个婆婆便能用竹条好好教训她一番规矩。这么想着，林母的嘴便咧开了。林景燕听着她的描述，也心生向往，胀痛难耐的脸颊似乎都好受了些。对，就要把她带回去江都，不准她带那一大群丫鬟婆子去，就要她天天给我布财提鞋，她丝裤里的首饰衣裙都是我的，她要死敢惹我不高兴，就让大哥休了她，把她变成破鞋。夏梨玉垂目听着，眼里却闪过一丝嘲讽。若李华莹真是这样的乡野女子，
怕是连林府的门槛都进不来。他们踮脚伸手够上了天界公主，却又想让她像最卑贱的奴婢一样伺候他们，真是异想天开。既然难以忍受，何苦娶了公主？若是自己进了林府的门，如今哪会有这么多麻烦？雨儿，我的雨儿怎么还不回来啊？快回来给娘做主啊！这边林母叫得可怜，那边刚下旨的林怀远却颇有些摸不着头脑。他正抬着酸痛不堪的胳膊扫着公道，即使低着头，这一身明显的官服还是极为惹眼。平日里赵右侍郎常常会带着几个同僚过来，故意同他说些风凉话，见他咬牙忍耐，方才大笑离开。可没想到今日赵侍郎竟春风满面的过来了，言语动作之间竟有几分亲昵的意思。林怀远不明缘由，也只能笑着应和。只是赵侍郎身边几位同僚看他的目光总是带着些莫名意味。赵侍郎对他关心几句之后便要离去，留下句话：之前当真是我错看了驸马爷，才错过这么一个同好，以后驸马爷也当同我在胡同有无啊。林怀远听得一怔，这明明应当是句好话，可他看着赵侍郎一众人那奇怪到几乎令人坐立难安的表情，实在高兴不起来。回家的路上，林怀远一直在想他们那意味深长的表情，却实在想不出缘由。刚到林府掀开帘子，林怀远脚步还没踏出马车，便见林白一副见到救命稻草的模样。爷，您可回来了。林怀远脚步一顿，眉头瞬间便揪起来，几乎想转身坐回马车里。府里又怎么了？小的一时半会说不明白，几个主子全都闹起来了，也还是赶紧去玉章堂看看吧。林白扶着林怀远下车，便火急火燎带着他往玉章堂赶。刚到门口，便听见里面哭叫喊声震天。林景燕听见动静，几步奔出来，扑到林怀远身上：大哥，叶儿要被李华英打死了，我这样还怎么见人啊？大哥你给我做主啊！林景燕叫得凄厉。林怀远兀然一听，脑中几乎嗡鸣，但手已下意识地扶住他。这是……你的脸怎么伤成这样？林怀远定睛一看，吓了一跳。若不是这熟悉的嗓音身形，他几乎认不出这是他那活泼可爱的妹妹。一张脸青紫肿胀如猪头，眼睛嘴巴都快挤不见了，只看见红肉上面眼泪鼻涕齐流，再落魄不过。是李华英打的。林景燕咬牙切齿。林母这时也冲过来，一张老脸比林景燕好不了多少，肿得连面上皱纹都全撑开了。远儿，我的儿啊，李华英都快把我半条命打没了。林怀远看着如此惨状的母亲，心中怒火蹭一下便烧上来了。母亲，你怎么也……谁敢打你？林母颤颤巍巍走过来，哭叫道：还能是谁？我好不容易拉扯你们三个小的长大，如今你当了大官了，娶了公主了，我活活被自己这儿媳妇打成这样，我还有什么脸活着？我不如去死啊！林母叫得声嘶力竭，林怀远听得一双眼变红了。母亲，我定为您讨个公道回来。他正准备离去，夏离玉却在玉章堂中哀哀叫唤起来，吓得润竹惊呼起来：姑娘，怎么了？这是……林怀远急忙两步过去，见夏离玉挺着个大肚子，面色苍白，右脸上还带着个红彤彤的巴掌印。林怀远怒极：李华莹竟是连你也打了，你还怀着孩子，他怎么这般恶毒？第36章痛哭。夏离玉面上淌下2行清泪：远哥哥，我不碍事的，他是天上的凤鸟，我只是地上的野草，他打我哪里敢反抗？只是我见不得他伤害伯母和燕儿，我也好怕，好怕他伤害我的孩子，我什么都不要，只要能陪在远哥哥和孩子身边。林怀远听得心头一痛，怜惜的轻抚他颊边碎发：会的，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和孩子的。夏离玉拭泪不语，直泪盈盈地望着他。林怀远收回手，直接大步流星出了玉章堂，往瑶仙院走。此时已日暮，东院还未点灯，西院却早已灯火通明。夜风凉爽，却吹不散林怀远满腔怒火。他只恨自己为何要娶一个这样的女人，来折辱自己和家人。一时之间，他想起无数次同僚对他的挖苦讥笑，想到次次相争时李华莹对林母林景燕的寸步不让，想起夏离玉那双委曲求全的泪眼，甚至想起了成婚之前他那句文弱书生百无一用。林怀远捏紧了拳头，刚转过弯要踏入瑶仙院，便正见李华莹一身冷肃地往外走，身边丫鬟抚卫围了一大群。他仍脚步不停，直到那破人的目光落到林怀远身上。林怀远胸中怒气翻涌，只觉今日的他与往日全然不同，尤其那一双碱水秋眸，从前那般多情，如今看着他止于冰冷，神态那样的高不可攀，睥睨世人，仿佛他不是她的丈夫，而是路边讨钱的脏污乞丐。他瞬间便想到升迁宴那天，他在众人的惊疑鄙视中下不来台时，太子那冷漠玩味的眼神。林怀远脑子里似乎有某根弦啪一声断了，他2步迎上去，怒视着李华莹：你这疯妇，敢欺我母亲！言罢便悍然抬手要打在李华莹面上。
李华莹不闪不避，只一双眼睛凛然逼视着他。放肆！陆英直接给他当胸一脚，丝毫没有留手。林怀远捂着胸口，痛苦摔在地上。李华莹，你胆敢让下人对我动手！海月，李华莹看都未看他一眼，直接抬步跨过他身体，脚边丹红的裙裾花朵一样在他脸上轻柔扫过，带来一阵清冽的馨香。啪！他还未缓过来，一阵凌厉的破空声由远及近，随即面上便剧痛无比。旁边人惊呼着血血。林怀远一抬眼，便见向来笑眯眯的海月冷峻收回手里的长鞭，在他腿上跨过。那边林母同林景燕也赶过来，刚好见到这爆裂扫在林怀远面上的一边，又哭又叫又骂的奔过来，要去拉扯海月。好险被身边丫鬟拉住，林母气得怒叫：你们胆敢打我的眼儿，翻了天了！你们还想跑，给我滚回来！你们要去哪？海月长鞭一甩，啪一声在地上击出一条白痕，尘土四起。入宫！林怀远还在地上一张嘴又吃了一口的土，面上还火辣辣的疼，他抬手只敢轻轻碰一下，便沾了一掌的血，面前衣襟都已被淌下的血浸湿了。林母和林景燕都哭着来拉林怀远起来。姚县院一群大夫医师这时也背着药箱鱼贯而出。林白匆匆赶过来，见林怀远这狼狈模样，也是一脸惊骇，但还是赶紧报告他刚问到的消息。小的刚问丁医师，他说雪茹还是没救回来，他本来年岁大了，即使毒药剂量不大，也还是要了他的命。林怀远满是怒火的面色一松，挡开林母心疼的为他擦脸的帕子，茫然道：你们没告诉我，你们毒死了雪茹。林景燕一听便气得跳脚，只觉雪茹才是害他这样的罪魁祸首。那只蠢狗死了正好，我们日日节衣缩食，他个畜生天天吃的比我还好，还有秀娘来府上给他制衣裳穿，他不该死吗？你……林怀远面上仍剧痛，一时之间脑子都有些懵然，反应不过来眼前状况。林母见他这样，也开始哭天喊地：那个小畜生过得比你老娘还好，比肚子里揣着你孩子的娘们还要金贵啊！毒死怎么了？叶儿做的大快人心啊，一条畜生你还要为了他同你老娘争吗？你忘了小时候为了让你安心读书，我和叶儿去给人缝衣裳浆洗衣裳，才供得你当上了这状元郎，娶了皇帝老子的女儿。现在你老娘被打成这样，你都不管。林母越说越急，最后扯着嗓子喊完，直接撅过去。思雨赶紧扶住他：夫人，夫人，娘，你怎么了？娘！林景燕也大叫着，周围一片兵荒马乱。林怀远仍怔怔坐在地上，面上血流不止。宫门口，李华莹拿着御赐令牌，侍卫无人敢拦。李华莹直奔东宫，一见到李明达便开始大哭：皇兄，雪茹被他们害死了。李明达亦是自小同他和雪茹一块长大，如今突闻噩耗，亦是悲伤。又见李华莹这悲痛模样，立马便将他带去养心殿。请旨之后，一经入内，李华莹见到须发皆白的朔文帝，眼泪更是不受控制的涌出。上一世他过世之时，父皇早已先去。父皇！朔文帝见自己最疼爱的女儿哭成这样，头发妆容都乱了，心里立马便酸软一团。朕的小脚儿怎么哭成这糊涂样子？朔文帝拉住他，用金帕轻轻擦拭他面上泪珠。可李华莹一听见这个许久无人再叫的小名，眼泪便流得更凶了。父皇，角儿不想嫁人了，角儿想永远留在父皇身边。李华莹哭得抽抽噎噎。朔文帝无奈又慈爱，向来威严的声音放轻：又说胡话，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林怀远那小子欺负你了？他们将雪茹给毒死了。说着，李华莹又大哭起来，心中重生以来那所有的悲戚和委屈，都在父皇的怀中乍然爆发。什么？他好大的狗胆！朔文帝怒目一瞪，房中侍从太监宫女立时都跪趴在地，瑟瑟发抖。给朕拿林怀远来。第37章耐心。李华莹呜呜哭得像个孩子。朔文帝和李明达两人看着心疼，却又不知怎么办。上一次见李华莹哭成这样，还是小时候沈贵妃过世之时。时令瓜果糕点，各色珍宝，稀奇玩意摆了一桌子。朔文帝同太子跟哄小孩似的，挨个展示了个遍。李华莹还是没露出个笑影。李明达身边小顺子眼珠子滴溜一转，便给外间候着的小太监传了个话。朔文帝年事一高，这折腾半天汗都下来了。正这时，外面通报太子妃陆颂仪来见。朔文帝拍了拍李明达的肩头：是该让他们小姑娘说说话，你想得周全。李明达不动声色地低头应下。宋仪同华莹向来玩得好，想必能稍稍安抚华莹。小顺子低眉顺眼后在一旁，嘴角微不可察的微勾。陆颂仪进来行礼，见李华莹这阵仗也是吓了一跳，赶紧将人揽住，细细安慰着。李华莹这会也慢慢平复下来，只是想到雪茹最后那半边皮毛都是血的模样，仍面色伤悲。待林怀远好容易进了宫，
身上还是上制的那套官服，虽仔细打理过，但仍能看出些端倪。他面上半边蒙着纱布，惴惴不安走入养心殿，眼睛都不敢抬一下，便深深跪伏在地。微臣参见圣上，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微臣参见太子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话落，整个养心殿落针可闻，仿佛这殿中只有他一人一般。他胸膛起伏，呼出的热气萦绕在眼前。圣上不发话，他丝毫不敢妄动。驸马爷真是没见过护国公主殿下也在吗？怎么都不知问好？好半晌，一个尖细的嗓音响起。林怀远这时才明白，圣上这一会是在等什么，心中暗骂自己真是在家中松散惯，旋即便高呼：微臣参见护国公主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话音落下，朔文帝喜怒不变的声音响起。抬起头来，林怀远应声，将贴在额上的手放下，直起身来，只是目光仍不敢直视天颜，恭顺垂着。面上怎么伤了？回圣上，是公主殿下的侍女海月用鞭子打的。林怀远不敢撒谎，只好直言。砰一声，一只精致的玉盏便摔在林怀远面前，砸了个粉碎，细碎的残片飞溅，不少划在他垂着的手背上。打得好，这样忠心护主的侍女，朕要给他看赏。你林怀远可有话说？朔文帝年老，声音也不像年轻时那样雄浑有力，但天威依旧浑然而成，听得林怀远浑身一抖。回圣上，微臣不敢多言。不敢？朕看你敢得很。你出身江都，还是个读书人，朕原以为你是个安分老实的，没想到你竟一日比一日骄狂，连那些个功勋武将没得你放肆。微臣不敢。林怀远惶恐呼道：有何不敢？你敢纵容你那江都乡亲在云亭会大闹，让你舅舅顶着脚的名头在外面调戏官家小姐，还敢在洪泉的升迁宴上大放厥词，说些不经之谈，荒唐之言，怪不得先祖说书生最是奸猾，朕看你是想颠覆这大硕江山。微臣气温合一的养心殿中，林怀远浅口结舌，额头上满是汗珠，浸得纱布湿透，面上伤口被冷汗辣得生疼。现如今连朕的女儿你都敢动手，连沈贵妃留下的狗儿都敢毒害，你们林家如此以下犯上，该当何罪？话音落下，养心殿里早已跪了一屋子。林怀远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至于心中的无限惊恐。天子一怒，伏尸百万，如今他惹得龙颜大怒，他同林家还不知会是如何下场。角儿，你说你要如何处置这庶子？朔文帝说着，自己心中也有了几分怒气。李华莹这会早已经缓过来，见状便端着玉盏请朔文帝喝茶。父皇喝些茶，至于处置嘛，让我想想。李华莹皱着鼻子笑着。朔文帝见他这俏皮可爱模样，心情缓和不少，又哭又笑，这么多年还跟小时候一样气性大。林怀远仔细听着上面的一字一句，见李华莹只一句话，便让震怒的朔文帝展了笑颜。他终于真正意识到，世人所说护国公主便是朔文帝最宠爱的心头肉，这话半分不假。怪不得他即使远离朝堂，也从无人敢对他不敬。那么多人说他的是非，却无一人敢多嘴他半句。他是长在这世上全是富贵顶峰的一朵娇花，谁若敢朝他伸手，便会万劫不复。林怀远不敢抬眼，目光只落在那摆满了吃食珠宝的长案上。那些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稀奇宝物，歪七扭八的到处躺着，好些都直接摔在地上，也只为博公主一笑。甚至就连太子都只能站在岸边。李华莹却同朔文帝同坐于宽大的龙椅之上。我想不到怎么罚，怎么办？李华莹娇声道，似是十分苦恼。林怀远却是心头猛地一跳，又落下来，在胸腔中砰砰不得安宁。李华莹居于上位，眼神随意扫过跪于下方的林怀远，他一言一行便能让他胆战在心惊。当真不过是个凡人罢了，上一世自己却偏生觉得他是胸罗锦绣的名士风流，为着他那样作践自己，如今想来当真好笑。李明达见李华莹这谈笑中怅然的模样，也难得深深厌恶起林怀远。华莹既不知道，不如儿臣来说，父皇可准？准。藐视皇室天威，损害贵妃遗物，便官降半级，罚他1年的俸禄，板子20，再日日跪于佛堂抄佛经卷，如何？李明达面上仍带着浅浅的笑容。这处罚实在不重，甚至对比起林怀远的行径都有些轻了。台下林怀远呼吸一缓，都松了口气。朔文帝轻哼了一声，你护着这小子做什么？儿臣哪里敢，不过是看华莹不舍得和离，便也不忍心还他的残废驸马罢了。朔文帝花白的眉头皱在一起，看着李华莹，角儿还不想和离？李华莹扫了眼台下侧耳而听的林怀远，眼波微动。此事一事需有恒久耐心，角儿愿意慢慢来。林怀远面色微微一动，喉咙滚动了下。朔文帝无奈，行了，朕是管不了你，
你自个过得高兴就好。李华莹小女儿做态的乖巧笑着，手指随意把玩着桌面上的一串叮叮当当的玉铃铛，自然是需要很久耐心的。这才只是第一步，怎么能如此轻易的结果了呢？钝刀子割肉才最疼，让他看着自己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待后悔时已无退路，只能纵身跃下。起步妙哉！李华莹嘴角笑意伸了伸，台下林怀远已经被侍卫带出去行刑，只是在出去前，他一双眼睛目不旁视地望着高台上浅笑的李华莹。第38章死尸。父皇，时候已经不早了，不若让华莹到东宫同宋姨一块歇下。李明达躬身道。朔文帝轻捋胡子点头，宋姨你好好宽慰角儿明早要来同朕用过早膳，才能出宫归家。几人行礼应声，规矩退下。养心殿里刹那间便空旷安静起来。朔文帝低垂的眼皮微微一动，看着长案上满满当当的小玩意，又笑了声。这些东西明日角儿出宫时全都给他带上解闷。旁边大太监忙应声，只是心头却想着护国公主都已是人妇，哪里还爱玩这些。圣上当真是一直把公主殿下当孩子疼爱。李华莹舒舒服服睡了一觉，第二日陪着朔文帝好好吃了顿早膳，神清气爽地坐在马车上等着回去。只可惜林怀远便难受了，20大板那行刑侍卫是半分不留情，结结实实都快把他屁股打烂了。现在人连走都走不成了，只能趴在软担架上让人抬着。林怀远后背衣服也已经被血糊成了一团，整个人狼狈不堪。李华莹在高高的马车之上掀开窗边纱帘，正撞上林怀远侧头看过来的目光，两人一上一下遥遥对视。一个宝马香车精致如神仙妃子，一个破衣烂衫凄惨如丧家之犬。李华莹嘴角微微一勾，林怀远也吃力地对他笑笑。虽说身上疼痛难忍，但想到他昨晚说的话，他心中便如吃了蜜一样甜。她是大寿最尊贵的公主，亦是他的妻，他们来日方长。仆从们好容易才把林怀远抬上马车，又疼得他一身冷汗。回府路上，因着队伍里有林怀远这个伤患，便走得格外慢。殊不知路上越耽搁，林怀远反而越受罪。待到了林府，李华莹便站在一旁看戏。那仆人们抬着林怀远下马车，他明明疼得面色扭曲抽动，却还好面子强装无事，当着有趣。只是软担架刚晃晃悠悠进了府，林景彦便顶着猪头似的肿脸冲了过来，后面还跟着挺着大肚子的夏梨玉。大哥，你怎么被打得都起不来了？是谁胆敢害你？是不是李华莹这个毒妇？林景彦重重扑到林怀远身上，又惊又慌地尖叫着。林怀远伤口被他猛地一扯，疼得倒吸一口凉气。燕儿，你先起来。林景彦慌慌张张起身，突然见着自己身上衣裙都染上不少血，勃然变色。我的衣裳沾了好些血，这还能洗干净吗？他全然不顾被他压得面色苍白的林怀远，只焦急地用帕子擦着身上的血渍。李华莹看着当真讽刺，轻笑一声。林景彦愤然抬头，指着李华莹便道：你还敢笑？你怎么对我们？我让娘把你赶出林家，把你休了，看谁还敢再要你这个疯妇。李华莹面色不变，只淡淡看了眼林怀远，还敢在我面前猖狂，是想我再入宫一次？林怀远闻言便身体一僵，我倒是不怕累，可你的好大哥若是再挨上20板子，怕是小命都难保了。李华莹笑得促狭，眼见林景彦还不服气的要说话，林怀远直接斥道：别闹了，本就是你过于顽劣，毒害了殿下的狗儿，现在还敢来多嘴，还不快些向殿下道歉？我可是你亲妹妹，你居然向着他这个外人，还要我给他道歉，凭什么？林景彦不可置信地看着林怀远，指着李华莹，气愤极了。林怀远亦被他这油盐不进的态度气得头疼。就因为你以下犯上，我官降半级，罚了俸禄，挨了板子，你还要无理取闹？林景彦听得愣住，神情无措。不过只是李华莹进了个宫，怎么就这么严重了？正这时，外面看门的小厮连滚带爬的进来，惊慌失措道：爷，外面不知是谁扔了具草席果的尸体，就在咱正门口，血都淌了一地。闻言几人都是一惊，李华莹也颇感奇异，上一世可没这么一出。可看清楚是谁扔的？尸体是谁？林怀远眉头紧锁，立即问道。小的也不知道是谁，那人打马掠过，直接便将尸体扔下。那尸体小人看着像是……小厮抓耳挠腮的说着，说到后面又开始吞吞吐吐。是谁你倒是说啊？像是香雪阁里的陶英姑娘。小厮低声说着，李华莹秀眉一挑，不着痕迹地看向夏梨玉，果然她面如土色，身子颤抖。身边润竹急忙将她稳稳扶住。软架上林怀远也是丝毫没想到这个答案，强压下心头的疑惑和惊骇。快把人抬进来，这里离门口近。不过刹那，两个小厮便一头一尾的抬着条浸着血的草席进来，放在众人面前。一股子鲜血的腥气散开，
陆英上前一步半挡在李华莹面前。林怀远皱着眉头，掀开。那小厮愣头愣脑，直接将整张草席掀开，一具赤条条的少女身躯便暴露于眼前。只是这身上淤青红肿，血肉翻飞，全身上下无一块好肉，只有那张脸还能依稀认出。他昔日里那双灵动可爱的大眼睛，如今无神的睁着，竟是死不瞑目。啊！夏离玉看得悚然一惊，急忙转身让润竹挡住。李华莹在陆英身后探头只略略看了一眼，心中亦不忍。林怀远本就趴在软架上，这草席一掀，他猝不及防便同陶英那双了无生机的灰败大眼对上。他心中惊骇，顿时手臂上便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林白正要斥责这小厮蠢笨，怎么竟全给掀开了，却突然发现那尸体旁一张小笺。这是什么？林白用2根手指将那小笺拿起，在林怀远面前展开，上面潦草写着：驸马竟与我是同号，我心甚慰。林怀远瞬间便想起当时在公道处赵侍郎那意味深长的话和同僚们鄙薄轻蔑的眼神，原来竟是这样。赵侍郎以为是他将陶英送去给他侠玩，用以示好投诚，怪不得他要那么说，怪不得同僚会用那样的眼光来看他。林怀远想通其中关窍，几乎两眼一黑，瞬间气冲炉顶。他使劲用手一拍软架：是谁？谁将陶英送去的？他这一辈子清清白白，刚正不阿，却没想到被自己人毁了清誉。第39章几分胆子。林怀远气得双目赤红，背后的伤口也因他大动作再次崩开。林白赶紧过来用干净布巾按住伤口，却是一句也不敢劝。到底是谁？林怀远怒火中烧。李华莹看着两腿抖如筛糠，却还一步步往外走的夏离玉，语调淡然：陶英是香雪阁的人，失踪这些天，夏姑娘怎么一声也不吭。夏离玉身体一顿，林怀远这时也稍稍清醒了些，一转头便见他想要逃离。给我站住！我不知道，真的。夏离玉转回身，面色惨白如纸，已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不知道，似乎自从前2日你将陶英带出府，她便再也没回来。夏姑娘确定自己不知道？李华莹问道。林怀远也想起夏离玉在盛京还有个舅舅，正是赵侍郎府中的马官。答案昭然若揭。林怀远惊怒交加地喝道：你莫不是忘了你告诉过我，你舅舅在赵侍郎府上当差，你为何要这么做？我都是为了你啊，我只想着能帮你同赵侍郎交好，我也不知道会这样。远哥哥，你信我。夏离玉吓得手一抖，见林怀远这盛怒模样，便哀哀哭求：为了我？林怀远怒极反笑：我倒要谢谢你为我害人性命呢。陶英可是你的亲堂妹，你怎么能如此恶毒加害于她？我不想害她的，我。夏离玉说着说着便滑落坐到地上，捂着肚子开始哭，疼，肚子好疼。远哥哥，孩子。润竹在一旁吓得手足无措，林怀远却只冷眼看着。亏你还知道记挂孩子，你孕中做出这等恶事来害人性命，你就不怕报应到孩子身上？夏离玉闻言，浑身如过电一般，连哭声都止住了，不可置信地看向林怀远。他竟然这样咒他们的孩子！往日他曾环着他，两人一起畅想过这孩子是男是女，是怎样的身形样貌。可如今他竟说出这等恶言。可一对上林怀远憎恶的目光，夏离玉又心虚，下意识便垂下眼眸，目光正好落在陶英那血淋淋的躯体上。夏离玉又是一阵心惊肉跳，肚子里开始隐隐作痛。落红了。润竹打眼便见着夏离玉腿间薄裙缓缓映出的鲜红，尖叫起来。夏离玉痛苦地捂着肚子，看向林怀远：远哥哥。林怀远却是直接移开目光，声音毫无起伏：既然身体不适，便回去好好看大夫养胎，以后无事便不要踏出香雪阁。夏离玉神色巨变，连肚子疼痛都顾不上，就要往林怀远这边爬。丫鬟小厮们急忙半抬半扶，将夏离玉送回香雪阁，又慌慌张张地去大夫。场中一时之间安静下来。林怀远一垂目，便又对上陶英死不瞑目的眼睛。林白见状，赶紧将草席一掀，盖住陶英身体。他这一动作，陶英尸体在草席中震动了下，一只惨白的右手摔了出来。那只小手紧紧握着，手心里赫然是一只青色小瓷瓶。林怀远死盯着这一抹青绿，又想到陶英天真烂漫的生动模样，眼睛一热。半晌，他声音微哑道：我要为他报仇，我要去状告赵侍郎。李华莹正准备离开，突兀听见这话，便转脸轻飘飘看他一眼。他既敢大大方方把人扔过来，就不怕你去告？人可是林府送过去的，别说告他，告你贿赂官员残害百姓，才真是一告一个准。林怀远闻言，紧握的拳头一松，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涌来。他甚至觉得李华莹这悠悠的目光刺人的很，
逼得他脸上那道伤口都开始火辣辣的疼。既只有这几分胆子，还告什么告？言罢，李华莹便直接离开。林怀远呆呆趴在软架上，缓了好一会才低声道：“林白，这人好好安葬陶英，再多拿些银子送去江都他父母家中，好生安慰老人家。”林白垂手应声，招呼着底下人抬走陶英办后事。林怀远也由人抬着往雾松堂送。一转头，他见林景彦还怔怔站在原地，想必是吓着了。林怀远心中稍欲贴了些，终归他的妹妹还是个心肠软的。子苏，快将景彦好生扶回去，再吃些热茶压压惊。他仔细叮嘱，子苏轻无负身应了。可等林怀远都已远远走了，林景彦还在原地。他此时心潮翻涌。从前他只知有权有势便如李华莹一般，可以吃穿享受，有无尽的钱财。可如今林怀远挨的这一顿打，却让他知道原来权势这样重要。李华莹回宫告个状，便能让大哥被贬谪、被罚俸、被打板子。若是哪一天他也能拥有权势，那还有谁敢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还有谁敢不把自己当回事？林景彦越想越激动，只觉得自己已醍醐灌顶，竟参透了这样的真理。若他能成为他的妃子，林景彦脑海里浮现出那个风度翩翩的身影，想入非非，那他便能一飞冲天。那边李华莹才踏入瑶仙院，越往雪庐园走，步子便越沉重。殷实想说几句话宽慰他，可还未开口，自己的眼圈却先红了。待到了园子里，雪庐身上干干净净的躺在堂前的一大块彩色绒布上，微风拂过，他身上的毛轻轻摆动，仿佛他还在呼吸，仿佛他只是在清晨睡着了。李华莹鼻子一酸，轻轻唤了2声：“雪庐，雪庐，姐姐爱看你了。”可雪庐依旧静静躺着，一动不动。若是往日里，都不用李华莹出声，只是听见他的脚步声，雪庐便会兴奋地跳过来同他玩耍。他的雪庐终归是去了。殿下，雪庐在天上也会看着殿下，若殿下太过悲痛伤了身，他定然也要难过的。殷实强压下哽咽劝道，却说得大家都红了眼圈。李华莹静静在院中站了半晌，才将目光转向廊前一直垂手跪着的样里：“你将雪庐的东西都收出来，好生装着，随他一同葬在园中。”说到葬字，李华莹也吐出一声颤音：“是。”样里沉声应了，方才起身屋前屋后的收拾东西。只是跪得久了，腿脚踉跄。李华莹就这么站在院中，一众丫鬟也随着站着。样里将雪庐平日里的玩具、衣服、项圈、各种手做的小玩意都收到箱子中。陆英也从主院过来，将前几天做了一半的好些小衣裳送了过来。下葬之前，李华莹走到雪庐身边，抬手在她柔软毛发上轻抚最后一次，只是这次却再没有了温热体温。李华莹簌簌落下泪来，是她没有保护好雪庐，是她没有想到这一层才叫他们得逞，但是他必定要让他们所有人为此付出代价。样里将雪庐埋葬，待最后一抔土落下，他便红着眼对着院墙上急冲。他这是存了死志。第40章院队。眨眼之间，陆英飞出一脚，便将他当胸踹翻。你这是做什么？陆英怒道。样里被踹得胸腹疼痛不已，趴在地上哭着说：“我得殿下看中才有了这个差事，可我却疏忽没看好，让雪庐惨死，我还有什么脸活着？”他呜呜地埋着头，双手抓着地上的野草。怪不得你姐活着来看，我会为雪庐报仇，他们一个也跑不掉。李华莹目光掠过样里，落在院中那一方新土上。样里哭声顿住，跪在地上对着李华莹砰砰磕头。还是陆英将他扶了起来。李华莹心里实在难受，回房里什么都吃不下，又沉沉睡去，梦中全是雪庐的影子。丫鬟们都屏息静声，放轻脚步。殷实都拿着帕子为李华莹擦去好几次腮上的泪珠了。夜深，江府，江于川正面带愤懑的提笔写信，待写完却发现满纸潦草，字迹几乎难以辨认，言辞亦甚是激烈，实在不妥，便只好又拿张信纸出来。落笔之前，江于川微微闭眼，舒缓胸中郁气，可实在越想越气。神仙一样的人物嫁给他做妻，林怀远竟还浑然不知惜福，胆敢伤他母妃留下的爱宠，还妄图对他动手，简直骇人听闻。江于川又想到那日湖边小亭，他一身紫纱若乘风而去，同他笑语嫣然的说话。林怀远他怎么能？怎么敢？江于川迟迟未落笔，书房的门却吱呀一声开了。夫君。江于川骤然睁眼，眼中情绪如潮水般退去，低低唤了声唤娘。夫君可是又在给赵野兄弟写信？唤娘提着食盒过来，放到桌面上打开，端出来些吃食。江于川笑着点头，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夫人的眼睛。我见你晚膳只用了几口，便让小厨房做了清热的白玉糕，还有莲子嫩肉羹，夫君可要用些？唤娘在灯光下笑容温柔，将碗筷一一放好。不说还好，
一说还真饿了。江于川感受着腹中饥肠辘辘的感觉，笑着接过汤碗，就着焕娘的手吃了口莲子嫩肉羹，味道安心又熟悉。焕娘温柔的侍候江于川用完了饭，便将东西收拾好，离去之前还柔声叮嘱着：“夫君莫要写到太晚，仔细伤了眼睛。”“好，我再略作便回房。”江于川一浅笑回应。待焕娘关门离去，房中只剩他一人。江于川心中已无焦躁郁气，止于平静。他镇静提笔，将近2日之事写下，言语公允中肯，笔迹舒缓清晰，再无一丝不妥。江于川将信件墨迹吹干，折好放入信封之中，只待明日由信差送出，再把方才那纸凌乱的废稿置于烛火之上烧掉。江于川目光平静地看着跳跃的火苗，慢慢吞噬掉那动情的一字一句。自雪炉去了，燥热的夏天便忽地凉起来，值午后还有一丝赤烈。李华营这几日都懒懒的，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林怀远好显修养的能下地了，便日日往瑶仙院来。只可惜李华营从不见他，倒搅得他心里时刻难安宁。瑶仙院湖心小筑，李华营手臂支着额头，目光无意识地追随着河塘底下戏水的各色彩礼。他心里正在算着，夏梨玉约莫还有3个月才能生产。可他实在不耐烦待在这林府，见着那几个林家人便不痛快。身后英妃轻轻摇着团扇，海月正走过来道：“沈二小姐这人递信过来，说过几天便是祭天大典，她同沈夫人明日提高上天中山去祈福，想邀着殿下同去。”李华营闻言眼神一动，祭天大典，他怎么把这茬忘了？按照上一世来看，这祭天大典怕是有好戏要看。左右待在这林府徒生晦气，我明日便同他一块上山。第2日，林怀远照例拄着拐到了瑶仙院，请府尉通传，结果却得知李华营早早便出门去了天中山。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回复马爷，祭天大典之前，殿下都不会回来。林怀远面色正松，他明明还在圣上面前为自己求情，要同他慢慢经营夫妻感情，可现在为什么又连他一面都不肯见？自己挨了这一顿板子，白日里还要入宫跪着抄写佛经卷，夜里身上痛得睡也睡不好，这难道还不足以平了他的怨气？不过是一只狗罢了，值得他这样疏远于他。林怀远想着，心中不免有了几分怨怼。武馆外面，林恩池正同林默出来，林默嘴巴都快咧到耳根，乐呵呵道：“在武馆里待了这么些天，终于能出来一趟了。公子是要先逛逛，还是先回府？”林恩池面上也难得有了几分少年人的雀跃。先回府，我新学了招式，我想练给嫂嫂看看。林默笑着应了。公子最近是越来越像个朝气蓬勃的少年郎了，还想着将自己新学的东西同家人展示分享，以前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武馆离林府并不算远，林恩池又许久未出门，两人便一路在街道上走回去。正走着，后面便传来仆从倾倒的声音和马蹄声，路上行人纷纷往路旁规避。林默也赶紧拉着林恩池退到一旁。路中间，侍卫仆从一连串的走过，好容易才过来一辆双驾马车。只需一看奢华车架前那雕着骏马的金铃，便知这是沈家的车架。这怕不是沈家小姐的车架吧？祭天大典快到了，他这是往天中山去呢。旁边摊位里有些见多识广的小贩啧啧称奇。林恩池目光微微闪动，看着那辆正要经过的马车，马车帘子被一只捏着浅碧绣帕的素手挑开，下一秒，那张日思夜想的娇颜便出现在窗口，往路边投来一瞥，身边人群立刻骚动起来。林恩池却是猛一侧身，用摊贩的招客幌子挡住身体。待马蹄声哒哒远去之后，他才从幌子后现身，看向那马车方向。既然要放下，便不该再去招惹他，徒惹他烦恼。走吧。两人重新上路。待到了林府，林景彦必不见人，林怀远入宫抄写佛经，就连林母也是样样歪在榻上，只随手跟他说了几句要他争气的话。林恩池到了瑶仙院，又得知李华营这几日都不在家，整个人立刻便低迷起来。林默见他大失所望，小心问道：“公子，我们是回文心轩住着吗？”林恩池顿住脚步，回头又看了眼林府，里面仿佛一点人气也无，就连来回走动的丫鬟小厮脸上都见不到笑意。回武馆吧，留下也没什么意思。两人忙活半天，却只在林府待了一炷香不到，便又回去了。第41章圣经来信。西北大漠边塞，凉风席卷，黄沙漫天。长随江望手里举着一封信，兴高采烈地冲入了主营帐。将军，圣经又来信了。帐中那人身量挺拔高大，一身银色甲胄，墨色玉冠高束，正是江兆也。他闻言霍地转身，深邃的眉骨下一双利若鹰隼的眼睛看来，犹带着几分凛冽肃杀迫人之感，看得江望不由得手一抖，小小的后退一步。即使同将军日夜同处，他还总是被将军这一身金戈铁血之气所震慑。果然多年征战自战场长起来的武将，
气势自不是圣经歌舞升平之地的小将可比。将军，是江大人的信。江兆也颔首接过信件，江望便恭敬退下，守在营帐外面。这是将军的习惯，向来只要江大人来信，他便要独自一人静静读信。江望心中喟叹，将军同江大人当真是兄弟情深啊。营帐中，江兆也目光落在手中这轻飘飘的信封上，鸦羽般的长睫微动，眼中似是翻起墨色。好半晌，他才慢慢撕开信封，小心将信纸取出，再动作轻缓地展开信纸，好似这信纸是一只沉睡的蝴蝶，动作重些便能将其惊飞。只是他身姿雄浑魁伟，又穿着银甲，如此仔细动作看着，着实有些违和。江兆也一字一句地扫视着，但越看面色越冷，直到看完最后一句，江兆也抬眼，眼中已满是戾气。他在这漫草荒烟的大漠多年，也是时候该归经一叙了。他将信纸放好，拿起佩剑撕印，豁然转身出了营帐，提剑上马。将军，你这是要去哪？江望大惊失色喊道。回京述职。江兆也身量高，他的战马亦是马中最高大壮实的。他提剑骑在马上，逆着日光俯视着江望，仿若战神一般。这边塞所有事宜亦应由杨副将处理。话音未落，江兆也便一拉缰绳，马高高扬起前蹄，一落下便已奔出10尺。江望还愣愣地张着嘴，吃了一嘴的尘土，呸呸呸，吐了半天再抬起头，他已连江兆也的身影都看不见了。这就回京了，而且还不带上自己。江望委屈的瘪嘴，又想到江大人那封信，莫不是圣经家里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不然一向走一看十的将军，怎会如此随意突然的就回京了？江望暗自点头，只觉得自己定然是猜到了其中缘由，心中还有些担忧。圣经云亭会，林景彦正在为三皇妃高淑雪添茶。你可知我今日找你是为何？一二不知，还请三皇妃示下。林景彦规矩做好，眼神悄悄在他鬓发上层层叠叠的金钗珠宝上停留了一瞬。高淑雪捏起茶杯，轻抿了口，手边丫鬟便将茶杯接过，小心放下。他这才释然开口：太子妃如今有孕，祭天大典那天他不会上山，按照旧例，太子殿下会同李华营共进晚膳，你与驸马爷应当也能同席。林景彦认真听着，高淑雪用帕子捂唇一笑，身旁丫鬟便拿出一个白玉瓶放到桌上，到时候你寻个时机将此物放到太子饭食中。林景彦双眼倏然瞪大，惶恐道：你要我给太子下毒？胡说什么？高淑雪笑出声来，这不过是一点助兴药物，顶多为太子殿下增上位姬妾罢了。闻言，林景彦才把心放回肚子里，他小心拿起那白玉瓶打量，你只管将此物下到他饭食中，其余事由一概不用不管，事成之后自有你的好处。林景彦抿唇点头，这白玉瓶触手温凉，他心中突然有些艳羡，不知道三皇妃是要帮哪家小姐让其入了东宫，这可是天大的福气啊。林景彦思绪缠缠绕绕，想到那玉树临风的身姿，他心头猛地一跳，生起了不可说的心思。山中清静，沈夫人在寺中礼佛上香，沈青青便同李华营在山中闲转，树木葱郁清幽，两人在其中漫步。李华营多日来烦闷的心情也慢慢沉静下来，脸上露出淡淡笑意。从前我与母亲上山祈福时，我常常就会跑到这里，在林中走走，心情就会好上不少。沈青青背着手轻轻踢着地上的松果枯枝，确实是个静谧的好地方，曲径通幽。李华营赞许道。沈青青笑着抬头看他一眼，表姐开心就好，前2日母亲听说你夜叩宫门一事，担忧的一晚上都没睡着，叫你们担心了，真是不该。李华营轻叹，母亲这2日没少骂你那驸马爷呢，说句不该说的，林家人如此恶毒猖狂，表姐竟能原谅他。沈青青细长的眉微微拧着，说到林怀远时语气藏不住的嫌弃。李华营忍俊不禁，抬手轻捏在沈青青脸颊肉上，你呀，人小鬼大。沈青青撅嘴，表姐你说啊，你莫不是真还要同那林怀远安生过日子？你们就放心吧，不和离可不代表原谅他，来日方长，你就等着看吧。沈青青眼睛一亮，便明白了，这才像我的护国殿下嘛，才不是那些只耽于情爱的小女人。青青如今是真大了，懂得不少，女大不中留啊。李华营假意唏嘘着，沈青青俏脸一粉，竟难得有些扭捏。表姐说什么呢？我听说啊，这些日子孟二可是常常往沈家跑呢，说是找洪泉表哥探讨骑射，可我记得孟二当年便是骑射出众，方才当上了校尉吧。李华营促狭笑着，沈青青已是羞得小脸绯红。他向来最不要脸皮，日日打马蹴鞠没个正形，表姐竟还开我同他的玩笑。原来你连他日做什么都知晓了，倒是我知晓的少了。李华营笑语盈盈，沈青青恼得扑倒他身上，晃来晃去。不许说，不许说！
只许你说我，我却不能说你，这是什么道理？表姐，你竟爱取笑我！两人笑闹成一团，林中充满欢声笑语。祭天大典之前的几天，李华营在这少有人来的天中山释怀放松了许多。待到祭天大典前一天，天中山上便热闹起来，许多大臣家眷先行上山，宫中各位贵人的仆从也先行上山打理。李华营同沈青青便在厢房中躲清静，惹得沈夫人哭笑不得。这俩孩子还真是上山游玩的。第二天祭天大典，人流涌动，但井然有序，半座山都是人，可山中依旧寂静无声。朔文帝年事已高，便由太子代为祭天。等到大官女眷可自行走动祈福时，李华营便注意到林景彦在人群中惴惴不安，东张西望的模样。他心中有了猜测，便走到林怀远身边。第42章谋划。两人已有多日不见，林怀远面色也红润许多，身上伤已好了大半。他见李华营主动靠近，嘴角便隐隐有了笑意。他早知道他对他有情，不然也不会等他3年孝期毅然下嫁。林景彦怎么跟过来了？按惯例，五品官员只能携妻子上山祈福。林怀远一怔，倒是没想到他最先问景彦，但还是耐心答道：近来母亲身体一直未大好，景彦便想着为母亲祈福，我去同理官说了此事，他也爽快通融了。李华营淡淡点头，不多说一句，便径直离开了。林怀远不由自主地伸手，李华营宽大的袖摆轻盈地在他手掌上划过，他终于还是没拉住。他怔怔望着人群中飘然远去的背影，在他经过时，人人低头行礼；在他走过之后，追随着的是男人躁动的目光，女人艳羡的眼神。林怀远不知怎的，心中蓦然升起几分焦躁，又有些委屈。祭天大典一天忙碌之后，天色已昏暗，大部分官员会在山上再住一晚，第二日再下山。这时人员稍稍散乱，沈青青也不知去了何处。李华营到处找了半天，才见着与三皇子李景行同行的李明达。皇兄！两人同时回头，一个长身玉立，君子如兰，一个文质彬彬，但眼神里总有一丝难以察觉的狠劲。一天都没见着你，怎么这回来了？李明达温和笑道。李华营对着他一行礼，又对着李景行微点了点头，便直接伸手拉住李明达。皇兄，我想去吃无灯大师院子里的斋饭，你陪我同去吗？李明达猝不及防一怔，笑起来，这么大了还天天想着吃，去吗去吗？李明达只好对李景行歉意一笑，那我便与华营同去了，改日再与三弟同聚。李景行微笑颔首，那自然是华营要紧些。李华营拉着李明达离开，李明达便笑着随他拉拉扯扯，两人背影看着，竟如同寻常百姓家中的一对兄妹。李景行含笑垂眸，可手中刚求来的那串佛珠却被捏得吱嘎作响。即便与你再像，也不能取代你吗？景彦见过三皇子。一道娇怯的女声响起。李景行回过神来，手中佛珠松了松，可突然间噼里啪啦一阵乱响，佛珠竟是断了线，檀香珠子洒了一地。李景行眸色一暗，心头思绪翻涌。林景彦却已经惊呼起来，急忙蹲下身开始捡佛珠。李景行身边的小太监也呼啦都趴在地上到处捡。等捡完，林景彦将佛珠用自己的一方香帕包住，放到小太监手里。李景行目光这才落在他微红的脸蛋上，温柔一笑：你是怀远家的妹妹吧？是。林景彦手指绞着帕子，涨红了脸。三皇子好记性，春天赏花宴，一二有幸同您见过一面。李景行笑着点点头，心中浮起些不耐，但仍笑意温和。怎么没和怀远在一处，反倒一个人在这里？可是有什么事？一二想请三皇子去尝尝我们那边的斋饭。林景彦鼓起勇气说完，便咬住下唇，看向李景行。李景行手指轻捻，心下想着李华营那一场大闹，莫不是林怀远与他有了局龉，被太子不喜，如今要择木而栖了？那就烦请一二带路了。李景行嘴角笑意微深，林景彦看着更是被迷得七荤八素。三皇子请。那边李明达同李华营正吃着寺庙里素面斋饭，李华营心不在焉吃了些。李明达看他这模样也不多问，只用着饭。用完饭，李华营又缠着李明达切磋棋艺，两人便摆开了棋局。正下着，门外小太监一声通报，李明达点头，一名浑身黑色劲装的蒙面男子便轻巧跃入房中，在李明达耳边语了几句，又无声离去。看着李华营咂舌，这孟家的暗卫当真了得。李明达这时眼神里多了丝玩味，手指在桌面上轻轻一敲，怪不得非要拉我过来，你个鬼灵精，我可是帮了皇兄一个大忙，皇兄还不谢我？李华营俏皮眨眨眼睛，李明达双手作揖配合道：谢谢公主殿下，小兄当真是无以为报。李华营见状颇为受用，只是想到如今这剑拔弩张的局势，又正色道：李景行暗地里收受贿赂，残暴不仁，
皇兄还要容他几时？静待时机，咬人的狗须得一击毙命，不然反倒要被他多撕扯几块肉下来。李明达笑容和煦，淡定自若，捏着白子吧嗒一声落在棋盘上。李华莹闻言，心中便安定下来。上一世没有他参与，皇兄亦能赢得漂亮，这一回应当也不例外。对面李明达又轻轻一敲棋面，李华莹一看便哀叹道：“又输了，从小到大我便没赢过皇兄，这么想赢吗？那下次我便多让让你。罢了，这样赢来也没意思。”两人闲聊着往回走，李明达回了自己的斋房，李华莹也往回走。林怀远的斋房就在他隔壁，他刚走近，便见里面大步流星走出身材颀长的身影，还微微喘着气，正是李景行。李华莹笑着打招呼：“三皇兄。”他却面色难看，直接偏过头离开了。李华莹眼尖的看见他脖颈上的胭脂红痕，嘴角一勾，看来战况还挺激烈。李华莹迈步往林怀远斋房中去，还未走近，便听见林怀远的怒声：“你一个女儿家，与人无美苟合，还算计到三皇子头上，你是不想活了？”李华莹脚步微缓，踏进去便见林怀远怒气冲冲的诘问，而林景燕衣上穿的凌乱，一张脸还潮红着，面上都是窃喜之色。“大哥，刚刚三皇子是不是说了，只要我们暂且别声张，他便会纳我过府？”林怀远几乎气笑：“你就这么想做他的妾？你知不知羞耻？”林景燕却一拍桌子，气道：“我在圣经名声都坏成什么样了？太子妃亲口说我没规矩，你又被贬，哪里还有好人家愿意同我说亲？你又不管我，如今我自己争气，攀上了三皇子，你凭什么说我？”林怀远竟被他说的一梗：“我不是不管你，只是事情千头万绪，哪里能全顾得上？”林景燕目光落到一旁的看戏的李华莹，几乎声泪俱下。她每日穿金戴银，花枝招展，我只能穿那些早就过时的衣裳和首饰，闺女们都不愿和我一块玩。还有人说我穿的连李华莹身边的丫鬟都比不上，我也想当人上人啊，我为自己谋出路怎么了？第43章用香。林怀远紧紧抿唇，看着她身上的半旧的衣裙和首饰。他从前从不注意这些，也不觉得女儿家的钗裙有多重要，可就是他的不在意，反而害了景燕。他从不知道，原来钱财在圣经是那么重要。林怀远一时无言，半晌才沉声道：“事已至此，你就安分待着吧，我会为你谋划。”林景燕掩面坐下，呜呜哭起来。李华莹淡淡一扬眉，便领着人回了房。林怀远皱眉看着他的背影，他为何一言不发，只这么过来瞧一瞧？第二日，李华莹依旧随着沈青青、沈夫人一道下山，惹得林怀远又是一阵气闷，只好独自携着林景燕下了山。待到了林府，林景燕将这一大喜事同林母一说，她那病瞬间变好了大半。豫章堂中顿时喜气洋洋。哎呀，我就知道我的燕儿迟早也是个富贵命，你看这不就变成皇妃了？林母喜上眉梢，拉着林景燕的手嘴都合不拢了。那是自然，圣经那些宗父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他们的门楣呢。夏梨玉也围在旁边跟着附和，燕儿果然是非同凡响，要嫁便嫁到皇家，做个天妃。远哥哥你说是不是？他说着便往林怀远身边靠了靠，轻轻蹭着他的手臂。谁料林怀远竟是直接往一旁跨了一步，皱着眉看他一眼不语。夏梨玉只觉心头一坠，顿时万分恐慌。他千里迢迢来了圣经，肚子里还怀着他的孩子，他绝不能让林怀远厌了他。夏梨玉低着头，推说身体不适，便先行回了香雪阁。润竹见他面色不对，担忧问着：“姑娘，我这边去请医师。”夏梨玉却一把抓住他手臂，尖利的指甲刺得润竹胳膊生疼，却也不敢抽出来。“你拿着这个方子去找药铺给我抓药回来，要制成粉状。”夏梨玉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纸片，上面潦草写着些药材。润竹接过方子，也看不明白，直接便去了。只是那药铺伙计看着方子，却是捂着嘴偷笑了好几回，还不住的上下打量着润竹，看得他颇为不自在。拿到药粉便立刻飞也似的回来。待到晚些时候，夏梨玉连晚膳也未用，只让润竹去找林怀远，千万将他请过来。待润竹千催万请，将夏梨玉形容得如何憔悴，才勉强让林怀远来了香雪阁。林怀远刚刚将门推开，便发觉这屋中灯光昏暗朦胧，香炉青烟袅袅，一股甜腻的暖香涌入鼻端。他微微皱眉：“怀孕岂可随意用香？”吱呀一声，润竹已轻轻将门关住。林怀远还未询问，一道柔媚的嗓音自内间响起：“远哥哥。”林怀远不知为何，嗓子突然有些发干。他撩开珠帘，便见夏梨玉支着手臂歪在床上的背影，纤细窈窕，身上是嫩粉的亵衣，外面轻披着一道薄纱，雪白的小腿搭在床外。梨玉，林怀远只觉浑身热了起来，小腹更是犹如火烧。夏梨玉转过身来，一张俏丽小脸略敷脂粉，眼中潋滟带着泪光。
他缓缓起身，拥住林怀远，身子柔若无骨一般，轻轻蹭着他。林怀远顿时三魂去了五魄，拉着人便往他上一倒，只是还有最后一丝理智，孩子坐胎不稳。夏离玉拉着林怀远的手掌往自己怀里贴，轻喘着说：“不碍事的，医师说过多行房事有利于生产。”瞬间被翻红浪，咿咿呀呀声不绝。门外守着的润竹小脸通红，直恨不得堵住自己的耳朵。他也不知自己守了多久，才见林怀远推开门出来。见润竹这眼神躲闪的模样，林怀远也稍不自在的轻咳一声，好生照料离玉。言罢，他便忙不迭的大踏步离开了。润竹慌乱点着头，在门口呼出几口气才敢进去。只是到了内间，却见夏离玉衣衫不整的坐在床上，一双手抚着肚子发呆。姑娘，可要打水来擦血？夏离玉还怔怔的看着自己凸起的肚子，润玉不敢再打搅他，只好低头后在一旁。好半天，夏离玉才呐呐说出一句：“我的孩子一定能好好出生的。”润竹把头低地更深，不敢说话。这日林母刚坐到餐桌上，却见主位前用各色斗彩莲花青瓷盘盛着些精致吃食，摆了半桌子。他便知李华莹这是要过来与他们同用晚膳。林母张望着主位前的饭菜，又看见自己面前的清汤寡水，好心情瞬间便沉重起来。待到人齐，林母见着趾高气扬的林景燕，情绪这才恢复了些。她女儿可是要当皇妃的。林景燕自然也发现李华莹面前那香气四溢的膳食，这些天吃着林府的饭食，她好不容易才适应，如今这一对比，她又食不下咽起来。看着李华莹慢悠悠的用膳，林景燕便埋怨道：“嫂嫂吃的当真不错，也不见你心疼一下我们，还真好意思让我们巴巴看着你吃。”李华莹挑眉，将手中小巧鱼丸细嚼慢咽吞下，才道：“莫不是我不同你们一块用膳时，林府日日喝的是西北风？”林怀远捏着筷子的手掌一紧，低声道：“景燕，莫要多话。”林景燕哼了一声，浑然不理会林怀远：“你也不用得意，等过2天我就是三皇子府上的人了，到时候别说是这些饭菜，我要什么好东西没有。”说完，他神气活现的斜眼看着李华莹。林母也笑开了花，暗中白了李华莹一眼：“可不就是，以后你就是天界的贵人了，荣华富贵享之不尽，那还用像有些人把自己东西看得比什么都紧，小家子气。”李华莹听着他们这一唱一和，不由得失笑。嫁进来的你们想着惦记着人家的嫁妆，嫁出去的你们惦记着夫家的钱财，这做派不知道的还以为林府是土匪窝呢。林母气得一拍桌子，拉住林怀远就叫嚷起来：“远儿，你管不管？你就任由你这媳妇这么欺负你老娘和妹妹，你还屁都不放一个，我白养你这么大了。”第44章被打。母亲。林怀远无奈叹息，又看了泰然自若看戏一般的李华莹一眼，到底还是没说话，但心中还是不免责怪。他既都来与大家同进晚膳，就安生吃饭不行吗？何苦又跟母亲景燕呛声，好好一顿饭又吃得满肚子气。林景燕也拉着脸，自从山上和林怀远吵过之后，他便对着林怀远没什么好气，这回更是拉着林母的手，冷嘲热讽道：“娶了媳妇忘了娘呗，你不如指望我，等我去了三皇子府，肯定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你。”这话林母听着舒心，搂着林景燕便开始乖女儿好样的叫着：“三皇兄又没给你个凭证，他想认便认，想不认便不认的事，你还真当成板上钉钉了。”李华莹吃好了，将手中筷子一放，淡淡出声。言罢，他便起身，由身边丫鬟护卫簇拥着离去了。海月还不忘叮嘱一番，最后便留了个小厮下来，将李华莹剩下的饭菜全都整理端走了。林母看得脸色一变，连连骂道：“谁让你收走的？给我放下！”那小厮仿若没听见一样，动作利索，便将所有吃食端走。林母气得骂骂咧咧，林怀远却是脸上有些难色。李华莹吩咐人将剩菜端走，那说明早知晓母亲会在他走后偷偷去吃他的剩菜。这么想着，林怀远浑身上下都极不舒服，只觉颜面扫地。林母还在一旁指天骂的叫嚷。林怀远心头烦躁，将筷子一放，便直接也出了豫章堂。林母瞪着眼，指着林怀远的背影哭嚷着：“他竟然对我甩脸子！我是他老娘，把他从江都宫到圣京，他居然敢这样对我！”林景燕这时不知想着什么，正呆呆出神。夏离玉急忙凑过来，用手在林母胸前顺着：“伯母，气大伤身，远哥哥可能还有要紧事要处理，你别多想。”好话哄了半天，林母这才缓和下来。她拉着夏离玉的手叹道：“还是你乖巧孝顺啊，这些日子是不是吐得厉害？怎么瘦了这么多？我看着可真心疼。”夏离玉低头看着自己细瘦伶仃的手腕，只一瞬，脸上又挂上了温顺的笑：“我没事的，许是孩子长得好，他多吃了些营养，以后生下来肯定是个大胖小子。”闻言，林母乐得见牙不见眼：“大胖小子好啊，你的功劳最大，等过几天我寿辰就全交给你，怎么样？让你也在宗父贵女面前露个脸。”夏离玉闻言猛地抬头，
脸上带着喜色，可还是推脱着。公主在，不交给他，反倒交给我，会不会不太好？你管他做什么？你看他那个样子，哪里有半点把我这个婆婆放在眼里？我就要交给你，让他知道他再厉害，也入不了我的眼，不配动灵府的钟馗。夏离玉便扭捏应下，眼里却都是野心和斗志。晚膳用完，夏离玉回到香雪阁，他又在香炉前扶着肚子呆坐半晌，才低声道：“润竹，去叫远哥哥过来。”夜深之时，香雪阁中又是一室旖旎暖香，而飞春阁中，林景彦仍翻来覆去的难以入眠，想着李华莹的话。这么些天都过去了，三皇子那边是一点动静也无，莫不是真叫李华莹说中了？他压根没打算认，当时答应只不过是堵他的口。想到高淑雪那通身的派头，那比这李华莹也不差的衣上头面，林景彦暗自咬牙，他绝不能认命，他一定要入了这三皇子府。可他不认，他又能怎么办呢？突然，林景彦灵光一闪，想到了夏离玉那凸起的肚子。三皇子似乎也还没有自己的子嗣，若此时他说他有了身孕，哪还筹入不了三皇子府？林景彦兴奋的一下从床上坐起来，黑暗里咧着嘴无声笑了半天才躺下。夜里更是做了一夜的好梦，那数不尽的山珍海味、金银珠宝，所有人对他俯首称臣。这些时日常常与夏离玉温存，林怀远心中对他的芥蒂不自觉便少了许多。这天下值，林怀远想着夏离玉那日渐消瘦的模样，怀着孩子还总什么都吃不下，实在让人担心。他归府时便绕了个远，带着林白去糕点铺子，想着称些酸枣糕带回去。另一边城门口，守卫远远便见尘烟滚滚，一人一马飞驰而来。城门处瞬间紧张起来，一队兵卒举起长枪严阵以待。不过瞬息，高大黑马已到了众人眼前，马上之人一身银甲，长发在风中凌乱飞舞，眼眸凛若寒星，带着铁马金戈的气势。城门校尉瞬间便认出了这尊杀神，是镇远大将军。城门处瞬间一片哗然，江兆也不闪不避，只从马上抛下文书。江兆也只身回京，向圣上述职。兵卒瞬间散开，那校尉一跃而起，接过文书，脸色莫名涨红。他竟接到了镇远大将军的文书。他再向前几步张望，江兆也已一骑绝尘入城去了。林怀远手里提着油纸包，同林白刚走到一条小巷中，突然便眼前一黑，紧接着腿上便被重重一击，他随即倒地不起，身边林白不知怎么也软软倒在一旁。这蒙头的麻袋里一股子难闻的臭气，熏得林怀远几欲作呕。他此时顾不得其他，心中惊惧，手脚慌乱，却挣不脱身上束缚。他大叫道：“你是何人？胆敢偷袭朝廷命官？我可是护国公主的驸马！”砰！又是一脚踹在他的心口。林怀远剧烈咳嗽起来，只觉得胸腹都断裂了。你好大的胆！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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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他的只有一阵狂风骤雨般的拳打脚踢。林怀远惨叫不止，只怕今天一条小命便要折在这，又开始求饶：“放了我啊！”还没说完，又被狠狠从上到下打了一顿。第45章归京。不知过了多久，林怀远如死狗般一动不动瘫在地上，被揍得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身上的拳脚终于停歇，林怀远浑身疼痛，却又动弹不得，只听见又是啪啪两声，那道有些沉重的脚步声才渐渐远去。林怀远在冰凉的地上躺了不知多久，才略略能动弹。他艰难地动着手臂，慢慢将头上这脏污的麻袋扯下来，终于得见了日光。再一垂手，见麻袋上竟沾着好些鸡屎和鸡毛，怪不得臭不可闻。林怀远气得手一抖，何人竟敢如此侮辱他？只是身上实在疼得厉害，他又仰面躺了好半天，才慢慢靠着墙坐起来。林怀远环顾四周，才发现林白就晕在墙根处，两边脸上红彤彤的。想到那袭击者最后的声响，想必就是给了林白2巴掌。再一看，他刚小心拎在手里的酸枣糕也被凌乱撒在地上，被踩得稀巴烂。林怀远长出一口气，脸色难看。这时从巷子那头突然响起来一串凌乱的脚步声，林怀远还没转过头，面前便是又一阵臭气袭来。哎呦喂，你这乞丐偷什么不好，连我用来装鸡屎的布袋子都偷，我要捉你去衙门！一个身材矮胖的大婶拿起地上的麻袋便是一抖擞，他伸手就要来抓林怀远胳膊。林怀远被扯得疼痛不已，冷汗都下来了。大婶被他这嘴斜眼歪的模样吓了一跳，连退几步便跑了。这乞丐不会是有什么怪病吧？我还是快走吧。林怀远喘着粗气，脸上又黑又红。他堂堂五品理政学士，竟被市井妇人当成乞丐，是可忍孰不可忍。林怀远气得捏紧拳头，几根鸡毛在空气中打着旋的落下来，正落在他衣襟上。林怀远看得刺眼，艰难抬手将其拂掉。
动作扭曲，但眼神十分凶狠。可只瞬间，他便发现身上这靛蓝朝服已经全是黑泥，破烂不堪。怪不得那妇人打眼看来以为他是乞丐，他这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缩在墙角的模样，可不就是乞丐？林怀远胸膛剧烈起伏着，好半晌，林白才叫唤了一声。林白一睁眼，便吓得从地上弹起来。大动作一做，他龇牙咧嘴的去摸后颈，后脖子怎么这么疼？又去摸脸，脸上怎么也火烧火燎的？不对，驸马爷呢？林白东张西望，面上惊慌失措。我在这。林怀远艰涩出声。林白低头一看，林怀远脏乱潦倒的歪在他脚边，吓得林白一跳，险些踩在林怀远身上。爷，这是怎么了？就这么一会功夫，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林白慌得扑通跪下，眼泪都掉出来了。是什么贼人害的你？我这就是报官。说着，他一擦眼泪，就要起身。不可，还可。林怀远急忙制止，说得快了，又咳嗽起来。为何？林白只好停下脚步，十分不解。林怀远缓缓摇摇头，只说先带我回府。如今这局势，他已经把各方势力都得罪了个遍。今日这手，不是太子便是三皇子，甚至还有可能是公主，亦或是圣上，都不无可能。他们每个人都有对他出手的由头和实力。林怀远不敢深想，亦不敢深究。两人好一番动作，林白才将林怀远弄到背上。只是他身体也不强壮，背的也是相当吃力。林怀远身上又带着一股浓郁臭气，只熏得林白头昏脑胀，一张脸胀得比打了巴掌还红。两人磨磨唧唧，好半晌才走出巷子。而在他们身后，一道人影现身，正是江兆也。一路疾驰，他额前碎发散乱，半遮着那双点墨般的黑眸。少年将军银甲披身，却看起来无比落寞。他没下重手，既不伤筋动骨，亦未流血掉肉，竟还要人背，真是无用。还敢对公主动手，他今日就该把书生打死在这。江兆也这般想着，眼底却晕出一抹失意。事已至此，公主都不愿和离，想必是对他情深意重。像他那样交金的人，竟愿意等他3年效期。那书生既是他的意中人，他又怎能下死手，徒惹他伤心呢？日落西山，昏暗的暖光在银甲上跃动。江兆也蓦然转身，晃动的凌乱发丝下，隐隐露出他一双微红的眼。这边林怀远、林白两人好不容易回了林府，便立刻找医师来看，结果却是并无大碍，连活血化瘀药物也用不上，只需好好歇着。林怀远什么药也没拿到，可身上依旧疼痛无比，心中实在憋屈，又不知找谁出气，便只好忍气吞声。第二日上朝，即使他尽力装作自然，可身上疼痛依旧让他行走不便。见他这模样，别说太子，就是朔文帝都隐隐皱眉。不过打了一顿板子，都不知过去了多久，还在这惺惺作态，一副病容。真不知是身体实在孱弱，还是故意显出责罚太重，好叫人暗地里说公主的不是。圣上的态度便是大臣们的力之所指，避之所向。林怀远向来敏感，自然能察觉出朝堂上的这股排斥，心中亦是愤懑。他如此委曲求全，竟还得不了他们的满意，就因为自己是寒门出身，无论怎么放低身段，依旧无法同他们融洽无间。林怀远心中无力又愤怒。那边瑶仙院中，江兆也回京了。李华莹诧异挑眉，上辈子他可不记得有这回事，直到平定博野氏，江兆也才会短暂归京。如今盛京乱局，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便能引起惊涛骇浪，他在此时回来，存了什么心思？可不是，听说昨天晚上只身到的，进宫述职之后，连口水都没喝，直接快马加鞭又回西江了。英妃咂舌道：“这守边关的将军，还真不是一般武将能干的。”李华莹本来心中千头万绪，闻言却是失笑。今日这又回去了，还真是一根筋。李华莹莫名脑海里浮起些模糊的记忆，他又是得圣上皇后宠爱，便是李明达也要让他3分，便养得他又骄纵又任性，想要什么便一定要得到，若是得不到，便能闹得宫中上下不得安宁。那时的江兆也不过13，身量挺拔颀长，面容英气野性。他善武善骑射善兵道，是盛京年轻一辈里公认的佼佼者，却总沉默寡言，只静静地跟在他们身边。那是一年盛夏夜里，李明达带着他与江兆也去盛京最繁华的水船集市玩耍。第46章，少年意气。他看上了河水中央水船上的扇穗，便非要去买。但夜里河道昏暗，水船上又是3教9流齐聚，人员良莠不齐。李明达怕出了意外，便不准大家下船去买。李华莹不依，闹腾起来赖着不走。李明达好说歹说都无用，正准备强行带着他离开时，江兆也扑通一声纵身跃下黑黝黝的河水。众人皆大惊，李明达立即让侍从下水去找江兆也。
李华莹也吓得不敢再闹。夜里凉气重，她只是站在岸边便能觉察到凉气袭人，那河水还不知如何寒凉。李华莹趴在岸边，睁着眼睛往河水里看，去找他的身影。不多时，哗啦一声，江兆也破水而出。昏暗灯光下，他眼眸晶亮，脸上少有的带着少年气的笑，水花四溅，好些落到李华莹头上脸上。往日他最爱干净，可如今却浑然不觉，只兴奋地看着水中的他。江兆也将手伸过来，手心里是一枚蜷成一团的水红色扇碎，干干净净，滴水未沾。他看着扇碎团在一起，眼中有些懊恼。微臣再去为殿下寻来。话音未落，李华莹温热的手指便在他冰凉的手掌上一触即分，拿起穗子。我就要这枚。江兆也眼神灼烈地看着李华莹，整个人仿佛都被点亮。李华莹想着往事，微微有些失神。他本以为少时记忆太过久远，可没想到江兆也那张少年义气的脸庞，一想起来竟是历历如绘。殿下，外面陆英撩帘子进来，面色奇异。咱们后门口不知是谁放了笼子，里面有4只狗崽儿，有2只长得和雪鹿一样呢。李华莹扬眉，狗崽儿，拿来我瞧瞧。陆英应声去了，很快便抬着个4方的竹笼子过来，上面还缠着水红色的红绸。竹笼里面或坐或趴着4只小团子，跑跑跳跳，看着不过月余。一只身上黑白交加，一只身上浅黄色白色交织，另2只浑身雪白，一个个活蹦乱跳，在笼子里呜呜叫着。呀，这2只小白狗真和雪鹿小时候好像呢。英妃惊呼，几个丫鬟也都凑过来看。李华莹嘴角笑意温柔，伸出手指在小狗崽儿暖热的皮毛上揉了揉，小狗崽儿便在她掌心轻蹭着，懵懂的黑圆眼睛天真的瞅着人。另一只还过来用小乳牙轻咬李华莹的手指，嗷嗷直叫。李华莹跟他们玩了好一会，方才道：把这些狗仔送回公主府，让样里过去好好照看，这次再有什么差错，绝不轻饶。陆英应声。英时见李华莹不舍，便道：殿下不如先给他们取个名字。李华莹看着笼子里翻着肚皮打哈欠的狗崽儿，心里一软。2只小白狗儿，这只叫雪狮，那只便叫雪狼吧。这只小黑狗叫墨卢，这只浅色的便叫金卢吧。陆英笑嘻嘻的应下，殿下给起的名字好生威武呢，这些狗儿以后肯定都能长得强壮威猛。李华莹唇角微扬，告诉样里养好了重重有赏。陆英应声，拎着笼子便出去了。李华莹看着他的背影，指尖仿佛还停留着小狗皮毛上的暖暖温度。殿下，这狗儿可要查探一番，看是谁送来的？英时问道。李华莹微一沉吟，便摇摇头，不必，既然送的人不愿露面就罢了，送几只狗儿能有什么坏心思？殿下说的是。飞春阁中，这几天林景彦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窝在院中吃喝睡觉。这时他正站在铜镜前，用手掐着腰深处的肥肉，上下晃了晃。再看镜中的自己，脸蛋丰满不少。林景彦心中满意，算好时间便往雾松堂去。正碰见林怀远下职回来，面色又不大好看。林景彦也顾不得这些，便往林怀远身上一扑。林怀远身体一晃，险些没摔倒。他咬着牙推开林景彦，未好的伤又一阵生疼。景彦，你这又是做什么？林景彦可不管他发白的脸色，自顾自在林怀远面前转了一圈。大哥，你看我有什么变化？若是无事，你便回飞春阁歇着吧。什么啊？你看不出来我胖了些吗？林景彦撅着嘴不满道。林怀远扶额，正想打发他离开。大哥，我怀孕了。林怀远一怔，林景彦却是满脸笑意的凑到他面前得意道：这回三皇子不认也得认了。你怀孕了？你可确认？林怀远拧眉追问。我确定，我悄悄请李玉姐的医师给我看过了，不信你去问他。林景彦得意道。他看着林怀远面色开始凝重，便知他信了。大哥，你快去将此事告诉三皇子，让他娶我过门。林怀远闻言只觉胸中堵塞，想要说出几句礼义廉耻来，可见着林景彦这欢欢喜喜的模样，又思及他如今已有身孕，他终究只叹了口气。我会同他说的，你回去好生歇着吧。林景彦两眼放光，眉飞色舞的回了飞春阁。他就要如三皇子府了，他就要成为享尽荣华富贵的人上人了。若不是还有些理智，林景彦简直恨不得在院中大喊几声，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喜悦。那边香雪阁里，润竹又去请林怀远。林怀远念着身上的伤，踌躇再三，还是来了。实在是心中苦闷无处发泄，还好有黎玉能让他喘口气。整个林府无一处安宁，只有瑶仙院，李华莹在正小口尝着英妃用新鲜桂花做的糕点，香甜松软。英妃，你的手艺是愈发长进了。英妃听得夸赞，便笑眯了眼，又佯装叹气：哎呀，做的这糕点累得我腰酸背痛，殿下也不见赏赐。李华莹笑道：
英妃姑娘还欠这点赏钱呢，莫不是海月平时薄待了你不成？正说着，海月进来便驳道：“平日里就这小蹄子馋嘴爱俏，给他的零嘴钱可不少呢。”英妃听着便嚷着说要算清楚，几人笑闹了好一会。海月这才上前禀报：“殿下，徐管家那边发现件事，香雪阁的润竹最近时常偷偷出府去抓药，就这么一查，抓的竟是催情药。”李华莹眼睑微垂，英妃却皱眉道：“香雪阁住着夏姑娘，他们要催情药做什么？难道说……”第47章后门。英妃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捂住嘴。他们好大的胆子！英妃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们主子可是金尊玉贵的天仙人物，怎么能让这些淫妇贱妇这般折辱？待他这孩子一生，这林家也就倒了。左右不过2个月的事，哪值得你气成这样？李华莹失笑，拿起帕子擦擦英妃腮边的泪。殷实也轻拍着英妃的后背，低声哄了她几句。李华莹看着有些感伤，如今只是这样，英妃就这么气恼。上一世她没了以后，这几个丫鬟还不知要哭出多少眼泪呢。这么想着，李华莹心中对林家的憎恶就更多。李华莹微微拧眉时说片刻，便问道：“这药物对她肚子里的孩子会不会有影响？”徐管家这靠谱的医师问过，说是定然有影响。孕期使用过多，会让女子孕期各种反应加剧，胎儿生出来之后也极大可能胎毒重，先天有缺。李华莹垂眉道：“吩咐许哲，以后他每区取药一次，便将方子剂量加重1成。这样下来，身体定会越来越不适。只看他心里是孩子的命重要，还是男人重要。”海月应声去了。殷实想起来夏离玉最近的动作，说道：“这些日子为了林夫人的生辰宴，林府上下都开始节衣缩食，夜里看门守夜的小厮丫头连夜宵都没得吃了，都好大怨气呢。”随他的便。李华莹轻嗤一声，懒得理会。林怀远接连被罚降级罚俸，林家家底又薄，如今这样自然是无可避免。上辈子他用自己的10封来养活林家上下，让他们过得锦衣玉食，如今就让大家各归其位，让他们去过原本该过的日子吧。还没过1天，一顶朴素的小轿便停在林府后门。林母带着夏离玉在后门泪洒长巾，林景燕脸上却是藏不住的喜色。“我的燕儿哎，你这就算是嫁出去了，也没个下聘婚书的，以后你可要记得多回来看看娘啊。”林母哭得感伤，夏离玉在一旁细心安慰，看着林景燕的眼神有一丝艳羡。林景燕乐得眉飞色舞，那些都是虚的，以后我可就是3皇子的人了，那还不是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扑哧一声轻笑响起，林景燕回头一看，李华莹正斜斜倚在廊柱上看着她，戏谑笑着：“你来干什么？”林景燕说的毫不客气，心里想到前几日李华莹的话，又开始得意：“你不是说他想认便认，想不认便不认吗？如今我便要入3皇子府，以后我就是你的皇嫂。”李华莹面上含笑，慢悠悠走到林景燕身边，微微俯身靠近她脸庞：“你要干什么？”林景燕警惕道：“你骗着他那你入府，有没有想过他知道真相后会如何对你？”李华莹轻飘飘的一句耳语，便让林景燕瞬间变了脸色。“你怎么会知道？这事连林怀远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知晓内情？”林景燕顿时心乱如麻。李华莹笑而不答，提醒你一句，当得起我一句3皇嫂的只有高氏，你一个只能从后门抬进去的妾。李华莹没说完，但话中的讽意已然明显。林景燕恼羞成怒，正要同李华莹好好分辨一番，这时那轿子前面形容瘦削的婆子出声道：“林姑娘在磨蹭，误了吉时，谁也担待不起。”林景燕动作一顿，林母赶紧拉住她：“哎呦喂，可别和她斗嘴了，赶紧上轿子吧。”林景燕也怕惹恼3皇子，只好急急忙忙的上轿，还对着李华莹狠狠翻了个白眼。起轿，轿子晃晃悠悠的走着，林景燕却面色有些恍惚，想着李华莹那句话，她并无身孕，只要3皇子随便这个医师过来，便能看穿。真到那时，3皇子会怎么对她？林景燕虽说想不出答案，但心里还是有些数。可眼前这外表朴素的轿子，内里却布置的却精致富贵，暗含奢华。她又不由得兴奋起来，东摸西摸，好些东西她都没见过呢。她这是掉进富贵窝了。她喜忧参半地晃悠了一路，才到了3皇子府。听着外面侍卫的询问，她喜滋滋地掀开帘子探头去看，却被当头打了一个暴力。“没规矩，谁让你出来的？”那婆子疾言厉色骂着，吓得林景燕一下缩回头。她眼里含着泪花，捂着头，心里生起火气。她可是3皇子的人，一个婆子凭什么对她指手画脚的？林景燕拉住帘子就想掀开，去同那婆子理论，可到底还是犹豫了。她初来乍到，怕惹了3皇子不喜，而且刚只一探头，她便发现这轿子停的是又窄又小的后门。林景燕抓着帘子的手越攥越紧，她现在是憋了满腹的委屈，又不能发作。从一到后门出嫁，从一到后门进门，
轿子又晃晃悠悠地抬起来，他就这么躺着累入了三皇子府。林府少了林景彦，当真是清静不少。只是这些日子里，夏离玉为办生辰宴又闹腾起来，香雪阁的催情药更是没断过。英妃朝夏离玉胆大，也不怕这么用下去一尸两命。几人正在后花园里说着，迎面夏离玉便走过来，他一副极惊讶的样子，随即挺着那偌大的肚子向李华营俯身。离玉见过殿下。李华营随意一点头便要离开，夏离玉却急急开口。离玉不知殿下在这里，不小心冲撞了殿下，实在是为伯母办生辰宴，事情太多才会。说着，夏离玉一下惊慌失措地捂住嘴，殿下恕罪，我不是故意提起的，我如今身子重，也不想沾手这些繁杂事务，可伯母只放心交给我操办，我实在没有办法。李华营一挑眉，这林府还是大戏不断，小戏连连，青天白日的便有人演起来了。英妃鄙夷哼了一声，李华营轻笑，确实如此。夏离玉见他这浑不在意的模样，咬了咬牙，他好不容易能搬回一城，谁知李华营竟如此风轻云淡，他如何甘心？殿下不必故作坚强，离玉都懂得，一个女人即使家财万贯权势过人，可若得不到夫君的疼爱，又如何能开怀？夏离玉说着，又露出个羞涩的笑。离玉虽寄人篱下，可只要有伯母的信任和远哥哥的关怀，离玉便绝足矣。李华营都听笑了，我的钱财全是会伴我一生，你口中的信任关怀又能维持多久？还是能换来衣食金银？这样想未免太过俗气。夏离玉脸色青白，还想争辩，李华营直接打断，希望2个月后你还能这么想。言罢，他便直接转身离开。殷实笑容得体，相鼠有皮，人而无疑，姑娘好自为之。第48章饮茶。夏离玉面上茫然，全然不懂这是何意。虽说她是书院讲师之女，可从小也不过识得几个字，别说学堂课本，就是家中账本她都没摸过。英妃见她这被骂也浑然不知的蠢样，捂嘴轻蔑一笑。众人施然离去。夏离玉心中恼怒，一把拉住润竹的胳膊，诘问道：那丫头咬文嚼字，说的什么意思？润竹低着头，抿嘴不答。快说！夏离玉双目圆瞪，指甲深深掐进润竹胳膊里。润竹眼里蒙上一层泪花，抽噎道：是说姑娘不要脸。夏离玉面色一变，立即两手齐上，狠狠地掐着润竹胳膊上的软肉。你敢骂我？叫你骂我，掐死你个小娼妇！润竹呜呜哭着，既不敢躲也不敢辩驳，只待他掐完消了气，才敢偷偷掀起衣服来看伤势。夏离玉在李华营这没讨着好，操办宴席又实在不轻松，因而剩下几天他忙得脚不沾地，也没到李华营面前讨嫌。待到林府喜气洋洋地开办生日宴席时，却连李华营都未告知。待李华营收拾用膳，到了东院子，也来了许多宾客。夏离玉穿着一身大红绢纱百花夜地裙，在会客厅前招呼着来往的女宾。见着李华营走来，他全然只当不知，仍笑容满面地招呼着，浑身洋溢着一股得意。李华营只轻轻一笑，便入了上席。林母也故意对李华营视而不见，想着非要给他个下马威，不然他日日做天做地，害得远儿受罚贬官，还真以为他能在林府作威作福了。李华营全不在意，只目光在眼前这粗制滥造的吃食茶水上一掠过，眼底嫌弃昭然若揭。不多时，身边小厮便将西院厨房新做的精致膳食糕点摆好在李华营面前，李华营这才懒散用些。这时女兵们也大约看明白了，这林府是在跟护国公主对着干甩脸子呢。怪不得迎宾的是个大着肚子不知哪来的村妇，席上这吃食也都难以下咽。他们一个二个本就是冲着护国公主来的，如今一搞清楚形势，便无人再理会林母和夏离玉，全往李华营面前凑。殿下今日发上这镂空嵌玛瑙水晶钗，当真别致，臣妇见所未见呢。臣女同母亲上次邀见太子妃，也见太子妃带着之相似的呢。臣妇家中得了些从西疆运来的甜瓜，便想着献给殿下尝尝鲜，殿下可愿赏脸？一时之间，李华营身边的宗妇贵女花蝴蝶一样来回穿梭细语。夏离玉站在堂前，紧握的拳头指甲深深陷进肉里，也不觉疼。正这时，一道笑语响起：林夫人大寿，我便带着景燕回来祝寿了。高淑雪面上笑意温婉，夏离玉回过神来，急忙笑着迎进来。待两人往堂中走，夏离玉目光却落在林景燕身上，只觉得才小半个月不见，她竟瘦了一大圈，人也好似没什么精神，一直低着头。林母见高淑雪同林景燕过来，脸上瞬间便蹦出喜色。三皇妃来了，真是蓬荜生辉。高淑雪听着这不伦不类的问候，淡笑不语。燕儿，好些天不见呢，我还说你怎么不回门来见我一见，我可想死你了。林母激动说着，就要去拉林景燕的手，可谁知林景燕竟是有些惊慌的后退一步，避开了林母。
他只飞速抬头看了林母一眼，瞬间又低下头，像个鹌鹑一般缩在高书雪身边。林母微怔，不解道：“燕儿。”高书雪抬手轻抚林景燕发髻，对着林母笑道：“景燕如今身份不同，自然也要有规矩，林夫人莫要苛责。”听见高书雪笑语盈盈的解释，林母的心便放回了肚子里，说话语气也带着讨好。三皇子这样的人家可不是得有规矩，三皇妃真是费心教导燕儿了。高书雪也浅浅一笑，带着林景燕落座。两人坐在一处，林景燕规规矩矩地为高书雪布菜斟汤，整个人坐得笔直，与她之前那从心所欲的模样确实大有不同。林母看着便觉欣慰，当真是与以往不一样，倒有几分贵女的姿态。宾客皆至，可仍旧无人理会林母同夏离玉。夏离玉看得心中不甘，明明宴席是自己布置的，帖子是自己下的，可为何所有人都要把李华莹当作宴席主人？就因为她嘴里那轻飘飘的全是二字吗？夏离玉脸上强挤出笑容，端着茶杯走到李华莹身侧，不管来同李华莹见礼的是谁，她都要说上一两句话。女兵向李华莹敬茶，她也在旁边跟着饮下。众人见着这场面，都脸色微妙，互相交换眼神。只是李华莹不发话，便也无人有异议。李华莹才懒得管她，她挺着个大肚子，乐意犯蠢站着饮茶。李华莹何苦还替她着想？而夏离玉喝下几杯茶，面色都好看许多。见这些平日里看都不看她的世家夫人小姐，一个个在李华莹面前垂手行礼敬茶，她站在李华莹身侧，便有种这些人是在对自己恭敬俯首的感觉。这感觉实在美妙，让她浑身都飘飘然。她面上笑容愈发心满意足，茶水更是一杯接一杯的痛快喝下。只是喝着喝着，夏离玉便觉不妙，她调整了下姿势，夹住双腿。孕中本就多小姐，她又一次喝了这么些茶水，这时小腹便胀起来。可想着那些贵妇小姐对她嗤之以鼻，可如今又不得不在她面前毕恭毕敬行礼，她实在舍不得离开，于是便舒缓呼吸，憋住小腹的感觉，也不再陪着饮茶，只是站在旁边。又过了半炷香的时间，李华莹都不用转头，眼角余光便发觉夏离玉不知为何身子抖如筛糠。她转头蹙眉看过去，夏离玉一张脸竟是通红，死死咬着嘴唇，额角上还冒着大颗的汗珠。你这是怎么了？李华莹被她这模样吓了一跳。夏离玉本就紧绷着一股劲，一张嘴便感觉泄了气，小腹再也使不上力气，她只觉下身激流迸溅。夏离玉满脸惊恐，转身撒腿就跑。只是她如今身体笨重，又绷紧身体站了好一会，猛然一迈大步，脚掌一麻便扑倒在地。只瞬间，她身上轻薄的红纱便被浸透，黄色液体淌在地板上，一股腥臊气在空气中蔓延开来。第49章丢丑啊！本还围在周围的妇人小姐们大惊失色，纷纷后退。李华莹也是面色一变，陆英反应迅速，直接将李华莹半拉半扶带远。夏离玉待在场中，憋红的脸直接白了，张着嘴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喝了许多茶水，又憋了许久，甚至这时都还未尿完。他只觉眼前白光黑光一起闪，周围那一张张震惊鄙夷嫌恶的脸庞走马灯一般，在他面前疯狂地旋转起来。他心脏砰砰狂跳，趴在自己那一淌温热的尿液上。林母也惊怒交加地瘫在椅子上。有了这一出，他林家还不成了全盛京的笑话？女兵们个个交头接耳，同英时知会一声，直接便相继退场了。一踏出宴客厅，这议论声便冲天起。高书雪也面色难看地离开了。什么狗屁玩意儿，早知是这番场景，他才不来呢。林景燕随着高书雪离开，却频频回头。润竹这才反应过来，强忍着不适去将夏离玉扶起来。夏离玉仍在恍惚，一站起来，身上便刹那变得冰凉，冷得他一哆嗦。这才回过神来，一抬头，他便见到稍远处面色不适的李华莹。这下你得意了，我丢了这么大的丑！夏离玉瞬间状若癫狂，便要往李华莹这边扑。润竹死死拉住他：“姑娘，你清醒些，我们先去洗漱更衣。”李华莹愕然不解，今日发生这事，简直是他平生罕见，从未听说过盛京官员家眷在自家宴席之上就地如厕的，而且到头来他还能怪到八竿子打不到的自己头上。殿下别理他，他不过是个疯子。英妃气道。那边夏离玉好容易清醒些，便被润竹同小厮带回了香雪阁。林母还瘫在座位上一动不动。这一片乱象，李华莹正要离去，外面林怀远匆匆走来，一踏入堂中便察觉到这股弥漫的味道。他眉头紧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上次升迁宴后，他在朝中常被孤立敌视，这次宴会他好不容易请来诸多同僚，不惜伏低做小，也想着能多结交些人物，免得日子实在难过。可这宴席还未过半，女兵纷纷离去，还兜着人将男兵请走。
无一人同他直言何故，可看着他的眼神都满是亲笔戏谑。林怀远又忧又急，刚刚送完客人，便赶到女宾这边，却见林母脸色通红，瘫在扶手椅上。厅中众人面色都复杂难言，这又是怎么了？他额角上青筋暴起，呼吸声一重，胸廓处便又疼痛起来。上次挨的打还未痊愈呢。李煜，他害了你啊，我的儿！林母颤颤巍巍撑着椅子想站起来，可腿一软又摔回去。这时林白也打听清楚个大概，面上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凑到林怀远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林怀远惊愕失色，半晌没回过神来。什么？这什么荒唐事，竟能发生在他林府？林怀远脸色又青又红，目光落到厅中那一大滩黄色水洼上，又迅速移开。哦，他来到盛京3年，官居要位，不知有多久没见过这么恶心的场景，竟直接干呕了一声。林白慌忙扶住林怀远胳膊，在他后背抚着顺气，还不快把这烟杂东西处理干净，一个二个都是死的吗？林怀远低声怒吼道。下面丫鬟小厮原本也都被这场景惊住了，如今一被训斥，便赶紧低着头去清理打扫。这时厅外却突然传来一阵细细的哭声。林怀远双目几乎喷火，转头一看，正是刚更衣后过来的夏丽玉。他一清醒过来，虽说羞恼，但也自知这是重大。他若自行前来哭一哭认错，总比躲着被林怀远彻底厌弃了好。是我。夏丽玉被润竹扶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走过来，面色羞惭欲死。林母一见他过来，只觉得身上立刻有了力气，直接就从椅上跳起来，奔到他面前，二话不说劈头盖脸给了他2巴掌。若不是思雨和润竹拦着，他能生撕了夏丽玉。你个蠢妇，你怎么就连个屎尿都憋不住，连老家村里的狗都没在家里拉屎拉尿的？你脑子里装的是屎尿吗？自己要尿不知道去茅房，偏生在人家夫人小姐面前恶心。你是想让我远儿一辈子抬不起头吗？林母手指狠狠地在夏丽玉脸上头上戳着，面目狰狞的恨不得吃了她。夏丽玉脚步踉跄，不闪不避，只一个劲垂头哭着。林怀远听的这些下流话顿感不适，可心里又隐隐觉得解气，半晌还是拉住林母：“母亲，你且歇歇，别气坏了身子。”林母老泪纵横，捶着胸口：“我的可怜远儿啊，怎么身边这么些豺狼虎豹，全存心害你啊？”说着又想起来李华莹，远远指着他骂道：“你也不是个好的，夏丽玉个乡野蠢妇，如何能办得好这盛京宴席？你从来也不想着帮衬他，才闹出这样的笑话。”李华莹正悠然看戏，猝不及防被林母一指，还有些没回过神来。身边英妃以一个跨步站到前面，讥讽道：“你们林府丧伦败行，罔顾礼法，抬举一个乡野寡妇迎宾宴席，早就是盛京天大的笑话。如今又当场做出这等龌龊事，不过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我们殿下金枝玉叶，岂是你个没脸的老皮子能扯嘴的？小心掉了脑袋！”英妃小嘴炒豆子般噼里啪啦，声音清脆又响亮。说罢，他横了场中几人一眼，表情不屑：“老虎不发威，还真当他是病猫呢。从前都不是顾及这林怀远驸马身份，这些难听话他早就说了。林母向来最能撒泼，这还是第一次被人骂了个狗血淋头。他你个半天，又去扯林怀远的袖子。他这丫头胆敢骂我！”林怀远此时气急，直接便喝道：“你好大的胆子，胆敢在我林家对我母亲大呼小叫！”李华莹嘴角扯出个冷淡的弧度，倨傲呵斥：“你好大的胆子，胆敢对本宫的丫头大呼小叫！”第50章有旨。林怀远被斥得一怔，看着他于高位之上雍容威仪的模样，终于想起他不只是他的妻，更是大硕最尊贵的公主。如今他的处境再经不起任何差错，他不能得罪李华莹。林怀远心头涌起一阵苦涩，这是他第一次对他端起公主的架子。不过家人吵闹几句，竟如此以权压他。殿下何必如此？我母亲年事已高，你是我的妻，怎能不尽孝道，反而欺辱于她呢？林怀远周身气势一颓，眼里都是失望。笑话！君为臣纲，殿下为君，你林家为臣，你们如此不忠不义，林学士这3纲5常都学狗肚子里去了。英妃气得大骂道。林怀远张着嘴，却一句也反驳不得。林母哭嚷着：“我林家造了什么孽啊？娶了尊活佛回来，压在我们一家老小头上，可怜我的远儿，连个贴心体己的媳妇都没有。”夏丽玉也跟着哭，若不是因着害怕公主怪责，我如何能连茅房也不敢去，最后不得已做出这番丑事？此话何意？林怀远想起来这事仍觉不是，但还是皱眉追问道。夏丽玉拭着泪说：“来往女宾见到公主，只向她敬茶，我只能在旁陪侍，一杯一杯茶下肚。公主又不发话，许我去茅房，我才……”说着，她羞愤难当，泣不成声。若当真是如此，林怀远眼中怒气涌动，但仍克制道：“殿下可有话说？”
李华莹失笑，这林家当真是一家子蠢物。夏姑娘平日里行动，什么时候向我们殿下报备过？偌大个林府，她还不是想去哪去啊？如今上的茅房还需得殿下允许了。再说了，谁要她陪侍？她大着个肚子，还碍着我为殿下添茶呢，当真是没事找事。英妃说着，实在忍不住，直接翻了个白眼。夏离玉仍哀哀哭着，只是声音不免小了些。林怀远长出一口气，抿着唇看着面前的林母和夏离玉，一时无言。戏看完了，咱回瑶仙院吧。李华莹意兴阑珊，芙蓉面上带着一丝倦怠。众人随着他离去，一个二个连眼神也未分给林怀远几人。林怀远看他这随意态度，仿若真把他当作戏子看待，心中又是悲又是怒。他们为何就成了如今这形同陌路的模样？为何他就定然要压他们一头，分寸不肯相让呢？林怀远又是一声长叹。那边李华莹一行人出了院子，英妃犹自气着：殿下，这林家人实在可恶，我真是恨不得即刻便能将他们下狱，叫他们后悔的哭爹骂娘。英时笑道：瞧你急的，殿下定然自有安排。李华莹看着两人偷眼看过来的眼神，歪头一笑。若是让他们失去自己最在意的东西，从美梦中跌入深渊，岂不有趣？英时英妃一怔，对视一眼都不再说话，只是望着李华莹背影的目光都有几分忧色。李华莹微微垂眸，看着自己走动时飘然裙摆下精致的东珠斜肩，思绪渐远。若是上一世的自己，必定是有仇及时便报，一刻也脱不了。可如今的他，经过那真心被践踏、幡然醒悟的7年，他却不想这样了。他只想让他们全都在悔恨中度过终身，一脚踏空坠入深渊，永远也醒不来的噩梦，才是李华莹为他们选的结局。如今结局已不远了。正这时，后面林白突然追过来，喊着留步。众人脚步顿住，后面林怀远同林母急急追过来，面色彷徨。殿下！林怀远大踏步过来，将手中一小张湿淋淋的油纸递过来。殿下请看。李华莹蹙眉，并未伸手去接，身边陆英一手接过，小心在李华莹面前展开。竟然是林景业的手书，上面大致是说他假孕一事很快被发现，三皇子日日打骂折辱于他，三皇妃亦笑里藏刀，处处搓磨他，他日日吃不饱穿不暖，受尽打骂侮辱，求母亲大哥救他云云。李华莹微一点头。陆英收回那不知从何处撕下来的油纸，还给林怀远。林怀远忧虑问道：殿下，这是在景砚用过的茶盏中找到的，如今我们该如何是好？李华莹长眉一扬，如今这情况他早有预料。李景行看似温和谦虚，实则残暴不仁，心理扭曲。他时时渴望取代李明达，就连面上这副和煦模样，也不过是对着李明达的拙劣模仿。上一世林景砚就被富贵权势迷了眼，铁了心要嫁李景行。李华莹苦口婆心的劝诫，又不能实话实说，反倒惹得林景砚对他憎恨埋怨。即使李华莹为他费尽心思，选了个家里钱财丰厚的新贵世家，婚后过得再舒服不过，他依旧不满，日日要给李华莹使绊子。这一次遂了他的愿，让他好好尝尝自己谋划来的恶果。见李华莹淡笑不语，林母恨恨道：我就知道他不安什么好心思，何苦来问他？我们自己去将燕儿接回来，我得想个万全之策。林怀远抿唇：你们当真觉得能将他带离三皇子府？李华莹笑得玩味。林怀远一怔，这是何意？你以为这封信为何能到你手里？亦或说林景砚今日为何能出现在林家？李华莹语调平淡，其中缘由对圣经世家而言，不过心念一动便能全然知晓，也就林家这样乍起的门楣，不明其中含义。林怀远听他一说，终于反应过来，表情沉痛起来。林母茫然不知何意，仍叫嚷着：你听他说些废话做什么？他惯来不安好心，早些就回燕儿才是要紧事。林怀远摇摇头，眼底微红道：景砚是回不来了，他今日能回到林府，不过是三皇子准许的，这封信他定然也能料到。如此不过是为了让我们知晓算计他的下场。景砚还在他府中，若我们声张，他不知有多少种法子可以杀人灭口。林母瞬间如遭重击，脸也白了，脚步都不稳了。我的燕儿，他还这么小，怎么能被搓磨到死啊？见林母崩溃大哭，林怀远心中亦是难过。夏离玉这时也赶来，见状便柔声道：伯母莫急，也还有法子的。第51章归家。林母立刻瞪着眼睛，死死抓住他手臂：什么法子？我们虽说不能同三皇子要求什么，可殿下可是皇女，是三皇子的亲妹妹，总归是有法子的。夏离玉吃痛，但仍真挚说着。李华莹还未说话，林怀远便已出言道：太子同三皇子如今正是夺嫡的关键时候，他怎会乖乖依殿下的话？绝无可能。林母却浑然不管，就扑到李华莹面前，想抓住他。你肯定有法子，你必须把燕儿给我带回来，你是他嫂嫂，你不救他你天打雷劈啊！
陆英面上带着怒气，毫不客气便直接在林母肩上一推。若不是林怀远赶紧上前接住，林母怕是要直接仰面摔在地上。林怀远嘴唇紧抿，却还是将口中的斥责咽了下去。林母还在哭嚎，李华银直接横眉冷对道：天理昭昭，报应不爽。今日莫说我救不了，就算是我能救，我也不会救他。林景彦如今不过是在还他自己造下的孽，这就是害了雪茹性命的血报。林母闻言，直接状若癫狂的开始辱骂嚎叫。林怀远也怒道：殿下慎言。夏离玉更是拱火说着：殿下可是远哥哥的妻子，夫妻一体，叶儿是远哥哥的妹妹，她的命难道连一条狗都不上？殿下怎么这般恶毒？林母一双目赤红，老脸涨红，口不择言道：你个毒妇，你是恶鬼，你害我远儿，又害我的燕儿，我林家娶了你是遭了孽啊！还好老天保佑，让离玉怀了远儿的孩子，我林家有后，不会被你这毒妇害到人丁稀落。此言一出，满堂寂然无声，除了几个主子，所有丫鬟小厮们都瞠目结舌，心下惶恐。就连英石、英妃几个也是没想到林家竟混账荒唐到这个地步，天界驸马竟敢同人珠胎暗结，还胆大包天的将人放在公主面前，这简直骇人听闻。林怀远急道：母亲，你说什么混话？你还是要害死我吗？林母本就是头脑发热才一股脑浑说，如今也反应过来，惊怒交加之下，竟是两眼一翻白，竟是昏了过去。林怀远赶紧对思雨使眼色，丫鬟们急急将林母带走。夏离玉也吓得面如土色，慌慌张张的一步步后退，最后直接撒腿跑回了香雪阁。润竹在后面都好险没追上。林怀远回头看着英石、英妃几个怒气冲冲，又见李华银泰然自若，他心下也慌了神，腿一软便扑通跪下：殿下，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离玉，这不是真的，我是真心同你做夫妻的。他说的结结巴巴，满头大汗，面上又是悔恨又是祈求，眼泪几乎流下来。李华银目光在他脸上扫了眼，上一世7年他也没见过他这副样子，如今看来当真无比丑陋。李华银轻嗤一声，转身离去。宽大的袖摆裙裾在空中飘然转了一圈，轻轻拍在林怀远发烫的左颊上，轻飘飘的却让他浑身颤抖。殿下，莫非他当真要失去他的妻子吗？英石收起时常挂在脸上的笑容，对着林怀远冷声道：先廉寡耻。英妃对他狠狠啐了一口：衣冠禽兽，猪狗不如。海月上来，直接一鞭子甩在林怀远身上：卑鄙小人，无耻至极。林怀远还未吃痛倒下，陆英即刻便当胸飞来，一脚将他踹倒。他俯视着地上痛苦蜷缩的林怀远，宛如宣判道：贱人，你以后的每一天都会比今天更痛苦。一众人离去，堂中刹那静下来。海月、陆英都未收力，林怀远这时还躺在地上，额上冷汗直冒，一呼吸便胸腹之间抽着疼，嘴里都涌起一股铁锈腥气。林白也吓呆在一旁，只觉今天这一天如在梦中，甚至他做梦也想不到能有这桩桩件件的奇事。这时听得林怀远痛苦的吸气声，他才回过神来，赶紧将林怀远从地上扶起来，又急急忙忙的差人去寻大夫来。那边李华银径直离开，登上马车便往公主府去。外面车夫一声吆喝，马哒哒哒的马蹄声响起，清风掀起轿子窗帘，温柔地吹开李华银鬓边碎发。李华银不由得露出个轻快的笑容，身边英石、英妃也满脸笑意，都觉得离了林府便浑身都舒畅欢心极了。姚县院要紧的东西先搬回来，折许哲再带一队抚卫过去，将西院守好。再有找人将林府今日所发生事宜全部宣扬出去。李华银有条不紊吩咐着，海月雀跃应声。带回到久违的公主府，李华银看着那熟悉的一草一木、亭台楼阁，全部都是他少时的回忆。时隔7年，他又在18岁重新回来了，身边几个丫鬟也都喜不自胜。虽说只离开了几个月，但林府那污糟地方待着太过闹心，几乎是度日如年。公主府的下人也都聚过来俯身行礼，恭迎殿下回府。平身。李华银正喟叹着，一回头便见许哲带着乌泱泱一大堆人赶来。殿下，殿下可不能不要我啊，我都给殿下做10年饭了。殿下，今年的冬衣我刚画出新样子呢。殿下，殿下。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李华银一怔，实在没想到还有这一出。许哲让众人安静，对李华银行礼。殿下，听说殿下归家，这些师傅小子们一个个都不愿意留在林府，都说要跟着殿下回来，依殿下看。见许哲这微寒试探的眼神，李华银失笑：既都是我的人，自然该跟着我，公主府又不是住不下，倒把你操心坏了。许哲羞惭一笑，又道：殿下的西河院我已命人打扫妥当，殿下可先行过去休息。李华银轻笑：还是你妥当。
一行人便往西河院去。这一天事故频出，确实是疲乏。李华莹也想着先歇上一歇。待到了西河院，院中的缤纷花树纷纷扬扬，木质的秋千晃晃悠悠，丫头小厮们正在树下扫着，乍然回头一见李华莹，无人惊慌，只安静行礼，仿若她不是出嫁后蓦然归来，而是午后出门闲逛后归家。第52章了结。李华莹嘴角勾起笑意，这种感觉当真安心。身边英石也笑了，向着一个梳着双平髻的丫头问道：“彩儿，徐管家是何时让你们来打扫的？”彩儿俯身道：“徐管家早吩咐过，西河院需日日清扫，每3日所有东西要擦洗晾晒。半个月前，徐管家便说殿下不日便会归来，让我们小心注意。”李华莹轻轻一笑，这许哲当真是个人精。彩儿答完，仍乖顺垂手。海月拿了些赏钱给他：“打扫得好，赏钱拿去你们姐妹买些零嘴。”李华莹心情松快，先去洗浴更衣，又吃些了糕点茶果，便先歇下了。隔了7年，再躺在闺阁时期的拔步床上，金丝楠木熟悉的清香让她沉沉睡去，就连梦中亦是无忧无虑的少女时光。有母妃、父皇、雪庐、李明达、李红印，甚至还有江兆野。见着李华莹脸上的淡淡笑意，英时动作轻柔地掖好小毯子，退出来时面上仍有些心疼。从前殿下何等肆意张扬，明媚如艳阳，如今却被那糟心林家害得郁郁寡欢。这林怀远实在该死。这几日，李华莹在公主府中看书听曲荡秋千，过得悠闲快活，但盛京城中却炸开了锅。说书先生说的绘声绘色，唾沫星子横飞，都快把林怀远是如何与恩师之女春风一度讲出来了。听的人多，传的人更多。城中各处官宦公子席间闲谈，贩夫走卒闲时笑聊。听说了吗？当今驸马爷他老娘寿辰是驸马爷的淫妇操办的。这有什么啊？听说这淫妇早早怀了驸马爷的种，还被驸马爷接回家里养着呢。你们都不知道吧？这淫妇还在寿辰那天当着所有人的面在宴席上小姐，真不要脸啊！这一家子得了天恩，怎么还敢胆大包天到这地步？听说公主都给气回公主府了。流言如此之烈，即使江兆野身处西江，江于川的信却比说书先生嘴里的湖州还要详尽。不论市井传闻，亦或朝堂局势，俱不厌其详。这一回，江兆野却并未单枪匹马回京，他眉目沉沉站了半晌，才到书桌前写了封手书。江望。待墨迹干透，他将手书放入信封封好，交给江望。800里加急送到东宫。是。江兆野这才披甲提剑点兵，直接杀回盛京。既如今他已有了决断，他只当披肝沥胆，赴汤蹈火。西河院中，李华莹正懒洋洋在秋千上晃悠，往外丢沙包。脚下4只长大了一圈的狗儿来回追逐嬉戏，咬着沙包跑来跑去。海月正过来，递来一封密信，太子妃这人送来的。李华莹点点头，拆开一目10行，看完英妃已捧着小巧火炉过来，李华莹将信纸置入。他看着信纸化灰，一缕青烟袅袅升起。父皇年迈体弱，这些时日正病着，李景行蠢蠢欲动，小动作不断，了结一切的时候也要到了。那边东宫里，小顺子正将西江来的密信呈给李明达。他展开一看，眉头微微一扬，便将信纸递给身边谋士。没想到还有个意料之外的助理。谋士们看过，一惊疑不定，但几番讨论之下，仍还是对李明达贺喜。殿下乃是真龙，只是没想到镇远大将军也想争这从龙之功。李明达淡笑不语，但眼底仍有一丝保留。到如今地步才能踏入浑水，他实在无法信任。那边林怀远才真是水深火热，如今朔文帝病倒，太子监国，他在朝堂上便不好受许多，更有同僚的嘲讽调侃，一桩桩一件件的提起。偏生他连反驳都不能，因为这些传闻大多都是真的。再别说市井之间的传闻，家中下人们的窃窃私语，还有林母的大吵大闹，夏离玉的哭哭啼啼。再别说还在三皇子府生死不知的林景彦，他是太子妹婿，又和三皇子结了亲。如今局势如此剑拔弩张，他竟成了全盛京最大的笑话。背后操作之人是要用他做法子，将水彻底搅浑啊！林怀远日日头痛，直恨不得一头碰死才清净。这日下职，他扫完公道，身心俱疲，刚到林府门口，便觉臭不可闻，刺鼻的味道熏得他昏昏沉沉的脑子都清醒不少。林怀远抬眼一看，往日里最多有人扔些臭鸡蛋烂菜叶，今日这门前竟是直接被泼了粪水，入眼都是黄白软烂之物，看得人胃液翻涌。林怀远猛地转头，干呕了好几声，却只吐出来些酸水。林白担忧地扶住他：“爷，你没事吧？”林怀远两眼微红，摇了摇头：“罢了，我本就要去公主府，
今日就直接先去吧。说罢便转身离开。林白一怔，追上去道：可爷还未回府用晚膳。说着，林白便自觉不妥，闭上了嘴。别说林怀远，就是他自个看了这烟杂东西，晚上也是什么都吃不下了。走了没多久，林怀远便到了公主府。公主府门前，小厮只耷拉眼皮瞅他一眼，便转过身站着。林怀远也不多言，撩起下摆便跪下，背影依旧挺直如松。林白心里叹了口气，自从公主殿下自行回了公主府，也便每日下至后过来跪一个时辰。只可惜跪了这么些天，受了这么些白眼，公主也从未出来见他一面。林白心下暗暗叫苦，伸手偷偷揉揉自己亲子的膝盖，也只好跟着跪在旁边。旁边有人经过，对他们指指点点。这么有人跪着呢？哟，你连这事都不知道呢，我来跟你细说。林白竖着耳朵听了会，又颓然软了身体，跪得歪歪扭扭。他悄然偷看林怀远的侧颜，只见他目光静静地直视着公主府的大门。林白心中又是一叹，你就是把这门钉穿了也没用啊，若自己是公主，也不会原谅这么个狼心狗肺的。正想着，林白赶紧捂住自己的嘴，生怕里面吐出些不该说的。林怀远仍静静地跪着，跪到月上临烧，里面小厮不知从哪端来一盆污水，对着他们便当头泼过来。好在林白反应快，拉着林怀远，两人急忙往后挪动些地方，才没叫脏水泼了一脸。这时林怀远才起身，林白也马上跟着起来，踉跄着扶住摇摇欲坠的林怀远，两人搀扶着往回走。爷，明日还来吗？第53章忧思。来。林怀远声音极低，但回得干脆。林白犹豫半晌，还是劝道：您这是何必呢？何苦这么糟践身子？林怀远动作微顿，方才叹息般道：只要殿下能原谅我，我只求他原谅我。林白无声，又是一叹，当真搞不明白这恩怨曲折，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又想到香雪阁里那个哭肿了眼睛的，世间这痴男怨女，当真是说不清。林怀远也是跪得膝盖生疼，可他想得更为长远。上次李华莹入宫告状，即使圣上气不过想要重罚，因着他求情，便也能从轻发落。如今这样的大罪，事到如今已无可挽回。他唯一能做的，便是求李华莹回心转意，不同他和离。唯有如此，才能保全他和林府，才能保住他头上这顶乌纱帽。林怀远一深情想着，只要李华莹既往不咎，他日后定与他和和美美，不生丝毫嫌隙。公主府西河院中，李华莹正慢悠悠用着晚膳。海月过来说，今日那林怀远又在门前跪着，最后徐管家让小厮泼了盆换衣水，才把人泼走。殷实听的也难得露出嫌弃表情，那岂不是还泼脏了我们门前的地？他可真够烦人的，他可真够不要脸的，自己做出这等没脸没皮的龌龊事，还敢过来痴心妄想，做他的春秋大梦吧？殷妃气羞羞说着。李华莹轻哼一声，她愿意跪便跪，若能把这双腿跪断了，我就……李华莹拖长音调，几个丫鬟都瞪着眼睛看着她。殿下就如何？殷妃急得脸都红了。我就算他是个男人。李华莹轻佻一笑。殷妃长出一口气，几人都笑作一团。殷实点着殷妃的脑袋说：殿下这话可把殷妃吓坏了。可不是嘛，这种无耻男人就是死了也不值得女儿家的一滴眼泪，再莫说公主这金尊玉贵的了。殷妃昂着头理所当然道。李华莹也笑起来。可不就是这样，自己上辈子真是鬼迷心窍，为这种人伤心伤神，也是再傻不过了。海月想起来市井传闻，便说道：如今圣经里到处都在说林家这些丑事，实在是被全圣经戳脊梁骨呢。林怀远就是即刻死了，去见林家仙人，怕是也要跪烂一副膝盖。他这就是恶有恶报。殷妃煞有其事道，又想起来些那日场景，好奇问道：我实在想不通，那夏梨玉当天为何会莫名其妙就在众人面前那般了？李华莹闻言也有些奇怪，确实闻所未闻，令人费解。海月笑着解释道：其实也不奇怪，女子孕期本就多小姐，且催情相用的过多，亦极其影响肾脏。再别说她那日非要站在殿下身边充场面，生生满饮下好些茶水，又挨着不去茅房，便如此了。原来竟是这样。李华莹恍然大悟道：那她这不是自作自受，全然就是活该。殷妃听罢，逼得撅撅嘴。殷实笑着在殷妃面上一捏：你个小妮子，如今说话真是愈发泼辣了。这边说着夏梨玉笑话，那边林府里夏梨玉正惊叫着醒来。润竹，润竹，润竹急忙俯到床前：夏姑娘怎么了？这又醒了。夏梨玉双手紧紧抓住润竹胳膊，满头大汗喘息着：我梦见我被乱棍打死。说着她喘得更厉害，竟是直接昏过去了。润竹吓得六神无主，赶紧出去着人叫医师过来。回来一摸夏梨玉被窝，身上脸上全是冰凉的虚汗，又急忙拿热水来为她细细擦拭。
等夏丽玉在悠悠转醒时，身上已舒服许多。外间医师正和林母交谈着，细碎的声音隐隐约约传来，夏丽玉昏昏沉沉也听不清。过了一会，林母撩开帘子进来，瘦削许多的脸庞上带着忧色。医师说你忧思过重才会夜夜惊梦，这样不休息很影响胎儿的。说着，林母又烦躁起来，你这到底是怎么了？你每日只管吃喝躺着，还要忧愁什么？因着你李华莹都回公主府了，你还天天做这病弱样子干什么？月儿哪有功夫搭理你？林母气呼呼说了几句，见夏黎玉脸颊上瘦的肉都没了，一双眼睛里都是血丝，又放轻了声音，安神药医师已经开了，你每日就好生休养着，待到好好把我的大胖孙子生下来，不就什么都好了？夏黎玉仍一言不发，只呆呆地看着他。林母摇摇头，拉着润竹便出去了，交代他好生照料着。说罢，他便又急匆匆离开了，想着再去看看远儿，这些天远儿都累瘦了不少。润竹目送林母离去，刚转头进了内间，便吓了一跳。夏黎玉正偷偷趴在那屏风上看着他，单薄的中衣勾勒出他伶仃细瘦的四肢和高高隆起的肚子。他面色苍白，眼下青黑，神情吊诡。你们背着我在说什么？润竹鸡皮疙瘩从手臂一路起到了后背，一个机灵才战战兢兢答道：没，芷夫人交代奴婢好生服侍。没有。夏黎玉歪着头，直勾勾盯着润竹，没有你结巴什么？润竹吓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只使劲摇头道：是真的，真的。夏黎玉半晌没说话，可突然眼眶就红了，大颗大颗的眼泪滚滚而下。我好害怕，我会不会死？他们只在乎我肚子里的孩子。润竹呆了半晌，又赶紧过来将夏黎玉扶到床上歇着，拿了金帕来为他擦脸。不会的，驸马，林大人对姑娘情深意重，他肯定会护着姑娘和孩子的。夏黎玉一动不动，任他擦着，抬手轻轻抚着肚子，咿咿呀呀唱起江都的童谣。润竹手一抖，仍继续服侍他。只可惜虽服了药，夏黎玉仍一日比一日瘦下去。他整天整夜的睡不着，心慌得厉害。他怕像林怀远一样被打板子，他怕他的孩子会因为崔晴香先天残缺，他更怕林府去母刘子要他的命。他有时甚至能想到陶英那张秀丽可人的小脸，莫名开始惊叫。第54章应节。夏黎玉状态每况日下，林怀远又日日不管家中事，医师看了也总是那几句话，这可把林母急得团团转，生怕他的大胖孙子有个什么闪失。他见夏黎玉日日睡不好，神神叨叨的，想着莫不是冲撞了什么鬼神。这日林母从城外庙里找来个白胡子老道，这老道先是在林府中上下转了一圈，又绕着香雪阁走了一圈，才进去看夏黎玉，既不把脉也不问诊，只是看面相。看过之后，他捋捋胡须道：你们这劫乃是避无可避，若是此时举家往南方江都去，或许能躲过此劫。林母一听便摆手不依：老师傅，这可不行，我们元儿可是圣经的大官，怎么也不能为了他的小女子回江都啊。老道士眼中闪过了然，只笑着摇头不语。再说了，黎玉这还有1月便生了，哪里受得了颠簸呢？林母往内间里看了一眼，又说。老道士只看了他一眼，转身便离开了。林母又追在后面，好说歹说求老道士再住上2天，想着没准还有转机。夏黎玉在内间里偷摸听着，心里更是害怕，这劫难竟然是避不过去的。他一个人呆愣愣坐在床上，既不吃饭也不肯躺下。等到日暮，他便霍地起身往雾松堂去。润竹叶不敢拦着，只能跟着。到了雾松堂，林怀远刚下至回来，朝服还没来得及换，便见夏黎玉喘着气过来，额头上都是细汗，细瘦伶仃的身子前挂着个偌大圆润的孕肚，看着有些骇人。你来做什么？林怀远眉心不自觉一皱，声音仍难掩疲惫。夏黎玉倚在门边，眼睛黑沉沉望过来，语调却带着哭腔：远哥哥，我好害怕，我怕我们的孩子。他还没说完，林怀远便不耐烦的一挥手：别说了，从你到圣经便一直说这些话，到如今还没说够吗？如今千头万绪，林怀远实在烦闷，语气更是毫不客气。夏黎玉被吓得一抖，眼泪直接便滚落下来。林怀远见他这可怜模样，心里终究还是过意不去。他轻轻缓了口气，走到门边，从身边润竹手里拿过帕子，擦拭夏黎玉脸上的泪。怎么又哭了？如今府中事务繁多，你就再忍1个多月，孩子生下来就好了。可是夏黎玉抽噎着，我害怕孩子不能平安生下来，我怕他会生病。别傻了，你好好安胎就是，府里医师也随时候着，不用怕。可是夏黎玉抬手拉住林怀远袖子，还要说话。我还有事，你乖乖回香雪阁好好歇着。林怀远反手握住他受到骨节突出的手，安抚的用力握了一下，便将他的手放到润竹手中。好好带下姑娘回香雪阁歇着，月份大了，怎么还能让她乱跑？
润竹应声，便带着夏离玉往回走。一路上，夏离玉还不住地回头。润竹看着，心中叹息，却也什么都没说。等到一行人路过文心轩时，夏离玉一眼便见着院中石桌旁的老道士，两人对视。老道士青缕白须，目光不闪不避。润竹想拉着夏离玉走开，夏离玉却将他的手推开，径直便往院中去。姑娘，姑娘！润竹拉不住，也不敢刺激他，只好跟着进来。夏离玉走到老道士面前，老道士仍静静坐在石凳上，既不说话，神色也无波动。夏离玉却扑通一下便跪在地上，惊得润竹赶紧去护着他肚子。师傅，求您救我，救救我的孩子！老道士垂目看他，救你？救你的孩子？我不想死，我也不想我的孩子生不下来。夏离玉哭啼着，涕泗横流。老道颔首，你不会死，你的孩子也不会生不下来。此言一出，夏离玉一怔，随即惊喜抬头。真的吗？自然。可……夏离玉想到这倒是那日童灵母说的话，你不是说过这是避无可避的劫，一切应劫而生，不可说。老道士捋着胡须，不多解释。夏离玉咬着唇，思索半晌，可脑子里浆糊一样，什么都想不出来。他只好再问，那除了回江都，还有什么法子能免得我的劫？老道士默然片刻，目光静静落在他面上，方才开口道，在你生产之前，你若能住进西院主院，你身上的劫数便可消解。夏离玉脸上涌出狂喜，多谢多谢师傅提点。说着他便砰砰在地上磕了2个响头。润竹好容易把他拉起来，两人再一抬头，老道士已不在眼前。夏离玉追出去一看，便见着老道士已往府外去了。他心中便觉得深信不疑，扭头便去找灵母，将这话对他说了。两人相携着去到西院，可无论灵母如何威逼利诱，撒泼打滚，府兵们皆不为所动。若是强闯，府兵便毫不客气将人打退。灵府一个平日里最爱逞强斗狠的小厮，拿着短刀便想伤人硬闯，直接便被府兵当场斩杀，血溅3尺。灵母吓得好险没昏过去，屁滚尿流的爬回了玉章堂。夏离玉更是吓得两股战战，回了香雪阁一宿都没合眼。灵母夜里却是翻来覆去气得睡不着，第二日便去找林怀远，同他说缘故。林怀远上直上的精疲力尽，直接拒绝道，别再胡闹了，儿子已经够焦头烂额了，我这哪是胡闹，你娶了个扫把星回来，搞得家宅不宁，还害了样儿。如今你儿子瞧着也不安全，我这是为了消灾避难啊。林母说的煞有其事，就差指着林怀远的脸说他不懂事了。林怀远叹了口气，也不争辩。不管如何，母亲若是想进去，就自己想法子，儿子没这个本事。说着，他便带着林白出了府。林母还待在原地，半天才反应过来，林怀远竟对他如此无礼，果真是娶了个丧门星回来，全家人都变得离奇古怪。他目光狠狠看向林怀远离去的方向，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每日干什么去。第55章笑料。林怀远仍旧按时过来，端正跪在公主府前。林白苦着脸也跟着跪下，本以为这天也会同往常一样，跪个把时辰，再被一盆污水赶走。可还没跪半个时辰，一道熟悉的斥骂声便响起，你连我的话都不听，却每天到这来跪公主府看门的小子，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林怀远皱眉回头，便见林母叉着腰几步奔过来，面色狰狞扭曲。他声音尖利，叫得周围瞬间便多了几个人指点围观。母亲，你爱做什么？林怀远面色更沉，我来干什么？我再不来林家的脸，你老爹的脸都要被你给丢光了，你给我起来！说着，林母便气冲冲地去拉扯林怀远，林怀远自然是推拒，林白思雨自然是不敢拦，都焦灼护在一边。林怀远母子二人便就这么在大庭广众之下，如市井泼皮一样拉扯，周围已经围了好些人，都如看猴戏一样嘻哈逗乐。林怀远几乎气得七窍生烟，自他来到圣经科举夺魁，他还从未如此在外面丢过脸面。于是手上终于也下了狠劲，一把便将林母推开。林母被他大力推的就要仰面摔倒，还好思雨赶紧接住他，两人踉跄好几步才稳住身体。你！林母指着林怀远，气得老脸涨红。林怀远耳边皆是周围百姓的嬉笑嘲讽，他垂手不看林母，只低声道：母亲请回。回？你不管你老娘和你儿子，我自己管，我这就去找李华营，让他把西院那些狗屁府兵给我撤了。林母恨恨一跺地，直接便仰着头趾高气昂就往大门闯。门前小厮直接拦住他，斜眼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直道：请回，我是李华营的婆母，你胆敢拦我？林母眉毛一竖，便要硬闯。小厮闻言往旁边一退。林母见状得意道：算你识相，敢拦你姑奶奶！话还未说完，两把雪亮长刀便已横在他面前。
林母吓得一激灵，便对上侍卫冷厉的眼神。圣上有令，擅闯公主府者，杀无赦。随即便是当胸一脚。林母只觉胸腹间猛然钝痛，直接被踹飞落下台阶。这下司雨雨也来不及去接，林母疼得哎呦哎呦直叫唤。林怀远见状也赶紧过去查看。林母直躺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乱扯自己身上的衣服几发。李华英打人了，打她的婆母啊，不要脸啊，这样的媳妇谁敢要啊。她大声地叫着，周围围着的百姓轰然大笑。驸马爷，这老娘可真会撒泼，看着我就想起隔壁村里欠钱不还的老赖，真够不要脸的。这驸马爷也不怎么样，天天来公主殿下这跪着，我倒要看看他能跪出朵花吗？你们看那侍卫脸黑的，他再好两嗓子，怕是要被人家一刀砍死。这可真有意思，以后我天天饭后就来这，比戏台子上演的好玩多了。嘈杂笑闹的声音传来，地上林母还在撒泼叫唤，林怀远却慢慢站直了身子。如今他才知晓，拥有一个愚蠢的母亲究竟有多可怕。不出意外，这一出明日便能传遍圣经的大街小巷，传到同僚们的耳朵里。关于他理政学士林怀远的笑料便又多一条。林白见林怀远面色阴沉，虽说害怕，还是轻声问道：爷，咱们这是？把他带回去，不愿意就抬回去。冷声说完，林怀远直接拂袖而去。林白咽了口唾沫，看着地上的林母。林母见状更是叫骂得更大声，在地上翻滚的恨不得拱出个洞。看他这样，别说林怀远，就是林白都觉得丢人。他这时也顾不得别的，直接招呼丫鬟小厮们将林母强硬的抬走。林母身体都腾空了，还要扭动着去打丫鬟们的脸，丫鬟也不敢躲，个个被他踢打得面上青紫。周围人更是哄堂大笑，还有人叫着让林母明日再来表演一回的。林白垂着头，脸上通红，三两下赶紧将林母弄进轿子，一行人往回赶。外面出了这般笑料，西河院中自有人转告李华营。海月正绘声绘色说着，惹得大家又是笑又是气。有时我是真不知道，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般不知天高地厚还不要脸皮的人。英妃笑完又觉得生气，人贵有自知之明，偏生他没有，可不就这样了。殷实摇摇头道：殷实说的对，你们想想学堂时候那些见识短浅却偏要舞文弄墨的，是不是就同他今日一样？李华营支着头笑道：像也不像。英妃摇头晃脑道：毕竟这么不要脸皮还不知轻重的，我今日方是第一次见。像他这样自以为是的性子，何该一辈子待在江都才能生活的顺遂？他又偏要来圣京做个贵妇人，这哪能做的？我想着以前雪芦为上小披风，在圣上面前表演时，都比他还要知分寸进退呢。几人又是一阵笑。待晚上用过饭，李华营却是被英妃一句话勾起了对雪芦的思念。他一路便去了以前少时专门放玩具的小院，里面东西都规整放着，他放过的风筝，玩过的九连环，乱打的络子，还有好些雪芦以前的玩具，沙包、小枕头、竹编的小球，他睡过的大大小小的窝。李华营眼中带着怀念，身边殷实也轻声道：倒没想到府中还有这么些雪芦小将的东西。李华营轻轻笑了笑，许是天意，叫我留下这些东西来想念他。后面英妃却拿了件物石过来，笑道：可不止呢，殿下可还记得这木剑？李华营见这不过臂长的小木剑，瞬间便想起他幼时同李明达一块练剑的时候。如何不记得？我当时练得手酸脚酸，可累了。殿下只记得这个？当时殿下总不愿意练剑，就把剑偷偷藏起来扔掉。内务府送来一把便扔一把，后来还差点被圣上训斥了呢。英妃笑着说，将木剑递过来。李华营接过来，随手挥舞了下。小时觉得沉甸甸的木剑，如今只觉得轻若无物。当时确实是不乐意练剑，好像还真是有这么一回事。李华营说着，就着烛光仔细去看手中的小剑，剑身整体流畅，可见尖处却往左歪了些。以他如今的眼界，一眼便能看出这不是内务府所成名家所制。李华营有些疑惑，又轻轻舞了舞，剑上挂着的水红色剑穗一阵晃动，凉凉的轻拂在他手腕上。第56章发动。这是那年盛夏江兆野浮水为他买来的穗子，竟是被自己挂到这木剑上。李华营指尖轻拨着扇穗，少时的回忆突然如潮水般涌来。夏日的太阳苦闷，他却要和李明达、江兆野一起在烈日下扎马步、骑马、射箭、学剑。他那时性子骄纵，什么苦都不想吃，每次都是想尽各种法子去骗师傅和李明达不去练武。至于江兆野，他从来不会要求他如何，只会默默地帮他去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为了不练剑，他把木剑全都扔进御膳房的柴火堆里。内务府送一次他扔一次，最后他手中总是没剑。师傅拿他没办法，便去禀报朔文帝。朔文帝那时极宠爱他，什么都依着他。
可唯有练剑一事，任李华莹如何撒娇卖好，朔文帝都不松口。后来李明达告诉他，他逝去的母妃沈贵妃也同他一样不爱练剑。沈贵妃射术最好，百发百中，可那日宫乱为救朔文帝，沈贵妃提着一张弓大杀四方，可最后还是被人近身一剑刺死。因此朔文帝才要李华莹必须精通剑术。李华莹那时年岁虽小，可听后依旧羞惭不已。但他已经扔了那么多支木剑，他不知该如何去求师傅再为他调来木剑。可谁知第二日，他房前地上便安安静静地放着一把锦缎包着的木剑。他欢喜极了，拿着木剑便去找师傅，再也没在剑术上偷过懒。虽说没人知道剑是谁送的，可李华莹心里知道，必定是江兆野。除了他，没有人会向公主献宝而不求取赏赐。于是他便日日跟着江兆野身边，让他教他那些书上艰难晦涩的剑招。江兆野总是一看便会，李华莹却总做得四不像。江兆野自己练时气势如虹，可一碰上李华莹便总束手束脚。李华莹也总爱逗他，使得江兆野教上一会脸都要红得滴血，只能自己跑开冷静会，再一本正经的回来上课。青葱的竹林里，竹叶被木剑打得漫天飞舞，少年红着耳朵，少女巧笑倩兮，轻灵如花中仙子。那时当真是他这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了。后来李明达越来越忙，变得成熟稳重，江兆野一身戎装去了西江，李华莹也同他没了联系。如今再想来，原来两人还有过这样一段少时情谊。李华莹笑着将剑放下，待在回了房中，很快便沉沉睡下。只是梦里都是那片青色的竹林。自从硬闯西院那日之后，夏离玉便哪也不去了，每日都待在香雪阁中，枯坐在窗前。林母也被林怀远严厉警告，不敢再出门闹事。这日夏离玉好不容易下午吃了碗安神汤，正浅浅睡下，梦中却全是摇晃动荡的林府，有满身血肉模糊的陶英，有瑟缩在高淑雪身边的林景燕，有被打倒踹飞的林怀远与林母，有人在后面追着要杀他，他拼命抱着肚子跑呀跑。床上夏离玉也手脚弹动，闭着眼睛，眉头紧皱着，他满头都是汗，嘴里呢喃着救命。傍晚正寂静，外面院子却突然当啷一声，夏离玉陡然惊醒，耳边犹在嗡鸣，一双眼睛睁得极大，心脏跳得要从嗓子眼跳出来。这时外面传来丫鬟的责骂声：小蹄子，粗手粗脚的，这个月第几回了？再有，我便禀明夫人，将你打20大板发卖了去。夏离玉听着又是一阵心惊肉跳，只觉得身上已经疼痛起来。他慌忙叫道：润竹，润竹，有人打我。润竹就在外间候着，一听见动静就赶紧进来。怎么了，姑娘？我……夏离玉只吐出一个字，肚子里猛然一阵剧痛，就仿佛有一只手捏着他的五脏六腑在生拖硬拽一般。他瞬间脸白如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润竹一见他这模样，将被子一掀开，便见着床单已湿了一大片。姑娘，你这是要生了啊！说着他便急忙出去，着急忙慌唤稳婆过来。公主府前，林怀远仍笔直跪着，林白歪歪扭扭地跪在旁边。周围路过的人看着都不稀奇了，瞟一眼便过去了。林怀远对这些人自然浑不在意，他眼神只看着公主府那黄铜大门。可即使他面上古井无波，但心里亦十分焦灼。他跪了这么些天，李华莹仍不肯见他，却又没有去告发他，他实在摸不准他的心思。莫非他是觉得他的道歉不够诚心？可他连李华莹的面都见不到，又如何表示他的一颗真心呢？挫败感如潮水般涌上来，林怀远微不可闻的轻叹一声，垂下了头。正这时，大门吱呀一声打开，公主府中整齐跑出来些侍卫小厮，丫鬟婆子们皆在门外候着。林怀远猛地抬头，眼里带着希冀，而李华莹便在丫鬟们的簇拥之下缓步走了出来。她一身绢纱牡丹银丝羊皱裙，腰间系着浅蓝的织锦攒珠缎带，腕上一只青绿通透的翡翠镯子，整个人如画中仙一般飘然而来。她鲜少穿的这样淡雅，却依旧不减绝色，只平添一分仙气。林怀远还在怔怔看着，李华莹只当他是空气，直接越过他就要往马车去。殿下，殿下！林怀远急急唤着，西行几步拦在李华莹面前。殿下就这么不想看见我吗？李华莹停住脚步，懒懒打量他一眼。几日不见，林大人憔悴不少。殿下，林怀远脸上露出喜色，殿下可是原谅我了，愿意随我回去？李华莹轻嗤一声，面上嘲讽之色明显。虽未应答，林怀远已明白他的意思，他焦急道：殿下，你那天在宫中说过愿意和我慢慢来，说过感情需有恒久耐心的，耐心耗完了。李华莹说的随意，林怀远却是双眼一红。你当真如此无情？我们虽说成了婚，可你从不与我圆房，你又怎能怨我？林怀远说不出口，却仍眼中含着怨怼。
你婚前便与人苟合，还有脸推脱？我那是一场误会，可殿下这么多天都未曾定我的罪，殿下可是也念着我们的情分。第57章恶狼。李华莹闻言诧异看向他，林怀远却还以为说中了他的心思，便赶紧表态道：殿下放心，在我心里，殿下才是我的妻子。夏离玉一介见识短浅的村妇，他算什么？待他将孩子一生下来，我便立即将他远远的送回江都，再也不让他来打搅我们，这样可好？林怀远仰面说着，面上期待并着焦灼。可李华莹只是淡淡把玩着腕间的镯子，冷淡一笑：你若是再不回林府，夏离玉便要难产而亡了。什么？林怀远闻言惊疑不定。那边林家小厮正跑得呼哧喘气过来，赶紧向林怀远说明：爷，夏姑娘早产了，这会子正在生呢，夫人叫爷快回府。林怀远一怔，却仍未起身。小厮不由得催促：也可快些，夫人同夏姑娘都着急喊你呢。林怀远眼神落在漫不经心的李华莹身上，微微抿唇。李玉发动的也太不是时候了，他好不容易见到殿下一面，费尽口舌心神都还不够用，他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生产，岂不误事？他正天人交战中。李华莹见他仍一动不动，神情便惊异起来：你还不回去？我……林怀远吞吞吐吐，似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李华莹却明白过来，他不过是觉得夏离玉没有他的前程重要，如今更要紧的是稳住自己。他自认清高自许，紧要关头不过也是为仕途全是仕途。李华莹心生鄙夷，直接便要离开。林怀远却仍伸手将他拦住。李华莹眉目一冷，身后陆英也两步上前就要动手。突然一阵马蹄兵甲声传来，众人抬眼望去，一队披甲的骑兵正飞驰而来，肃杀之气逼人。当头的人身材高大，即使远远望着便觉察出他一身的凌厉兵戈威势。不过眨眼，骑兵已至眼前。当头那人挥鞭勒马，马蹄高高扬起。李华莹在夕阳的暖光中看清了这人样貌，斜飞的长眉入鬓，点墨般的黑亮眼睛，高挺的眉骨鼻梁，一如画本里鲜衣怒马的少年将军，竟是镇远大将军江兆也。马儿一声嘶鸣，马蹄便悍然落下，险些踏在林怀远惊慌的面上，吓得的腿一软便瘫坐在地。江兆也利落翻身下马，兵甲沉重，扬起的尘土正扑在林怀远面上，呛得他掩面咳了好几声。江兆也一个眼神也没分给他，目光只灼灼看着李华莹，两步便走过来。正挡在李华莹面前的林怀远直接便被江兆也撞开。林怀远不过一个弱智书生，体量如何能与战场厮杀的大将相比？他被坚硬的兵甲狠狠一抵，便狼狈摔到地上，可依旧无人在意。江兆也抱拳单膝一跪，声音低沉：微臣奉命护送公主殿下入宫。李华莹惊诧的轻声道：江兆也，他这时不应当还在西江，同伯也是对战吗？江兆也豁然抬头，黑眸泼墨般晶亮，注视着李华莹。明明表情并无变化，可李华莹却仿佛诡异的感觉到，他似乎很开心。将军请起。江兆也一起身，身量极高大。李华莹本就身材高挑，可在江兆也面前竟才堪堪够到他肩头。明明当年还是个清瘦的少年，一别8年，怎么突然窜这么高？面容也成熟许多，更深邃冷漠，只那一双眼尾微挑的凤眼，一如当初一般明亮。李华莹心中悄然惊叹，目光暗暗在他身上打量着。江兆也察觉到李华莹的眼神，仍面不改色，只是耳尖却悄悄的红了。他身上肌肉微微用力，本就健硕的胸膛又将兵甲顶起几分，整个人更显得魁伟不群。殿下请上马车。李华莹心中轻啧着，面上也一点头，便往马车处去。而地上才回过神的林怀远一见，立刻便起身要追过来。江兆也直接一回头，林怀远便对上了他森然的眼神。林怀远一愣，他仿佛看见一头护食的恶狼正毫不掩饰地对他露出獠牙，展露杀机。不过只一瞬，江兆也便转过头追上李华莹。徒留待在原地的林怀远惊出一身冷汗。殿下小心！如今天色已昏暗，江兆也便拿过旁边小厮手中的提灯，快步行到李华莹身边，为他照亮马车的脚凳。李华莹一伸手，他便又往前一步，伸出手臂让他搭着。李华莹手掌一落在他未覆盖兵甲的手臂处，便感受到灼热坚实的触感。李华莹莫名手掌微微一抖，江兆也面色不变，只将手臂端得更稳。李华莹瞬间便能察觉到他衣衫下绷紧的肌肉。他就这样搭着江兆也手臂，一步步上了马车。眼见那只素白的小手从他手臂上离开，月牙白的裙角消失在马车帘子后，江兆也才无声吐出一口气。身后殷实殷飞面面相觑，这人怎么还来抢他们的活计？最后还是殷实说道：将军，还请将灯笼还来，让我们上马车。江兆也动作一顿，随即面色如常转身，将灯笼递给殷实。有劳姑娘。
又转身走到马前，翻身上马。只是平日里闭着眼睛都行云流水的动作，江兆野却莫名踩了2回马凳才上了马。待到了马上，他又呼出一口气。夜色遮掩下，他泛红的脸无人看见，只有夜风柔柔拂在他发烫的面颊，令人倍感舒爽。车队行进起来，马车里沉默半晌，英妃同英石对视了眼，便道：“殿下，这镇远大将军刚刚好生殷勤，刚才还为殿下提灯，我和英石都慢了他一步呢。”李华营正想着江兆野突然回京之事，再一听英妃这话，便随意道：“你莫不是忘了，小时候他比这还要贴心呢。少时他同李明达、江兆野一块学习练武，不知吵着闹着要江兆野做了多少事。别说提灯，就是再过分的事，只要李华营说出口，江兆野便会应允。”英妃一回想，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便也不大在意。只有英石仍察觉出不对，但如今这时机也不适合说这些。他看着面前这2人直白简单的模样，心中又是好笑又是叹息。殿下都嫁过人了，可还是个心思纯净的小姑娘。思及此，他不由低声骂了句：“林怀远可真该死。”李华营听得不由看他一眼，惊道：“还真是嫌少，见你骂人。”英妃便接道：“骂得好，这人满口仁义道德，结果自己却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李华营微一沉默，也道：“确实如此。”第58章宫殿。虽说他不喜夏离玉，亦不关心其死活，可林怀远却是同夏离玉有了夫妻之实，又有了孩子，还为他欺上瞒下。如此这般，李华营还以为他总对夏离玉情深的吧。可是到如今，夏离玉难产不知死活，他还能安心跪在自己面前，甚至还盘算着将人远远送走。既然如此，那上辈子他又为何因着夏离玉与他走到那一步？他上辈子嘴里叫着离玉，这辈子嘴里叫着殿下，可他心里又何曾有过任何人？唯一有的不过是功名利禄。如今夏离玉和他孩子的性命生死未卜，可只不过因为挡在他的官路面前，便能被他视而不见，甚至厌恶。李华营长睫微垂，心中在为曾经天真的自己叹息。不过一个披着君子皮却行小人事的碌碌之徒罢了，当真令人作呕。又过了一刻，马车便入了宫，停在宫道外。宫道灯火通明，英石、英妃刚下了马车，便见江兆野已等在车边。2人对视一眼，眼中皆有笑意。江兆野却只望着那探出身的李华营：“殿下小心。”李华营见他又将手臂伸过来，他略一迟疑，便将手搭在上面，2步下了马车。“有劳将军了。”“殿下客气。”此处离养心殿已不远，几人便走过去。江兆野跟随在李华营身后半步，骑兵队伍也跟在后面护卫。他这模样莫名让李华营想起他少时那沉默寡言的时候。一别8年，将军还真变了不少。江兆野微微上前一步，眼神落在李华营严厉的侧颜上。8年前他还是个明媚张扬、骄横自肆的小太阳，生机勃勃的让人难以拒绝。可如今他已经变得骄矜孤傲的月亮，霜华一地，莫名让人心疼。江兆野声音微涩：“殿下也变了不少。”李华营脚步微缓，江兆野又轻声问道：“可是过得不开怀？”李华营还未说话，道路另一边却传来骚乱声，正是李景行带着一队人马要往这边来。李华营回头一看，养心殿已在眼前。李景行这是想造反吗？李华营眉心微蹙，眼中已有了怒气，只是还未开口，江兆野便横跨一步挡在他身前，手中长剑出鞘：“此处有我，殿下请入养心殿。”雪亮的一截剑光在暗地里一闪。李华营微微眯了眯眼，心念微动。他看着江兆野挡在面前的高大身影，低声道了句谢。随后李华营便带着人径直往养心殿去。后面传来李景行的急呼：“江兆野，你敢拦我？”无人应答。“你一个戍边大将，竟敢投靠太子，你就不怕兔死狗烹吗？”李景行气急败坏道。“不怕。”江兆野只应简单2字：“你既找死，便怨不得我了，都给我上！”后面传来喊杀声和兵器碰撞声。李华营在踏入殿门的那一刻，回头看了一眼，正看见江兆野动作如一只野性未泯的豹子，孔武有力，灵巧迅捷。雪亮长剑一转，便斩下一人的胳膊，喷涌的鲜血溅到他侧脸。他似有所感，回身看了一眼，2人视线在空中短暂的交汇。江兆野染血的冷峻眉眼微微一动，嘴角便扬起一个极小的弧度。虽未发一言，但李华营莫名便觉得安心。入了养心殿，李华营脚步快了些，很快便到了硕文帝寝殿。床边围着皇后和李明达，还有一众侍候的宫女太监。硕文帝正面色灰白坐在床上，微微皱眉，手里拿着一份奏折。只是一抬眼，见着快步走来的李华营，面色便和缓了些。“角儿来了。”儿臣见过父皇，
母后，皇兄。李华莹低头行礼，朔文帝含笑道：“快起来，过来让父皇瞧瞧，怎么又不开心了？”李华莹到了朔文帝面前，便坐在床边担忧道：“角儿的事是小事，父皇的事才是大事。父皇生病了，角儿哪能开心？不用操心朕。”朔文帝挥手笑道，又注意到李华莹衣服，角儿怎还穿着淡色衣裳？父皇就喜欢角儿穿得花蝴蝶一样，艳冠群芳。李华莹扑哧一笑，父皇天天说这些，角儿下次穿还不行吗？朔文帝笑了几声，却突然听见隐约的兵歌声，面目骤然沉下来。何人胆敢在外闹事？室内一静，朔文帝抬眼，苍老的面容，眉毛低压，环视着周围的人。李明达上前一步，行礼道：“回父皇，是三弟挟私兵，意图强闯养心殿。”话音落下，朔文帝不发一言，只面色沉沉地看着李明达，如同年老的狮子在审视着自己最得力的儿子。李明达微低着头，一动不动。室中气氛凝滞。父皇，一道娇俏的女声响起，李华莹面上带着女儿的亲昵。父皇刚不是问角儿可曾遇到什么事吗？朔文帝微一沉默，便道：“何事？还不是那林怀远。我对他一再忍让，可却突然得知他早在校期便与同乡一女子苟合，甚至还欺我不知原委，将这怀孕的淫妇接回林府，骗我说是恩师的双居之女。如今生下来，那林母才说漏嘴让我知晓。我早觉得不对，却没想到事实竟然是这样。父皇，你可要帮角儿做主啊！”李华莹本以为自己早已百毒不侵，可真正一字一句对着父皇皇兄说出口，他还是没忍住落了泪。这些上辈子无人知晓的真相，从未宣之于口的控诉，这一次终于畅快说了出来。朔文帝本还在怀疑，可李华莹此言一出，瞬间他一张苍白的脸便气得通红，狠狠一拍在床边。他竟如此奸猾恶毒，当真是禽兽不如！朕好好的一个角儿，竟嫁于了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小人，亏他还在朕面前装得谦逊有礼。李华莹见朔文帝怒目圆瞪，气得直喘息，便急忙过去帮他顺气：“父皇千万保重龙体，莫要为这种人生气。如今他犯下如此罪行，也到他该偿还的时候了，一介罪名罢了。”朔文帝拉住李华莹的手，看着他问道：“你如今可愿意同他和离了？”“自然，他哪里配得上我？”李华莹娇矜着说。朔文帝便哈哈大笑，抬手抚在李华莹头顶：“是了，这才是朕的女儿，大硕的护国公主。”李华莹亦微微笑着。那角儿想如何给他治罪？宫刑、并刑、月刑，还是流放？第59章搬空。李华莹微一扬眉，若是此刻林怀念身处此处听着，那场景还当真有趣。倒也不必如此，他生于贫贱，一朝得势便忘乎所以，不如让他再归于贫贱，这如何使得？朔文帝皱眉，这责罚也太轻了些。父皇，你若是早早便将人弄死，日后我每次想起此事来，还如何再去找人出气？到那时岂不是要呕死？李华莹摇头晃脑说着：“你呀，那便依你吧。”朔文帝转头对着身边沙公公道：“你指林怀远贬为庶民，终身为圣经徭役。”是。李明达这时又道：“父皇，那林怀远有个妹子名叫林景燕，在祭天大典当夜同三弟在天中庙苟合，人证物证皆在。那林景燕如今也已被三弟接入府中。”朔文帝眉毛低压，面色冷肃：“你今日就是要同朕说这些？”李明达扑通跪下，磕头高呼：“儿臣不敢。只是三弟如今行事越发乖张，上年年底拨到辽北的赈灾银两，正是被他与户部张尚书吞并了一半，才导致赈灾不利，流民暴乱啊！他草菅人命，结党营私，插手盐铁制造，甚至贪墨受贿，用于建造私兵。儿臣实在不敢包庇，只敢求父皇定夺。”话落半晌，朔文帝仍不语，只沉沉看着地上跪着的李明达。殿外的兵歌声早已停息，殿中鸦雀无声。好半晌，朔文帝才慢慢的笑了几声，又咳嗽起来。李华莹急忙端来茶水，朔文帝笑着推开他的手：“如今我已是老朽，这天下该是你们的天下啊！儿臣不敢，儿臣不敢。”李华莹立刻跪到李明达身边，两人垂手。朔文帝只道：“三皇子李景行品行不端，贪污受贿，此案交由大理寺处理，一经查实，抄家并将其圈禁于西山行宫，20年不得出。”李明达猛地抬头，正对上朔文帝温和慈爱的眼神。自从他成年以来，已经很久没见过这种眼神了。父皇，如今天下之事，须臾之间便有分晓，守城之君不好做。明达，你要用心啊！父皇，李明达睁大眼睛，眼中迸射出喜意，又瞬间抑制下来。朔文帝只淡淡一笑。待李华莹出宫之时，却见马车边仍有一队骑兵护卫。李华莹刚走过去，最前面一个皮肤略黑的小子便憨笑着上前行礼：“小人姜望，是镇远将军的长随，他吩咐我们护送殿下去林府，他还有要事处理。”
李华莹红唇微起，眼中闪过亚色。江照，你家将军怎么知道我要去灵府？江望腼腆笑了笑，这个小人也不知。李华莹微一点头，便上了马车，带过一阵香风。江望一张黑脸红了一半，挠了挠头。在军中他哪里见过这样的神仙人物，吐气如兰。同他说几句话，便说得他面红如烧。怪不得将军平时那么冷淡，现在却那么殷勤。这要是能把公主娶回去，那可真是江家祖上烧高香了。一路无话，很快便到了灵府。李华莹下车，身边簇拥着丫头婆子，身前身后都是江兆野的兵士。那战场上磨砺过的铁血战士，气势何等骇人。李华莹带着这样一队人，灵府便无人敢智会多问一句，只是飞快跑去禀报林怀远罢了。李华莹径直带着人到了灯火通明的西院，只下吩咐道：西院所有东西全都搬走，此房低价转卖，我可不与林家人作邻。西院府兵本就众多，这时搬起东西来更是地动山摇，动作迅速。海月英妃带人进去看着指挥，不多时又着人搬出一套桌椅。殿下且先坐着歇歇。李华莹施然坐下。这边搬得热火朝天，那边香雪阁里响起一阵低弱的啼哭声。生了，生了，是个少爷。稳婆笑眯眯地用红毯子熟练将孩子裹上，便出了内间，拿给林怀远同林母看。林怀远脸上却连笑影都没有。别说笑，他只是呼吸胸腹之间都疼痛难忍，更何况他亲眼见李华莹入了宫，此时更是心乱如麻，前路未卜，性命攸关。如此关头，他见着红毯之中那蹬着腿的皱巴婴儿，心中竟毫无波动。身边林母却已经激动地扑过来，满脸爱怜。我的孙儿，孙儿爱，好容易生出来的宝贝蛋，要不是稳婆拦着，他非要将这柔弱无骨的小婴儿紧紧搂住。只是很快他又不满起来，这个夏离玉说了多少次让他多吃点饭，天天就是不听，看我孙子瘦的都是他惹的。等他喂奶的时候，我非得叫他给我往多了吃，把我的好孙儿喂得饱饱的，是不是呀，我的孙儿啊？林母喜形于色，对着孩子挤眉弄眼逗乐。内间里面润竹急急忙忙跑出来，林怀远微微皱眉，这么慌张做什么？姑娘刚才生下孩子便迷迷糊糊的，这会子突然昏过去，怎么都叫不醒。林母仍只逗着孩子，浑然如没听见一般。去请医师。林怀远说着想进去看一看夏离玉状况，只是才将帘子掀开一条缝，他便住了脚。内间里满是血腥气、腥骚气，甚至还带着屎尿的臭气。林怀远立即便松手，退了一步。林母见状便拉住他道：你一个爷们不好进去，女人生孩子脏，别误了你的眼，冲了你的运道。那边润竹正急急冲出去，差点便和外面冲进来的小厮撞一起，两人好险错开。小厮赶紧报告：爷夫人，公主殿下带人过来了。林母一听，脸上便露出得意之色，他就知道离了男人女人还能怎么办，不管雨儿做了什么，只要他是李华莹的夫，那就是他的天，这不就忍气吞声乖乖回来了。他正要嘲讽几句时，便听见下一句：他正让人把西院搬空卖掉呢。什么？林母脸上的得意僵住，混合着暴怒，看起来颇为狰狞。他竟然敢卖掉林府的院子，还搬空东西，他凭什么？他怎么敢的？林怀远还在恍惚之间，林母已一把抓住林怀远前襟，咬牙道：他要反了天了，你快去拦住他，千万不能让他卖掉院子啊！母亲，事到如今你还看不明白吗？第60章报应。林怀远声音飘忽。林母一愣，仍不管不顾地拉扯林怀远：她是你媳妇，你还管不了她吗？不听话抬手揍不就行了？很快便不是了。你什么意思？你要休了她？林母动作停下来，不解问道：不是我要休了她，而是她要同我和离。林怀远满脸苦涩，只觉嘴里都泛起了苦味。可林母却拍掌笑道：和离好啊，我早看她不顺眼了，到时候娘再给你选个高门贵女，温顺听话的。我看等你日子和和美美过起来，她到时候男人都找不到，怕是气得要跳河。林母说着笑着，神色狂喜。林怀远止于默然，他已无力再同林母争论什么。他只是不懂，为何以前他只觉得母亲慈爱可亲，却从不觉得她如此愚不可及呢？不止愚不可及，甚至是无法交流。偌大一个林府，如今他都不知道谁能理解他的感受，谁能同他说说话。唯一一个能与他说上话的，如今却正在与他决裂。林怀远眼中流露出悲怆，他不明白，何至于此？堂中各人各态，外面又有小厮过来通报，外面圣旨到。林怀远猛然惊醒，赶紧整理仪容，便出去迎接。林母也喜气洋洋地跟在后面。待到了宴客厅中，沙公公手中执着明皇圣旨，身后随侍护卫。林怀远面色沉重，林母却笑着去拉他的袖子：这是不是李华莹同你和离的圣旨？来得可真快，
那我明日便出门去帮你张罗张罗，寻个好姑娘当心腹。他声音丝毫未压低，就这么大啦啦落在厅中众人耳中。母亲慎言。沙公公闻言则是哼了一声：“你这老妇好生大胆，竟敢直呼护国公主名讳，妄议公主是非，当心咱家拔了你的长舌。”他说的阴冷，目光亦是如一条毒蛇般摄人。林母吓得面色一白，林怀远当即便欠身道：“公公息怒，母亲年事已高，说话糊涂，还望公公莫要计较。”林母一听便不乐意了，张着嘴还要说话。林怀远直接伸手悄然在他手掌上狠狠一掐，林母疼得哎呦一声。林怀远随即道：“母亲这事就急犯了，思雨快将夫人送回豫章堂。”林母不情不愿地被思雨带走，面前沙公公便将圣旨一展，开始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李正学士林怀远婚约孝妻与人苟合，藐视皇室，有欺君之罪，同三皇子结营谋反，乃是死罪。”林怀远跪着的腿一软，竟直接瘫坐在地。沙公公顿了2秒，鄙夷看了双目呆滞的林怀远一眼。既蒙护国公主之荫，婚约合离。林怀远贬为庶民，家产充公，面上刺字冲为徭役。直到说完，林怀远仍失神瘫坐在地。待沙公公一行人离去，他还没反应过来，耳边只回响着死罪，贬为庶民，刺字冲为徭役。寒窗苦读数十载，从江都一介寒门到盛京天界驸马爷，何等风光！那日他金榜题名，身带红花游街，春风得意马蹄疾，那是何等意气风发！他那么努力才爬上来，如今竟竹篮打水一场空。林怀远一双眼睛越来越红，双手紧握到发白。屏风之后，林母急匆匆窜出来质问道：“怎么回事啊？什么变庶民，做徭役？他们是不是弄错了？”林怀远仍呆坐着，林母便将他面前的圣旨拿起来，颠来倒去，又看不明白，是不是李华营栽赃陷害你？他好大的胆子，你等着娘去找他算账。林母见林怀远失魂落魄模样，气得便将手中圣旨一抛，就要起身。林怀远抬手便拉住他，林母几下没挣脱开，便哭叫着坐在地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女儿可是新科状元郎啊，怎么就变成这样了？肯定是李华营捣鬼，对不对？我要去跟他拼命，拼命啊！他还哭着。外面衙门已经来人，看都不看这地上的2人。当头那一身黑色官服的男人对着衙役吩咐道：“所有东西带走充公。”众人便一哄而出，各种东西流水一样往外搬。林母才刚回过神来，厅中东西便已空了大半。你们！林母指着他们想骂，手指却止不住的颤抖。那男人轻蔑扫了他一眼，便道：“对了，还有这个林怀远，带回去画押刺字。”话音未落，便已有2个精壮衙役过来，4手一架，便将林怀远双手反锁，提着拖走。林怀远亦不反抗，面色灰败的垂着头。林母见状，目眦欲裂，爬着便要去抓那男人衣服下摆。你啊！那男人不耐烦，直接一脚将他踹开。思雨害怕，但仍赶紧过去查看林母状况。林母疼得面色发白，但仍说不出话。一个眼珠子突然歪到了一边，嘴角也斜到一边，手脚都开始抽搐起来。夫人，你这是怎么了？思雨惊慌道。那男人低头看了他一眼，又命令道：“所有奴仆皆带走充公，再行发卖。”是。思雨立即便被带走，只剩下林母一个人绝望地躺在地上，时不时抽搐，嘴边口水淌了一地，却仍说不出一句话。那边香雪阁里也是一样混乱，衙役进去便横冲直撞，开始将所有东西搬走，带走所有的丫鬟小厮。夏梨玉在床上才刚刚清醒过来，便见着这乱象，自然惊恐万分。润竹赶紧趁着最后的时间，在他耳边道：“驸马爷被贬为庶民，充作盛京徭役了，林家所有东西都要充公，姑娘好自为之。”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一个蜀锦荷包，塞到夏梨玉手里。下一秒，润竹便被衙役粗鲁拉走。夏梨玉身体脱力虚弱，这时又心惊肉跳，只能死死将那荷包捏在手心。衙役一张张脸在他面前晃过，最后他直接被扯开扔在地上，连架子床都被搬走。他不知该怎么办，只能紧紧抱住他刚出生的孩子。孩子受到惊吓，开始哭起来，只是又瘦弱的哭都没力气，小猫一样的呜呜起来。夏梨玉抱着孩子躺在冰凉的地板上，刚生产的身体疼痛不堪。他眼中看着衙役来来去去，眼泪慢慢的流出。终于，他的报应来了。第61章千年梯。这段日子里，盛京城的百姓都欢欣鼓舞。新皇即位，大刀阔斧开始改革，落实民生民计。百姓们关起门来，都在偷偷议论，新皇朔武帝定然也会是个明君。夜里处处张灯结彩，人人脸上笑意盎然。公主府中，李华营如今大仇已报，心头放松，日日过得更是闲适安逸。只是不知为何，
心头竟又有些空落落的。上一世他在林家浩道登进牛窟，这一次林家如今人离家散，他又重新做回了那个独身一人的李华莹。明明身无枷锁，可他却总有种不真实感。如今的生活恍若梦中，重生以来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报仇雪恨。可如今一切尘埃落定，他已然没了少时心境，心中竟有些茫然。李华莹荡在秋千上出神，银白小脸一半都埋在大灰的毛领中。他身后英妃一下一下的轻推秋千，见李华莹这模样，英妃因时对视了一眼，眼中都带着担忧。殿下，李华莹微一缓，轻声应着。英妃给殿下讲个趣事吧。英妃从后面轻快跳到李华莹身边，歪头笑道：你说。李华莹面上带着浅浅笑意。殿下可知，那林怀远不止被薅了头上的乌纱帽，还被派去冲了圣经的徭役，面上还刺了字呢。刺字？李华莹也是一惊。面上刺字乃是大辱，常用于罪大恶极的凶犯，如此一是折其锐气，二是防止凶犯逃跑。百姓一见面上刺字者，便知此人乃大奸大恶之人。想到林怀远那清高的性格，他怕是要因着这个生一场大病。可不是，听说在牢里刺字时，他挣扎的比过年待宰的猪还难按呢，叫喊声隔着2条街都能听见。英妃说的啧啧称奇，李华莹则失笑：你呀，一张嘴真是厉害，那是殿下教的好。英妃轻睨一笑，在侧边为李华莹推秋千。林怀远放出来之后，听说是大病了一场，如今他在天中山做千年梯，想想他那弱不禁风的模样，怕是天天都要被监工抽鞭子。千年梯，这是朔文帝还在位时开始修建的天中山御阶。天中山本已有山梯，但此梯只修到山腰天中4处。天中山上天中峰，此峰奇高奇险，传闻中月下仙人曾在此峰饮酒，洒落姻缘。痴情男女能登上此峰者，则为七世夫妻，可白头到老，世世恩爱两不疑。朔文帝曾与沈贵妃相携登峰，可惜因山高无路，最后始终没走完。而后不过1年，沈贵妃便撒手人寰，与朔文帝阴阳相隔。朔文帝悲不自胜，神伤之情无处寄托，于是便命人开始修建天中峰御阶，赐名千年梯，乃是希望日后的有情人可以登上天中峰，铸成美好姻缘。上一世李华莹得知千年梯修建完成时，极其兴奋，便欢欢喜喜去找林怀远，想与他相携登峰。可那段时间，夏离玉的孩子正是入学启蒙之时，林怀远在朝堂和学堂之间团团转，压根没有一丝心思分给李华莹，只让他不要闹，莫学着做这些痴男怨女的可笑之事。若是实在想去，等他忙完再提。李华莹那时以为两人之间情深意浓，便对他言听计从，即使心中十分失落。可他从没有忙完的时候，李华莹直到死也不曾踏上天中峰。思及此，李华莹沈笑一声，看来这天中峰当真灵验。父皇与母妃登办未成，便天人永隔。他与林怀远谋而未去，则同床一梦，乃至反目成仇。殿下，海月正从外面进来，宫中来信，腊梅节宫宴，请公主到时入席。李华莹回过神来，点点头，又有些怅然。光阴如箭矢，不过眨眼间，今年竟快要过完了。可真是，毕竟盛京气候温和，总没有北方那样冷，不知不觉间便到冬日了。殷实笑着说，伸手将李华莹外面的毛绒披风掖了掖。冬日里日子一天比一天寒，外面行人也越发地少，只有天中山上破衣烂衫的徭役仍旧干得热火朝天。一众汉子喊着号子，抬着几百斤重的玉石料子身，一脚浅一脚的往山上走。明明是寒冬腊月的天气，人人面上却都淌着热汗。众人步调整齐，号子响亮，只是人群中有个极为瘦弱的身影，披头散发，脚步凌乱，带着他周围几个汉子都被他影响到，几个人看他的眼神都不友好。这人察觉到大家的视线，只把头低得更深，长长的头发挡住他脸上那个焦黑的疤痕。这人正是林怀远。等好容易挨到休息时，众人便席地而坐，拿出干粮来果腹。一个黑壮汉子啃着手中干巴巴的饼子，走到林怀远面前，上下打量。林怀远只静静地喝着自己水壶里的稀粥，眼神空洞。黑壮汉子扬声道：瘦得跟小鸡仔似的，还来做徭役，家里男人都死光了，就剩你了。听着这明显的嘲讽，林怀远仍面色不动。那汉子便俯下身体，直视着林怀远，跟你说话，你耳朵动聋了？说着，他就抬手去扯林怀远乱发下红彤彤的耳朵。林怀远直接偏头一躲，却没躲开。汉子揪住他耳朵，拎着他如同拎着一只毫无反抗能力的鸡。他被迫偏着头，汉子一巴掌便狠狠拍在他面上。告诉你，这批徭役里我是老大，你给我少惹事，放乖叫点，不然小心死在这大冬天里。林怀远面上被打得肿起来，
却只抿唇不语。汉子哼了一声，随手如扔垃圾一般将他丢开。林怀远身体在地上重重一摔，一动不动。他眼中满是屈辱。他曾是太上皇钦点的状元郎，不到而立便已是正五品理政学士，朝堂上下人人交口称赞。他从江都寒门一跃成为圣经高官，更是一段佳话。天界护国公主对他一见钟情，宁可等他3年孝期，也要嫁于他做妻。他的前半生如此辉煌，就连说书人都常常讲述他的传奇。可为何？林怀远低头看着自己满是黑泥皲裂的手掌，他怎么就变成了如今这副样子？竟连一个粗鄙汉子都能对他动手。第62章，宫宴。肩上被石料被磨出了血，日日连饭都吃不饱，动辄还被打骂，身边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甚至就连陪了他4年的林白，如今都不知被发卖到了哪里。他又想起了李华莹，却又觉得在这样脏污的地方想起他，都是对他的一种亵渎。但只要一想到他曾是自己的妻，心脏便潮热地开始跳动，仿佛只有这一件事能证明他还是活着的。只是他为何就不能原谅自己？若是他能原谅自己，为自己向圣上求情，不过一句话的事，他怎会落到这副田地？若他还是驸马爷，若他还是五品官员，谁敢这么对他？林怀远无力地捏紧拳头，眼中变得赤红。这时背上突然又挨了一脚，粗粝的怒骂随之响起：趴着孵蛋呢，赶紧他妈起来干活，不然打死你！林怀远心中念头一散，对疼痛的恐惧战胜了一切。他麻利地从地上爬起来，背起了自己那块石料，瞬间便被压弯了腰。他气喘吁吁，脚步沉重地往山上走去。时间一会儿过，到了腊梅节宫宴。这时天气已十分寒冷，只是仍未下雪。盛京已有多年未曾下雪。李华莹记忆里上次下雪还是母妃在时，那时他与父皇母妃还有雪庐在雪地里玩耍，真是欢乐美满。华莹，一道熟悉的女声响起。李华莹回过神来，宫宴之上众人目光都落在她脸上。上位的皇后，也就是曾经的太子妃陆颂仪，正关切地看着她。身边殷实嘴唇微动，细微的声音传到李华莹耳中：皇后娘娘正说，不日将为殿下举行长公主册封典礼。李华莹听罢，脸上便露出恰到好处的惊喜，不慌不忙起身行礼：多谢皇嫂。华莹太过欣喜，一时竟呆住了。陆颂仪颔首微笑：都是自家人，华莹无需多礼，快入座。是。李华莹应了坐下，看着竟与曾经的嬉笑亲昵不知疏远了多少。曾经的陆颂仪是太子妃，论起身份，李华莹与她不相上下，甚至还因为硕文帝的宠爱，待遇比她更甚。如今她已是大硕最尊贵的皇后，两人之间的情谊便只能为君臣之礼让步了。旁边坐着的李红印却是开口道：皇姐封为长公主，那我呢？满座无声。高台上陆颂仪微笑的嘴角微微一顿，随即又恢复。李华莹只淡淡看李红印一眼，轻笑道：你个小孩子，又在这和我干什么争风吃醋的事？真是仗着皇嫂疼你，就天天信口胡说。陆颂仪闻言也是一笑：你看华莹都开口了，红印还不多跟你皇姐好好学学。李红印鼓着腮帮子看了李华莹一眼，只哼了一声，却不答话。陆颂仪眼中便有了微妙的变化。李华莹垂目饮茶，心中微叹：这傻姑娘怎么还是这样一窍不通？上一世便因为她太过率性刚直，明里暗里不知得罪了陆颂仪多少。那时李华莹正困于后院，耽于情爱，亦无暇顾及这些。等到西江平定，伯也是前来议和，皇兄竟将李红印作为和亲公主嫁出。虽说皇室之中除了出嫁的李华莹之外，只有李红印一位适龄公主，可李华莹得知此事，依旧很难接受。她入宫与陆颂仪长谈，才得知原来皇兄即位后，陆颂仪对李红印有那么多不满。不论如何，李华莹总是与李红印亲厚些。李红印从前很少给李华莹写信，可自从她出嫁之后，还常常从西江千里迢迢送信回来给她，字字句句未说委屈，只说那奇怪的天气，闻所未闻的饮食习惯，黄沙漫天的景象。李华莹却看得心酸。那样心直口快、骄纵率真的李红印，不知在陌生遥远的他乡受了多少委屈，才变得这样言辞小心谨慎。想到这些，李华莹转头看了李红印一眼，眼波微微一动，随之已起身告罪道：华莹多吃了杯酒，胸闷得很，还请皇嫂允我去御花园转转。陆颂仪自是温柔道：去吧，仔细莫在风口吹着受了凉。多谢皇嫂。李华莹欠身告退。离开大殿之前，他望了李红印一眼，只见他睁着一双凌厉的眼睛看过来，却是满脸的不明所以。李华莹退出来，无奈的摇头笑笑。父皇皇后皆聪颖睿智，皇兄亦是灵秀慧性，怎么变生小红儿嫩，像个呆瓜？英时英妃都是一笑。元昭公主生得像太上皇后，凤仪摄人，只是性情却同殿下少氏一模一样。
英妃笑道：“元昭殿下纯真可爱，也就是人情往来方面稍微钝了些，自然也是太上皇同太上皇后爱护的缘故。”英石说道：“自是如此，李红印是皇后唯一的公主，是当今圣上的同胞皇妹。但凡她是嫁于圣经何家世族显贵，脾气如何骄纵，她都能快活肆意一生。是以太上皇后便对她也多有慈母之心，而非严厉教导。可偏偏她最后嫁去的是西疆。所谓天高皇帝远，远嫁的女儿就算是天界公主，亦会受尽委屈。”皇姐，李华莹几人正在游廊里慢慢走着，后面突然传来李红印的声音。李华莹回头一看，见李红印披着鹅黄银丝牡丹纹大灰，手里揣着个金丝小暖炉，正着急往这边小跑着。李华莹便笑了：“跑什么？我还能飞了不成？”李红印撅撅嘴，几步跑过来，鼻尖上都沁出了汗。“谁跑了？你走得这样慢，我怎么会追不上？方才在殿中见你呆艳一样，还以为你全没明白我的意思呢，没想到你还知道要跟出来。”李华莹歪头揶揄，拿着帕子轻擦他鼻尖汗珠，温凉的素白手指轻触在他潮热的面上。李红印微微涨红了脸，回头看了身边丫鬟一眼，才有些不情愿地说：“是兰溪同我说的，你只看我一眼，我哪里知道你还有这么多意思，真是麻烦。”说着，他又将手里暖炉塞到李华莹手中，表情故作无事：“热得很，暖炉便给你用吧。”李华莹手中乍然一暖，脸上漾开笑意：“兰溪不说你便不知道了，都是大姑娘了，还懵懵懂懂的，事事都要兰溪提点操心。”李红英一听便有些急了：“我哪里是这样，我才不懵懂，也没有事事要兰溪操心的。”说着便转头拉住兰溪袖子：“你说是不是？”第63章，别哭。兰溪露出温柔笑意，安抚道：“当然啦，殿下如今已经长大好多了。”李红英脸上顿时便满意起来，看着李华莹便一挑眉：“我说的吧。”李华莹自小同李红英一块长大，对兰溪也熟悉，便对她无奈一笑：“也就你宠着这个呆子。”李红英一听就不乐意了：“谁是呆子？我看你才是呆子呢！你等那姓林的3年，结果就等回来这么个烟杂玩意儿，你可比我还要呆呢。”李华莹闻言一怔，当真还是如此，若是没有重来，如今的她也不过枯骨一具，自己都还没活明白，又哪里能去教导别人？见李华莹不语，英石英妃又面上露出担忧，李红英便虚了。他忍住去拉李华莹袖子的冲动，直呐呐道：“你干嘛不说话？”李华莹刚要说话，突然御花园中响起一道低沉的男声：“护国公主此举为圣上扫清障碍，肃清党羽，乃是有功之人。元昭公主这话说的实在无理。”几人都是一愣，转头一看，园中一个颀长魁伟的身影自梅林后现身，脸上被宫灯半明半暗的照着，深邃冷峻。末将江兆也见过护国公主元昭公主。他深沉的眼神只与李华莹对上一瞬，便俯身行礼：“将军多礼，快快请起。”李华莹说着，李红印却是哼了一声：“我同皇姐说话，你插什么嘴？”元昭不得无礼。李红印惊讶地抬头看向李华莹，嘴唇都微微有些颤动。见李华莹仍是一副淡然模样，他眼中瞬间浮上泪花，扭头便跑走了。兰溪赶紧向李华莹告罪，提着灯去追李红印，后面一群丫鬟婆子都跟着跑：“殿下，元昭殿下，仔细别摔着，他怎么能叫我元昭？”呜呜！游廊中早已没了他们身影，只是风中隐隐传来李红印的控诉声。李华莹扶额，转头见江兆也仍静静站着，难得面上一红：“让将军笑话了。”“无事，末将什么都不曾看到。”江兆也半边身子浸在黑暗中，寒风吹起他身后长发，整个人看起来冰冷又危险。李华莹只微一颔首：“将军自便。”便带人离开了。夜风风寒，殷实见李华莹面上被吹红，便道：“殿下也出来好一会了，可要回殿中？”李华莹点点头，正要离去，只是一转头，竟见着院中大片的梅林在风中悄然开了好些，鲜红与嫩黄交相辉映，寒风中也带来清冽梅香。“快看，梅花尽开了！”李华莹惊喜说道。殷石英妃也满眼惊艳，怪不得今日是腊梅节，原来梅花还真是这日开的。可不是，老祖宗定下的节日还能有错？我们下去折几枝梅花吧。李华莹说着，几人便下到园中。虽说风寒，可见着这满眼的花儿，大家都满心的欢喜。李华莹多走了2步，挑了棵最枝繁叶茂的梅树，低处的红梅零落，李华莹便点脚去折高处的那枝花繁的红梅。衣袖微微下滑，在寒风中露出一截雪白的皓腕。只是他看中的那枝实在高了些，他费力抬手，却只是指尖能碰到。李华莹正要收回手，叫陆英来折，突然一只骨节分明的修长手掌搭在了那枝红梅上，咔嚓一声，红梅被折断。可夜里更深露重，梅花上积了厚厚一层寒露，这一折，无数露水便纷纷落下，
李华莹一惊，这水不知多冰凉，他可不想被浇到身上，急忙便转身低头躲避，却撞进一个坚实温热的胸膛，鼻端萦绕着太阳炙烤过的草木味道，头上一阵噼里啪啦声，可一滴露水都未洒在李华莹身上。他微正抬头，便见江兆野静静低头看着他，耳垂通红。再往上看，他正单手扬起了大灰一角，一滴不落地将李华莹头上所有的露水挡住。将军，殿下！江兆野沉声应下，男人灼热的吐息就在颈畔。李华莹赶紧退后一步，拉开两人距离。江兆野也一挥手放下大灰，只是动作随意，倒是溅了不少在他面上身上。多谢，你面上洒了好些水。李华莹忍不住提醒，这夜里露水不知多寒，他竟浑不在意，不过几滴水珠而已，无妨。江兆野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方暗色金帕，却并不擦拭面上水渍，反而举起手中折下的红梅，用金帕将下端潮湿坚硬的枝丫处小心包裹好，随后便极其自然地将红梅递给李华莹。殿下拿这处，仔细脏了手。江兆野将红梅下端的金帕处露出，李华莹看得微微一怔，眼前举着灼灼红梅，眼眸晶亮的江兆野，莫名与记忆里破水而出的13岁江兆野重合。两世时光改变了许多人许多事，可似乎只有他依然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只要他一句话，他可以跳入盛夏夜里的水船集市，可以一夜不眠为他雕一把木剑。殿下！江兆野微微歪头看过来，似是有些无措。李华莹轻轻一笑，接回那只红梅，下端金帕包裹得很仔细，触手一片柔软。见他接了，江兆野并未说话，但眼睛却越发的亮。李华莹手指在怀中红梅上轻抚，看着江兆野这副模样，便笑了。一别多年，你长高了许多，我还记得小时候你总是跟在我身后呢。臣以为殿下早已忘了。江兆野垂眸道。李华莹手中动作一顿，俏皮一笑，你我可是一别8年，你又从不给我个信，我就是真将你忘了又如何？臣微臣。江兆野半晌没说出话。李华莹见他有趣，便探头去看，竟瞧见他眼圈慢慢的红了。李华莹大惊，慌乱道：你怎么还哭了？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倒是别哭啊。第64章，生不如死。倒怪不得李华莹如此失态，实在是江兆野名声在外，镇守西疆8年，镇远大将军之名传遍西疆与盛京，西疆伯也是称他为杀神，盛京百姓称他为战神。更何况他如今高大魁伟，又长得越发冷冽凶悍，谁知只是说了句玩笑话，他竟红了眼睛。江兆野侧过身，亦有些发窘。李华莹追着过去，拉开他挡脸的手：你哭什么啊？你现在可是威武的戍边大将了，谁敢忘了你？江兆野眨眨眼睛，对上李华莹凑过来的面庞，那日夜朝思暮想的灵动眼睛就在面前，红润阴唇一张一合。江兆野微微侧头，只道：臣不敢揣测殿下心意，只是一别数年，殿下变了许多，是吗？你倒说说。李华莹弯唇一笑：殿下少时最为活泼跳脱，如今却想着教导元昭公主收敛性格，殿下少时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方才却放开了这只红梅。江兆野声音低沉清冽，缓缓说来。李华莹本是玩闹一问，闻言却有些恍惚，原来竟是这样吗？只是江兆野口中的他，已是15年前的他，如今沧海桑田，一切都变了。殿下少时还说过，长大一定要嫁的人定是孔武有力，进退有仪，如沈将军那样的大英雄。江兆野眼眸深深看向李华莹，可不过5年，殿下就同一个书生订了婚约，殿下变得好快。李华莹心中五味杂陈，一时竟不知道说些什么，甚至见着江兆野眼中隐隐的委屈，他都觉得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不然为何他这般哀怨，说得如同自己是个负心汉一般。不过一时错眼心动，反正如今也一拍两散了。李华莹微叹，确实是错眼，那人骨头太软，又十分奸猾，实在配不上殿下。见江兆野说的厌恶，李华莹倒是有些惊奇，从前少见他对他人口出恶言，果然军中历练之后，性情便刚直许多。世上男女情爱一事，本就轻浮易变，往日里书上说的戏里唱的都是假话罢了。李华莹笑着，眼里带些凉薄。不，江兆野说的干脆，轻浮易变的是人罢了，那书生不堪大用，亦不知惜福，殿下何必将他放在心上，扰了自己心境？李华莹略一沉默，如何又能随风而去呢？上一世他7年的真心情谊被践踏，被欺骗，如今回首，幕幕都是血泪。忽而一阵寒风过来，李华莹不由打了寒噤，微微一颤。江兆野立即便将身上大灰解下，就要披到李华莹肩上。李华莹一抬眼，便撞进他疼惜的眼神里，他直接便退了一步，躲开了江兆野的手。将军如今建功立业，日后必定也青史留名，
何苦执着些情爱？每日还是少想些这种事吧。江兆也动作一顿，将大灰收回。他知道他看出来了，他也从不曾掩饰。江兆也眼神定定地落在李华莹面上，声音沉着：“没有殿下，就没有今日的江兆也。”无人言语，空气中只有呜呜的风声，像在悲鸣。李华莹率先移开眼，不再去看那双饱含着感情的黑眸。江兆也垂眸，拿着大灰的手掌收紧，指节发白。正这时，梅林暗处突然一阵轻微的窸窣声，一个人影突然冲了出来，随着一声嚎叫：“李华莹拿命来！”那人影手中高高举着一只尖利的金簪，向李华莹扑来。江兆也长眉一压，周身气势便低沉下来。他抬手将李华莹挡在身后，直接抬脚狠狠一踹，那人影直接倒飞而出，砸在梅树下，撞得梅树摇下好些花瓣和露水。江兆也一个转身，手中大灰在空中荡开，稳稳落在李华莹身上。他身材高大，大灰自然更大，盖在李华莹身上，直接便将她从头发丝到绣花鞋都严密地包裹起来。花瓣和露水齐落，噼里啪啦打到两人身上。眼前纷纷的红梅花瓣中，江兆也眉眼中带着煞气，留在他耳边的话却低沉温柔：“别怕。”李华莹心头砰砰狂跳，鼻端都是江兆也身上那股热烈的草木味道，莫名竟让他安心下来。江兆也将李华莹交给海月护好，便走向树下那勉励起来却动弹不得的身影。“你是谁？胆敢行刺护国公主？”半晌，树下那人慢慢抬起头，头发散乱，瘦骨嶙峋。“我是谁？”李华莹，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我是谁。林景烨，你发什么疯？莫不是想诛了九族？待看清他模样，英妃立即便气得骂起来。林景烨却发狂地笑着：“诛九族？你以为我会怕你吗？你们害得我林家还不够惨吗？害得三皇子还不够惨吗？你们林家是自作自受。”英妃刚一开口，林景烨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竟是猛然起身就对着旁边粗壮的梅树撞去。他竟是想自枪，只是江兆也反应更快，身形一转就是凌空一脚。林景烨被踹倒在地，疼痛的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江兆也看向李华莹：“殿下想要如何处置此人？”事情发展太快，李华莹倒还有些怔忡，就将他送回三皇子府吧。此言一出，地上的林景烨却哀哀叫起来：“我不回去，他会折磨死我的，他会杀了我的，让我去死！”林景烨状若癫狂，哭叫个不停。江兆也浑然不理会，也对着身边江望吩咐几句，江望便过去拖起死狗一般的林景烨往外去。林景烨目光死死盯着李华莹，他金尊玉贵的拿着只红梅，衣角连尘土都没染上，可自己如今不过是苟活的丧家之犬，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争了这么久，却亲手将自己葬送在深渊。林景烨眼中都是怨恨，不甘地诅咒道：“李华莹，你害我到这个地步，你害我们林家落得这样田地，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江兆也眉头狠狠一皱，那边江望立即扯上一片衣摆，直接塞进林景烨嘴里：“还不快闭嘴！”待林景烨被拖走，场中微微沉默。殿下莫要理会他胡言乱语，你会觉得我很残忍吗？两人同时说话，眼神一对上，又都立即移开。江兆也反应过来，立即斩钉截铁道：“绝不会，臣既不知其中内情，又岂能妄加揣测？”李华莹一怔，停顿片刻，便道：“不管今日这事是否由李景行指使，我将他送回三皇子身边，他必定会生不如死。”第65章怅然。臣知殿下性情，殿下做事自有殿下的道理。江兆也娓娓道，那垂目看他的眼神极其温柔缱绻。可你既不知内情，又如何知道我的道理是对是错？李华莹想一开眼，却又强迫自己执拗地接着问：“殿下的道理便是臣的道理。”李华莹一怔，鼻尖突然一酸。他想到曾经在林家的7年，不管他是对是错，他都是错。不管他如何争辩，没有一个人会站在他这边。可江兆也只不过是他少时玩伴，8年未见，却连缘由都不问，便无条件地相信他，护着他。夜深实在寒凉，殿下又受了惊，不如我们先回府可好？殷实见李华莹面色不好，担忧问道。李华莹微一点头，便要离去，只是又一回头，对着江兆也灿然一笑：“江兆也，谢谢你。”江兆也僵住，红潮迅速从脖颈爬上脸庞，只觉整个脸都潮热难耐。待江望回来时，便见自家将军红着脸呆站在红梅下。他急忙过去：“将军，你这是喝了多少？红的都快冒烟了。”江兆也愣愣转头，对着江望一笑：“他叫了我的名字。”“啊，不是，将军你这也太没出息了吧！”江望心中嫌弃，却又不敢说出口。那边李华营马车上，他还在出神。今日是15年来第一次再同江兆也说话，可却莫名的感触复杂。
他好像一点也没变，却又总是带给他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感情。他竟同他说了好多真心话。说来也奇怪，自从他与林怀远和离之后，今日这还是第一次和别人谈起这些事。以往不管是殷实殷飞还是沈青青，都对此避而不谈，或者略略劝几句。今日不知怎么，倒是对江兆也说起了这些。李华莹思绪万千，殷实在一旁注意到李华莹身上江兆也的大徽，沉吟片刻，还是问道：“殿下，车中烧了火炭，不如先将镇远大将军的大徽解下。”李华莹回过神来，才发现江兆也的大徽还在身上。脱下吧，你们洗过之后收好，到时候再还给他。殷实殷飞将李华莹身活上大徽解下，仔细折好。这大徽明明已经脱下，可李华莹身上却染上了那股拙劣的草木气息，仿佛那人就在身边一样。李华莹垂眸，面上慢慢浮起浅浅红晕。冬日天寒，但新闻依旧不少。三皇子李景行结党谋私，贪墨受贿，被薅去官职，圈禁于西山行宫20年。市井之中，人人咂舌。20年圈禁，可不是好熬的呀！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沈家武馆，夜里风寒，林恩池正穿着一件单薄的短衫，对着木桩练拳。他没带防护的拳套，一双紧握的拳头上已鲜血淋漓。林默在一旁看着，又心酸又心疼。三公子，你何必？林恩池恍若未觉，只狠狠地对着木桩出拳。瑟瑟寒风中，他喘着粗气，满头大汗。到后面，林默实在看不下去。公子，他冲过去，一把抱住林恩池，冲劲太大，两人一齐摔倒在地。林恩池仰面躺着，两眼望着灰蒙蒙天空中那3两颗寂寥的星子。林默趴在他身边，带着哭腔说：“小的知道公子心里难受，可您不能伤害自己啊。”林恩池一动不动，好半天，他才开口，声音艰涩：“我不是什么公子，不要这样叫我。公子，恩池，要不要我陪着你回去看看他们？”林默说的结结巴巴。林恩池眼中一片茫然，喃喃道：“他们，在父亲孝妻与人苟合的大哥，帮着他和夏梨玉诓骗公主的母亲，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我一点也不想见到他们，我再也不想去见他们了。反正他们也从来没在我身上倾注过什么希望。”林默闻言，只是叹了口气，翻身和林恩池并肩躺在地上。两人就这样在寒风中看着漆黑的天空，躺了许久。公主府中，殿下，三皇子那边临走前，林景彦悬梁自尽了。李华莹正在执笔回沈青青邀他上元节同游的信笺，闻言手一顿，信笺上晕出一滴浓墨。何时的事？殷妃为李华莹换上新的信笺，李华莹又重新落笔。昨夜里死的，今天抬出来扔乱葬岗去了。听说那尸身啊，被打得惨不忍睹，与当日那陶英也是不逞多让。殷实轻则，什么人得什么报罢了。李华莹最后一笔落下，将笔置于笔架上。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殿下说的是。殷妃将桌面上信笺收好，殿下可要即刻递到沈小姐手上，现下便送去吧。殷妃应声出门。李华莹看着面前的桌面，微微发怔。林景彦就这样死了，他应该开心的为雪庐报了仇，可他心中除了快意，更多的却是一片怅然。人生一世，究竟为什么而活？上一世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这一世他本以为自己是为报仇而活，可如今一切都渐渐落下帷幕，他又该何去何从？他重新赢得了人生，却茫然不知该用到何处。镇远将军府书房，江望刚刚将林景彦已身死的消息禀报。江兆也淡淡点头，他并不关心这些人的死活，他只在乎公主的想法。不知为何，他总觉得即使林景彦身死，李华莹仍不会展颜。在他离开的这8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曾经那个明媚如骄阳的公主殿下，眼中怎么就多了一抹阴霾？他如今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当初毅然离京参军是不是对的。江兆也看着桌面上跃动的烛火，思绪回到8年前。那时李华莹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霸王，日日在宫中到处疯闹，上树下水，斗鸟捉虾，每每都吓得一群宫女太监在后面追着他跑，生怕他出了什么意外。可这日午后，本该午睡的李华莹又不见了人影，宫女太监们四处找他，却都遍寻不见。江兆也得知后，略一思索，便去了流华宫，推开那扇陈旧的木门，无数灰尘扬在空中。江兆也抬眼一看，便在光晕中见到高大榆树上垂目看来的李华莹。他目光澄澈，声音清脆如流水击石：“你怎么知道我在这？”第66章于前。江兆也侧头避开他直直看来的视线，直道：“外面都在找公主。”“我知道。”李华莹无所谓道，抬手把玩着树上青碧的榆钱。江兆也走到榆树下，只3两下便利落攀上去，坐在李华莹身边。李华莹将手中抓下来的榆钱丢到他面上：“谁让你上来的？
不是殿下让我上来的吗？江照也不闪不避，散发着沁人香气的榆钱凉凉的在脸上一触即分，纷纷落在他怀里。李华莹一下便笑出来，眉眼弯弯。江照也眼里也漫起星星点点的笑意。你看起来可真傻。江照也不说话，只小心的将怀里的榆钱拢到一起。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斑驳陆离的照在两人身上。李华莹拉拉江照也的袖子，榆钱还有好多呢，你收这些干嘛？这些是殿下亲手摘下来的榆钱，我收着，等会拿到厨房，给殿下做榆钱糕吃可好？江照也抬头对着李华莹，眸光温柔。李华莹微微一愣，点头嗯了一声。两人就这么靠在一起，看着榆树宽大的绿叶在风中碰撞，发出沙沙声。今天是母妃的生辰，我想她了。我知道，你等会真的会给我做榆钱糕吗？小时候母妃也会给我做的，做的可好吃了。李华莹转头看向江照也，江照也点点头，又迟疑道：我会努力做的很好吃的。李华莹便笑了，你真好。江照也面上忽的火烧一样通红起来，他将头埋进青绿的榆树叶里，微微发凉的树叶贴在他面上，却丝毫不能让他胸腔里那颗鼓动不停的心降温。李华莹笑盈盈也跟着埋进来，两人的肩膀和耳朵碰在一起，江照也的身体一颤，心间也跟着一颤。殿下，殿下以后想嫁给什么样的男子？嫁人。哗啦一声，李华莹离开这团树叶，江照也随着挺直身体。我要嫁的话，就嫁给舅舅那样的大将军，孔武有力，进退有仪，母妃说他是大寿的大英雄。李华莹捏着小拳头，雄赳赳说着。江照也怔怔看着他生动的侧脸，低低的说了声好。你说什么？李华莹转过头来，江照也眼眸亮得惊人，却轻轻摇头。殿下不要忘了我。那日之后，江照也便禀明家中，入武馆进军营收边疆。5年时间，他在黄沙漫天的西疆日夜操练兵法，不敢停歇。那场戍边之战，他率军连破博野氏10城，逼得博野氏退守百里。朝廷加封他为镇远大将军，如此算得他心中的大英雄吗？他满心欢喜，想回京参加庆功宴，再与他表明心迹。可还没出发，堂兄的信上便说他已与人定终身。那人是今年高中的新科状元郎，春日宴他对他一见倾心。天子赐婚，即便是他守孝3年，他也愿得。如此情深意重，只为嫁他。江照也当即一口鲜血吐出，将信纸半边染红。在之后庆功宴他推脱未去，常留在西疆镇守边关。既然他已有归宿，那他便守好大硕，让他百岁无忧。只是午夜梦回里，他总忍不住怪自己只问了那一次。原来长大的公主不喜欢将军了，她喜欢书生。事已至此，他此生只能在信纸上窥得他的消息了。可却没想到峰回路转，事情仍有转圜。可看着他黯然神伤的模样，江照也宁可他一生顺遂如意。过了几日，城中热闹起来，处处张灯结彩。江照也正在练功房练剑，一回头便见着江于川含笑的面庞。堂兄。江照也收剑入鞘，接过江望递来的金子，擦擦面上的汗。你今日怎么得空来了？回京好些天，我们兄弟还没见面呢。江照也一笑，两人并肩往会客厅中走。嫂子和朗哥可还好？我还给朗哥准备了礼物，明日登门去送他。两人坐下，江于川笑道：都很好，他日日念叨着你这个堂叔呢，要跟你学本事，去边关杀敌。江照也面上带着笑意，饮了口茶。果然是江家的儿郎，有志气。你这话说的，暗自嘲讽我。江于川佯作恼怒道。江照也一拱手赔罪：江大人饶命，小弟可不敢。两人一对视，都笑起来。今日可是上元节，你好不容易回京一趟，不出去转转，无非不过是些灯笼烟花，有什么可去的？江照也漫不经心地转着手中空的茶杯，这么无趣，可是很难招姑娘家喜欢的。江于川状若无意道：你看我那孟校尉，就趁着上元节去与沈家小姐会一会面，听说护国公主也会同行。哐当一声，空茶杯摔在桌面上。江于川促狭一笑，便见江照也脸色一阵变幻，3步并作2步就要离开，只留下一句：我还有要事，堂兄请自便。江于川面上好笑，可片刻之后，他眼眸又沉寂下来，静了半晌，才端起来桌上已冷的茶水一饮而尽。上元夜里，璀璨花灯10里，街上游人如织。李华莹正同沈青青挽着手臂走在街上，身旁沈红泉和孟庭简陪同着。李华莹看着街上人人欢声笑语，脸上亦带着笑颜。真是好久不曾上元夜出来游玩了，表姐又唬我，去年上元夜我们还快同游了呢。沈青青俏皮一笑，晃着李华莹手臂。李华莹一怔，这些于她而言都是7年前的回忆了。李华莹轻轻摇头失笑，
正好见着孟庭简在沈红泉身边偷眼看过来的眼神。去年和今年可不样呀。李华莹拉长音调，沈青青果然好奇地凑过来问：哪里不一样啊？李华莹在他耳边悄声说：去年可没有孟公子陪着同游呢。沈青青瞬间面红耳赤，羞恼极了。表姐，你就爱打趣我。那边孟庭简见沈青青这面若浇花的模样，眼睛都快看直了，只是下一秒便被沈红泉面无表情的脸挡住。孟校尉，我看你骨骼精奇，不如明日来武馆，我同你好好练练。第67章糖葫芦。孟庭简尬笑一声，摆摆手，哪里的话，沈大哥英明神武，小弟哪敢和大哥相比。孟校尉谦虚了。沈红泉紧紧地盯着孟庭简又看了一会，见他眼神规矩才作罢。只是还没走一会，孟庭简就从身边小厮那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花灯，一个闪身就到了沈青青面前。沈小姐，不若同在下一起放花灯祈福如何？孟庭简捧着2朵莲花灯，笑容灿烂地邀请着。沈青青面上又是一红，又有些羞意。沈红泉却是脸一沉，正要开口说话，就见沈青青正暗含期待的眼神看向他。大哥，可以吗？沈红泉未说出口的话一噎，好歹还是缓和了脸色。早去早回。沈青青眼中都是惊喜，谢谢大哥。沈红泉又吩咐丫鬟小厮小心伺候，多加注意。待两人要离去时，沈红泉又叫住孟庭简，照顾好青青，要是有什么差错，大哥放心，出不了一点差错。谁是你大哥？沈红泉气得就要上前，孟庭简连连作揖告罪才罢休。李华莹笑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又见一向沉稳大气的沈红泉这气鼓鼓的模样，表哥不必介怀，青青也是后该说清了，能提早接触一下也好。听得李华莹劝诫，沈红泉倒也有些不好意思。我也明白，只是做哥哥的心里那关难过呀。李华莹轻轻点头，忽地想起上一世她出嫁前，李明达也是这样，看林怀远哪都不顺眼。虽说林怀远倒也确实不是东西，如今这光景当真是恍若隔世。李华莹目光落到和水中星点点闪烁的花灯上，莫名有些怅然。忽的眼前出现一朵流光溢彩的精致花灯，美轮美奂。李华莹一怔，一抬眼便见江兆野正垂眸笑看着他，额前的头发微湿，整个人带着一股混杂着皂荚香气的草木味道。殿下，可要放花灯？李华莹还未答话，后面沈红泉就惊讶上前：你这头发怎么还是湿的？莫不是刚沐浴过就急着出来了？沈大哥也在。江兆野脸上笑容淡了些。江沈两家都是世代武将，关系自不必说。沈红泉和江家兄弟也是自小玩到大，都是好兄弟。对江兆野的心思，沈红泉自然也是知道一些。可如今见他这模样，还是有些哭笑不得。我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这，你看不见，你光看什么去了？沈大哥，你要是无事可做，不如去云亭会歇会，吃喝都挂我账上。江兆野说着，凑近沈红泉耳边低声道：大哥，下次给你带匹西江名驹回来。沈红泉闻言眼睛一亮，拍拍他手臂，却正好摸到他微湿的发尾。你小子，这么大冷的天就湿着头发出来，真是不要命。我没事，西江可比盛京冷多了，早习惯了。江兆野随意笑道。沈红泉却是心中一叹，对着他慨然一笑：难得回来，祝你得偿所愿。说着便离去了。李华莹在河边见两人交谈几句，沈红泉便转身离开了，于是问道：表哥怎么走了？他累了，去吃些东西歇会儿。李华莹一时语塞，表哥好歹也是个武将，只走了这么几步，他都还没累，表哥竟累了。江兆野又将手中华美花灯捧到李华莹面前：要不要去放花灯？李华莹迟疑片刻，还是点了点头。两人便并肩同行往前走。两人这模样身量都是极出挑的，身后又还跟着无数丫鬟护卫，周围路过的百姓都不由得多看几眼，当真是画本里的郎才女貌，才子佳人。你怎会在此处？李华莹问道。毕竟江兆野看起来实在不像是对街上的花灯小吃感兴趣的样子，好不容易回京，自然也要出来转转，不曾想便碰见了殿下。江兆野煞有其事道。跟在他身后的江望闻言却是捂嘴偷笑，若不是他刚见着将军洗了个比在军营还快的战斗澡，又在附近几条街上搜查细作一样的找人，他还真就忍住不笑了。江兆也察觉到，回头给了他一个警告的眼神。李华莹闻言却是想到边关苦寒，风土人情俱与盛京不同，他镇守边关多年，也实在是劳苦功高，怪不得现在也对这些市井闲情起了兴趣。倒也是，你既回了盛京，便好好的四处游玩才好。江兆也看着灯光下李华莹光影交错的侧脸，喉咙滚动了下，只低声道：如今这样便已很好。糖葫芦哀，又甜又脆的糖葫芦哀。街边的叫卖声一下便吸引了李华莹注意。那卖糖葫芦的小贩正在大红灯笼下，
串串糖葫芦看起来晶莹剔透，极为诱人。江兆也见状便道：“殿下稍后，我去买些回来。”唉，李华营还未制止，他便已穿过层层人群过去了。江望急得直叫将军，也赶紧跟着挤过去。李华营怔怔看着他在人群中依旧显眼的高大背影，又想起了上一世。他记不清是什么日子，只记得自己期待了好久，才与林怀远一同出门游玩。那时他也是想吃糖葫芦，可林怀远却说：“这种市井小吃烟杂不说，拿在手中如何配得我们身份？”李华营被他说的犹豫，却又不舍得直接离开。见他这模样，林怀远便叹气道：“罢了罢了，既这么想要便买吧，林白你去买根回来。”几人在原地等着，林怀远面色淡淡，不大好看。半天等着林白回来，李华营却已经没什么兴致吃下了，只随便吃了2口，实在是食之无味，便放下了。林怀远见状皱眉道：“不买又要，买了又不吃，何苦这样浪费？”当时明明是在大街上，可李华营不知为何却觉得难堪。殿下！李华营从回忆中蓦然醒来，眼前是江兆也明亮的双眸，他手中拿着一大把红彤彤的糖葫芦，嘴角抿着笑意：“我多买了几根，殿下和身边姑娘都可以尝鲜。”第68章后悔。李华营本来紧握的拳头倏地一松，面上也露出轻快的笑容：“多谢。”江兆也笑着摇摇头，小心拿出一只糖葫芦递到李华营手中，又把剩下的拿给江望，让他同音时英妃几个分一分。一时之间，人人手里都举着一只糖葫芦，看着倒是颇为智趣。李华营轻轻咬在糖葫芦上，一声清脆的咔嚓声，蜜色的糖壳裂开化在唇舌间，里面包裹着甜中带酸的山楂，滋味十足。李华营吃得眯起了眼：“哎呦，好酸！”后面江望也举着糖葫芦啃着，嘴里没嚼2下，便捂着牙酸的整张脸都皱巴起来。前后丫鬟见他这模样，都被逗得笑起来。李华营也是眉眼弯弯，难得笑得畅快，一转头便对上了江兆也凝神望着他的含笑双眸。明明是大开大合、金戈铁马的气势，此时却仿佛是一潭温柔的湖水，要将人溺毙。怎么了？江兆也不语，只是微微靠近他，目光缱绻落在他唇畔。殿下！李华营不由得后退半步，有些气急：“你嘴边有糖渣！”李华营面色腾的一下红了，他慌张低头，从袖子慌乱拿出帕子按在唇边，心中懊恼，他刚才在想些什么？怎么会以为他想要？李华营正羞恼着，耳边便传来江兆也压低声音溢出的一声低笑：“江兆也，你笑我？”李华营恼得抬手便在江兆也胳膊上捶了一下，硬邦邦的如同打在石头上。只是这么一打，两人都是一愣。从前少时两人亲昵打闹便是这样，只是如今回来生疏不少。李华营这下意识一打，倒是让两人气氛莫名微妙起来。见李华营举起的拳头上红了一小片，江兆也急忙道：“手是不是打疼了？你再打一次，我放松些便没那么个手了。”“谁要打你？”李华营哼了一声，便转身往前走，只是耳尖却红了。江兆也嘴角微微勾起，急忙追上去。后面殷实殷妃同江望对视一眼，眼中都是了然，也抬脚跟上去。“殿下！”李华营将头扭到另一边去不语，江兆也便脚步一错走到另一边，又低声唤：“殿下！”李华营再将头扭开，江兆也无奈一笑，只好再跨过去，柔声道：“殿下怎么就生我的气了？”“我才没有！”李华营又哼了一声。江兆也被他这可爱模样逗得笑出声，惹得李华营又气得想捶他，可手刚已举起来，又觉得不合适，只好气鼓鼓地放下。“你笑什么笑？我哪里敢笑殿下啊？殿下要我往东，我怎么敢往西呢？”江兆也声音温柔，如同哄小孩子一样。李华营面上又是一红，忽然察觉到自己似乎是在无理取闹。这么多年过去，他心性早已沉稳不少，许是因为江兆也总是如以前一样包容他，便让他总在他面前露出少时那副骄纵样子。“殿下！”江兆也一步跨到李华营面前，垂眸看着他，气可消了，莫不是我实在太笨，才惹得殿下不高兴？看他这高大个子，却在他面前垂手哄他的模样，莫名竟让李华营想到了雪庐。他脱口而出：“你跟雪庐一样。”说到一半，李华营才觉不妥，便将后半句咽下去。本以为江兆也会不悦，他一个威名赫赫的大将军，被他说成了狗儿。可没想到江兆也闻言，却眼中酿出笑意：“雪庐能让殿下开怀，那便是比我能干多了。”李华营闻言，便想到了以前同雪庐的时光，面上便有些感伤。江兆也见状，微一顿，便问道：“那4只小狗崽儿，如今可长大了许多？”李华营一怔：“他们竟是你送来的？”江兆也微微点了下头，轻抿着嘴角：“你那时不是还在西江，是你回京述职那一回，你送来的？”李华营正奇怪着，突然想起了这一茬，惊讶问道。江兆也又是轻轻一点头，
垂下的手掌不自觉捏紧。你这……李华莹只觉千头万绪，一时竟不知从何问起。他怎会知道雪庐死讯？他回京述职，又如何正好送来狗儿？甚至他为何是在那时回京述职？只停留了一夜，他是为了述职，还是为了……李华莹想到此处，竟有些无措，一抬眼便撞进江兆野柔和包容的眸光中。正这时，一道阴沉粗粝的嗓音响起：“草民参见公主殿下。”李华莹低头一看，便见着一个衣裳破烂不堪的男子正死死地盯着自己。李华莹眉心微蹙，江兆野一横身便将李华莹挡在身后，目光冷厉地看着眼前的人。哈哈，粗粝沙哑的嗓音响起：“殿下不认识我了吗？我可是你的驸马啊！”李华莹一惊，探出头细看，此人瘦骨嶙峋，腰也弯着，头发乱糟糟束在后面，脸上好些伤口还生着冻疮，一侧脸上还烙着个剑字。这副模样实在与李华莹曾经印象里面容俊逸、脊背挺直的林怀远相差太远，只能从眉目中依稀辨认出他往日模样。林怀远见李华莹这一如往昔的高贵华美模样，身侧陪侍的高大男人就是从前的他都比不过，更别说他现在这副模样。想到他这些天日在天中山上服徭役，吃不饱穿不暖，被人肆意欺凌，做着从小到大从未做过的粗活，如今他的手已经冻伤扭曲，再也拿不起笔，他的腰更是劳损严重，连直起来都剧痛无比。好不容易能归家一次，却只能缩在那漏风的破土房子，床上还有病歪歪的老娘，家中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与这些相比，他以前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那时他最大的烦恼不过是李华莹的冷脸和一些伤不到他分毫的言语攻击罢了。乃像现在，他几乎连尊严都没有了。他后悔了，他真的后悔了。林怀远弯着腰，抬头看着李华莹，愁苦道：“我对不住你，如今我才知道，夏礼玉算什么，哪里比得上你分毫。”第69章烟花。可却出乎他意料，李华莹听得此言，面色更冷。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这大放厥词？林怀远一怔：“殿下，你信我，我是真的知错了，我想好好对你。”李华莹眼中的厌恶几乎满溢出来。上一世他享受着驸马身份给他带来的一切，却恬不知耻的和夏离玉厮混。如今他失去了一切，又将夏离玉弃如敝履，在自己面前摇尾乞怜。他往日自诩清高，有文人风骨，更显得如今这副模样，令人不齿。你再敢与我攀扯关系，我便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李华莹声音冷凝，居高临下看着他，倨傲的如同在看地上的垃圾。林怀远浑身一震，他心中又是怒又是悲又是恨，竟不顾腰间剧痛，硬生生直起腰板。他憎恨的目光在李华莹和江兆野身上一转，冷笑出声：“怪不得你嫌我是个文弱书生，原来是早就与这劳什子将军有了首尾。可惜你如今是我林怀远的弃妇，除了跟着我，谁会要你个破鞋？”话未说完，他直接被江兆野悍然一拳砸在面上，脸上迸溅出鲜血，整个人仰面倒下，砰一声，生死不知。江兆野腰间雪亮长剑已出鞘，抬手便要斩下。江兆野！李华莹一声轻喝，剑尖就静静悬在林怀远头顶。江兆野回头，周身气势虽然尽力收敛，但凌厉黑眸中仍杀气弥漫。李华莹被他看得心头一抖，稳住声线道：“留他一命。”江兆野动作一致，眼神中莫名阴出一抹神伤。他面无表情，只微一点头，再转头，目光落到躺在地上的林怀远身上。他手腕一个抖擞，利落收剑入鞘，但林怀远手臂上却怪异的出现一道血线，鲜血慢慢淌出。见李华莹看过去，江兆野便侧身挡住他视线，淡然道：“手抖了。”李华莹扑哧一笑：“镇远大将军15岁便能于1000万人中取敌军首级，原来还会手抖吗？”江兆野见他面色轻松，面色也缓和了些，只是仍有些别扭。原来殿下如今喜欢这样的瘦鸡崽子一样，实在不像个男人。李华莹轻哼了一声：“我可不喜欢他。”江兆野闻言，眼睛一下便有了神采，目光炯炯地看着李华莹，可片刻又抿紧了唇。既如此，殿下为何不让我杀了这狂徒？李华莹微微一缓，垂眸道：“死不过是这世间最简单不过的惩罚。他如此自傲，那便让他活着忍受这人人都可践踏的人生，岂不是生不如死？”说完，李华莹抬眼看去，却见江兆野眼眸晶亮，笑看着他，无一丝诧异轻视。李华莹面上便也露出柔软笑意。江兆野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便再也不问，只对着不远处的河岸一指：“我们去放花灯吧。”那边人群熙攘，男男女女手上都捧着一朵莲花灯，等在河岸处去放灯。李华莹嫣然一笑：“走，去放花灯。”两人并肩行，到了河岸边，江望小跑着为两人从摊贩处买来笔墨，一人一朵荷花灯，
写上愿望，让他顺流而去，便是上元夜里最好的祝福。李华莹执笔，微意沉吟，才落笔。而身旁江兆也不假思索，直接几笔落下。河边人多，还要排队等待才能过去。江兆也便道：“此处人员散乱，不如殿下在此稍后，我去为殿下放灯。既然都来了，自然要亲自去放才有意思。”李华莹摇摇头，江兆也便不再多说，只是护着李华莹往人群中去。排队处皆是年轻男女和小孩，互相倒还算客气有礼，并无推让，只是稍有些吵闹。人们左右前后不认识的都在互相攀谈祝贺，认识的都在高谈阔论。不过李华莹和江兆也这衣衫气度一见便不是普通百姓，便都不敢靠近。李华莹嘴角带着浅浅笑意，感受着平日里难得遇见的市井气息和节日氛围。突然她宽大的袖摆被小小的拉扯了下，李华莹还未反应过来，江兆也便护在她身侧的手臂便迅捷捉住了一只小手。李华莹低头一看，原来是个粗布衣长的小女孩，看着不过4、5岁。这时她细瘦的手腕被江兆也捉住，大大的眼睛里都是害怕。江兆也闻言手便松了。这时牵着小女孩的婶子也发觉动静，赶紧道歉：“是不是我这小丫头冲撞到贵人了？贵人大人有大量，今日又是上元节，我给贵人磕个头。”说着就拉扯着小女孩要跪下。李华莹微一蹙眉，身后的海月便上前一步，将人稳稳扶住。“不碍什么事。”李华莹温声道。那婶子也甚是受削，闻言便无措又腼腆的笑笑。身旁小女孩便睁着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李华莹，趴在那婶子腿上说：“娘，她好像画里的仙女啊。”小女孩声音不小，李华莹听见便笑了。那婶子便憨厚一笑：“贵人见笑了，小丫头笨得很爱魂说。”江兆也面色也温和许多，抬手抚了抚小女孩头顶：“你今日可是见到了仙女，这是仙女姐姐给你的奖励。”说着他从袖袋里掏出一块碎银子放在小女孩的手心里。那婶子一愣，又慌张又惊喜地看着江兆也，用这些钱可以让小孩子去学门活计，以后好生活。那婶子闻言眼泪便直接流出来，就要跪下去。江兆也只抬手稳稳端住她手臂，人多拥挤，不必多礼。那婶子牵着懵懂的小孩，止不住的抹泪道谢：“多谢贵人，你们这样好心，你们长命百岁，白头到老。”江兆也猝不及防，听得面色微红。李华莹见他这模样，也颇有些赧然。正这时，砰一声巨响，人群爆发出欢呼。有人不小心一个推让，李华莹脚下不稳，江兆也一直虚虚护在李华莹身后的手臂顺势一揽，搂住她后腰。李华莹一惊，后背便贴上坚实火热的臂膀。漆黑的夜空猛然炸开一朵绚丽耀眼的烟花，正映在李华莹眼中。紧接着便砰砰砰相继炸开无数朵如花似锦、光彩异目的烟花，点亮了夜空。李华莹惊艳地看着夜幕中这绚烂的一幕，一转头便想同江兆也说话，却撞进他专注深沉的黑眸里。所有人都在仰头看烟花，只有他垂手看着李华莹。周围人群都在欢呼，火焰味道四处弥漫，烟花仍砰砰炸开，李华莹的心似乎也在砰砰跃动。第70章物是人非。不知过了多久，殷实讶异道：“殿下。”两人方如梦初醒。李华莹赶紧从江兆也臂弯离开，面色颇有些不自在。江兆也更是半边脸都爬上了红晕，手脚都有些僵直。“殿下，可以去放花灯了。”殷实注意到两人之间的暗潮涌动，便也佯装不知。李华莹一个点头，便急匆匆往河边去。江兆也见状急忙追过去，河边湿滑，且慢些。殷实、殷飞刚张开嘴想要提醒，又只好把嘴边的话咽下去。两人互相对视一眼，眼中皆是无奈。有时真是不知道谁才是殿下的陪侍丫鬟。天气寒冷，河边空气更是寒凉。江兆也小心护在李华莹身边，待她虔诚将花灯点燃，顺流推走，再将李华莹护送到殷实、殷飞身边，自己再折返回去放花灯。李华莹站在稍远处，看着河边江兆也的背影，有些出神，脑海里回忆着他的一举一动。从夺嫡到宫宴，再到今日上元节，若说他还没看出来他的心思，那是假话。李华莹仔细回想着上一世，江兆也与他似乎从无接触，除了他平定博野市那战，他曾回京在庆功宴上两人遥遥见过一面。原来他竟有这样深的心思埋在心中。可是，殿下，我回来了。抬眼对上江兆也明亮的黑眸，李华莹下意识避开眼神。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归府了。江兆也一怔，随即便道：“那我送殿下回去。”李华莹想说不必，可终还是点头应了。回去的路上人流萧瑟许多，夜风也更冷。江兆也看了沉默的李华莹一眼，轻声道：“殿下方才许的什么愿望？”李华莹垂眸笑了下：“不告诉你，我可以告诉殿下。”江兆也说着往前走了2步，又转身面对着李华莹，
随着他的脚步往后倒退着走。世事纷扰，唯愿殿下百岁无忧，所求皆如愿。江兆野深邃眉眼带着轻柔笑意，垂眸看着李华莹，一如多年前那个午后，他捧着碧绿的鱼钱微笑的模样。李华莹有些恍惚，恍然间仿佛她还是当年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那时她拥有选择一切未知的勇气。可只一瞬间，前世今生种种过往流水般倾泻在眼前。李华莹停住脚步，江兆野随之停住。江兆野，我不是当年那个小姑娘了。我知道，你不知道。江兆野无奈一笑，莫名有些宠溺。你就是你，你只是你，无论当年还是现在。李华莹轻轻吐出一口气，抬眼看向冬夜里朦胧的月亮。人前是人，人后是鬼，撕了这张面皮，谁又是谁呢？我与林怀远这一桩婚事，从头到尾不过是场笑话。我不想再去赌一辈子，也不想再考验人心。江兆野目光落在他黯然的侧脸，眼中都是疼惜。我明白，但这些不是你的错，是他们卑鄙无耻。不重要了。李华莹轻叹，我此生为殿下一人，若不得，便再也不娶。江兆野嗓音低沉，一字一句如军中宣誓，气若千钧。李华莹心中莫名一动，却又想到林怀远与夏离玉上一世那般深情，如今也不过尔。他垂眸淡然一笑，一时一世，人心亦移。我心磐石，坚不可移。江兆野向前一步，眼中难得流露出急切。李华莹只垂着眼后退了一步，半晌无言。江兆野终于也是后退一步，拉开两人距离。边关战事吃紧，我很快便要回西疆了。江兆野说的轻松，只是长眉却压得极低，眼中情绪浓烈。祝将军平定西疆，封侯拜相。李华莹笑容得体。江兆野紧握的拳头蓦然一松，缓了缓，才轻声道：殿下今后可有打算？李华莹闻言沉默片刻，才道：如今光景，我亦不知还有何路可走。虽说她贵为公主，可除了安里的尼姑，她从未见过有哪个女子终身不嫁。她心中茫然，却无人可问。殿下，路不是生来就在，而是人走出来的。伯也是游牧族，牧草丰盛时便扎根，牧草不丰时便拔营游牧，无论如何气候皆有路可走。殿下金枝玉叶，只要心中有想法，何事做不成？江兆野温声说着，眸光柔和地包裹着李华莹。李华莹闻言，恍若突然在枯井中窥得一线天光。她怔怔看向江兆野，莫名想起来自己写在河灯上的愿望：此生无憾，唯愿心安。而此时，那颗茫然无措的心，好似被温柔的妥协安放好。他突然感觉到了心安。夜深人静时，小雨淅淅沥沥下起来，冰凉的裹挟着冷气打在林怀远面上。他一个机灵醒了过来，只是刚一醒来，便察觉到浑身几乎被夜里凉气冻僵，脸上那被江兆野打过的地方，只是吸气都疼痛不已。他只能放轻了呼吸，动作滞涩地从地上爬起来，佝偻着身体慢慢回家。一路上有偶然撑伞路过的行人，远远见着他这模样，都嫌弃地避开。林怀远只垂着头，麻木地走着，走了好久，才走到城郊荒凉处。林怀远抬头一看，不远处正是一个土坯小房。他慢慢走过去，推开门，小院子里杂乱地堆着柴火、破布和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林怀远目光落在那雨水浇的湿透的柴火，心中的悲凉瞬间变成沸腾的怒火。他腿脚都变快了，直接大步过去，到了里屋，正见夏离玉蹲在地上费力地将洗衣服，整个人比运时还要再瘦一圈，面色蜡黄，脸上颧骨高高突出，看不过曾经的一丝女儿风情。见林怀远回来，他扬起个笑脸：你回来。啪！林怀远直接拍手甩了他一巴掌，丝毫没有收力。夏离玉被他打得扑倒在地，撞翻了地上的洗衣盆，盆中湿淋淋的衣物翻出，水淌了一屋子。屋中本就狭小逼仄，洗衣盆一翻，林怀远几乎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夏离玉趴在水里，含泪看向他，面上已高高肿起：我在家里辛苦操劳，你一回来就打我。林怀远如今早已被生活压得直不起腰，心中再无什么闲情逸致，只余下一腔怨恨。他只冷哼一声：柴火30文一捆，你竟把它扔在雨地里不管，当真以为钱都是大风里刮来的吗？第71章土屋。林怀远懒得听夏离玉辩解，只扔下一句：还不快把柴火都搬进来。便掀开帘子进了内间。内间更加狭小，还摆了2张木板床，一张上面躺着病歪歪的林母，脖子上系着一块黑黢黢看不出颜色的破布，上面都是他淌下来的口水。另一张上面用被子围着一个幼儿，正蜷着拳头熟睡着。林母见林怀远回来，立即变远，激动地叫起来，整张脸更是嘴斜眼歪，口水横流。林怀远看得暗自皱眉，但还是走过去：母亲，我回来看看你和孩子。
林母见他这弓着腰，满脸是血的模样，浑浊的眼里就流出泪水。远，母亲，我在呢。求李帮。林母几个字说的艰难，才能模糊吐出来。官。林怀远看得心酸，又想起来今夜李华英的无情，他自嘲低声一笑，他如今已经有了新欢，他不会帮我的。林母闻言瞪大了眼睛，面目狰狞地叫起来。情绪激动之下，一股难闻的臭气顿时便弥漫在空中。林怀远一愣，瞬间便明白过来，他捏住鼻子往后退了2步，高声叫道：夏离玉，快进来给母亲擦洗干净。夏离玉刚在外面淋着雨将柴火搬进来，还没来得及收好地上打翻的衣裳，听见招呼便只好又进去，只是一进去便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夏离玉面露嫌弃，却还是走到林母身边，手法熟练地掀开被子开始处理。林怀远转身便出去了，可外面又没有下脚之地，他只好站在门边。林母被夏离玉翻来翻去，擦桌子一样不带感情的擦拭，眼中还都是不耐烦。林母心中涌起怒气，想着趁林怀远再好好教训这夏离玉一番，便又开始叫嚷起来：远！夏离玉闻言一惊，林怀远已转身气势汹汹过来：你有什么用？什么做不好也就算了，不过是侍奉母亲都不知道尽心。说着他又狠狠一巴掌甩在夏离玉面上，夏离玉直接带着那窝着屎尿的脏裤子摔在地上。旁边孩子被动静吓醒，开始哇哇大哭。夏离玉惶然抬眼，就见着林怀远那满是怒意的狰狞面容，他瞬间也是满肚子的怨恨，坐在地上大哭起来。我刚生下孩子，连月子都没得做，就要拖着残败的身体伺候你老娘在床上吃喝拉撒，还要照顾孩子，还要为你做饭洗衣。夏离玉越说越委屈，哭个不停。林怀远眉心紧皱，听得屋中女人哭声和婴儿啼哭不绝，鼻端又尽是臭不可闻的恶气。他强压下怒气，只对着夏离玉说：多说无益，你还不快把孩子哄好，他本就体弱，再哭下去生了什么病你如何担待？夏离玉听见孩子，哭声一顿，见孩子躺在床上哭得满脸通红，到底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他比谁都心疼。夏离玉赶紧换下身上沾了脏污的衣裳，过去抱起孩子摇晃起来，嘴里轻哄着。不过一会，孩子便又睡过去。夏离玉坐在床边看着孩子的睡颜，想起前些日子大夫说这孩子先天带胎毒，智力不足，恐怕活不久。夏离玉眼睛又是一红，都是孽债啊。他转身轻声问林怀远：孩子还没有名字呢，你也不给他取一个？可没想到此话一出，林怀远却转过身去不说话。夏离玉站起身来：你什么意思？林怀远依旧不语。虽说这孩子是他亲生骨肉，可他心中实在介怀，这孩子就是活生生他不忠不孝的罪证。若没有这孩子，他何至于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再别说这孩子先天不足，竟是因为他和夏离玉孕中贪欢，他实在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不娶。你凭什么不娶？这是你的亲儿子。夏离玉气得眼泪直掉，过来便去拉林怀远。林怀远躲开，只冷声道：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若不是你不知羞耻勾引我，就不会有这个孩子。我也不会孝妻失德，不会冷落公主。那样的话，景砚也不会为了写金银就攀上三皇子。我就还是驸马爷，还是五品理政学士，还是天子近臣。林怀远激愤说得满脸涨红，再加上面上那些伤口血污刺青，看起来狰狞如恶鬼。夏离玉却听得可笑，他嘲讽的大笑3声，怒气冲冲道：我勾引你？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就算没有我，你也一样会和别人苟合。林景砚就是爱攀高枝儿，跌死不是活该吗？你们林家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谁也不怪，就他妈怪你们自己。夏离玉吼得几乎失声，却十分痛快。林怀远听得双目赤红：你个贱妇！他直接伸手抓过夏离玉头发，另一只手掐住他干瘦的脖颈：你给我去死！他癫狂的手掌使劲掐着，不论夏离玉如何踢打和抓挠，都毫不松劲。夏离玉手脚渐渐无力，双眼也开始翻白。床上林母惊恐地叫起来：远！林怀远猛然惊醒，看着眼前奄奄一息的夏离玉，吓得手里立马就松了。夏离玉软软跌在地上，疯狂地咳嗽了好久才缓过来。他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只低声哭着。他为林家做牛做马，究竟是为了什么？林怀远怔怔地站在这昏暗狭小的土房中，只觉恍若隔世。明明不久前他还是理政学士，还是朝中红人，吃穿用度亦应有人操心，娶了大硕最尊贵的公主，过着再轻松不过的日子。可就这么一转眼，他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寒窗苦读数十载，他求来的究竟是什么？江府屋中铜炭篓中火红，空气暖热。孟庭简如家宅主人般大辣辣地躺在摇椅上，江于川含笑看着他。
笑味春风满面，看来是好事将近啊。孟庭简闻言，抬手搓了搓鼻子，难得笑得羞赧。慢慢来嘛。说着，他眼珠子一转，想起来一桩事。原来你之前那么关注护国公主，是为了江兆野，亏我还为你找机会同她见面呢。孟庭简笑着摇摇头，话里都是调侃。江于川闻言却是一阵怔忡，仿佛夏日的凉风又拂在面上，眼前隐隐绰绰又见那一抹慵懒的紫纱倩影，美好的如一场盛夏惊梦。孟庭简见他失神至如此模样，吓了一跳。第72章剑鸣。他脚一蹬，便从摇椅上直起身子，一巴掌拍在江于川肩上。宇川。江于川回过神来，见孟庭简惊疑不定的模样，只浅浅一叹，若没有那一遭，想必我同他也不会有什么见面的机会，我亦不会。说到这里，江于川停住话头，余音都是怅然，可两人互相都已心知肚明。哎呀！孟庭简见好友这神伤模样，狠狠一拍额头，全怪我多事，本来什么事也没有，现如今却叫你给掺和进去了，你可如何是好？江于川嘴角抿出一个笑，知道赵野对公主情深多年，我且已有妻室，哪有什么掺和不掺和？可是孟庭简面上焦躁，抬手将自己头发抓得乱七八糟。你与你那妻子不过是婚前见过一面，哪有什么动情动心的真感情？如今好不容易。可是孟庭简又想到江于川同江兆野的兄弟之情，这是实在是纷乱如麻。见他这样，江于川反而是爽朗一笑。你这话可是错了。孟庭简不解地看向他。公主自是极好的女子，那自然也会有极好的男子与她相配。可你不是动心了吗？江于川手拿铜签子轻拨火炭，火炭响起一阵轻微的爆裂声。动心又如何？若是想要什么，便不择手段去争夺，那与猪狗何异？不过一瞬间的心神摇晃，此为梦幻泡影。我与内子数年相濡以沫的情谊才是坚实。朝朝暮暮一粥一饭，如何比不过我那轻飘飘的一言一动？我是疯了才会放弃这些。江于川语调舒缓，眼神温和地看着铜炭篓中轻轻跃动的火苗。孟庭简愣愣地看着他，好半天终于喟叹一笑。他抬手对着江于川一行礼：“宇川兄乃真君子也。”江于川一回礼，颔首一笑，只是无人知晓的心底，终究还是谦谦荡荡一缕怅惋。一转眼，盛京城新树抽芽，春日的气息已尽。公主府悬灯挂彩，宾客迎门。李华莹正坐于梳妆镜前，殷实正在为她细细挽发。外面海月进来，手上端着一个精致的檀木嵌八宝盒子。殿下，这是将军府送来的贺礼。李华莹闻言，心中一动。江兆野前些日子已回西江，按道理两人本该又归于以前的关系，只是他那时一双黑眸只静静地看着他，问能不能写信给他。李华莹见他明明高大威猛，却莫名像只可怜巴巴的小狗，神使鬼差的，还是心软松了口。于是两人便常常通信，他写些边关奇闻异事，李华莹回些圣经近况，一直有来有回。今日是他册封长公主典礼，半个月前他便在信中提过会送她礼物，只是无论李华莹如何问，他都不透露。拿来我瞧瞧。海月将盒子奉上，小心打开盖子，里面有2件物实。李华莹拿起那块羊脂白玉如意佩，触手温润细腻，莹莹有光。这玉佩看着倒像好物呢。殷实看了眼，叹道：“他打小便是宫中女官最拔尖的那批，见过的好东西不计其数，如今能让他惊叹，倒也难得。”李华莹只一笑，抬手拿起下面附着的小笺，愿卿百岁无忧，事事如意。字迹豪放，笔锋凌乱，一见便是江兆野的字，真是字如其人。另一样是一只和田碧玉绞丝镯，静静躺在河中，如一泉清冽碧水。李华莹拿起镯子放在眼前细看，镯间2条碧玉相互缠绕，手艺巧夺天工，极具巧思。这镯子倒真有趣。李华莹看得眼前一亮，将下面小笺拿出来，只是小笺只单单写了绞丝镯3字，并未多言语。这莫不是西江那边的稀奇物件？英妃也好奇问道。李华莹微点点头，又看了镯子半晌，便要将它放回盒中，只是略一犹豫，又将镯子留下，轻轻使劲套在手上。青碧玉镯和白腻手腕交相照应，摇晃间还会发出轻微的悦耳击玉声，看着极为养眼。李华莹面上露出个笑意：“殿下戴着可真好看，那这如意佩铜盒子我便好生收起来了。”李华莹点头。公主府侧门，一个穿着粗布衣衫的瘦弱男人正弯着腰慢慢过来。侍卫一见，眉头便皱起来，手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铜板，往旁边地上一扔：“今日府上有喜事，快些拿着铜板到别处要饭去。”那男人脚步一顿，转头看了眼地上的铜板，才抬起头来，竟是林怀远。只是他如今做多了重活累活，一张脸黑瘦枯槁，面上还刺着个剑字，没人认出他来，
反而让那侍卫枪一下拔出长刀。哪里来的罪犯贱民，胆敢公主府惹事？他摇着头，我不是贱民，我是驸马，是林大人，我来为殿下贺喜。说着，他似乎是想从怀中掏出什么。那侍卫目光一厉，直接上前一步，长刀斩下。林怀远受惊，后退一步，仰面摔在地上，手臂立时便被长刀划出一道痕迹。一只白色物件从他手中滑落在地，伴随着一道清脆的叮当声。林怀远面色大变，连手臂伤口也顾不上，立即翻身趴在地上去捡，只可能那东西已一摔为二，原来竟是一块杂色玉雕牌。林怀远双手颤抖，捧着那玉雕牌，眼圈变红了。这是我要送给殿下的贺礼，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哟，这不是林郎君吗？突然头顶响起一道清朗嗓音，林怀远茫然抬头一看，辨认半天才看出来此人是谁。许哲。林怀远面上露出喜色，挣扎着要起来。我来给殿下送贺礼，你快带我进去。只是以前在林府向来对他温和有礼的许哲，如今笑一下，那一层薄薄的冷漠终于浮出水面。你一个贱民，拿着块斑驳杂色的货色，也敢在公主府前驻足？林怀远挣扎的动作僵住，不可置信地看向许哲。你也配？第73章绝望。许哲脸上那淡淡的笑容仍在，只是嘴里吐出来的话如尖刺一般，狠狠扎进林怀远心里。我数到3，你若是还不滚开，我便让你血溅当场。1。许哲身后侍卫已举着刀往前走了一步，林怀远心中惊慌万分，又摔得狠了，一时之间竟没爬起来。2。侍卫长刀已悬在林怀远头顶，他身上汗毛竖起，什么也顾不得来，直接翻过身来，如猪狗一样四肢并用，狼狈向远处爬去。3。林怀远心中悚然一惊，拼命地爬，却牵扯到腰疾病，整个人摔在地上。街上的人见到他这副样子，都窃窃私语的远离，还有小孩子咯咯的笑声。林怀远侧躺在地上，大口喘气，脸上的热汗淌进眼睛里，眼中一阵刺痛，他只能隐约见到许哲那嘲弄的眼神。曾经他是驸马爷，如今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呵呵呵。林怀远就这么躺在地上，歇斯底里的大笑起来，眼泪混着汗水在脸上横流。他林怀远曾壮志凌云，曾金榜题名，曾高官厚禄，如今这一生也就这样了。夜里，林怀远摇摇摆摆地回了土坯屋，夏离玉正在熬粥，听见动静过来开门，立即便察觉到他一身燥烈酒气，但还是勉强温柔问道：怎么吃了怎么些酒？林怀远根本就不理会他，只随手将他推开，便带着一身酒气摇摇摆摆进了屋子。夏离玉脸上神情顿住，静了片刻才关好门回房。只是一回房间，便见着林怀远吐了一床，正倒在呕吐物里昏天黑地的睡着，旁边孩子也坐在呕吐物里满床乱爬。另一边林母见他进来，歪着嘴气恼叫起来：饭床脏。夏离玉只觉额角神经突突直跳，一股无名火从胸腔中窜起，可半晌他又无力地叹了口气，只好认命地去抱起脏兮兮的孩子，给他换了身衣裳放在地上，又去拉林怀远起来。只是他再瘦也是个成年男子，夏离玉本就身体瘦弱，早产之后又没坐月子，整个人一阵风都能刮跑。他拉扯了半天，林怀远死猪一样纹丝不动。那边床上林母还在不满地叫着饭。夏离玉一番动作，满头大汗，气得直接将林怀远手臂一甩，却没想到甩出了2块东西滚在床上。夏离玉一愣，床上冒着酸气的呕吐物里静静躺着2片玉块。夏离玉脑海中突然冒出个念头，这莫不是他要送自己的礼物？夏离玉暗淡无光的眼中流露出一丝希冀，脸上也终于有了笑容。他小心将玉块捡起，仔细用碎布擦拭干净，又将2片玉块按照纹路小心拼在一起，认真辨认着上面的花纹。只是一瞬间，他脸上的笑容便石化了。这玉牌上的花纹再好辨认不过，谁也不会认错，正是一只毛发蓬松的大狗，就如曾经死在林府的血炉一般。夏离玉握着玉牌的手越捏越紧，目光落在林怀远紧皱的眉心上。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全圣经都知道，今日是李华营的册封典礼，他如今是什么身份，也好意思巴巴的去送礼，还被人摔断了礼物扔出来，这才喝得不省人事回家来。亏他还以为是送自己的礼物，原来不过是李华营不要的垃圾。夏离玉几乎咬碎了牙关，脸上又是嫉恨又是屈辱。他举起这破损玉牌，便要狠狠摔在地上，可临到松手时，他却又握紧了玉牌。林家家产都充了公，而今一家子吃喝拉撒都没个来路，只靠着他去为别人家洗衣服缝衣服，稍能挣些钱，这玉牌他哪里舍得摔了？夏离玉心中悲哀，可这一冷静下来，他便察觉出不对。
他哪来的钱买这稀罕东西？夏丽玉眼珠子一转，便想到一个可能。他这时什么也顾不得了，手中玉牌往床上一掷，就奔到床尾，将电褥掀起，又将下面稻草扒开，果然空空如也。夏丽玉面色惨白，不死心的又扒了好一会稻草，仍旧什么都没有。夏丽玉身形一晃，几乎摔倒在地，身后却传来林母怪异的笑声：“呵，该，呵，贱，藏钱。”夏丽玉一个机灵转身，不可思议道：“是你？是你告诉他荷包在这的？”林母面容不自然的扭曲着，但仍旧能看出是在得意。钱是林家，那是我留给孩子的救命钱，那是润竹留给我的，你怎么能拿给林怀远出去乱花？夏丽玉几乎崩溃，大喊大叫着，吓得地上玩耍的孩子也开始哭泣，只是哭声细弱。夏丽玉靠在床边，几乎绝望。孩子先天带毒，身体智力都有残疾，以后看病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可眼下就连润竹留给他的钱都没了。他以为林母残疾，在床口齿不清，藏钱时未避着他，可没想到就是这样，钱还是被林怀远拿走了，竟还是为了给李华英买贺脸。他和孩子每日饭都吃不饱，他竟还来偷他的钱去买玉牌讨好李华英，这简直荒谬到他不能接受。现在只剩家徒四壁，他的孩子该如何长大？床上林母还在怪异笑着，夏丽玉眼神带着恨意看向他，他猛然抱起，如一头暴怒的母狮向林母奔去。林母见他这疯狂模样，眼中也终于流露出惧怕。远，只是一瞬间，他就发不出声音了。夏丽玉直接掀起他身上的被子，紧紧捂在他脸上。林母身体本就不能动弹，如今连嘴巴也被堵住，便只能这样无声无息地承受夏丽玉的怒火。昏暗逼仄的房间里，只有孩子细弱如幼猫一样的哭声。夏丽玉赤红着眼，双手狠狠地按在被子上，手臂因用力都在微微颤抖。也不知过了多久，她才脱力地松开被子。夏丽玉精神恍惚，整个人都软倒在地。旁边地上孩子已经哭累了睡着了，床上的林怀元躺在自己的呕吐物里，嘟囔着翻了个身。夏丽玉就这么呆呆坐着，直到天明。阴暗角落处的波澜无人在意。这日城中又有一件新鲜事，惹得百姓议论纷纷。第74章武馆。听说沈家武馆隔壁新开了一家女子武馆，可真是件奇事啊！女子还能学武，这事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这什么女子武馆八成要黄啊！你可知道这女子武馆背后的主人是谁？那可是护国公主殿下。你黄了殿下的武馆都不会黄。无论百姓如何交口谈论，开业当天武馆门口依旧围满了人。这女子武馆不论年龄，只要你想学武便能来。年长者可强身健体，年幼者可多一条出路。届时高门大户夫人小姐的护卫女官也都从女子武馆中挑选。武馆前面，许哲正高声向百姓介绍着，围观人群脸上神情慢慢从不以为意到惊喜万分，一个个高举着手，都要为家中女孩报名。李华莹坐于2楼，看着楼下意料之中的火爆场景，微微勾唇。那日同江兆野在河边交谈之后，他忽然茅塞顿开。他有权有势，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如今才不过29年华，既已决定不再寄情于爱恋，那何不去做一番事业？世道艰难，女子不易，他们在家仰仗父亲之事，出嫁仰仗夫君宠爱。若是没了这2条，女子的日子便过得艰辛不已。如今他在供给出一条后路，让更多的女子有一丝喘息之地，有几分能与父亲夫君抗争的力量，亦是一条自食其力的退路。正想着，身后传来道贺声：“黄姐，武馆开门这样的大事，竟都不叫我。”李华莹回头一看，脸上便有了笑意。李红印正携沈青青过来，笑语盈盈。还不是怕元昭殿下不得空。李红印听着，傲娇哼了声：“明明就是你不叫我。”沈青青也笑道：“可不是，今日还是元昭表姐叫我出来的，她可是有空的紧呢。”是吗？李华莹眼神从李红印身上滑到沈青青面上，佯作叹息道：“倒也是，我们3个也就青青最不得空了，整日忙活着整嫁妆呢。”沈青青闻言面上绯红：“表姐。”李红印也来了兴趣道：“听见表兄多年未娶，我之前还当他是有什么隐疾呢，原来竟是没遇上你的缘故。哎呀，他不过就是个没脸没皮的，我们不要说他了。”沈青青红着小脑羞恼极了，逗得李华莹和李红印哈哈大笑。底下丫鬟端来些瓜果糕点，3人坐下畅聊。你们就会打趣我，元昭表姐你可是也到说亲的年纪了，皇后娘娘就没为你长眼几个青年才俊？沈青青歪着头问道。李红印一怔，稍回想了下，便摇摇头，倒还真没有。李华莹眉心微蹙，这倒是不合规矩，你也是大姑娘了，怎么能不早早相看？不然到时适龄的好儿郎怕是都要定下亲事了。怕什么？我可是元昭公主，还能恨嫁不成？李红印眼尾微挑，面上都是傲气。
李华营闻言，不自觉捏紧了手中茶杯，又想起上一世李弘印去和亲的结局，若是能早些定下，自然是好的。如今皇兄刚即位，皇后娘娘执掌中宫，你又向来随心所欲，在宫中待久了还是不好。李华营斟酌片刻，缓慢道。李弘印听着便琢磨出了别的意思，皇姐，可是有人同你说了什么？不曾，只是皇兄同你是一母同胞的兄妹，自然包容，但皇后娘娘如今是中宫之主，你行事率性，可不就容易招她？听李华营这般说，李弘印终于是明白了，他皱眉抿唇不语，也想到了这段时间陆颂仪接人待物那巧妙的变化。沈青青则小口吃着糕点，并不插嘴。虽说三人关系亲密，但终究君臣有别，进退有度，方是交往长久之道。李华营说到这里，又想起一件事，自江兆野回边关后，信件便源源不断从西江寄来，只是最近这信却是断了。上一世这段记忆不甚清晰，李华营也记不清如今战事是到了哪一阶段，心中不免有些揪心。一是忧心江兆野同舅舅安危，二是忧心李弘印前途命运。表姐，你怎么了？李华营手上一热，抬眼便对上沈青青忧心的眼神。无事，只是突然想到边关近日消息不多，不知战况如何。沈青青倒没想到竟是这个缘故。上个月父亲还来信给大哥，说一切都好呢，表姐怎么跟大哥一样，每日为西江伤神？李华营听着却并未展露笑颜。按照往日惯例，江兆野1月会寄回4封信，可这月已过半，李华营却一封信都未收到。沈青青这话实在难以宽慰他。李弘印却是凑过来，手指点了点沈青青额头，揶揄道：“这你就不懂了吧？他担忧的可不是沈将军，而是适龄的江小将军。”李华营本来还悬着心，被他这么一打岔，也有些哭笑不得。你可真是越发嘴贫了，那还是黄姐教的好，我打小什么不是黄姐教的？那倒是你难为你跟着我学了，学的这骄纵样子。哎呀，两位表姐，咱吃点茶吧。又是一阵欢声笑语，而热闹的一楼人群外，一道身影正寂寥站着。公子，这女子武馆开业，你过来看什么啊？林恩池怅然看着武馆火爆的场景，只轻轻一叹气，好歹是护国公主的武馆，我便来看看。只是心中却十分颓唐，他再也不能叫她一声嫂嫂了。不过也好，他那样好的人本就不该嫁与林家。林恩池低头看着自己壮实许多的身形，若没有他，自己如今怕还是趴在桌上熬夜苦读，一辈子没个头。如今这样，他已足够幸运，只还是忍不住去想，若是自己从小便能练武，是不是便能早有一番成就？是不是就能？林恩池苦笑一声，蓦然转身离开。一晃眼又是半月过去，李华营每日去武馆查看招收情况，以及学生的统一着装、饭食等等，每日都有的忙，只是心中越有一缕愁思，悠悠荡荡。江兆野已经有1月未回信，这情况实在不对劲。第75章黄泉。即使李华营记不太清，但也记得江兆野大胜回京时，天气仍旧冷得要穿小袄。可如今天气一日暖似一日，边关却杳无音信。英妃正端着一碗荔枝高水进来，殿下可要尝尝？还未说完，便见李华营豁然起身，面色微沉地往外走。殷实跟在旁边给了英妃一个眼神，英妃立即将荔枝高水放下，也急忙跟上去。备马车去沈府。不过1刻钟，李华营便到了沈府。下了马车，沈府门外侍卫小时跪倒一地，恭迎护国公主。李华营不管这些，直接进去便往沈红泉书房去。刚走过垂花门，在抄手游廊上便见着面色亦不大好的沈青青。表姐，青青。沈青青快步走过来，拉住李华营的手，黄急道：“你那日说的是对的，伯也是在1个月前秘密调兵，如今西江摇摇欲坠，父亲与江小将军正在苦守。”李华营闻言心头一沉，却还是缓了声音安抚他：“莫怕，我正要去同红泉表哥商议此事。”沈青青红着眼点头。李华营拉着他的手，两人一同往沈红泉书房去。李华营一路上心乱如麻，伯也是秘密调兵，上一世也有这一遭，只是当时并未因此说什么大差错。朝廷早早得到探子消息，皇兄英明指挥，援军与西将军左右包抄，直接大败伯也是。可这一世怎么会变成这样？两人到了书房，里面竟不只有沈红泉一人，江于川亦在。微臣参见护国公主。几人相互见礼。李华营只摆摆手，皱眉道：“不必多礼，如今西江情况不妙，朝廷莫非没有提早得到伯也是调兵的密报？”此话一出，堂中一静。江于川与沈红泉都是凝眉不语。沈青青却是一愣：“大哥，这是怎么回事？”沈红泉不答话，只对着李华营说：“殿下如何得知密报一事？”那便是有，既然有此消息，为何不早早调集援兵相助？李华营不多解释，只讶异问道：“
圣上按下不发，我等岂能抗旨不遵？沈洪权不语，江于川轻声喟叹。李华营一怔，丝毫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皇兄他为何不发兵？西江本来可以大胜，如今别说惨胜，再不发兵，怕是就要败了。更何况还有江兆野和舅舅的性命，还有什么能比2位边关大将的性命还重要？李华营胸中又是愤慨又是不解。皇权。沈洪权眼神带着悲哀看向他，嘴里只轻轻吐出2字。李华营撑着桌子的手一松，江于川垂眸，手指轻轻捏住自己的袖摆。武将本该无立场，无条件忠于圣上，可赵野在两子夺嫡之时选择了太子，那时他自然是太子的助力，是左膀右臂。可如今太子已是95至尊，心境眼界俱不同，看待赵野自然也不同。李华营指瞬间便明白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他闭了闭眼，声音颤抖：皇兄不再信任江兆野，一个会在朝堂之中站队的武将，他登上皇位之后，便是不得不拔的眼中钉肉中刺。殿下聪慧，他为什么回来？上一世明明没有回来不是吗？明明一直好好待在边关不是吗？他明明可以大破博野氏，奠定大硕100年之定局，青史留名。可如今远在边关的武将却困于政治陷阱，生死难料。殿下不会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江于川说着身子轻轻笑了一声，说到底不过情之一字。李华营心中巨震，那不敢去想的可能终究便是现实。上一世与这一世唯一变化的便是他将林家与3皇子捆绑，不惜身陷夺嫡乱局，但这皆因他早知结局，知道皇兄一定会赢。可江兆野却因他的举动淌下这潭浑水，他不知谁会赢，亦不知前路如何，却只是为了他为他站对皇兄，可如今亦因此遭受猜忌。李华营鼻尖发酸，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一句话也不说，亦不知前途命运，只因他的一个选择，便悄然将全部身家性命奉出，什么都不要，只为他保驾护航。江兆也不能死，舅舅亦不能。李华营蓦然起身，我要入宫。江于川和沈洪权对视一眼，便起身站到他身后。微臣愿同往。沈青青虽说担忧，但也只能留在府中。3人当即便入了宫，只是却没能进养心殿。殿下，圣上正忙着批奏折呢，不得空。小顺子愁眉苦脸地劝着。李华营只冷笑一声，既如此，我便在这养心殿门口候着，皇兄什么时候有空，我再面圣。小顺子见状也不敢再劝，只耷拉着脸退回内殿。殿门吱呀一声关上，李华营方才的气势也消下去，眼神有些寂寥地看着虚空。少时他与皇兄多么亲密无间，而今也不过是后人史书里皇家无情的典例了。约莫过了1个时辰，太阳已经西斜，殿门才缓缓打开。小顺子小步走出来，对着3人扬起个笑脸：公主殿下，江大人，沈大人，圣上允3位进去。李华营眼神一闪，当头便走了进去。沈洪权和江于川对视一眼，便立即跟上。到了殿中，硕武帝坐于龙座之上，垂目看着奏折。华营参见皇兄。臣江于川、沈洪权参见圣上。3人先后行礼。硕武帝只淡淡嗯了声，头也未抬。室内一时安静。李华营不待多费口舌攀扯别的，直接便道：皇兄，西江战况紧急，还请皇兄下令发兵。硕武帝提起笔，在奏折上落下几个字，又拿起一本奏折翻看。李华营微微抿唇：圣上若再不发兵，西江恐难防守，到那时沈老将军和江小将军怕是就要折在边关，求圣上开恩。沈洪权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伏在地上高呼。硕武帝眼都未抬，表情波澜不惊。殿中鸦雀无声。李华营上前一步，声音有些微颤抖：皇兄，你就非要杀了江兆野吗？甚至不惜动摇边关局势？硕武帝终于抬起头，往日里常挂在唇角的浅淡笑意几乎无形。他平静地看着李华营：是。第76章发兵。李华营身子一晃，忽然觉得眼前的人好陌生。他不再是他温和包容的兄长，而是铁血无情的帝王。圣上，臣有一言。江于川长身玉立，笔直跪下。硕武帝目光落到他身上，江于川却道：还请公主殿下与沈大人暂避。沈洪权与江于川交换一个眼神，他便扶着还有些恍惚的李华营手臂，2人退出殿外。李华营眼睛微红，拉住沈洪权袖摆：表哥，江兆野和舅舅还能活吗？沈洪权眉头紧锁，缓缓长出一口气：只看宇川的了。李华营垂眸看着地面发呆，思绪渐渐回到了少时，很多当时不清晰的事情，现在看来竟那般刺眼。李明达为人谦逊温和，太傅朝臣皆称其有君子之风，可父皇却不满意。他说大硕的天下
是从战场上厮杀回来的。一个君子是做不好皇帝的。那时的李华营每日精力旺盛，古灵精怪，上蹿下跳。父皇闲暇时总爱与自己在一处。有一次，父皇来看他与李明达上课，太傅给出的题目是治明。李明达字迹工整隽永，通篇皆是君子大雅之风。李华营那时写字虽说不难看，可与李明达一比，便如鸡爪一样歪歪扭扭，通篇更是不知所谓，只有一股凶狠蛮汉之气。他那时什么都不懂，只不过将平日里的骄纵跋扈习性框到课题里。谁知硕文帝看了两人的文章之后，竟如玩笑般道：若是华营是皇子，明达这太子之位怕是要让贤了。说完几人都是哈哈大笑，只当是句笑话。只是模糊记忆里，李明达那隐忍紧绷的面庞越发清晰。是了，若他是个皇子，母妃又得父皇那般宠爱，他怕是也会成为李明达的对手。好在他不是，一二两人可以有这难得的兄妹之情。可如今李明达是大硕至高无上的皇帝，君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他即使是女儿身，但身上依旧流着大硕皇室的血。若是他与江兆也结合，生下的孩子便能手握父亲兵权和威望，身带母亲皇室血脉。这孩子若是蠢材倒好，若是野心勃勃，这大硕到时怕是又有一番动荡。李华营自嘲般苦笑一声，他也是在皇宫中长大的孩子，他都懂。只是当一切都赤裸裸摆在面前时，还是让他难以接受。不知又过了多久，店门终于打开，江于川面色苍白，略显疲惫地走了出来，对上两人焦急的双眼，他只微微一笑。李华营心头顿时一松。沈洪权心急如焚，追问道：圣上同意发兵了？今日整兵，明日发兵。得到肯定的答复，李华营终于释然一笑。江大人，多亏有你。沈洪权也是心头大石放下，笑着拍拍江于川清瘦的肩膀：宇川兄足智多谋，小弟拜服。江于川只含笑道：如今你不过是第一步，之后八方援军同西将军如何排兵布阵，如何绝地反击博野氏，才是重头戏。沈洪权闻言正色起来，凛然道：宇川兄高义，剩下的事情便交给沈家军。表哥珍重。沈洪权只慨然一笑，领兵出征从来便是我的志向，如今一去便是死也是死得其所。三人对视一眼，不再过多言语，只出宫门去了。沈洪权同李华营都不曾问江于川究竟同硕武帝说了些什么。待沈洪权出京带兵支援，李华营也依旧没收到江兆也的来信。春日渐暖，桃花盛开。这日里，洪应出宫来寻李华营游玩，只是李华营实在提不起精神出门，李洪应便随着李华营在院中闲坐。两人摆开棋局，可见着李华营频频捏着棋子出神。李洪应便将棋盘一推：不玩了，你的心都不知飞哪去了。李华营回过神来，只露出个极浅的笑容：那便不玩了吧。身后殷实殷飞上前收拾棋盘，摆好茶水糕点。你……李洪应皱着眉头：你就那么担心江兆也？我可从没见过你这样。倒也不是。李华营说着又摇摇头，叹口气：也算是吧。到底是还是不是啊？李洪应恼地端起茶杯一饮而尽，又呸呸呸起来：你如今怎么喜欢喝这样苦的茶了？李华营见他正拿着帕子擦嘴，只笑道：给你换花蜜果茶。待新茶入口，李洪应方才眉头舒展，眨眨眼睛靠近李华营：既喝了你的果茶，我便让白景给你表演几下斗斗剧如何？李华营一怔，还没反应过来，李洪应便扬声道：白景。院门外一个黑衣男人闪身到了两人眼前，俯首行礼：白景参见朝阳殿下、护国殿下。皇姐心情烦闷，你来表演些好玩的，就像之前你常做的那种。李洪应随意道。白景动作微不可察的一顿，随即低头应是：这是表演什么？白景不是你的暗卫吗？李华营有些不解。大硕公主皇子在未成婚前都有配有皇室暗卫，成婚之后便可拥有单独的府兵。白景自小便在李洪应身边，是他手下功夫最了得的暗卫。李华营倒是不知暗卫还会什么表演。李洪应得意一笑：你一看便知。而两人眼前，白景身形飘忽如树叶，几下便跃到院中最高大的那棵榆树上，随之便是一个倒挂金钩，在树叶枝桠间忽隐忽现，再一个纵跃，又掉在另一根粗壮树之下，猴子一样在茂密树叶间来回跑跳，时而又跳上另一棵树。白景勤勤恳恳地东跑西跳，李华营看得哭笑不得。再一转头，便见李洪应正探着身子，目不转睛看着，笑得前仰后俯。李华营失笑：还是个孩子啊。正这时，外面陆英一脸喜色的进来：殿下，有消息传来，西将军大胜博野氏。李华营闻言先是一怔，随即便着急追问道：那江兆也呢？可有消息？江小将军在最后一战中为救沈老将军身负重伤，如今正由沈老将军护送回京呢。第77章探望。
李华莹面色一变，哐当一声便打翻了手边茶杯，茶水沾湿她袖口，滴滴答答淌下桌子。英妃赶紧过来收拾，擦净李华莹的手，可她毫无反应，仍怔怔地坐着。大硕胜了，可江兆野身负重伤，上一世明明不是这样的。若不是江兆野为他引起皇兄猜忌，他定能如上一世一般毫发无损的归来。一股难言的愧疚和担忧自心间弥漫开来。皇姐，皇姐！李红印正凑到李华莹面前唤她，李华莹这才回过神来，小红儿，皇姐你怎么了？无事，我突然有些胸闷，改日再与你说话。说着，李华莹便起身离开了。她实在是意乱如麻，便也顾不得李红印了。好在李红印与她向来亲近，自然不会恼怒，也随之离去了。李华莹走到池边小亭坐下，怔怔看着平滑如镜的水面。殷实见状便道：殿下可是在忧心江小将军安危？李华莹缓了缓，方才道：不知他伤重到何等程度。他若不是因为我，不至于这样的。李华莹声音带着藏不住的低落，面上也有些晦暗。殿下莫急，要不了几日，江小将军便能回京了，到时候殿下再去看望他。李华莹闻言，眉头却锁得更紧。不过几天，圣经便传遍了西将军大破博野氏的事迹，百姓们对镇远大将军和沈老将军都交口称赞。只是李华莹仍日日心绪不安，难展笑颜。江兆野一到京城，许哲便来禀报，可他却犹豫了好几天，都未曾去看望江兆野。那日上元夜，他已将话说得清楚明白，可如今他才知，江兆野在他不知道的地方为他做出这样大的牺牲，一时之间实在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亦不知如何推开他。李华莹垂手，腕间青碧角丝镯碰撞声如泉水叮咚。他怔中看了半晌，叹了口气，随即豁然起身往府外走去。殿下，去将军府。殷实英妃在李华莹背后对视一眼，面上都带着果然如此的表情。等到了将军府大门外，府外跪了一地，还有个传话的小厮撒腿就要往府里跑。站住！李华莹扬声喊住他，不必惊扰你家将军，我自行进去。那小厮慌乱应是，跪伏于地。李华莹走入府中，由一个引路小厮指引着往江兆野院中去。这还是李华莹两世之中第一次踏步江兆野的府邸，许是他常年不在的缘故，偌大的将军府有些空旷，园子里景色只能称一声古朴大气。若是与雕梁画栋的公主府相比，那几乎是两个极端。小厮引着李华莹到了江兆野院中，便俯身退下。李华莹看着不远处扮演着的房门，莫名竟有些紧张。见李华莹停住脚步，殷实提醒道：殿下，这应当就是江小将军养伤的屋子了。李华莹微微点头，刚往前走了2步，便见廊檐拐角处走出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子，手中正端着碗汤药，便匆匆进了屋中。李华莹脚步顿住，看这女子服饰，应当不是丫鬟。殷实看了眼李华莹面色，低声说道。李华莹看着那扇半掩的门，抿唇不语。这时拐角处又走出来2人，正是江于川和江望。江望面色焦急，没注意到李华莹2步便窜进了江兆野屋子。江于川一抬眼，便见着院中静静站着的李华莹，眼中带着亚色，但仍遥遥行礼道：微臣参见护国殿下，不知殿下大驾光临，有事欢迎，还请恕罪。也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他声音并不小。李华莹一挑眉，江大人无需多礼。话音未落，屋中便传来清脆的当啷一声，听起来像是要碗摔了的粉碎。江于川面上笑意深了些，走到院中问道：殿下可是来探望赵野的？李华莹垂眸一笑：江小将军为国为民，我本想来看看他，可他身边既已有了可人侍候，那我还是莫扰了将军雅兴为好。说着他便要转身离去。江于川却莞尔道：殿下来都来了，不如随臣走走。李华莹看了江于川这莫名其妙的笑，顿了顿，还是应了。2人走在将军府这景色不甚优美的路上，李华莹心情本就不佳，只静默不语。江于川却是饶有兴致地看着周边树木，问道：依殿下看来，这府中景观如何？一般。李华莹淡淡吐出2字。若是平时，他可能还会虚与委蛇2句，可此刻实在心绪烦躁。江于川对他的回答毫不意外，只轻轻一笑：殿下说的是，赵野还未出生时，江叔叔便战死沙场，他才刚刚会走时，他母亲便也郁郁而终。这江府从来便无人打理，我父母自不必说，能在武将世家养出我一个文臣，殿下便知他们跳脱率性性情。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因而赵野自小可以是很孤单的长大。李华莹听着便想去刚入宫时的江兆野，瘦削又坚韧，无论练什么，他都是最努力的那一个。受了伤也一声不吭，只静静的自己处理好，像只离群所居的豹子，总是游离在众人之外，看着众人之间的你来我往。他想来娇气，受了伤便不愿上课，闹得师傅都拿他没办法。
只好叫江兆野这个什么都会的好学生陪着他，给他上小课。可李华银连师傅的话都不听，更别说江兆野。他在前面吃喝玩乐，斗鱼捉鸟，鹰石、鹰飞、海月、陆鹰都簇拥在身边嬉笑玩乐，江兆野便默默地跟在他身后，不言不语。后来时间久了，李华银便也拉着他到处疯玩，才发觉他竟那样呆，什么游戏都不会玩。好在他极聪明，李华银只略略一教，他便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见江兆野中跟着他到处玩，气得师傅直说他带坏了他的好学生。殿下，李华银回过神来，压了压翘起的嘴角，只淡然道：“你与我说这些做什么？那不若说些殿下感兴趣的。”江雨川从善如流道。李华银闻言倒是笑了：“我感兴趣的，例如赵爷为何在夺嫡之时回来？”第78章可爱。李华银脚步猛地一顿，一转头对上江于川那双含笑的眼睛：“江大人不妨直言。”江于川颔首，赵爷看似冷漠，可对待心中真实之人却无比真诚纯真。8年前他临走时，求我一定要时常给他写信。李华银失笑：“你们兄弟情深，与夺嫡又有什么关系？”江于川笑着摇摇头：“写信别的可以不说，一定要说些殿下的动向。”李华银一怔：“我一写便是8年，殿下出宫见府，殿下定亲，殿下出嫁。殿下可知雪庐之死一事传去西江，赵野当天便快马归京。我知道，他回来送了我4只小狗崽儿。”李华银说着，眼中不由得泛起温柔的笑意。“那殿下可知他回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李华银迟疑道：“莫不是回府？”江于川轻笑：“他截住了下职的林怀远，将他好好打了一顿，用的都是军中的好手段，叫林怀远吃了好些苦头。”李华银面色讶异，实在没想到还有这一遭。他半晌没说话，震惊又哭笑不得：“我那时还说林怀远那20大板怎么好的那么慢，我还以为是他身体太差，原来竟还有这么一回事。”李华银说着，面上还是难掩笑意。他竟还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实在让他意想不到。江于川笑道：“赵野心思最为纯净，府中也从来没有妾室通房之类。刚才那姑娘是我的表妹，前日才过来探亲母亲。”李华银猝不及防听到这些，耳尖一红：“江大人好生奇怪，说这些做什么？”江于川颔首一笑：“就当下官多嘴吧。不过这惠子赵野定然将人赶走了，怕正是心情煎熬呢，殿下可要瞧瞧去。”李华银心中一动，他犹豫片刻，对着江于川一点头便去了。江于川看着他远去的窈窕背影，嘴角噙着淡淡笑意。才刚到了江兆野院门口，李华银便见院中伸长脖子探头探脑的江望。江望随即便跪下行礼：“小人见过公主殿下。”李华银淡淡道：“起身吧，我来探望江小将军。”江望黝黑的脸上露出个憨笑，向前引路道：“殿下请进，我家将军正等着殿下呢。”李华银微一点头，便走进了江兆野房中。一踏进去，便见江兆野正靠在床头望着这边，面色有些苍白。“殿下恕罪，末将还不能下床行礼。”他向来深沉有力的声音也有些虚浮。李华银一见他这模样，还未说话，鼻子就酸了：“江兆野，你怎么伤成这样？”江兆野听得他声音里的哽咽，急忙便道：“不碍事的，都是些小伤，再有半个月便好了，真的。”李华银在他床边坐下，眼圈还有些红。他知道他不过是在宽慰自己，若真是小伤，他怎么可能连床都下不来，虚弱成这样？“你受了好些。”江兆野略略偏过脸：“早知殿下今日来，我就先行收拾一下，才不至吓到殿下。”“胡说什么呢？哪里就吓到我了？”李华银轻哼了一声，又靠近了些，仔细端详着他。江兆野胸膛起伏大了些，微微敞开的胸口慢慢排上红色，又蔓延到耳后。他仍偏着头，只是呼吸乱了。李华银轻轻一笑：“你脸好红呀。”“殿下。”江兆野转过头，情绪浓烈的眼神在李华银面上划过，又落到旁处。李华银也垂下眼眸，长睫微微颤动：“若不是因着我，你也不会遭此一难，不会淌进这浑水。”江兆野闻言一怔，温柔眼神落在李华银面上：“殿下无需自责，微臣甘之如饴。”李华银抬眼撞进他深深的温柔黑眸，又别开眼：“你何苦？”“殿下，刚才那女子住在渔川大哥府中，今日是我第一次见她，我已同她说明，日后她都不会再来。”江兆野妈撒了下手指，娓娓道来。李华银听得这突然的解释，有些猛然道：“你同我说这些做什么？我又没问。”“殿下没问，可我不想殿下误会。”江兆野笑笑，没什么血色的薄唇抿出弧度。李华银心头一动，仿佛胸腔中最柔软最别扭的那处被人妥帖地理好。他嘴角轻轻勾起，抬手轻轻碰了碰发烫的脸蛋。江兆野目光落在他腕间的一红碧色上，有些惊喜道：“这镯子。”李华银动作一顿，立即垂下手臂，用衣袖挡住，心中暗自懊恼，
今日过来的太急，竟然忘了将它摘下来。殿下一直戴着。李华莹缓了缓，方才若无其事道：“也没有吧，就偶尔戴戴罢了。”江兆野见他这欲盖弥彰的小模样，只觉像是只小猫爪子在心间抓了下，心头又麻又痒。他低声轻笑：“殿下戴着可真好看。”李华莹脸上微红，只觉得他这一声轻笑似乎是在贴在他耳边一样，让他心中慌乱。今日只是来探望他，怎么能心神动摇呢？他都拒绝过他的。李华莹越想心中越乱，又见他随意靠在床头，长发散乱野性，心头砰砰直跳。他便探身往外看了一眼，佯装讶异道：“呀，都这么晚了，我可得回府了。”说着便对着江兆野浑一点头：“你好生休养，我便先走了。”说着便提着裙摆离开了。虽说步子依旧优雅，可背影颇有几分落荒而逃的模样。江兆野还没反应过来，李华莹便已出了房门。他抬头看了眼外面正明亮的日光，修长手指抵着额头，低声笑了出来：“殿下当真可爱的紧。”李华莹这些日子少与人接触，一晃神便是良辰吉日。殿下，今日为沈小姐添妆，可有哪样殿下要亲手拿去？李华莹思索片刻道：“那顶海水玉瑞峰呈祥赤金冠吧。”说着，李华莹笑叹了口气。没想到这一转眼，青青都要出嫁了。第79章，礼成。张灯结彩，鼓乐齐鸣。沈青青凤冠霞帔，额上一点朱砂，正与李华莹执手相看。青青如今也是个大人了，要出嫁了。李华莹笑着叹了声，将身旁的礼盒打开。我记得之前你便极喜欢这顶金冠，正好趁着这次喜事送了你。沈青青只粗粗看了一眼那海水玉瑞峰呈祥赤金冠，只眼中泪光闪闪，看着李华莹：“表姐。”傻青青，哭什么？左右不过都在这盛京城里，到时候我们还同以前一样的。李华莹嗔怪道，抬手轻轻擦去她面上泪珠。我也不知，我见了你和母亲，我便忍不住的想哭。沈青青模样活似个小娃娃，旁边丫头赶紧又帮她补妆，她却手拉住李华莹不放，一双眼睛也巴巴的看着李华莹。李华莹莞尔一笑，慨然道：“见你这样，我都不舍得把你嫁给孟公子了。日后他若是让你受了委屈，一定来告诉我，我给你做主。”沈青青听见这话，面色瞬间便羞红了。她扭捏半晌，才声如蚊吟道：“不会的。”“什么不会？他不会让我受委屈的。”沈青青声音不大，但一双杏眼却漾着幸福和憧憬的光芒，全然都是信任。李华莹看着一怔，脑海里忽而想起自己出嫁那天也是这样，希冀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可如今，她似乎已经没了这份去相信的勇气。不知为何，她突然想起了上元夜里那璀璨如流火的烟花，和烟花喜爱江兆野忽明忽暗的拙劣黑眸。小姐，后门小厮收到一份贺礼，却不知是谁送的。一个丫鬟端着个琉璃雕花盒子呈上来。送礼的人没露面吗？沈青青问道。示意丫鬟打开盒子，是周围的超叔先生送来的，问是谁让送的，却说不知道。丫鬟说着打开盒子，里面正静静躺着一只紫檀木簪。沈青青看清之后却是一怔，她拿起木簪细细端详，簪子造型流畅古朴，精巧的按照紫檀纹理雕着瑞鸟衔珠样式。她脑海里倏尔想起去年燥热的午后，那个高大内秀的少年和他手中亲自雕刻的木簪，这竟是他送的吗？沈青青眼中流露出不解。那日偶遇，林恩池避他如蛇虫毒蝎，他本以为他是不喜与他相处，可实在没想到大婚这日竟能收到他亲手雕刻的木簪。李华莹见沈青青拿着木簪出神，正待问一问，外面便传来一声喜气洋洋的高呼：“及时到！”沈青青回过神来，两人对视一眼，眼眶都红了。随即沈青青便盖上龙凤呈祥的红盖头，在众人的簇拥下出了门。李华莹看着她一身富丽华美的嫁衣背影，心中滋味实在复杂。殷实在旁问道：“殿下，沈姑娘嫁得这样近，以后也能常常见面的？”李华莹叹惋着摇摇头：“我倒不只想着这个，女子嫁人之后，生活便要大变样，无论婆母、妯娌、兄弟、丈夫体贴与否，离了家怕是心里都不是滋味。”殷实闻言微微沉默一瞬，才道：“每个女子都要经历这样一遭，沈姑娘秀外慧中，聪慧灵巧，想来应当不至于太过神伤。”殷妃眼睛转了转，面上倒是露出个笑，俏皮道：“殿下原是这样想的，那待殿下再嫁时，便要驸马爷入住公主府，这样岂不是烦恼全消了？”李华莹本还怅然，闻言顿时哭笑不得：“你这小妮子，浑说起我的是非来了，什么嫁不嫁的，莫不是你到了年纪，想嫁人了？”李华莹说着便调笑起来，殷实也抿嘴笑起来。殷妃原只是想着说句逗乐话，却没想到被李华莹调侃起来。平日里再调皮泼辣，也不过是个未出阁的小姑娘，被李华莹这么一说，一张俏脸便羞红了。“殿下总拿我打趣，我才不要嫁给那些臭男人呢！
我只要长长久久的陪在殿下和殷实身边才好。这可是你说的，以后你想成婚，可小心我不放人哦。李华莹笑着手指轻点殷妃额头，三个人闹成一团。一日喧嚣渐息，夜里红烛闪动，房门响起吱呀一声，一道略有些沉重的脚步声靠近。沈青青端坐在大红喜被旁，盖着盖头，看不见表情，可露在外面的纤细手指却紧张的搅在一起。青青，盖头被一杆金色喜秤挑开。沈青青抬眼，羞红的俏丽脸庞上眼眸如春水一样波光潋滟。孟庭简呼吸一滞，早已打好的腹稿，此时他那一字说不出来，只涨红着脸看着沈青青。沈青青被他看着羞得厉害，便垂下头，只露出一截雪白泛粉的脖颈。孟庭简又呆呆站了许久，才低低的唤了声青青。沈青青浑身一颤，却并不抬头，只柔柔的应了声。孟庭简这时才有了实感，抬手轻轻揽住他肩膀，喟叹道：终于你是我的了。公主府西河院，李华莹指着一身单薄的寝衣，坐在梳妆镜前出神。突然肩上一沉，她回过头，殷实正拿着一件浅蓝小袄披到她肩上。夜深寒凉，殿下还不休息吗？李华莹浅浅笑了下，看着眼前轻微跃动的烛火，有些睡不着。殿下可是想着沈姑娘，为她忧心？是也不是，今日见她那样欢喜地成亲，我心里实在是有些……李华莹说到这里又顿住，倒是难得讲话这样欲言又止。殷实温柔笑道：殿下，虽说有时婚姻会不如意，但不是所有婚姻都一定不如意的。就如同生活总有失意，但人们不会因着一时失意便弃了性命不活了。李华莹闻言一怔，反应过来又笑起来。你总是这样，我不说你也能明白我在想什么。殷实笑着为李华莹理理小袄的毛领子，柔声道：年前宫宴时将小将军给殿下的大徽还在我们这里，殿下可想拿去还他？李华莹闻言神色一动。殷实见状，眼中笑意愈深，听说将军伤势好转了些，已经能下地了，殿下也正好顺带看望将军。上次不是已经探望过？李华莹仍迟疑着不应下，只是他自己都没发觉到，一提到江兆野，他眼中便是神采焕发，面上沉郁也瞬间一扫而空。第80章酸软。殷实只听着，但笑不语。李华莹葱白手指在长长的发尾打着卷，腕间碧玉绞丝镯发出叮当的清脆声响。你说的在理，左右这大徽须得还他，正好这回去看望他伤势是否大好，也免得我日后再因着他担忧。李华莹说的公事公办，颇有几分义正言辞的味道。扑哧一声，殷实捂着嘴笑出声。你笑什么？李华莹面上微红，有些羞恼，声音也大了些。殷实哪里敢笑殿下？殿下既有了好理由，那我们哪日过去将军府？殷实收住嘴角的笑，只是眼睛依旧带着笑意，歪着头问道：自然是明日便去。李华莹下意识答道。待见殷实那笑弯了的眼，立时便止住了话。好你个殷实，都逗弄起我来了，我看你是跟殷妃那小妮子学坏了。外面正端着盘芙蓉力糕进来的殷妃正听见这句，登时就不依了。殿下！李华莹见殷妃气鼓鼓的进来，便手捂着脸，佯作惊慌道：呀，被殷妃听见了，可怎么办？殷妃闻言又笑又恼：殿下，你又开我的玩笑。李华莹连连摆手，拿起一块还带着热气的香软芙蓉力糕，尝了一口，味道当真妙极。我们殷妃这一双巧手可真是厉害啊，是不是？被李华莹这么一夸，殷妃一时之间不上不下，只好鼓着嘴巴点了点头。第二日，将军府，将军，西江伯爷是使臣入京了。江兆野正在垂目擦剑，闻言只是淡淡道：可还有些别的消息？江望思索片刻便道：他们也是果断，前脚将军归京，他们便与留守边关的沈小将军联络进京朝圣。江望说着顿了顿，才接着说：据说伯爷是这次入京是有和亲的念头。江兆野擦剑的手一顿，寒星般的黑眸看向江望，江望不由得身体一抖。他们想娶大寿的公主，应当是……哐当一声，江兆野手中擦了一半的剑重重放在桌上。正这时，外面小厮匆匆进来禀报：将军，护国长公主到了。江兆野面上冷冽神色一顿，嘴角已微微扬起，向来不疾不徐的音调竟有些急切。殿下到了，在何处？话音未落，一道清越的嗓音便响起：在你面前。李华莹正迈步踏进来，面上隐隐带着笑意。末将江兆野参见长公主殿下。江兆野随即翻身单膝跪地，垂手行礼。李华莹上前2步，拖住他手臂：将军乃是大寿的功臣，何须多礼？江兆野动作一顿，李华莹纤细莹润的手指正轻轻握着他绑着黑色皮革臂腹的小臂上，柔软与坚硬，黑白分明。江兆野移开目光，喉咙轻微的滚动了下。是。他顺着李华莹的力道起身。多日不见，将军如今都能下床，伤势可是好些了？李华莹问道。
江兆也请李华营坐下，轻描淡写一笑：“殿下不必挂念，过惯了刀口舔血的日子，这些不过都是小伤罢了。”李华营想到他在西疆的这8年，一个盛京的世家公子哥，在兵荒马乱、车遥路远的边关一守就是8年，也不知他会不会想家。想起少年时寡言却郁郁生辉的江兆也，李华营心中莫名多了几分疼惜。如今西疆已定，你还要再回去吗？江兆也闻言微缓，轻轻笑了笑，目光深深落在李华营面上，轻声问道：“那殿下是想我回去，还是不回去？”“自然是不回去。”李华营下意识说出来，才觉失言。他轻咳一声：“我的意思是，你与舅舅在边关苦守多年，平定博野氏，如今好容易才能回来休养生息，西疆又有洪拳表哥在，你自然是可以不用回去了。”江兆也眼中含着笑意，声音低沉温柔：“殿下不愿我离京，那我自然是听殿下的。我哪里是不愿你离京？”李华营听得面上有些热，张口便反驳道。可江兆也也不多同他辩驳，只含笑不语，神色带着宠溺，偏生显得他在胡闹一般。“我留下来了，可这些日子殿下也并未再来看我。”李华营无措之际，忽然听得江兆也似乎带着些委屈的话，他立时解释道：“你可知你受伤的这段时日，青青同梦儿大婚，我需为他添妆，自然是不得空。我倒是听说了，当真是让人羡慕。”江兆也声音有些低，垂下的眼尾如秋冬的蝶一般颤动。李华营微微抿唇：“你年岁也不小了，确实是该早日成婚了。”江兆也骤然抬眼，在看清李华营躲开的眼神之后，才微不可闻的叹息一声：“我并不羡慕他人成婚，我只是羡慕他得娶心仪的女子而已。”李华营把玩着茶杯的手轻轻一晃，腕间轻碧的绞丝镯随之轻铃叮咚一响。江兆也看向那如一泓碧水的绞丝镯，似有些出神：“即便殿下无意于我，那我也甘愿一辈子守着殿下。”李华营心头一动，抬眼看向他，他那一双漆黑如墨的眼眸沉沉看着他，眼底如有千钧情意，却又带着悲伤。李华营避开眼神，心头却在狂跳。可一想到林怀远，一切情愫便立即如钢针凌厉的陷阱一样，让他寒毛直竖。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他面上随意一笑，嘴角翘起的弧度勾人，做面首也甘愿。只是瞬间，江兆也便脖梗通红，蔓延到脸上。令西疆博野是闻风丧胆的杀神将军，便在李华营轻飘飘一句话面前溃不成军。“愿的。”江兆也声音几乎微不可闻，眼眸也垂着，不看李华营。李华营一怔，他可是平定西疆的镇远大将军，怎么却这样傻，连生气不会？他这句话无论是对朝堂之上任何一个文臣武将说，都是极大的侮辱。可他却……李华营刚刚才在心中竖起的尖刺，霎时便酸软的一塌糊涂。“你……”第81章和亲。江兆也抬头，眼眸晶亮。李华营失笑，将一旁的大氅放到桌上。这是那日宫宴你的大氅，已经洗净了。话题突然转换，江兆也微微长眉微微一挑，却还是没接着问。他抬手抚在大氅柔软的毛领上，颔首道：“多谢殿下，今日东西也还了，也探望过了，我这边回去了。”李华营说着便起身。江兆也随即起身：“我送殿下。”“不必，你身体还未大好，还是好生歇着吧。”李华营说完便转身离开。江兆也2步走到门口，目送那道窈窕的背影远去不见，他才回到桌边，静了片刻。他抬手抚上那大氅，轻轻凑近，便闻到一股暖融融的花果甜香。这是殿下身上常带的香。江兆也嘴角微微扬了扬，将大氅小心地拿回房间放好。江望见自家将军这小心谨慎的模样，便自告奋勇道：“将军，我先将这大氅洗净熨烫好，将军再收好如何？”江兆也面上那若有若无的柔软笑意立时消散，目光锋利地看过来：“没有我的吩咐，谁也不准动这件大氅，尤其是你。”江望被他眼神看得一抖，忙应了声是。几日后，为迎接西疆博野氏使臣，大硕皇宫设宴。宴中，硕武帝同皇后坐于高位之上，面上皆带着浅淡笑意。博野氏使臣坐于下座左边，李华营坐于下座右边。堂中歌舞升平，各色菜肴流水一样送进来。李华营面色淡淡，只稍稍吃些东西，便不再怎么动筷。因时知他不喜欢这种场合，却又碍于使臣觐见，不得无故离席愁闷。他悄悄给海月一个眼神。过一小会，海月便端来一壶清爽的梅子茶和李华营平日里爱吃的糕点。李华营喝了梅子茶，终于稍精神了些，一抬眼便见斜对面的江兆也手执酒杯，一双眼睛却静静地看着他，不知看了多久。李华营一怔。正这时，博野氏使臣突然起身行礼开口：“圣上，如今我们西疆博野氏自愿朝圣大硕，意欲财富宝贝无数，大硕是不是也应当向博野氏族人表示该有的诚意？”
使臣说话语调有些奇异，与大硕人士有些微妙的区别，表达也有些过于直接。此言一出，堂中一静，舞姬乐师默默停了动作，悄无声息地垂手离去。硕武帝闻言，面色丝毫不变，只道：“愿闻其详。”那使臣捋捋蜷曲的长发，伯野王氏愿与大硕皇朝和亲，求娶大硕公主，向西疆传授大硕礼法和中原的工艺技术，还请圣上应允。硕武帝只缓了不过一息，便笑道：“有何不允？大硕与伯野氏从今以后便是一体，若能结秦晋之好，自然更佳。”那使臣高呼圣上英明，随即又道：“伯野是大王子伯野圣王妃之位未定，我足欲求娶大硕护国长公主。”咔嚓一声细微的响动，江兆爷手中的酒杯被捏碎成两半，鲜红顿时从手掌边缘映出。李华莹亦是一惊，实在是没想到这一次伯野氏求娶的竟然是自己。李华莹细长的眉不自觉微蹙。硕武帝并未答话，而陆颂仪温婉道：“使臣大人有所不知，护国长公主已嫁为人妇，如今刚刚和离，嫁与大王子的话，是不是有些不妥当？”伯野氏使臣本还有些惊疑，待听完之后却是豪爽一笑。伯野氏向来不拘这些，女子二嫁都是常事，若是长公主嫁去伯野氏，岂不是正好免了长公主在大硕所受的非议之苦？陆颂仪一时无言，只眼尾难以察觉地扫了硕武帝一眼，依旧是那般喜怒不变的模样。他心中悠悠一叹，自从太子登上这地位，他与他的距离是愈发远了。以前还能说些梯级话，为太子排忧解难，可如今帝王之心深不可测，只余下伴君如伴虎的惶恐之感。李华莹掌心冒出些细汗，莫不是他重来一次，便是要嫁去西疆？在未知的命运面前，他心中突然涌出一抹淡淡的悔意。早知会是这样，他何苦焦灼挣扎？不如上元节那日便应了江兆野。此事不妥。正这时，江兆野微沉的嗓音在寂静无声的大殿中响起，众人听得心头都是一跳。那使臣听的人公然反对，面上露出些不愉，转头一看，却是脚下一个踉跄。杀神将军！江兆野对着使臣嘴角上扬，眼中却是冷冽如寒冬霜雪。没想到使臣大人倒是认得我。那使臣在江兆野的眼神之下，即使身处大殿，却莫名有种被某类危险生物锁定捕猎的感觉，浑身发毛。他用袖子擦擦额角的冷汗，才尬笑应和：“将军威名赫赫，西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江兆野周身杀气不减，声音缓慢吐出：“我与长公主早已定亲，只待不日便要三媒六证成婚。使臣此举本是为西疆伯野氏和大硕皇朝交好，若为此反而拆散他人婚姻，岂不有违天和？”此言一出，殿中大硕朝臣皆垂目眼观，鼻鼻关心，只当作自己什么都没有听到。毕竟此事大硕朝臣都知是江兆野虚言诓骗，可最终决策的是硕武帝。这婚约只要他说有便是有，他说没有便是没有，无人敢揣度圣意。李华莹更是一惊，这片刻之间突生几番变故，他实在是有些无力思考。那使臣闻言有些半信半疑，同身边几个使臣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对着硕武帝一拜：“若是大硕长公主当真已有婚约，我伯野氏自然不会做出强抢婚约的无礼之举，还请圣上明示。”江兆也不由得向前一步，只是理智告诉他，此时不宜多言。他下颌紧绷，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使臣与硕武帝。李华莹也将目光投向龙椅之上似笑非笑的皇兄，他自然知道江兆也此言完全是托辞，只看皇兄是否应下。若是以前的李明达，李华莹不待多想便敢确定皇兄定会保下他。可如今经过西疆发兵一事，他清楚地了解这皇位之上的人不再是曾经那个疼爱他尤甚的皇兄，他是大硕王朝的95至尊。第82章是他。在大殿众人或疑惑或隐晦或直白的眼神中，硕武帝只淡淡道：“却是如此，两朝和亲之事宴会后再行商议。”那使臣眼中疑窦褪去，垂手行礼。李华莹挺直的脊背一松，面上也有些怔忡。他无意识抬眼对上江兆也沉着的眼神，里面还含着几分对他的担忧。李华莹愣了半晌，又移开目光，只是耳尖却悄悄地红了。他突然有种被人全心全意在乎着，护在羽翼之下抵挡风雨的感觉。若是他当年嫁的不是林怀远，而是江兆也，如今又会是何样光景？这念头一起，李华莹红着脸，连忙拧眉，将这奇怪想法驱逐出去。他怎么能想这些？待到宴会散场，李华莹脑袋仍有些发热。刚出殿门走了没多远，后面便传来江兆也的声音：“殿下。”李华莹一回头，江兆也不知何时就跟在他后面，对上他深沉醇厚如酒的眼神和那欲言又止的神色，李华莹想到他在殿上说的话，脸轰的一下变红了，一句话不说，竟然由英妃扶着转身就快步离开了。细看那脚步还有些许凌乱。江兆也本也十分羞惭，殿下早已明言拒绝过他，
可他还在众人面前编造两人早已私定婚约。虽说是事急从权才出此下策，可他反应过来，仍只觉自己罔顾殿下意愿，污了殿下名声。宴会一散，江兆也便想着来向殿下告罪，可谁知殿下竟是这般反应，那流光潋滟的眼眸，娇若春花的羞态，简直看呆了他。江兆也在原地怔怔看着李华莹慌张离去的背影，向来娇晶如天鹅的小公主，这次竟是连飞仙髻旁的金钗都歪在一旁，叮叮当当作响。江兆也轻笑出声，摇了摇头，殿下实在是哪一处都可爱的紧。待李华莹坐到马车上时，心中情绪才缓缓平复，眉头也慢慢皱起来。伯也是使臣说的太过突然，他一时吃惊，倒是没顾得上想太多。可如今细细想来，皇兄许是因着他两人情谊拒了使臣，但除了他，大受皇室适宜年龄的待嫁公主便只有李红印。李华莹微微抿唇，轻叹了口气，果不其然，不过2日，宫中便下了旨，元昭公主李红印不日将随伯也氏使臣团出嫁去往西疆，由护国长公主送嫁。这结果当真同上一世一样，可李华莹心中仍旧多了些内疚和心疼。只是作为唯一一位送嫁的皇室成员，她需要忙的事情有很多，和亲仪仗队的嫁妆规格、出嫁日期等等。一时之间，李华莹便忙了起来，整日与礼部户部官员商议决策各种事宜。时间一晃而过月余，出发日期已在眼前，和亲仪仗队所有事宜也都尘埃落定。殿下，明日仪仗队便要出发了，这一去就是好几个月，殿下可要临走之前出门逛逛。殷时正在为李华莹挽发，见李华莹眼中愁绪，便提议道。李华莹只考虑了片刻，便道：也好，如今诸事皆安，下一次回京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几人略略收拾，便出了门，在盛京的首饰铺子、成衣店都转了好一圈，逛累了，便到云亭会。殷时正扶着李华莹往2楼雅间里去，殷妃在身边笑道：昨个夜里有些地动，殿下睡得沉，是不是都没发觉？李华莹闻言诧异道：地动了，我竟一点也不知道。几人在雅间中坐定，殷时为李华莹斟茶。殿下这些日子里太过忙碌劳累，这地动动静也不大，没发觉也是常事。李华莹抿了口香茶问道：这地动可有什么大危害？殿下不必担忧，盛京城里百姓都安生地狠，没有伤亡，就是听说城郊天中山那块地动地厉害些。是呢，听说那千年梯已几近完工，这一地动倒是又震塌了一半，那些摇役可又要重新修了。殷妃接着说道。李华莹听得一晃神，便想到了林怀远如今也是这些摇役中的一员，那样眼高于顶的人，不知如今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索性也都与他无关了。李华莹垂眸笑笑，说话这会子功夫，桌上已上了好些菜。殷时为李华莹布菜，李华莹想起前些日子与沈青青见面，她那不大好的脸色。洪拳表哥守在西江，没想到这护卫将军的位置就落到孟二身上。殷妃应道：孟公子与沈姑娘新婚燕尔，便要分别这么久，实在是可怜得很。说着还摇摇头，一副极为叹息的模样，看得李华莹一阵失笑。正这时，外面有人正在交谈，声音细碎的传进来：你那小女儿如今亲事可有着落了？另一道尖细些的女人声音道：自然是，近些日子预备着同江夫人相看呢。江夫人可是那镇远大将军的伯母，你这是要死成了，可真了不得哟。不过那江小将军不是前些日子里说与长公主殿下有婚约，都是混说罢了，谁不知道只是为了保长公主殿下，说不准人家只是会揣度圣意，也未可知呢。这倒是在理，镇远大将军这样的门楣，虽说与长公主可以相配，但谁不知长公主是个二。说到这，内妇人声音渐渐不可闻。包厢里，李华莹直住的手顿住，旁边殷妃面色都气红了，直说着：好大的贼胆，胆敢妄议殿下，我这就去撕了他的嘴。殷时面色一时不好看，却还是拦住了殷妃，只让她去看李华莹的面色。李华莹手上动作僵住，眼眸低垂，嘴唇紧抿。他们说的倒也不算错，他这一去，少则几月，多则半年，在归京时，江兆也怕是连亲事都议好了吧。第2日，李华莹早早起来，换上流光百鸟争鸣云锦宫装，头戴金丝攒珠八宝如意点翠冠，一身奢华富丽，可心情却是沉重。待到了宫门外，伯也氏使臣团已经先行出发，和亲仪仗队正在待命。李红印凤冠霞帔，面上无泪，却是眼眶通红，对着朔武帝3拜，便毅然转身上了车驾。李华莹遥遥看着，鼻子也酸了。这一别，小红这一生也许就再也回不来故土了。李官高唱颂歌，随侍鸣锣开道，车队开始缓缓向着城外走去。这一刻，即使出嫁的人并不是自己，李华莹心中仍满是惜别之情。她掀开床边帘子，微微探头看向外面，却不想一打眼便见车旁高头大马上一身黑色旗装的江兆也，对她一挑眉笑起来，端的是意气风流。李华莹一怔，直接放下帘子，心头却是一跳，怎么会是他？
第83章驿站。殷实也诧异道：“圣上不是下令孟公子为和亲仪仗队护卫将军吗？这临出发倒是换成江小将军了。”殷妃看了眼李华营神思不属的模样，倒是笑了。才从西江好容易回来，又要西行，看来江小将军实在是放不下心啊。李华营回过神来，竟是难得没有反驳殷妃的话。车旁马蹄哒哒，时常会有侍卫过来向江兆野汇报情况。每逢这时，李华营便能听见他简短的几句话。他虽未同他多说一句话，他却一直知道他在身边。马车晃晃悠悠就是大半日，众人都有些蔫巴。别说李华营，就是殷实殷妃也从未坐过这么久的马车。李华营更是2辈子都不曾踏出过圣经，在马车上颠簸这么久，李华营什么都吃不下，头脑也有些昏沉。正这时，外面车夫放进来一个精致的梨花木食盒。殿下，这是赵野将军拿给殿下的。李华营斜倚在马车边榻上，头上的金丝攒珠八宝如一点翠冠早被他取下来丢在一边。他只懒懒抬眼，我什么也吃不下。殷实殷妃也是唇色发白，倒是习过舞的海月录音并无大碍。海月拿起食盒打开，一股清新干冽的味道扩散开，令人神思一清。李华营略撑起身子，什么东西？倒是好闻，是柑子和梅子，还有个香包。海月将东西摆好，李华营接过那香包细看，刚拿到手里，那股清新中带着些草木酸涩的味道便更加浓郁，昏沉的头脑也仿佛清明不少。这香包似乎有些缓解头昏的作用。海月笑着接过，将香包在李华营身旁窗口挂上。仪仗队千头万绪，将军百忙之中还想着殿下会不会头晕，当真是有心。香包香气随着窗口吹入的风，柔柔地包裹在李华营周边。李华营不语，只嘴角勾了勾。他随手拈起一颗梅子放入口中，梅子甘甜中带着一丝酸味。李华营微微眯了眯眼。日色渐渐西斜，傍晚的空气慢慢凉起来。和亲仪仗队按时到达驿站。李华营在殷实殷妃搀扶走下马车，一抬眼便对上牵着匹高大黑马的江兆野。他们几人都神色萎靡，可江兆野依旧脊背挺直，精神焕发，看着他的眼睛亮晶晶。殿下稍后，待驿站确认文书便可入住。李华营点点头，话在舌尖打了个转，还是问出来：此前不是孟儿护卫和亲队伍吗？怎么出发时换成了你？江兆野脸上笑意一缓，错开眼神道：婷简新婚燕尔，自然是舍不得一去几月，求到我这来，我向来义气，自然也不好拒绝。李华营看着他微红的耳廓，心中暗笑，面上只恍然道：原来如此，将军大义。江兆野微微垂眸，嘴角扬了扬。那边侍从来报，驿站准备妥当，长公主请先行。江兆野落后李华营半步，李华营先行进入驿站，住进了上房，接着是李红印入住。只是这驿站体量不大，并不能容纳和亲队伍这样多的人马，于是大部分仆从和士兵都是吃饱喝足后，在驿站外休息守卫。李华营在马车闷了一天，终于躺在榻上时，才觉身上多处都酸痛不已。陆英正坐在一旁为李华营按摩着后腰和腿部，那边海月殷实正在准备浴桶和李华营往日常用的香方，殷妃正在布置桌上的小菜和糕点。殿下按摩完，好好洗个澡，就舒服多了。陆英边按边笑道。李华营被按得又痛又痒，又有些舒适，几乎昏昏欲睡，只鼻子里轻应了声。殷实几个对视一眼，眼中都带着笑意。隔壁房中，李红印正静静坐在梳妆镜前，面上的出嫁妆容精致无瑕，桌上的凤冠流光溢彩，只是他的神色却沉寂如水，再不见往日那可爱跳脱模样。身旁兰溪见他这模样，鼻子也是一酸。他轻轻握住李红印手掌，柔声道：坐了一天马车，殿下可是累了，先吃些东西垫垫可好？李红印似是回过神来，下意识对着兰溪一笑：好。驿站屋顶，江兆野正仰面躺着看着星夜，身旁放着一壶酒。突然风起，一道身影掠过，江兆野目光一立，瞬间便拔剑出鞘起身。将军，是我。待看清对面那一身黑衣的男子后，又姿态随意的躺回去，手掌枕在脑后。你可是元昭公主的暗卫，不随后左右，到这来做什么？来人正是白景。他摇头不语，躺到江兆野身边，便去拿酒壶。江兆野挡住他的手，这么多年不见，一见面就抢我的酒。白景嘴角一勾，又是一同训练的情谊，也不知如今的镇远大将军认不认。江兆野失笑，一巴掌拍在他肩上：你小子嘴皮子还是这么利。白景笑笑，拿起酒壶一仰头，便喝下了大半。怎么，有心事？江兆野随口问道。倒也不是，只不过很快我就不是暗卫了而已。白景喝得急，面上很快浮上红晕。待元昭公主与博野胜成婚，你便能脱离暗卫身份，到时我副将的位子给你留着。江兆野说完，半晌白景都未答话，一转头却见他眼神落寞，嘴角带着自嘲的笑。
你当年不是不愿入宫做暗卫，如今这是……江兆野话还没问完，两人面色同时一变，只一瞬间便都迅捷起身。下方房屋中突兀响起女子的尖叫声，两人不待多言，一齐翻身下房。第84章黄姐。江兆野凌空一脚便踏碎了窗户，飞身入室。眼前劲风呼啸一扫，江兆野抬手便一刀斩在来物上，竟是一条柔软的鞭子。将军，与他交手的是海月。待两人看清对面后，随即停手。殿下在哪里？可还安好？江兆野收刀却并未入鞘，上前一步问道。海月还未答话，他便见纱帘后雾气蒸腾，李华莹正趴在浴桶边，蹙眉看过来。江兆野原本肃然的面色腾的一下变得通红，他猛地闭上眼背过身，只是刚才那一瞬间看到的雪白肩头和脖颈，热腾蒸汽间粉嫩潮红的脸颊，轻蹙的弯弯细眉，乌黑如瀑的乌发披散，明明只是惊鸿一瞥，可一切细节却都在他脑中毫发毕现。江兆野无声的轻轻呼出一口气，才强压下心中澎湃，勉强平静开口：有人闯入驿站行凶，还请殿下先整理好仪容为好。只是话音落下半晌，身后却无丝毫动静。殿下，英妃的声音自后方传来，将军还请到外间暂避。江兆野方才头脑几乎成了一团浆糊，哪里还想得起男女之防。这时被英妃一提醒，他耳根几乎红得滴血，两步便踏出了内间。只是驿站这房间并不多大，江兆野又耳力过人，便能直接清晰听见内间里那人起身激起的水声，踏在地上的轻盈脚步声，这上衣袍的窸窣声。江兆野眼神直直盯着被他一脚踏破的窗户，心火却升腾不息。正这时，外面传来打斗声，江兆野长眉微扬，仍一动不动。李华莹也穿好衣服，只是一头青丝仍湿润着。他在海月录音保护下走过来，脸蛋被浴桶蒸得酡红。江兆野只眼尾扫了他一眼，便避开眼神，不再多看。不知外面是何情况，将军要不出去看看？江兆野微微抿唇，摇头道：不妥。和亲队伍在驿站遇袭，便能直接排除来人时劫匪的可能。若不为财，便只能是冲着殿下和元昭公主而来。元昭公主那边有白景带领的暗卫小队，殿下这边却只有普通护卫军，我于情于理都不该离开。李华莹听着他条理清晰的分析，赞赏道：事发不过转瞬间，你便已有了猜测，不愧是镇远大将军。江兆野闻言，嘴角微不可察的扬起，只波澜不惊道：何足挂齿。没过多久，外面喧嚣渐息，江望的声音自外面传来：将军，所有攻入驿站的凶徒已被擒。江兆野应了声，这才抬眼看向李华莹，没错过他眉间那一丝疲态。明日还要赶路，殿下早些睡下，外面的事不必担忧，我来处理。李华莹点点头，有劳将军。江兆野定定看了他一眼，便转身出了房间。这一夜果然无事，李华莹也因着劳累睡得格外沉，早上起来精神都舒爽了许多。刚刚用过早饭一出门，便见着抱胸背对房门站着的江兆野。江兆野，江兆野转过身，公主收拾好了，那便出发吧。李华莹却停住脚步问道：昨夜那刺客是何来路？江兆野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缓才道：不是大硕人士，留下的活口已经这人连夜押送回盛京审问。李华莹闻言眉心便皱起来，是博野氏的人。江兆野点点头。李华莹抿唇不语，心中对李弘印的担忧却更甚。看来博野氏内部很乱，有人不想博野胜与大硕皇室联姻。李弘印那样简单率真的性子，在背井离乡的阴谋算计中，又如何独善其身？李华莹想着这个，一天都愁思不展。待到晚上到达下一个驿站时，虽说他身体疲惫，可还是敲响了李弘印的房门。小猴儿。不过几日不见，李弘印竟就瘦了好多，坐在那整个人似乎都安静了下来。李华莹能想到上一世他出嫁后必定过得很不快活，可如今亲眼见到他这副模样，仍不免红了眼眶。李弘印抬眼一笑：黄姐来了，目光坦然无一丝异样。李华莹在桌前坐下，柔声道：这2日车马劳顿，可还受得住？李弘印只随意笑笑，不过只是坐马车罢了，日后到了博野市，那就是马背上的民族了。他说的风轻云淡，只是眼眸却不似从前那样灵动。李华莹抿唇，半晌才道：你可怪我？怪黄姐做什么？接风宴那日，原本使臣要求和亲的人选是我，可如今……李华莹说不下去，李弘印却是拉住他的手道：我不怪你，一切都是皇兄的意思罢了，无论是我是你，都不能自己做主。见李华莹垂眸不语，面带忧色，李弘印将头轻轻靠在他肩上：黄姐，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就特别羡慕你。李华莹一怔，那时父皇在所有的孩子里最宠爱你，会私下陪你玩游戏，与你出门同游。母后也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先紧着你。我知道你是黄姐，可我是母后的亲女儿，却永远在她那越不过你半分。你还与皇兄一同上课练武，
日日相伴。可等我开始懂事的时候，皇兄早已是那个任何人都摘不出错处的完美太子，与我并不亲近。李华莹听得哑然，你怎会这样想？李红印在李华莹肩头又蹭了蹭，吸了下鼻子。可我更喜欢你，你不会嫌弃我少不更事，骄纵蛮横，带我玩帅打马球翻墙。那时你是整个皇宫里陪我最多的人，你永远是我的皇姐，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怪你。李华莹轻轻一笑，抬手揉揉李红印毛茸茸的发顶，你也永远都是我的妹妹。李红印笑着看了李虎牙一眼，拉长音调说，再说你都心有所属了，我怎么也不好拆散你们呀。李华莹面上覆起薄红，屈指在他额头一敲。李红印捂着头哎呦一声，面上却笑起来，咱们长公主殿下急了，都打人了。你呀，皇姐，你今夜和我一块睡好不好？第85章瑞雪。李红印说着又扑到李华莹怀里，一头的珠钗都揉乱了。李华莹眼中带着宠溺，理顺她鬓边的发丝，这么大了还是小孩子一样，就要一起睡，等我去了西江，我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李红印说着声音低了些，将头埋在他怀里，悄无声息的，可李华莹却察觉到渗到衣服里温热的如湿。李华莹鼻子有些酸，只佯装不知，亲昵的说了声好。自从李华莹出宫见府后，这还是两人第一次再睡到同一张床上。李红印兴奋得很，拉着李华莹说了半宿的悄悄话，最后天将蒙蒙亮，才终于撑不住睡了过去。结果第二日起床时，两人都精神恍惚，魂飞天外。白日里又在马车晃晃悠悠，熬的这一个大夜，两人3、4日才缓过来。之后李红印再说要睡一块，兰溪和殷实英妃都先不依了。随着离盛京越来越远，天气也随着越来越热，驿站的食物也开始有了细微的变化，慢慢的变辣，干燥的食物变得更多。因此最近队伍里许多常驻盛京的官员及随侍都眼干模糊，头胀热痛。就连李华莹向来干净细腻，无一丝瑕疵的皮肤，脸上都冒起了小红点，急得殷实英妃团团转，各种药膏香方轮番上阵，却没什么效果。这日李华莹又贪凉多吃了些甜瓜，中午连午饭也不想吃。到了下午实在燥热的厉害，李华莹在马车里待不住，直接气闷的掀开了帘子。可惜就连吹进来的风都是热的。殿下怎么了？只一转眼，江兆也便驾着马到了马车旁边，垂手问道。李华莹懒懒抬眼扫了他一眼，突然灵光一现，脸上便有了笑容。我跟你换换，我骑马你坐车。江兆也眼中隐隐有些笑意，殿下想骑马可以，想骑我的这匹不行。李华莹正想问为什么不行，江兆也却直接驾着马离开了。你……李华莹愣愣地看着江兆也离开的背影，突然发觉这好像是他第一次在江兆也身后看着他离去。只是他恍神的这一会，江兆也又驾着马回来了，只是手里还牵着另一匹小白马，毛发顺滑，比江兆也那匹小了一圈。他叫白雪，是匹性情温顺的小母马，殿下若是想骑，便骑它吧。瑞雪似乎能听懂自己的名字，在江兆也说完之后，摆摆耳朵提名了声。李华莹被逗笑，兴致盎然地下了马车。这么漂亮的小马，你从哪弄来的？李华莹说着，尝试将手放在瑞雪的鬃毛上。江兆也翻身下马，脸上带着笑意，这本就是为殿下准备的，可还喜欢？为我准备的。李华莹闻言一怔，手上动作顿住，瑞雪却直接侧着头去蹭他的手掌。李华莹掌心被他有些硬的毛发蹭得发痒，眼中又是新奇又是笑意。江兆也点头，也抬手抚上瑞雪另一侧鬃毛。出发前我特意在府中马厩挑的，路途漫长，殿下定会需要它。李华莹垂眸不语，他实在没想到江兆也一个高大威猛的武将，竟还这样心细如发。正这时，旁边江兆也的黑马扑扇着耳朵，打了个响亮的响鼻。李华莹扑哧一笑，他这是见你亲近瑞雪，心里不高兴呢。江兆也见李华莹笑得开怀，若春晓之花处绽，手掌不自觉捏紧，却不料抓疼了瑞雪，他撂蹄子就往前一蹬。江兆也面色一变，直接上前一步揽住李华莹，转身，咚一声沉闷的声响。江兆也微不可闻的闷哼一声，李华莹还有些懵。江兆也的大手正伏在他后脑，另一只手搂着他纤细腰身，他整个人都被江兆也的宽阔身躯包裹住，鼻端尽是那股暖洋洋的草木味道。直到听见那一声击打声，李华莹才慌张挣脱出来，查看着江兆也上下。你没事吧？可是伤到了哪里？江兆也面色有些发白，只摇摇头道，无事，不过被这小马踹了一脚，算不得什么。李华莹蹙眉，仍有些担忧，想要上手查看他伤势。这哪里是小事，寻常马一蹄子都能将人踹飞，你这硬扛这一下，定是受伤不轻。江兆也身体一闪，低头轻笑出声。你笑什么？李华莹见他这样，莫名有些羞恼。原来殿下这般在乎我的安危，真是叫人
诚惶诚恐。江兆也说着，最后4个字却压低声线，眼神如掠食动物一样充满侵略性。李华莹耳尖一红，下意识退后一步。你胡说什么？江兆也只带着笑意不说话。平日里他总是如一只温顺的大狗，看着凶猛却没有攻击性。可今日只一个眼神，李华莹便有种小动物遇到狼群的危险直觉，实在难以招架。不与你说了，我自己骑马去。李华莹强装镇定，被英妃扶着上了马。江兆也站在地上仰面看向他，忽而从袖袋里掏出一个小青瓷瓶递过来。这是什么？李华莹有些不明所以，但还是伸手接了。清凉膏，每日涂抹便能消除面上因热毒长出的红点。说罢，江兆也便牵着黑马慢慢往后方走去。李华莹拿着的小青瓷瓶微微一怔，掌心的瓷瓶还带着他身上的余温。下面英妃笑道：“将军还怕不是每日都要来偷看殿下，不然这样小的红点，他怎么这么快就发现了，还寻来了药膏？”李华莹也笑了，横他一眼，又胡说。骑在马上果然比在马车中舒畅痛快许多，只是骑得久了又有些磨腿。李华莹接下来几日便是骑马车换着来。不过江兆也那药膏是当真有效，不过江涂了2天，面上的红点便全消了。只是这几天倒是很少见江兆也露面，倒是江望总跟在李华莹马车左右。如今这么走了，大半个月已经过去，周边环境愈发地广人稀，空气干燥，日头毒辣，驿站相距也越来越远，无法保证每日都歇在驿站。许多官员侍从都开始流鼻血，皮肤晒伤开裂，补给的食物口味也越来越辛辣。虽说和在盛京的安逸日子完全不能比，可李华莹却随着路途愈远，对身边风景愈发欣赏。原来盛京之外还有这样大的天地，与盛京完全不同的风土人情、气候习惯。以前那些什么礼法规矩、世俗铁律，似乎也在遥远的西江被瓦解了。这日他们又入夜之时歇在了野地里。李华莹倒没什么所谓，可英石几个却都面色不大好看，何苦都不高兴。外面睡在马车上一夜也是一样的。英石英妃对视一眼，英妃眼眶都红了。可今日是殿下的生辰啊，怎么能就这样在荒无人烟的沙地上度过？第86章狡猾。又不是3岁小娃娃，我都过了不知多少个生辰了，不缺这一次。李华莹随意道。英妃不再说话，可眼中仍带着些委屈。不多时，侍从将饭食送来，许多官员士兵都是直接在外面地上用饭，李华莹和李红印都是在马车上用饭。饭菜也极普通不过，连公主最简单的一餐都不如。李华莹虽没说什么，可还是只略略尝了几口，便不吃了，看得英石几个一阵心疼。正这时，侍从又端着个精致的食盒过来。长公主殿下，这是将将军的小的送来的。李华莹正看着远处将落未落的日头，橙黄色的暖光照着绵延不绝的草原，是分华米丽的盛京全然不同的景色。陆英接过来放到李华莹面前，不知江将军又送什么糕点小菜过来了。李华莹懒懒收回视线，看英妃将食盒打开。食盒一打开，一股清甜的瓜香传来。李华莹定睛一看，竟是切开的寒瓜，里面的水红瓜瓤整个雕刻成一只望月的小兔子，神态灵秀生动，毛发处栩栩如生。李华莹看得一怔，身旁英妃惊喜道：“小兔子，殿下你的生肖可不就是兔？”“是啊，江将军真是有心，这小兔子也太逼真了。”英石也惊道。李华莹看着这只歪着头神态可掬的小兔子，轻轻笑了声，没想到他竟还记得我的生辰。江小将军可真是有巧思，这样可爱的兔儿还叫人怎么下嘴？英妃说着，将李华莹常用的银勺摆好。若是不吃，这样热的天气，怕是明日就坏了。见李华莹犹豫，英石又接道。李华莹这才拿起银勺，避开小兔子的头，挖了一勺，送入口中，清爽冰甜，竟还是冰的。这路上哪里来的冰？李华莹有些惊奇，又多吃了些。旁边海月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便道：“前几天我还听侍卫说，以前江将军行军出门要多简单有多简单，如今却是不同，出行连冰剑都带上了。原来竟是这样。”李华莹自然不信江兆也带着冰剑是贪图享受，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自己了。正这时，马车的窗户被轻扣几声，李华莹撩开车围，便见江兆也正含笑站在床边。“殿下，可愿随臣去个地方？”李华莹倒是没想到他会这么说，一时有些怔愣。“何处？殿下莫不是不敢？”江兆也不言明，只是眼中笑意愈深。李华莹一挑眉，笑话，这天下还有我不敢去的地方？说着他便要下马车。江兆也到了马车边，俯身摆好脚凳，伸出手臂。李华莹淡淡看了他一眼，将手扶在他坚实臂上下了马车。将军似乎是颇爱抢马夫的活。李华莹下了马车，便发觉江兆也刚才是在激他，便开口戏谑道。江兆也只垂眸自似一笑，为殿下甘之如饴。李华莹嘴唇轻抿不语。
江兆爷也不再多说，只带着他往外走去。那边马车上李红英正好撩开车围，见着两人离了人群往外走去，面上浮现一丝疑惑。只短暂走了一会，李华莹眼前便出现了几棵低矮的树木和一池清潭，清潭旁还生长着一片盛放的茉莉花，纯白小巧的花朵在晚风中轻灵摇曳。这里竟然还有茉莉花！李华莹眼中带着惊喜，看向江兆野，他嘴角噙着笑意，转身：殿下若是喜欢，我便将这些茉莉花做成香包，挂在殿下马车上。李华莹扑哧一笑：你这个大将军，怎么整日里对女孩子爱做的事情这么精通呢？江兆野语塞，无奈的笑笑。还有那小兔子寒瓜，将军的手艺可真是不错呀。李华莹赞赏中带着戏谑道。江兆野只纵着他，又问道：殿下怎知那是我雕的？送我的东西，你何曾假手于人过？李华莹回得理所当然，说完之后却是自己都是一愣。他总是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这样用心，即使自己从不给他答案。江兆野眼中漫出星星点点的笑意，从袖袋中拿出一个荷包，双手放到李华莹面前。这是我送殿下的18岁生辰礼。他眼眸晶亮，语调郑重，仿佛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李华莹微一缓，便拿起荷包，葱白的指尖不经意间轻揉他掌心。江兆野面上无异样，垂下手后却不由自主地轻轻摩挲了下手指。荷包样式朴素，却是珍贵金丝连缠锦荷包。李华莹拉开荷包缎带，里面竟是一只沉甸甸的小金锁。李华莹失笑，又不是小孩子了，哪有生辰送女子金锁的？他将小金锁拿出来细看，锁面上雕刻着一只威风凛凛的小老虎。李华莹拿着小金锁轻轻摇了摇，下面坠着的小金铃铛发出细碎的声响。既然是送我的生辰礼，上面怎么是小老虎，不是小兔子？江兆野眼睛缓慢一眨，轻声道：我的生肖是虎。李华莹面色一缓，心中稍赧然。你将你的生肖送我是什么意思？这我如何能收？江兆野只不疾不徐道：既是送与殿下的礼物，殿下若是不想要，扔了便是。这说的什么话？那我收下便是了。见李华莹应下，江兆野眼神一闪，垂眸道：这是我刚出生时父母留下的生辰礼。李华莹闻言一怔，江兆野双亲皆亡，那这小金锁岂不是他极珍贵的念想？殿下金口既开，就不要再推迟了。看出李华莹的推拒意图，江兆野轻声道。他没说出口的是，幼时那短暂的记忆里，母亲慈爱地将他搂在怀里，将小金锁为他戴上，对他说以后若是有了愿与之共度一生的女子，便将小金锁送给他。李华莹亦不知如何应对，只好沉默着收下，低下头闷闷道：总觉得你最近变了许多，殿下何出此言？江兆野见他收下，嘴角微微一勾：比以前狡猾多了。李华莹轻声嘟囔了一句。江兆野习武之人，自然耳力过人，听得分明。他并不恼，也不分辨，只低声轻笑，那笑声沉而有磁性，直往李华莹耳朵里钻。第87章，茉莉，你又这样笑什么吗？李华莹羞恼嗔道，转过头不看他。江兆野只含笑俯身，采了一束茉莉花，手中上下翻飞。李华莹被他勾起好奇心，却又不好直接凑过去看，只时不时扫一眼他手中动作。不过3-2下动作，他手中已然编成了漂亮的茉莉花冠。见他停手抬眼，李华莹急忙转开眼神，只若无其事低头看着潭水。江兆野轻笑一声，唤道：殿下。李华莹只当作没听见。江兆野没有丝毫不耐烦，只拉长些音调又唤道：公主殿下，长公主殿下。李华莹面上微红，转过来没好气道：你好歹也是个大将军，怎么这样没脸没皮的？江兆野不应，只笑着将手中茉莉花冠举起，清香沁人的香气扑面而来。李华莹眼前便是一只纯白与碧绿交织的茉莉花冠，玲珑剔透的茉莉花层层叠叠，极精致动人。李华莹一时忘了羞恼，只喃喃道：好漂亮。江兆野一歪头，清俊的面容便从繁复清丽的茉莉花冠旁露出，他面上带笑，眼中星光熠熠生辉，少了平日里的冷峻持重，多了几分少年人的风流韵界。漂亮的茉莉花冠，送给我的公主殿下。李华莹看得发怔，心脏又一次不受控制的疯狂跳动，扑通扑通，如同一只欣喜的雀儿漫天乱飞，他掩饰不了分毫。江兆野垂眸温柔看着他的眼睛，将茉莉花冠轻柔地戴在他发上。茉莉茉莉，一生莫离。许是这句话太过动人，许是江兆野的神情太过温柔，亦或只是这草原上夜风太醉人。李华莹只觉头脑热得发胀，曾经那些说过的什么人心意义，什么上辈子的苦果都不重要，只眼前这一刻，这春风沉醉的夜晚便足矣。草原上银盘般的月亮洒下清辉，头戴茉莉花冠的少女踮起脚尖，酡红着脸蛋轻轻吻在男人唇畔，这轻柔的如同一阵风的吻。江兆野面红如烧，身体紧绷，胸膛剧烈起伏，两人的呼吸交缠不过一瞬间。他怔怔地抬手触上自己的唇，
那里似乎还停留着馨香的气息和柔软的触感，令他沉醉其中，难以自拔。待他回过神来时，眼前早已没了李华银的身影。江兆也莫名嘿嘿笑了几声，在无人的潭水边像只猴子一样上蹿下跳了好几圈。若是军中将士见到统帅西将军的镇远大将军这副傻样，简直如一个不谙世事的傻小子，怕是都要揉揉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那边李红印正坐在离人群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上，静静地看着夜空中漫天繁星，身旁还放着一个食盒，只是里面的糕点丝毫未动。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清风吹过，手边便多了一捧篮子小花。李红印一惊，随即便直接叫道：“白景，出来！”瞬息之间，一个黑衣男子便垂手单膝跪于李红印面前。殿下。李红印看了眼手边的花束，这什么啊？白景抬头看了眼李红印那皱着眉嫌弃的模样，垂手道：“这是属下去周围村子里采回来的星辰花，有清热解毒、清心明目之效。谁让你采花回来的？”李红印神色仍未缓和，这些日子他本就心情烦躁，更别说日头一日胜似一日毒辣，空气干燥炎热，饮食又辛辣不适，实在是心中燥火上升。白景微一沉默，才开口道：“方才殿下见江将军和长公主殿下聚到茉莉花丛边后，便一直难以展颜，于是属下便去找了些花回来。”李红印闻言，却是直接抓起旁边放着的糕点，劈头盖脸的便砸在白景身上。“你懂什么？谁要你自作主张揣测我的？”白景不躲不避，只任由李红印砸。等李红印停下，他便起身走到李红印面前。高大的身躯极具压迫性，李红印坐在大石头上，还需仰着头看他。见他面色沉静的弯腰凑近，李红印惊得撑着石头往后退了些，色厉内荏道：“你做什么？”白景动作顿住，只垂眸看着李红印慌张煽动的睫毛。两人距离极近，他低声道：“殿下既不喜欢，我便拿去远远丢掉。”李红印听罢，一巴掌拍在他面上，如只张牙舞爪的小猫一样，说了不准你自作主张，你给我退下。是。话音未落，一阵清凉夜风拂在李红印面上，眼前已没了白景身影。李红印呆呆坐了半晌，又左右看了看，才将身旁那束用粉色缎带细致绑好的星辰花小心翼翼拿起。李红印对着皎洁的月色，将细细看着花束，蓝色紫色的绮丽绚烂花朵热烈的挤在一起，花朵中间的嫩黄色花蕊便如星子一样鲜亮惹眼。星辰花。李红印脸上露出笑意，将花束抱在怀中。过了一会，又忍不住仔细去看，还将脸蛋贴在簇拥的柔软花瓣上，闭上眼感受着原始花草的清新气息。暗处树叶遮眼中的白景，右边脸上还带着个红红的巴掌印，不过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如同小猫抓挠一样不值一提。他只专注地看着月光下抱着星辰花细绣的公主，在无人处嘴角轻松地扬起，眼中情意温柔。第二日，江望便发现自家将军看起来十分不同，总时不时的就笑出声，这模样实在看得他发怵。将军。江兆也充耳不闻。将军。江兆也并不理会。将军。江望实在忍不了了，在江兆也耳边大吼了一声。江兆也面色一变，随即手肘下意识一击，正中江望胸膛。江望连退数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哎呦哎呦的叫唤起来。江兆也这才回过神来，忙问道：“你可还好？”江望委屈的撅嘴：“将军，你昨天夜里莫不是在草原上找着了个金矿？今天是乐得魂飞天外，连我都揍。”江兆也闻言轻笑出声：“你说的也差不多。”他说着，目光越过众人，落在李华营的马车上。只可惜今天一天，李华营都不曾见他一面，也未与他说过一句话。第88章纳塔林。一连几天过去，李华营都刻意避着江兆也。马车摇晃，李华营撩开窗围，出神看着外面不语。殷实殷妃对视一眼，殷实开口道：“殿下好几日都没骑马了，一直坐在马车里，会不会太过憋闷？”“倒也还好。”李华营沉默片刻，口不对心说道：“他自然是觉得憋闷，可是……”李华营抬手，指尖轻轻落在唇上。那夜的他撩拨得太过大胆，如今他实在不知在江兆也面前以何种姿态出现，是靠近还是远离。正这时，外面突然一阵喧闹，马车也停下脚步。陆英当即撩开车帘，便立落下车：“殿下稍后，我去前面查探一番。”只是很快，队伍便恢复前进。一阵清风拂过，车帷扬起半边，又缓缓落下。只是落下之前，李华营正看见远处江兆也翻身下马，动作随意流畅，而他面前地上正匍匐着一个身姿曼妙的紫衣女子，抬起的小脸欲语还休，纯情中带着魅惑。在车帷落下的前一瞬间，李华营只看见江兆也迈步朝那女子走去，随即车帷落下，李华营下意识便想将车帷掀开，可在指尖触到车帷之时，他又停住了动作。没一会，陆英便回来了。方才是歹徒抢劫道上商贩，只剩一个孤女逃到了队伍中，
如今已经都处理好了。李华莹紧紧捏住的手指一松，那女子呢？她孤身一人苦苦哀求，礼部大人便让她暂且跟在侍女身边。李华莹眉心不自觉微蹙，摇摇晃晃又是半日，如今到了草原之上，驿站数量便日渐稀少。李华莹在马车上坐了好几天，这时听着外面人群的交谈声，她只犹豫片刻，还是下车了。殷实殷妃看着也是一愣，但还是立刻跟着下来。江兆野就在马车不远处与江望一块坐着。李华莹一下车，江兆野便察觉到看过来，看他环视一圈，目光落定在自己身上，他嘴角轻扬。李华莹面上只做若无其事，走到江兆野面前。江兆野含笑起身，对着李华莹行礼。江望也赶紧将手里的肉干撇到一半，爬起来规矩行礼。末将参见长公主殿下。免礼。李华莹不咸不淡道：殿下今日怎么有兴致，终于愿意下来走走了。李华莹不理会他话中的调侃，语气浅淡道：不过是那日江将军被瑞雪给狠踹了一脚，我见将军当时似乎是疼痛难耐，怕留下了病根，便过来瞧瞧。江兆野面上神色一僵，江望立即便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向江兆野。江兆野眼神微凉，瞥他一眼。江望瞬间低头，不敢再看。殿下此言差矣，我向来身强体壮，此等小伤于我算不得什么。江兆野说着，语气虽不重，却莫名有几分咬牙的意味。是吗？李华莹只抬手掩唇，轻飘飘一笑。江兆野额角青筋一跳，长长呼出一口气。他目光定定落在李华莹细雪的面上，眼中一闪，直接抬手便揭开腰上皮革腰封，往地上一丢。李华莹被惊得后退一步，声音都有些不稳。你这是要做什么？江兆野嘴角一勾，莫名有些邪肆。殿下既然不相信，我便让殿下亲眼看看，好放下心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叫殿下怀疑我的体格。江兆野慢条斯理说着，修长手指已经拉开外衣，里面挺阔坚实的胸膛在薄薄里衣下异常显眼。江兆野见李华莹瞪着眼睛，像只被猎人提在手里惊慌失措的小兔子，眼中闪过笑意，手上动作却不停，手指已经附上里衣衣领。殿下可还要再细细查看一番？不必，将军武破雄浑。李华莹大惊，连连摆手。殿下知道就好。江兆野微微凑近李华莹，眼中带着揶揄，正要说话，突然自李华莹身后传来一道柔媚的嗓音：将军。两人都是一怔，江兆野瞬间便背过身去，整理身上衣衫。李华莹回过头，面前正是上午江兆野马前那紫衣女子。如今细看，身形丰腴玲珑，面容柔情媚态，带着几分异域风情，倒也是个美人。这女子眼神直视李华莹面容，嘴角笑容更加柔美。旁边英妃随即便呵斥道：大胆，见了护国长公主殿下竟敢不跪。那女子一惊，立时便低眉顺眼的跪下，柔柔道：小女子娜塔琳参见长公主殿下。李华莹垂眸看着她的发顶。这时江兆野已整理好衣着，站到李华莹身侧解释道：他今日护卫队在歹徒手中救下的，如今同礼部侍女一齐随行。李华莹微一抿唇，淡淡看了江兆野一眼，将军了解的还真是清楚。江兆野面色一顿，瞬间便闭嘴不语。李华莹又看了他2秒，才对着那塔琳道：平身。那塔琳站起身来，便垂着头抬眼去看江兆野，眼神我见犹怜。李华莹不开口，江兆野亦侧过头沉默着。场中一时沉默，倒是殷实先开了口：你既是跟在礼部，到这边来做什么？手里拿的又是什么？那塔琳羞怯一笑道：将军救我于水火，我便拿着我家乡的花草菜来送将军，希望将军夜里可以好梦。不知是不是李华莹的错觉，他这好梦2字说得格外缠绵。殷实也完全没想到会得到这么大胆直白的答案，西江民风竟这样开放。再者江兆也都没说什么，她作为长公主的婢女，自然也不好智慧。李华莹又站了片刻，可只见着娜塔琳目光羞涩又娇媚地直视着江兆野，满是挑逗意味。身边的江兆野便如死人一样，一句话也不说。李华莹心中冷笑一声：既然如此，我便不打扰将军雅兴了。说着便拂袖而去。旁边殷实赶紧跟上，殷妃却扭头对着江兆野、娜塔琳2人重重地哼了一声才离去，只留下一脸茫然的江兆野和江望。那边李华莹心中带着气，脚步便也踏得重，一时不察，竟差点与人撞到一起。第89章随心。海月瞬间扶住李华莹，好险才站住脚。殿下恕罪。兰溪急忙垂手行礼。李华莹摇摇头，声音有些低：无事。兰溪这才起身，一眼便看出李华莹情绪不对，他试探问道：殿下这是怎么了？兰溪最开始是皇太后身边的丫鬟，李华莹小时候时常由她陪着玩，后来李红印出生，兰溪便被指给李红印。她从小与李华莹、殷实、殷妃一同长大，也有几分幼时情谊。李华莹露出个淡笑，
眼睑微垂。身旁英妃鼓着腮帮子上前说道：“兰溪姐姐，你说是不是男人都一样，见一个爱一个？”英妃说的气恼，李华莹微微抿唇，心中滋味复杂难言。兰溪本就慧质兰心，听了这话，再见几人的面色，心中便猜出了大概。男人什么样又如何呢？难道说他看起来老实可靠你，便要嫁给他？他看起来浪荡浮躁你，便要伤心难过？英妃登时又羞又恼，你说什么呢？什么嫁不嫁的？那些臭男人与我有什么相干？对了，他们怎样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只管去做你想做的。你若喜欢便靠近，你若甘心付出便去捧出这颗心，你若厌恶便远远离了。英妃听得直挠头，眼中都是不解。兰溪带着温柔笑意的目光不着痕迹划过李华莹怔中的神色，只笑着理顺英妃的头发。感情一事，我们掌控不了别人，但可以掌控自己，只有主动的争取亦或舍弃，才能无悔任何结局。言罢，他便行礼离去了。李华莹还站在原地，脑海里回想着兰溪的话，心中竟有茅塞顿开之感。是了，无论人心如何，世道如何，他只要坚守本心就好。他无法掌控人心和世事，也无法完全了解他人，但他可以决定自己要如何做。不管是靠近还是远离，只有自己重新做出选择，才能无悔。李华莹骤然想通，只觉灵台清明，身体都轻松了。身边殷实见他久久站立不语，担忧道：“殿下。”李华莹轻笑一声，抬手看着草原上辽阔无比的漫天星子，感慨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夜空这样辽阔，人生也不过琐事一篇，何苦庸人自扰之？”说着，他便转身，正要往江兆野那边去，却见那塔林手中拿着荷包离开。李华莹停住脚步，与站在不远处的江兆野遥遥相望。“殿下，不过去吗？”英妃问道。“不来。”李华莹只对着江兆野扬眉，嘴角笑意肆意耀眼，随后便直接转身离去。江兆野站在原地，心脏一跳。就在刚刚那一瞬，他仿佛又看见了少时那个明媚张扬的小公主，那样的让人难以移开目光。第二日，李华莹换衣时，手指在一件件衣裙上划过，却选了件浅碧的银线绣如意云纹缎裙。因时英妃面上都有差色，但还是轻手轻脚的服侍李华莹穿衣。“殿下今日怎么想着绿衣了？平日里都是难得穿。”李华莹抬起手，这衣衫样式仿旗装，手腕上衣摆竖起，露出她一截雪白皓腕，上面戴着的绞丝镯与碧色衣裙相得益彰。昨日李兰溪说的对，我可是大硕唯一的长公主，想做什么做便是了，何必瞻前顾后？英时英妃对视一眼，英时抿嘴一笑，英妃随着笑道：“可不是，我就乐意见殿下这副样子。”李华莹勾唇一笑，梳妆完便直接着人去将瑞雪牵来，随着车队骑马。马车旁的江兆野见到李华莹，眼睛一亮。往日李华莹总如娇娇富贵花一般，鲜少着这样清雅的碧色，可如今一穿，丝毫不让人觉得寡淡，反倒整个人清新的如荷叶上晶莹的露珠，露出的细长脖颈如嫩生生的新笋，叫人看得眼热。李华莹回过头，轻飘飘瞥了江兆野一眼，轻笑一声，便扬鞭而去。江兆野心头一阵火热，想也不想便驾马跟在他后面。这和亲仪仗队人数众多，队伍也拉得长，两人就这么并肩飞奔。“殿下！”风中江兆野的声音传来。李华莹心中满是肆意飞扬的舒爽，头也不回，只高声应了声：“真希望殿下能永远这样自由自在。”江兆野面上带着释然笑意，放低的声音只有自己听到。两人就这样纵马飞驰，等停下时已经到了队伍之前。马儿停下在路旁来回踱步，两人便下马等待和亲队伍。见着李华莹微微喘着气，面上带着真切率性的笑容，江兆野眼中满是温柔。“殿下可跑累了？”李华莹摇摇头，轻拍在瑞雪油光水滑的鬃毛上：“不累，把瑞雪累坏了。”江兆野一笑，这是他的福分。正说着，瑞雪似乎是在回应，嘶鸣一声，便用头去蹭李华莹的手掌，逗得李华莹咯咯直笑。李华莹抬手间衣裙竖起的袖口稍稍滑落，轻轻晃动的绞丝镯显得手腕更加纤细雪白，十分惹眼。江兆也不由得多看了两眼，才垂眸道：“殿下总是戴着这镯子，竟这么喜欢？”李华莹随意地抚着瑞雪皮毛，看了眼耳朵微红的江兆也，便笑着拉长音调：“确实喜欢。”江兆也闻言猛地抬眼，心脏仿佛漏跳一拍。见他眸中墨色翻涌，李华莹嘴角勾起使坏的弧度，微微靠近：“怎么了？不能喜欢？”江兆也鼻端充斥着李华莹身上暖融融的馨香，感受着她若有若无的温热吐息伏在脖颈，面上腾的一下红了大半。李华莹见状，眼中笑意愈深：“压低的声音中带着鼻音，多了几分诱惑。”“小将军！”江兆也瞬间僵直如木头，整个人如煮熟的虾子一般，从脸到没入衣襟的皮肤火烧一样通红。李华莹轻笑两声，拉开距离，眼角眉梢都是恶作剧成功的小得意。
江兆也红着一张脸，好半天才扶额吐出一口浊气：“殿下，你实在是……怎么不喜欢？”不。第90章反客为主。江兆也下意识反驳，面上又多了几分赧然：“殿下与前段时间实在是大有不同。”李华莹扬眉，用手中硬挺的小马鞭抵在江兆也微微起伏的胸膛上。江兆也不出他意料的浑身一抖：“我此前等了那么久，终于报仇雪恨，现在自然是心中快活。”李华莹随意道，只是说完却意识到不妥。毕竟他与林家那一堆破事，在他人看来全是林家人一步步作死，才沦落到这个地步，他只是个旁观者。这么一说，便说明他早就参与其中，预谋复仇。李华莹眼神微微一闪，便想将抵在江兆也胸膛上的马鞭拿开，可谁知江兆也竟一把稳稳抓住了马鞭。李华莹一抽，马鞭纹丝不动。“殿下不要这样，我只想殿下在我面前永远都是肆意开怀的模样。”李华莹抿唇，声音低了些：“林家落得如此下场，死的死，残的残，你不会觉得我残忍吗？”江兆也上前一步，手中马鞭亦不松劲。两人一时离得极近，近到李华莹可以闻到他怀里那股炽烈的草木味道，像草原上的风一样柔柔包裹住他那颗不安的心。殿下的道理便是江兆也的道理，江兆也永远是殿下麾下之臣，一竿做殿下手中之剑。江兆也说得缓慢，一字一句仿若千钧。李华莹怔怔抬头，额前被风扬起的发丝拂在江兆也侧脸，令他心痒。“你说的。”江兆也轻轻一声，包容又宠溺。“我说的。”李华莹嘴角慢慢扬起，眼中细碎笑意闪烁，在夕阳的暖橙光辉中那般耀眼，仿佛盛满了一整个星河。江兆也看着他的眼睛，不自觉地越靠越近。李华莹只含着笑意看着他的靠近，并不躲避。两人越靠越近，鼻息相融。下一秒，“将军，你在这啊！”江望兴冲冲地跑过来，一句话还没说完，看清面前情景后大叫起来。江兆也搂住李华莹一个转身，将她护在身后，冷眼看向江望。江望只觉周遭空气似乎瞬间变得凉飕飕的，他好像感受到了杀气。“我错了，我什么都没看见。”江望大叫着，捂住眼睛，扭头就跑。李华莹靠在江兆也背后，低着头笑起来。江兆也转过身，便见他这娇若春花的笑颜，眉间便松开了，只是语气仍有些郁闷：“殿下怎么还这样开心？”李华莹一歪头，皱着小鼻子笑道：“看你吃瘪，可太好玩了。”江兆也无奈地叹了口气，却又拿他没办法：“殿下。”突然，一阵香风靠近，柔软地落在唇边，如一只蝶儿轻巧降落，可惜却是稍触即分。李华莹噙着笑后退，却忘了两人手中还同攥着一根马鞭。江兆也只手上些微一使力，李华莹便被带得不受控制，往他怀里一倒。江兆也另一只手将李华莹揽了个满怀，低头便吻在李华莹额头。李华莹本还游刃有余，可此时也慌了神，面上娇羞泛红。“你……”江兆也不语，又吻在他左边脸颊。“你……”江兆也抬头，只专心吻下他右边脸颊，再是小巧的鼻尖，精致的下巴，最后是那水润饱满的唇畔。“你好大的胆子！”李华莹挣脱开，想也不想一巴掌便打过去。只是江兆也身形高大，他的巴掌只落在江兆也下颌处。江兆也没事，倒是下颌轮廓处的骨头让李华莹柔软的手心又红又痛。“死！”李华莹刚打完，便吸了一口凉气。江兆也是一惊，急忙抓住李华莹的手，小心翻开，看着那红彤彤的掌心，他眼中瞬间便涌出心疼和愧疚。他骨节分明的大手捧着李华莹的细白的小手，垂手轻轻往他掌心吹气。李华莹本想挣脱，可凉凉的气流拂在发烫的掌心实在舒服，他便顿住动作，只有些气恼地盯着江兆也，却见他如同对待世上最珍贵易碎的宝物一样轻捧着他的手。威武勇猛的大将军在刀剑无眼的沙场上不知见过多少血，受过多少伤，如今却对着他只是发红的掌心满眼疼惜，仿佛这是天大的事情。李华莹气急的话哽在喉中，沉默了下来。“都怪我惹你生气，可还疼吗？”江兆也动作轻柔地揉着他掌心，缓声问道。李华莹虽心中早就已经不气了，可还是放不下面子，便轻哼一声道：“你之前可是说过做面首也甘愿，如今竟这样放肆，竟然敢！”李华莹说到这，耳尖悄然一红，撇开眼睛便不说了。江兆也却是轻笑出声，凑近他掌心喝出一口气。李华莹手掌一抖，腕上的碧玉绞丝镯叮当脆响，恰好合上心跳一瞬。“敢什么？殿下怎么不说了？大胆，你竟敢！”李华莹微微抿唇，强压住羞意，转过头来想要开口，却在看清江兆也含笑面容后溃不成军，竟敢反客为主，撩拨他的心。江兆也看着李华莹长睫微颤，眼神闪躲的模样，如着迷一般，又想凑近。啪一声，江兆也身体僵住，
面上笑意凝固。李华莹却是笑开了，歪头得意道：“这里肉软和，打着正合适。”言罢，对着江兆野吐吐舌头，便几下跳开，背影说不出的快意欢畅，只留下江兆野石化在原地，脸上青红交加。活了近20载，今日竟被人打了屁股，而且这个人还是殿下。江兆野猛地蹲下，将脸埋进膝盖：“殿下怎么能这样？实在是太羞耻了。”那边和亲队伍也到了，李华莹几下便上了马车，整个人面带笑容，活力四射。英妃惊道：“殿下，你这是在外面遇上什么了？这般开心？”李华莹闻言出神片刻，又笑出声来，摇摇头道：“不可说，不可说啊。”英妃瞬间被勾起好奇心，拉着李华莹衣摆轻晃：“告诉我嘛，殿下，殿下。”可李华莹只是一个劲的笑，面上都是欢快余色。英妃便将目光投向一路跟随李华莹出去的海月录音身上，海月录音却都是一言难尽的表情。英妃疑惑的歪头，海月面上难得露出个尴尬的笑容，实在是难讲。陆英也一脸纠结的摇摇头，实在是难讲。李华莹看着二人这模样，便一把搂住旁边还未说话的英石，埋在他怀里，闷闷的笑出声。几人见状都是一怔，英石随之红了眼眶，也搂住李华莹。自从嫁入林家，殿下便一日日的沉寂下来，仿佛精气神和快乐全被一丝一缕抽走了。即使后来和离归家，殿下虽然不说，可他知道殿下心中的苦。如今竟又见到殿下这欢欣活泼的模样，一如少时意气飞扬，实在是让他忍不住拭泪。李华莹又坐起身来，去看车窗上挂着的小香包。虽说已经过去了好些日子，可香包仍有几分香气萦绕。李华莹笑着抓住英石的手，这个香包气味淡了，改名让江兆野再做一只挂上。英石早偷偷背过身去擦了眼泪，这时只温柔应道：“是有些淡了，将军定然是愿意再做一只的。”“那是自然，他敢不做？”李华莹手指拨弄着香包，面上笑容带着少女的娇蛮。只是到了晚间，李华莹一天的好心情便没了。第91章做了。傍晚时候，李华莹手上把玩那个香气味道淡了许多的香包，刚走到江兆野身边，便见娜塔琳跪坐在江兆野身边，将一只水红色薄纱香包放到江兆野身边。“将军日日护卫队伍，十分辛苦，这香包里放了白芷、小茴香还有干松，可提神醒脑，舒缓疲惫。”娜塔琳说着，垂眸娇羞一笑：“这是我亲手做的，还望将军收下。”旁边江望正在为篝火添柴，青烟直冒，呛得他干咳了好几声，正好压住了娜塔琳最后一句话。江兆野自然耳聪目明听清了，却只是淡淡看了旁边香包一眼。娜塔琳咬唇，正待再说一遍，却见江兆野眼眸一亮，豁然起身：“参见长公主殿下。”江望也赶紧跟着行礼。李华莹眼睑微垂，落在娜塔琳微惊的面容上。娜塔琳随即也跟着起身行礼：“小女子娜塔琳参见长公主殿下。”“免礼。”李华莹缓缓吐出二字，目光在旁边的香包上一扫而过，秀眉一挑：“送香包？”娜塔琳眸光一闪，看了眼李华莹手中漫不经心把玩的朴素香包，脸上带起娇媚到恰到好处的笑容：“是呢，我怕将军太过劳累，殿下也是来送香包的吗？”李华莹嘴角溢出一声轻笑。娜塔琳见状便以为自己猜对了，她眼底略有些得意，但语气却让人挑不出错处：“殿下千金之躯，如何做得了这些？这香包？”说着，她面上似是想说又不大好意思开口的模样，可惜李华莹并不搭腔。眼见场中静了片刻，娜塔琳只好自己接着说道：“样式早就不时兴了，要不要我送殿下几个新花样式？”李华莹扑哧一笑。娜塔琳一愣，只见李华莹只将那香包随手一抛，江兆野抬手稳稳接住：“你送来这香包没什么香气了，再给我做一个。”江兆野眼中有些惊喜，这还是重逢以来李华莹第一次问他要东西。殿下既喜欢，那我便多做几个。李华莹正要点头，却又轻啧一声：“殿下怎么了？”李华莹看了待在一旁，眼中嘲讽得意聚散的娜塔琳一眼，只摇头轻叹道：“这内塔姑娘方才说你的样式不好看，我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这香包我还是不要了。”江兆野微微抿唇，眼神不带温度的扫了娜塔琳一眼。他瞬间石化，刚想开口再说些什么，一旁捣鼓篝火的江望那边便传来一股肉香味，好香！李华莹皱着鼻子轻嗅了下，惊喜道。江望一听，乐得举着手中肉串站起来道：“可不是嘛，这是将军猎回来的野兔子，肉鲜嫩紧实，这么一烤滋滋冒油呢，殿下可要尝尝。”李华莹勾唇一笑，却知不恭，便直接坐在了江兆野原来的位置。江望嘿嘿一笑，将兔后腿串好递给李华莹。李华莹见这兔腿焦酥咸香，当即便要接过，却被一只大掌截了弧。江兆野！李华莹正要不满，却见江兆野接住流油的兔腿，只从袖袋中拿出一块靛蓝金子，
将烤得有些焦黑的木棍裹住再递过来。李华莹责问的话哑在口中，面上红了红，哪有一言不发抢人东西的吗？江少爷只顺着他点头，可不是，该罚。李华莹接过兔腿，歪头笑道：怎么罚？不如就罚我再为殿下多做些香包。江少爷摇摇手中的香包，笑道。李华莹咬了一小口兔腿，虽说烫口，却别有一番滋味，与圣经口味也极为不同。李华莹吃得眯起眼笑起来，将军既诚心想做这香包，我自然不好拦着喽。正这时，旁边突然一声娇弱的惊呼，江少爷一回头，便见那塔林脸上带着我见犹怜的表情向他倒过来。江少爷眉头一皱，眼疾手快，直接一把拉起旁边啃兔脑壳的江望挡在身前。那塔林见状面色僵住，却也无法控制，结结实实的倒在江望怀里。江望闹了个大红脸，手里还高高举着烤串，生怕烫着他。那塔林手忙脚乱的从江望身上离开，再抬眼一看，江少爷早已退开好几步，眼神冷漠的看着他。他眼中涌出泪水，用帕子掩住脸，哭着跑开了。李华莹看了这么一场，再看身旁的江少爷，是哪都不顺眼。将军英勇神武，真是引得无数女子投怀送抱啊！李华莹嘴角带笑，眼中却没笑意，语气也怪声怪气。江少爷见李华莹举着兔腿的傲娇可爱模样，轻叹了声，又有些无奈，从怀里掏出金帕，轻轻擦去他夹肉上的油渍。李华莹哼了声：你怎么倒不说话了？江少爷收回金帕，在手中叠好，闻言抬眼看向李华莹，语调平缓：从明天开始，殿下不会再见到那塔林，也无需再因他烦心。李华莹一怔：你要杀了他？江少爷也是一噎，失笑道：殿下胡思乱想什么呢？我只是准备派2个人送他去附近的城镇罢了，他本就是闯进队伍的一族，也不该留在队伍中。李华莹倒也不尴尬，随意一点头：你是护卫将军，这些自然是你做主。只是嘴角却微微勾起了弧度。天色已晚，夜幕将至，篝火的光芒照在江少爷面上，忽明忽暗。他微微靠近李华莹，声音轻缓：殿下莫不是醋了？听着他的轻笑声，李华莹耳尖一红，说起话来竟有些结巴：什么醋？不醋的？胡说！江少爷垂眸闷闷一笑，只道殿下说的都对。李华莹见他这样，心中便莫名慌乱，将手中咬了几口的兔腿直接塞到他手里。懒得听你混说。说着便提起裙摆急匆匆走了，活像身后有什么怪物在追。江少爷看着李华莹的背影，甚至能看到他通红的小巧耳廓，他心脏顿时酸软成一团。殿下，他的小殿下呀，真的是一举一动都可爱到新人窝子里去了。第92章，害怕。车马摇晃中，日子一天天地炎热，正是盛夏。草原上的阳光炙热毒辣，周围也愈发地广人稀，放眼望去都是低矮的草丛和黄沙，难见树木。路上遇到的人慢慢变得都是异族，甚至好些语言都不通。一日早晚夜里都极寒凉，中午又格外燥热，奇异的气候让许多人都患了风寒。驿站几乎10日路程才有一个，食物更是辛辣干燥。这日紧赶慢赶，终于在如落之前到了西江垂湾城外的驿站，众人也都能松一口气，好好歇一歇。路程疲惫，夜里李华莹睡得格外早，可昏昏沉沉中听见外面有些异响，他迷迷糊糊探起身，本该在脚踏上睡着的殷实这时正立在门边，一听见这边动静，立时便过来了，为李华莹掖好被子。殿下，白锦过来说元昭公主那边出了些岔子，他想请殿下过去看看。小红儿一听这话，李华莹顿时清醒了一半。这些日子里，李红印一日比一日消瘦沉默，就连跟李华莹都没什么话了，看得李华莹是又心疼又担忧。我去看看。李华莹毫不犹豫起身，在满是凉意的空气打了个寒噤。殷实、殷妃急忙来为李华莹更衣，又加了件小袄披在外面。李华莹2步走出去，见着白锦便上前问道：小红儿是怎么了？他知道白锦性子，若不是没办法了，是不会过来寻他的。白锦见李华莹披头散发模样，瞬间便侧过身，只小半张脸对着李华莹，垂首道：元昭殿下这段时间一日比一日吃得少，郁郁寡欢，垂泪不止。方才夜里我便听见殿下的抽泣声，兰溪哄了半夜也不行，殿下素来敬爱长公主殿下，这才斗胆来寻。李华莹一听便皱紧眉头：我这就过去。几人很快到了李红印房门口，果然还亮着灯，守在门外的侍女也都是一脸忧色，见李华莹匆匆而来，都喜不自胜，准备行礼。李华莹只对着他们一摆手，便推开门进去。殷实、殷妃几个跟着进去，白锦站在门口半晌，却并未直接隐于暗处，而是背对房门立，握紧的拳头攥得指节发白。他满是血丝的眼睛望着窗外一望无际的平原，神色悲切。这里没有树，他不能用倒挂金钩来逗殿下开心了。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殿下重展笑颜。他怎么这么没用？
房中李红印正裹着被子不露头，旁边兰溪指着一件薄衫，却急得汗都下来了，在床边直打转。一抬眼见李华莹，急忙迎上来：“殿下，元昭殿下他。”李华莹拉住他冰凉的手一握，只冷静道：“我来照看小猴儿，你先去穿上厚实衣服，千万别惹了风寒。”兰溪红着眼点头：“多谢殿下。”李华莹不再与他多说，直接便到了床边，见着李红印整个人在被子里缩成小小一团，微不可闻的哭泣声从里面传来。李华莹鼻子不由得一酸，自小便无法无天，比皇子还要粗枝大叶的小活变成这个样子，如何让人不心疼？李华莹在床边坐下，将手附到被子上，轻声道：“小活，皇姐来了。”被子里的李红印身体一抖，李华莹只轻声唤着他，手一下一下的抚着被子上的轮廓：“小活别怕，皇姐在呢。”小活。突然被子一下掀开，满脸泪痕的李红印一下扑到李华莹怀里：“皇姐！”李华莹任李红印抱了个满怀，手掌在他后背轻拍：“皇姐在呢。”又这么抱了好一会，李红印的泪才将将止住，只是一张小脸已经哭得不成样子，眼睛又红又肿。李华莹看得心疼，用帕子沾了水，小心的擦拭他面上泪痕。怎么哭成这可怜样儿？皇姐看着实在心疼。李红印一听，抿着嘴，眼眶又湿润了。皇姐，我好怕。李华莹为他擦拭的手一顿，轻轻拍拍他的头：“小红儿怕什么？怕成亲吗？”李红印摇摇头，眼中泪光闪烁：“我怕西疆，这里离圣经太远了，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我不想留在这，我不想再也见不到父皇母后和你。”李红印说着，一行泪水又流下来。李华莹意气下沾巾，搂紧了李红印，却不知能说些什么来宽慰他。在这时，一切的安慰都那样的苍白无力，李华莹只能紧紧抱住他，给他一个还可以依靠的肩膀。李红印也慢慢平静下来，他擦干面上泪珠，露出个笑：“皇姐，再和我一起睡一次吧。”李华莹却是笑不出来，只拉着他的手说好。如今和亲队伍已经到了垂丸城，继续赶路只需1日，便能到达大硕和博野时约定的嘉木城。到时博野胜便会带着接亲队伍过来，将李红印接走。这一夜是他们的最后一夜，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能这样亲密无间的躺在一起。李华莹红着眼，去了外衣，在李红印身边躺下。兰溪上前掖好被子，眼睛也是红的。李红印侧过身，面对着李华莹躺着，脸颊轻蹭在李华莹肩膀上：“明日我就要去和亲了，要是以后再也不能跟你见面了，你一定不能忘记我。”李华莹抬手轻轻捏捏他的脸，还和从前一样绵软，却少了些肉感。“傻猴儿，皇姐怎么会忘记你呢？”“真的吗？”“千真万确。那我以后每天都给你写信，你也要每天都给我回信，好不好？”“好。”李红印许是哭累了，靠着李华莹没多久便睡着了。可李华莹却是一夜无眠。上一世他在林家那个泥潭中不可自拔，也并未领旨前来送亲。原来上一世的小红儿最后这样害怕，这样孤单吗？甚至都没有他在身边能和小红儿说说话。怪不得最后小红儿的信里与他那样疏远，从不说心里话。第二日一早，李红印揉着干涩酸痛的眼睛起身时，身边已没了李华莹的身影。奇怪的是，兰溪也不在那间。他从床上起身，声音有些嘶哑的唤道：“兰溪，兰溪。”他正奇怪着，撩开外间帘子，便听见一道欢快的声音：“小活儿，今日是垂丸城的百果节，我们出门去游玩吧。”第93章失踪。李红印一抬眼，便见李华莹身着博野式女子服装，发辫上皆是亮晶晶的银铃，笑语盈盈走过来。旁边殷实英妃兰溪都是一样打扮，兰溪手上拿着一套博野式服装，便来为李红印穿上。这是……李红印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兰溪只笑着为李红印洗漱穿衣。今日不是要往嘉木城赶路吗？李红印被兰溪细致侍候着，还是不忘问道。李华莹只笑着坐到一边。这百果节是博野是1年1度的盛会，庆贺今年瓜果丰收，预祝来年风调雨顺。我们赶得这样巧，自然不能错过。可是，李红印还想再问，李华莹便拿起桌上的大颗葡萄塞入他口中，又在他鼻尖上一点：“别可是了，今日我们什么都不想，就像小时候一样，只是痛痛快快玩耍。”葡萄甜滋滋的味道进入口中，李红印鼻子一酸，重重的点了下头。待他梳洗好，李华莹便拉上他的手，两人花蝴蝶一样的轻快下楼。楼下江兆野和白景正在等着，也是博野市草原少年打扮，英气野性。两人听见动静抬头，眼中都是如出一辙的惊艳。只见楼梯上的少女，一个明艳如火，一身红衣，露在外面的雪白手臂上缠着金色臂串，摄人心魄；另一个灵动如风，一身青衣，满头的小辫子轻盈摆动，铃声清脆，沉寂许久的娇颜出战。身后跟着的殷实英妃、海月、陆英，还有兰溪，都身着各式各样的博野式装扮，面带笑容簇拥在两人身后，极其喜人。将军这打扮起来还是很精神嘛。
李华莹到了江兆野面前打量一番，调笑道。江兆野只含笑看着他，不及殿下1/1000。李华莹闻言便笑开了，却还是轻哼一声，油嘴滑舌。旁边白景垂眼不敢去看面前灵动可爱的少女，只任由她打量着。李红英绕着白景转了个圈，伸手去扯坠在她发辫上的绿松石。没想到你这样打扮，还真亮眼。白景乖乖顺着李红英拉扯的力道歪头，见她这少有的轻松模样，眼中也有了笑意。几人出了门，外面的街道热闹喜庆，处处张灯结彩，彩带飘扬。街上到处都摆着许多成熟的瓜果供人品尝，男男女女都身着薄也是盛装在上街，人人脸上都带着笑容，相互祝福。李华莹拉着李红英走在满是瓜果甜香的街道上，看到什么特色食物，白景和江兆野便挤过去买来。两人只管吃喝闲逛，李红英面上也带着久违的笑容。午间几人便在垂湾城的特色饭馆中用饭，下午再出来游玩。李华莹、李红英两人说笑着便到了一个卖饰品的小摊，过去一看，全是薄也是特色的精致金银饰品。李华莹仔细挑选来件一条飞鸟状的银鹅饰，连着一连串的银色小铃铛。她将鹅饰放在李红英发上比对，李红英脸蛋红红的看着李华莹，好看吗？在你头上额外好看。李华莹笑着将鹅饰递给他，旁边江兆野便直接掏钱递给老板。那老板收了钱，眼神在李华莹和江兆野两人身上打了个转，便笑眯眯地说：姑娘，我这还有专为有情人打造的银手串，可要看看？李华莹闻言一怔，看了江兆野一眼，才面色有些不自在道：你这老板胡说什么？老板只嘿嘿一笑，抬手指了李华莹手臂一下，姑娘这手腕上戴着的可是碧玉绞丝镯，又名青丝镯，是男女定情之物，一缕青丝一缕魂，恩爱缠绵到白头。李华莹嘴唇微张，不可置信地看了眼自己戴了多日的绞丝镯，又转头看向江兆野。江兆野面色微红，轻咳了一声，避开视线。李华莹几乎气笑了，但还是压下，对一脸殷切的老板摆摆手，不了。言罢便转身离开。那老板还不死心的在后面追着来了一句：不买也祝姑娘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李华莹急急的离开，走出好远才停下来，一转头差点撞上紧紧跟着的江兆野胸膛上。李华莹面上泛着红，怒瞪着江兆野。江兆野嘴角扯开一个笑，对着小摊方向指了指，这老板倒还挺会说吉祥话的。李华莹哼了声，你真是狡猾，天天哄骗我。江兆野忙道：哪里的话，我如何敢哄骗殿下？你有什么不敢的？我现在便把这镯子取下来。说着，李华莹便抬手要摘镯子，江兆野急忙挡住他的手。殿下别急，仔细伤了手，便是真的要取，也等回了驿站，涂上精油护手再摘下来。江兆野虽眼中有些失落，话中却仍满是关心。哼，那就随你吧。李华莹放开手别过脸，嘴角却是微微扬起。正这时，兰溪却急匆匆的过来：殿下不好了，元昭殿下不见了。什么？李华莹面色一变，一把拉住兰溪的手，到底怎么回事？兰溪额上都急出了汗，但还是口齿清晰的快速解释道：方才殿下走得快，我和元昭殿下便在后面追着，元昭殿下看到一旁有个买冰碗的，便由白景陪着过去买，让我跟着殿下他们随后就来，结果这都好久了，元昭殿下和白景还是不见踪影。李华莹眉心微皱，别急，小红儿身边有白景在，暂时应当模样危险，当务之急是先找到他。我让江望会议站带人过来找，我们几个先在街道上找一找。江兆野沉声道。李华莹点点头，江望便一溜烟跑回了驿站。李华莹一行人便兵分两路去找，海月、陆英跟着兰溪，殷石、殷飞同李华莹和江兆野一起。一群人在热闹的集市上开始寻找李红英的踪迹，但直到护卫队的兵士过来，他们也依旧没有丝毫发现。护卫队的人全都身着便装，眼神警惕的在城中搜寻。毕竟和亲公主失踪，这可不是件小事，闹大了甚至影响两族邦交。李华莹眉心也是越锁越深，脚步都有些凌乱。江兆也见他这模样，便拉着他安慰道：别急，不会有事的。李华莹眼中有些慌乱，如今变故突生，若是当初在盛京城外袭击的那股势力掳走了小红儿，后果恐怕不堪设想。江兆也沉默片刻，才缓声道：可能性极小，如今我们已经到了西江的势力范围，在这里出了事，无论是谁都不好交代。李华莹动作一顿，心中冒出一个猜测，他目光惊疑地看向江兆也。江兆也声音微沉，很有可能。第94章替驾。那边兰溪正带着人四处寻找，直到搜到一处酒楼，却被人拦在了外面。姑娘，我们这酒楼外族人不能进。门口的小二陪笑着，但拦着他们的手却丝毫没动。不能进？为何不能进？陆英眉毛一横，便往前一步，语气毫不客气。兰溪在陆英面前稍一拦，只看着那小二道：今日盛会共襄盛举，你这酒楼却说外族人不能进。小二面色一僵，
却还是苦着脸点头。那我且问你，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外族人？你……小二一时语塞。面前这群人虽说穿着博野氏族服饰，可面相一看便是中原人。但这些人看着气势非凡，定是非富即贵。如今两族刚刚定下盟约交好，他若拿面相说事，说出去怕是要有麻烦。既说不出个1、2、3，我们也与这酒楼里坐着的博野氏人没什么分别，那就进去的。兰溪眼中带着几分狠劲，身边海月、陆英一齐上前便要闯入。那小二想拦又不敢，几人终于还是进去了。只是刚一进去，兰溪步子一急，便与一人撞在一起，结实的胸膛撞得他鼻梁骨发酸，瞬间眼中成了些泪。兰溪一抬头，便撞进一双鹰一样的眼睛，他下意识便退一步，不妨撞到了公子，实在是对不住。那男人身形高大，桀骜不驯的眼神中带着几分兴味看着兰溪。中原人。兰溪眉心微不可觉的一蹙，不语。不过是撞了一下，你哭什么？很疼吗？那男人也不恼，反倒饶有兴致的上前一步，紧紧盯着兰溪微红却冷静的眼睛问道。兰溪心下有些恼，正在说些什么，陆英便匆匆过来，面上带着喜色，看到兰溪身旁这男人才压制了些。那边找到了。虽说陆英说的隐晦，但兰溪立即便明白过来，又惊又喜。那我们快回去。兰溪拉上陆英便直接离去，连一个眼神都未分给这男人。男人只斜倚着廊柱，盯着兰溪的背影直到不见，随口对身旁随侍吩咐道，去问问这个外族女子怎么进来的。随侍离去，不多时便回来在男人耳边如实禀报情况。男人狭长的眼眸微眯，有意思。城郊处，兰溪与李华莹一起赶到，众人在兵士带领下到了地方。李华莹远远便见李红英背对着白景，白景面色焦急地说些什么。李华莹脚步一顿，对着身旁兵士道，既找到了，你们先回去吧，有将军在。兵士随即行礼退下。李华莹一转头，却见江兆野嘴角微勾的弧度，有我在，殿下什么都无需担心。李华莹懒得多说，拉着他便往前走，还没走2步，便听见白景向来沉静的声音带着急躁，殿下，让我带你走吧。李红印捂住耳朵摇头，眼中带泪。殿下难道想一辈子都这么痛苦吗？殿下。李红印只低着头，眼泪却一滴滴的落下，在干燥坚硬的地面上只湿润了一瞬间，便消失于无形。白景颓然的跪下。殿下。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响起，两人回头便见着李华莹一行人。白景面色微变，李红印红着眼扑到李华莹怀里。李华莹抬手轻抚着他的后背，眼神有些复杂。说实话，他私心何尝不想让小红儿自由，可他没有立场说出这些话。100年来，大硕多少将士浴血奋战才换来的边疆和平安定，若是毁在他和小红儿手里，那他们便是千古罪人。可是看着小红儿这副模样，他又实在心痛。白景看着两人相拥，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直接膝行跪伏于李红印面前。长公主殿下，白景求。他艰涩的将这话吐出口，却被李红印直接打断。不能，我不能。李红印的眼泪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下。白景面色灰败，苦笑道，殿下是不能，而不是不想。李华莹见两人这模样，李红印哭得几乎不能自已，他心中也是刀割一样。他从小看着李红印长大，从一个追着他身后跑口齿不清的小娃娃，到神采飞扬的少女，如今却为了和亲变成这副模样，一朵精心灌溉的花朵盛放最灿烂之时，骤然枯败。殿下。一直站在李红印身边，眼眶通红的兰溪突然开口，殿下若是想离开，我愿替殿下嫁于博野氏。众人闻言都是一愣，白景更是眼睛一亮，倏然便有了精气神看向兰溪。李红印怔怔看着兰溪流泪，摇了摇头，兰溪，我不能害你。兰溪却蹲下来，温柔地用丝帕轻拭李红印的泪珠。殿下说什么傻话，怎么就害我了？这是我的福分，若不是殿下，我一个奴籍怎么也不能飞上枝头成为王妃啊。李红印眼泪流得更凶了，他哪里不知道兰溪才不是攀附权贵之人。殿下就算是嫁了，我也依旧要随殿下以侍女的身份留在西疆。我若是替嫁，那便是以王妃身份留在西疆，殿下只当是为了我。李红印抽噎着，可是殿下，博野氏使臣团并未见过殿下真容，明日出嫁，我再戴上面纱，此事便无人知晓。兰溪笑容包容又温柔，面对着李华莹跪下，深深一拜。李华莹轻轻呼出一口气，出了什么事？我担着。他蹲下来，如以前一样轻轻捏捏李红印的脸蛋，随白景去吧。李红印红着眼，一把抱住了李华莹和兰溪。又过了好一会，李红印情绪才平复下来。我还是不放心兰溪。殿下放心，我与殿下一同长大，熟悉殿下的笔记和习惯，和亲之前的教习也与殿下一同参加，定然出不了差错。兰溪轻声安抚着。旁边白景几乎不能控制面上神色，只强压下狂喜，
从怀中掏出3只细长的物石，递给兰溪。这是我研制的信号弹，若是你在博野市王宫遇到了危险，就点燃它，无论我身在何处，一定赶来护你性命。兰溪一怔，道谢将信号弹收下。这时日色已经西斜，李华银看了眼天色，便道：此事已早不宜迟，今夜锤完城必定通宵欢庆佳节，是你们离开的最好时机。第95章退路。李红印才平复下来，一听这话又有些想哭。黄姐，别怕，过了这一遭，以后的事从长计议。李华银摸摸他的头，又转向白景：我知你对小红儿情深意重，我只有一句话，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你们都可以来找我，我来解决。但是不管何等境况，你绝不能抛下小红儿，不然的话……李华银话未尽，但眼中的寒意和杀气却赤裸裸。白景直接跪下指天发誓：若我白景今生对元昭殿下不忠，便生无宁日，死后堕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李华银微微抿唇，看着只将自己身上戴着金银首饰全部取下，放到李红印手中。黄姐，身边兰溪也将带着的钱袋子拿给李红印。英石、英妃几个也是一样，好歹也凑出来不少多东西。李红印捧着一大堆金银珠宝，眼泪簌簌落下。面前突然出现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放下一沓银票。李红印抬头，竟是一直站在众人身后未发一言的江兆野。他面色如常，只对着李红印一颔首。李华银微讶看了一眼江兆野，实在没想到他不止不阻拦，还拿出银票来。只是此时不是废话的时候，他将李红印从地上扶起来，细细叮嘱：和亲队伍明日一早便会出发去到嘉木城，在那边停留3天，留下兰溪和护卫队便会远离返回。你一定要记得躲避。等我们离开之后，这里便再也没人知道你是谁，到时你想去哪里便能去哪里，只是千万记着，若有解决不了的麻烦，一定告诉我，多给我写信。李华银说着，声音便有些哽咽。李红印重重的点头：我会好好照顾自己，黄姐也一定要安好。说着，兰溪也上前与李红印抱在一处，不多说话，却只默默流泪。这么一会儿，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城中到处已经点灯，街道上游玩的男男女女更多，四处也喧嚣起来。好了，我们这一大群人太过显眼，再拖下去让人多眼杂。江兆也站出来沉声道。李红印这才依依不舍地与白景离开，只是走出几步，又突然跑回来，一把抱住了李华银。李华银眼中泪珠落下，紧紧回抱住李红印：一定要珍重自己。李红印泪眼婆娑与他对望，看了他身旁的江兆也一眼，凑近李华银耳边说道：黄姐，花开堪折直须折，江将军真的很好，我愿着你能幸福美满。说着他便转身跑开，两人身影渐渐远去。李华银又怔怔站了好一会儿，江兆也走到他身边，轻声道：你今日累了，回去休息吧。李华银点点头，一行人往回走。街道上行人如织，处处敲锣打鼓，满是欢乐节庆的氛围。只是李华银早已无心游玩。回去之前，众人还在街上的饰品摊子，一人买了一个小巧的节日面具，有的遮上一只眼，有的遮上半张脸，有的整张脸全遮上。到了驿站，果然无人多问。李华银又说要与小红儿同睡一屋，便直接将戴着面具的兰溪带到了房中。夜里食不知味的吃了顿饭后，李华银坐在烛台前发呆，不知这时小红儿在哪里，用饭没有，睡的什么地方，害不害怕？他正出着神，门外海月端着托盘进来：殿下，方才江望送来了这些东西，说是江将军让送的。托盘放在桌上，李华银一看，竟是精油、香膏和丝帕，这才想起来白天里自己说要将手腕上的绞丝镯取下来时，江兆也那失落的眼神。李华银纤长手指抚上温凉的绞丝镯，两只各自分离又难以拆分的碧玉细条叮叮一响，煞是好听。李红英那句花开堪折直须折犹在耳畔。重来一次，连小红都这般勇敢，重新选择了自己想走的路，那他又何苦龟缩不前呢？罢了，既然已经带了，那便带着吧。李华银语气淡淡，却带着几分自己都没察觉到的轻松。海月面上隐隐有些笑意，应声称是。第二日，李华银坐到李红印马车上，陪在兰溪身边，防止中间出什么差错。两人一路无话。在离家木城越来越近时，李华银看着兰溪戴着面纱的侧颜，轻声道：兰溪，回京之后我会照拂你的家人，除此之外，你可还有别的愿望？兰溪转头看向李华银，露在面纱外的眼睛浮起一层温柔的光芒。殿下，已经有人许给我承诺了。李华银一怔，想到了什么，却又有些不敢相信，问道：皇兄？兰溪垂眸，笑着点头。得到肯定的答案，李华银心中五味杂陈。皇兄啊，原来你终究也是舍不得的。想到李红印与他夜谈那日提起皇兄便怅然的表情，李红印轻叹一声，可惜小红儿永远不会知道了。思及此，李华银眉心一蹙，何止是李红印不知道，就连他若不是今日有此一问，亦是对此事一概不知。
李华莹看向平静的兰溪，开口问道：“可是，若小红儿真就这么去到博野市和亲了呢？”兰溪轻轻笑了一声，声音中带了些怀念。那位说过，若元昭殿下和亲博野市，他作为大寿的君主会很骄傲；若元昭殿下中途后悔离开，他作为红印的哥哥会很欣慰。退路就在身后，全凭公主抉择。话音落下，李华莹眼眶泛红。原来皇兄在所有人之前，早早便为小红儿铺好了后路。他是他们的皇兄，亦是大寿的王，在王朝尊严荣辱和他们之间，他小心翼翼地为他们留出了一番天地。他心中那对皇兄升起的芥蒂似乎消散了许多。李华莹抬头想问兰溪心中是否有怨，却看见他眼中怀念里夹杂着淡淡的温情和如沐。李华莹心中一动，咽下了嘴里的话。他似乎知道了兰溪此时此刻仍能安之若素的原因，那是他心中的爱给予他的力量，即使是无望的爱。正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尖利的鹰鸣，翅膀拍打的呼啸声似乎就贴着车顶而过。李华莹和兰溪都是一惊。外面江兆也驾着马便到了马车之前，冷声斥道：“何人无礼？”外面传来一声低沉中带着调笑慵懒的声音：“镇远大将军，别来无恙啊！”“是你？”江兆也与那人似是相识。“本王来接王妃，剩下的路便不劳将军相送了。”第96章回应。这时，外面礼部尚书的声音响起：“按照规矩，和亲仪仗队本该将元昭殿下送出嘉木城，但博野大王子既已前来迎接，那自然是入乡随俗。”李华莹与兰溪对视一眼，察觉到他眼中的紧张。李华莹拉住他的手，安抚的一握。外面滴答的马蹄声愈近，江兆也的声音响起：“长公主殿下，请先下车。”车帘被轻柔撩开，露出江兆也半张脸。李华莹又与兰溪相拥，在他耳边说了声“保重”，才提起裙摆下车。江兆也稳稳扶住他。他在场中扫视一圈，一眼便看见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个男人，一张脸生得极俊美，浓眉深眼带着异域风情，一头浓密的发辫上缀着狼牙和鹰羽，整个人看起来邪肆不羁。这便是博野氏大王子博野胜。博野胜这时一双眼紧紧盯着车里的兰溪，在看清那双镇定中带着丝丝紧张的微红双眼时，车帘缓缓落下。博野胜嘴角张扬一勾：“找到你了。”只一瞬间，他倏地飞身过来，车帘还未落下，便被他一手挥开，一双鹰眼里带着浓厚的兴味，仿佛猛禽锁定了猎物。“是你？”兰溪看清他面容，恍然惊觉是垂丸城中那个撞倒他的男人。“看来你还记得我的王妃。”博野胜面上笑容更深，却看起来更加危险。兰溪不由得撑着身体往后退了退。博野胜一挑眉，猛然欺进长臂一搂，便将兰溪揽在怀中。兰溪还没反应过来，身体便是一阵失重，耳边风声呼啸。他刚准备推去的手，瞬间便下意识抓紧博野胜胸前的衣服，头顶却传来一声轻笑。兰溪紧闭着眼，感觉到身下一实，一低头，他正被博野胜揽住，坐在马上。博野乘马鞭一扬，马儿便已奔出数尺，只留下一句：“本王的王妃累了，本王要带她先行回宫。”烈烈风声里，兰溪的心越跳越快，手指也越抓越紧。他从没在马上奔地这样快过。头顶的博野胜突然低头，在他面上一吹。兰溪不自觉眯起眼，疑问地看向他：“你抓疼我了？若是这么喜欢狼牙，我明日为你再猎来。”风声中，博野胜扬声道，胸膛也随着说话声震动。兰溪一惊，这才发觉自己的手不只抓住了他胸前的衣服，还紧紧攥着他发上坠下来的一颗狼牙。兰溪忙松开手，不敢再抓着。博野胜低头看他一眼，马鞭一扬，马奔得更快。兰溪身体摇晃，只好小心地抓上他腰间的衣服，感受着腰上小小如同狼崽抓挠的力度。博野胜嘴角一勾，兰溪垂着头，感受着他胸膛的震动，耳尖慢慢的红了。夜色降临，嘉木城驿站，李华莹站在2楼，看着远处墨色翻涌的天空。要下雨了。身后传来江兆也的声音，李华莹并未回头，只低声嗯了一声。江兆也上前与李华莹并肩而立：“白景从小与我一起练武，他是个痴人，亦是个强者，元昭殿下在他身边不会受苦的。”江兆也低声道。李华莹点点头，仍是不语。江兆也微一抿唇，接着说：“此前8年，我与博野胜有过诸多次交手，他看起来浪荡不羁，却是个正心明性之人。兰溪是他的王妃，定不会被亏待。”李华莹又点点头，两人之间一时无言。半晌，李华莹才转过头看向江兆也：“我是大寿的长公主，此事万一败露，皇兄不会把我怎么样。”江兆也抬眼：“自然，可你是护送和亲的将领，一定会被牵连降罪，更何况皇兄本就对你。”说到这里，李华莹顿住看向他：“你难道没有想过这些吗？”“想过，但是不重要。”江兆也回答得很快，
面上还带着淡淡的笑容，仿若两人不是在谈论他的前途命运，而是在聊些闲话。不重要，我从前没能保护好你，才叫你吃了好些苦。如今你只不过是有个小小的愿望，我若还不能满足，反而横家祖，倒不如死了。江兆也说着，不知是想起什么，眼中莫名多了几分戾气。李华莹怔怔看着他，眼中泪光闪动。江兆也只垂眸一笑，温柔用手指拭去他眼角泪珠。殿下心之所指，臣万死不辞。李华莹抬手握住江兆也的大掌，轻轻摩挲，触感温暖干燥。江兆也，我们成亲吧。江兆也随着他话音落下，眼睛越睁越大，面上同时流露出怔愣、震惊、惊讶、狂喜。李华莹看得扑哧一笑，他还从未见过一向冷峻持重的江兆也这么明晃晃地显露出这么多情绪。殿下说的可是真的？江兆也惊喜极了，一双眸子亮若星辰，反手便握住李华莹，抓着他的手。李华莹歪头一笑，逗弄道：“是不是真的呢？”江兆也见他这模样，脸上便露出笑容，一把便将李华莹紧紧搂在怀中。殿下，我的殿下！李华莹被他满满环住，浑身都被他身上的草木烈香包裹住，耳边是他胸膛里跃动如鼓雷的咚咚心跳声。我在。李华莹微微闭眼，轻声应道：“这么多年从无回应的爱，很辛苦吧？”江兆也松开李华莹，一双眼仿若第一次见他一样，将他上上下下的看了个遍。李华莹被他这炽热眼神看得有些羞窘，在他胸膛上敲了下。江兆也只喜滋滋的又搂住李华莹，揽着他便直接转起圈来。李华莹抬头看向他，江兆也一垂眸望着李华莹，眸中只他一人，柔情似水。和亲队伍在嘉木城又停留一天，暂作休整，便掉头回京。回京的路亦是同样漫长，来时从春日走到夏末，回时从初秋走到霜雪。待他们再回到盛京，已是大雪纷飞。第97章小野。盛京的第一场初雪纷纷扬扬落下，冬日里人们不再劳作，歇息着一年的疲惫，迎接春节和新的春天。公主府天狼阁，李华莹整个人缩在宽大的狐裘中，坐在支起的小窗边，抿着热乎乎的蜜枣血燕汤，看着院中的场景，咯咯直笑。雪狮，咬它！院中4只狗正在雪地里撒欢，不过1年时间便都长得有半人高，极其威武的模样。这时雪狮一听李华莹命令，嗷呜一声就往旁边扔球陪玩的高大男人身上扑去。剩下3只雪狼墨卢、金卢也嗷嗷叫着跟着扑过去。1岁的狗儿本就是贪玩的时候。男人被狗儿16条狗腿扑到雪地里一顿打闹，再爬起来时已经满头满身的雪花。李华莹见状忍俊不禁，笑出声来。看来我的狗儿当真勇猛，连镇远大将军也是不敌啊。江兆也拂去面上的雪，面上笑容无奈又宠溺。殿下。李华莹只一歪头，笑得肆意。旁边金卢又甩着毛茸茸的大脑袋往江兆也身上拱，他单手一把搂住金卢的头，另一只手将他的长毛揉得乱七八糟。金卢呜呜的抗议，江兆也在他脑壳上一敲，自己玩去。说着，他边往房中走边拂去身上的雪花。屋中生着炭火，暖融融的带着一股淡香。李华莹笑看着他走开，将怀中手帕往前一丢，江兆也只轻松伸手一捞，便将帕纸攥住。你面上许多雪水，擦一擦。江兆也闻言嘴角一勾，却将手帕小心地叠好放入怀中，又从袖袋中拿出一方靛蓝金帕，这才毫无顾忌地擦起脸来。李华莹轻轻哼了一声，嘟囔了句：“哪里用得着这样？待殿下驾驭我。”江兆也在桌边坐下，面上隐隐带着笑意，说了句半截的话。李华莹却莫名面上有些热，她轻咳一声，移开目光道：“你明日可有空闲？”有。江兆也答得极快，仿佛是怕李华莹收回这句问话。那明日你随我去个地方。好。江兆也眼眸晶亮，比之院中的4只犬儿还要更雀跃盘。第2日天中山下，江兆也、李华莹并肩而立，面前是看不见尽头的千年梯。这梯子皆由整块玉石铺就，泛着淡淡的青色，通透如天梯。殿下昨日说的地方，就是来登千年梯？江兆也委实没有想到，问道。李华莹看着这条上辈子他曾无比渴望与林怀远同登的千年梯，轻轻呼出一口气。小也不愿意。江兆也一听这称呼，一张脸顿时变得通红。自从上次有次李华莹在江兆也送他的金锁背面看见小野2字，得知这是母亲取的乳名后，总爱这样叫他。他一个大男人被殿下这样唤着，实在是有些羞耻。愿的，那便走吧。说着，李华莹便踏上了第1层阶梯。虽说昨日才落了雪，但这阶梯应当是有专人清扫，上面干干净净，并无积雪和水痕。但江兆也仍踏步跟上，抬起手臂道：“殿下扶着些，小心脚下。”李华莹转头看着他垂手担忧的模样，轻轻一笑，点头。两人就这么相携登峰。
路上清静没有游人，漫长看不到尽头的千年梯上，只有2个身影相互依偎着往上走，一道高大，一道纤细，却看起来格外相称。李华莹慢慢走着，看着林间的雪松，鼻端尽是清冽的空气，她不由得吸了吸鼻子。江兆也见状，从怀中掏出一顶毛茸茸的兔皮帽，旁边还俏皮地缀着2颗白毛球。殿下戴上帽子，免得伤寒头痛。李华莹一怔，没想到他竟还特意为她戴了顶帽子。他抬头扶上帽子上柔软的软毛，笑道：“你为我戴上。”江兆也眼睫一抖，便小心取下他发边的金钗，再将兔毛帽细致地戴在李华莹头上。那一圈毛茸茸的纯白兔毛包裹着李华莹艳若桃李的面容，更衬得不似人间颜色。李华莹见江兆也没了动作，疑惑问道：“怎么了？”“无事，帽子有些歪了。”江兆也故作镇定地答道，又小小地调整下帽子位置，两人才重新往上走。山中寂静，冬日里连飞鸟鸣啼也无。只是两人走着走着，忽然听见前方一阵喧闹声传来，两人停住脚步，江兆也一只手虚虚拦在李华莹后腰，将李华莹挡在身后。从御阶之上很快下来一群破衣烂衫的汉子，寒冬腊月里个个满头大汗，手里还都拿着铲子之类的工具，原来是负责铲雪洁净千年梯的徭役。那群人本干完工作，正3、5一群的闲聊下山，却一眼便见着御阶上站着的一对璧人。男人高大挺拔，面上虽没什么表情，但一身的气势却极具压迫感，令人不敢直视。那女子被男人挡住大半，只隐隐看见衣线绛红衣摆，便令人遐思无限。领头的汉子当即反应过来，这必定是他们万死也不能得罪的贵人。他直接腿一软，便对着两人跪下来，身体匍匐在地，却又不知该如何称呼，只小人小人的结巴着。江兆也看着微一皱眉，看向身后江望。江望随即便2步上前道：“可别废话了，赶紧下山，别挡了我们将军的道。”那汉子急急点头，招呼着后面的人，便直接跳下御阶旁的山林雪地，从山下奔去。后面的人也都一窝蜂地跟着跑，活像是后面有狼在追。只是这群人作鸟兽散之后，原本的御阶上还跪着一个驼背的人。那人骨瘦如柴，蓬头垢面，露在外面的手如鸡爪便不正常的扭曲着，一双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江兆爷与李华莹。江兆爷目光落在他身上，只一瞬间便认出来了面前这个疯子样貌的人。那人也感受到江兆爷的视线，他突然咧开皲裂发白的嘴唇笑了：“你认出我了？”第98章气势。林怀远，你好大的胆子！江兆也长眉微压，低沉的嗓音中带着危险的味道。李华莹听见这话一怔，从江兆也身后站出来。林怀远见状，有些慌张的想从地上爬起来，他不想跪着见到李华莹，尤其还是在江兆也的面前。可是变形的手指和无法直立的脊背，让他短时间里根本无法站起来。一时情急，林怀远一用力，竟直直摔了下去，下巴在玉阶上狠狠一磕，一只带血的牙齿摔了出来，伴随着剧烈的咳嗽。江兆也大掌一挥，挡住刚站出来的李华莹半边身子，仔细捂了裙摆。李华莹点点头，看向地上的林怀远，一个高贵华美如神仙妃子，一个匍匐在地如丧家败犬。林怀远眼中情绪那样复杂，痛苦、怨恨、后悔、渴望、嫉妒。李华莹见他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也是一惊，实在没想到他竟能被搓磨成这副模样。不过出乎他意料的是，以前的他若见到这副场景，必然只觉畅快。可如今他被江兆也仔细护在身侧，见到林怀远这惨状，却只觉厌烦。他如今已经不需要通过报仇来完整自己。林怀远好容易才止住咳嗽，仍狼狈地趴在地上，仰头看着李华莹：“殿下，我是你的丈夫啊，嘿嘿。”他如泣如诉，说得快乐又咳起来：“你应当与我同登这千年梯，我们要永远在一起。”你说什么疯话？李华莹眉头刚皱起，江兆也便已经无法忍受，冷声呵斥。林怀远目光转到江兆也身上，看着他那样高大坚实的身躯，那样不凡的气质，再低头看看自己，连圣经街上的乞儿都比他要体面些。林怀远嗓子里发出怪笑，扭曲如鸡爪的手掌往前伸，似乎是想抓住李华莹的裙摆。江兆也直接飞起一脚，将他狠狠踹开。林怀远身体重重撞在玉阶上，嘴角隐隐有些血迹，可他却还是怪笑，盯着江兆也道：“你有本事杀了我呀！”江兆也闻言上前2步，眼神森寒的与林怀远对视，毫不掩饰眼中暴戾的杀气，如嗜血的野兽择人而食。林怀远在这样的眼神之下，手指开始不自觉的发抖，求生的本能让他下意识的躲闪眼神避开。呵，江兆也轻笑出声，意味讥诮。林怀远却好像被踩住尾巴的老鼠一样，尖声叫道：“杀了我！你有本事杀了我呀！”江兆也蹲下身，冷冷俯视着地上面容扭曲的林怀远：“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谁还能看出你是曾经那个从江都一路考到圣经的魁首状元郎？
他嗓音极低，却让林怀远的叫声如同被掐住脖子的鸡一样戛然而止。林怀远开始呼吸，惨白的脸色开始越来越红，一双眼睛更是几乎流出血泪。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他如同癫狂一样喃喃着。江兆也垂眸看着他，眼神中带着凛冽的冷芒。你想死，却连结束自己生命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人也配得到解脱？林怀远疯狂的模样僵住，他呆呆地看向江兆也。江兆也嘴角一勾，说出的话却如同寒剑阴风一样，让人不寒而栗。我自然想把你大卸八块，但这是殿下为你选的结局，我自然不会让自己的欲望凌驾于他之上。你就这么活着吧，生不如死，地下人间的地狱吧。林怀远仍如痴傻般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江兆也起身，对上李华莹略有些疑惑的眼神，他并没有听见他低声说的那些话。江兆也只伸出手臂扶住他，温声道：殿下，我们接着登梯便好。李华莹眼中也蕴出浅浅笑意，颔首搭上他的手臂，再没看地上的林怀远一眼。待两人已经走出好远，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泣血般的悲鸣，悲痛又绝望。李华莹被吓得一惊，诧异看了江兆也一眼。他实在没想到林怀远那样油盐不进、自以为是的人，竟然能被江兆也三言两语激成这样。他倒是还真小看了他些。江兆也却只抬手温柔轻抚他后背，缓解他惊吓的情绪。两人对视一笑，约莫走了3个时辰，两人才终于登顶。这天中峰果然不愧为一大奇峰，山间处极细窄，只能站下2个人。从山涧呼啸而来的寒风让李华莹打了个寒噤，江兆也当即便解开大氅将李华莹裹住。李华莹身量纤细，整个身体都被紧紧包裹住，她感受着江兆也身上火热的温度和紧绷的肌肉，没忍住轻笑出声：你身上可真热。江兆也低头看着李华莹盛在一圈柔软兔毛中的小巧脸蛋，脸登时一红。殿下，你知道天中峰的传闻吗？江兆也垂眸看着他，摇了摇头。他自小便去了边关，对这些事自然不大了解。传闻中有情人若登上天中峰，便能恩爱白头，做妻室，恩爱夫妻。李华莹专注地看着他说着，目光中细碎光芒流动。江兆也微微一怔，随即便温柔笑起来：殿下啊，我的殿下啊！李华莹歪头轻笑：小野呀。江兆也眼中流露些羞涩，抬手轻揉理好李华莹额边碎发：70世怎么够呢？我要和我的殿下有70世、700世才好。你可真贪心呢，和殿下的话怎么都不嫌多。那我们日后再来多登几十回千年梯吧。江兆也，殿下饶命！待两人下到山腰时，李华莹带着江兆也进了天中寺后山。殿下，你今日如此劳累，怎么不在寺中歇歇脚？江兆也目光隐隐带着揪心，李华莹面色已经有些白。这一趟登峰对李华莹来说实属是极大的体力活了。李华莹只摆摆手，声音有些倦乏道：我们既与上天定了盟约，便也要在人间定下盟约才能作数。江兆也闻言，心中已有了些猜测，只是见李华莹这疲累模样，他实在心疼。殿下。什么？李华莹转过身，便直接身体腾空，落入一个温暖坚实的怀抱。江兆也竟是直接将他打横抱起来，在这么多人面前，江望还哦地叫唤了声，应声几个也是满脸亚色，捂住了嘴。李华莹面色微红，微微挣扎了下。你怎么？我自然不能让未过门的妻子累坏了。第99章圣旨。江兆也微微垂手，在李华莹耳边低声说话，温热的气息拂在他耳畔，李华莹身体不由得轻轻一颤，面上更红。江兆也察觉到，嘴角微微勾起，只将李华莹抱得更稳向前走去。走了不到2刻钟，山林中便隐隐见着乌羽和侍卫。还不快把我放下来！见江兆也还抱着他如闲庭信步般往前走去，李华莹有些羞恼地扯了下他衣襟。江兆也这才慢慢将他放下，看着还有些依依不舍。李华莹脸蛋微红，整理了下衣服。两人拐了个弯，前方便是一座隐于山林的府邸，颇为古朴。门前侍卫十分警觉地看过来，见是李华莹，便垂手行礼：我带江兆也来见父皇。李华莹淡声道。那侍卫应声，便转身进去通报。江兆也观其身形脚步轻重，便看出这是个高手。殿下。李华莹转过头，对上江兆也竟罕见流露几分紧张的黑眸：来拜见太上皇。我这跋涉1天的模样，会不会太过失礼？李华莹一只手托着下巴，上下打量了他一下，看得江兆也喉咙滚动了下。这是登上天中峰的证明啊，怎会失礼？李华莹狡黠一笑。这时侍卫也来请他们进去。这府邸外面看来简单，内里却别有洞天。在这冰天雪地之中，院中竟还有繁茂花朵果树，实乃奇景。两人由侍卫领着，穿过层层游廊房屋，才终于到了。李华莹站在虚掩着的屋门外，心中莫名有些激动。他与身边江兆也对视一眼，两人一齐迈步进了房间。房中温度适宜，
燃着淡淡龙涎香的味道，令人安心。父皇，李华莹一见到坐于窗边须发皆白的硕文帝，声音便带了哭腔扑了过去。硕文帝面上带着淡淡笑容，张开手稳稳接住李华莹。小脚来了。李华莹抬起头，红着眼点头。父皇这些时日可好？在这里可还住得舒心？硕文帝抬手轻抚他背后的长发，声音虽苍老，却也稳健。好着呢，这里清静，也能与你母妃做个伴。李华莹抿着唇点头。当年沈贵妃救驾身死后，最后的遗愿便是葬于天中山。见两人叙旧完，江兆野便适时的上前行礼。小子江兆野见过太上皇。硕文帝目光慢悠悠落在江兆野身上，面色未变，却眼神中却多了抹审视和压迫感。我倒是没想到，那你小子从小还存着这样的心思。江兆野垂手恭敬道：“是小子的福气，这是刚从天中封山下来。”是。硕文帝闻言却转开了目光，苍老的脸上有些怅然和怀念。父皇对上李华莹担忧的眼神，硕文帝释然道：“当年我与你母妃欲登峰，却山高无路而返，如今千年梯城，你们二人登上此峰，也算是全了我的念想了。”江兆野闻言，嘴角隐隐勾起。硕文帝见他这样，却哼了一声，倒是便宜你小子了。李华莹有些羞，拉着硕文帝的袖子撒娇道：“父皇，角儿今天来是想求父皇为我们赐婚。”硕文帝扬眉，手掌在李华莹手上轻轻拍了拍，当真想好了。李华莹与江兆野对视一眼，眼中不自觉流露出笑意，转头便对着硕文帝坚定点头：“这一次不会错的。”江兆野也随之跪下，恳切道：“江兆野此生绝不负殿下，求太上皇赐婚。”硕文帝看着，笑着叹了口气：“小角，父皇今生已经没有什么牵挂了，至于一个你让我揪心，这一回若是再有人敢让你伤心，不要再自己生扛了，告诉我和明达来为你做主。”硕文帝说着，声音中带着些颤抖，一时之间就像寻常百姓家的年老父亲一样。李华莹眼泪夺眶而出，原来父皇什么都知道，他这样担心，却从来不干涉自己，只让他随着自己的心意来。父皇，角儿不会这样了。硕文帝轻轻拭去李华莹腮边的泪珠：“哭什么呢？我的小角这样漂亮，以后可不能再轻易掉眼泪了。”李华莹含泪笑着点头应声。硕文帝又看向面前跪着的江兆野，轻咳了声道：“我且问你，你们婚后你要住在何处啊？”江兆野闻言，瞬间眼中露出喜色，又赶紧压下嘴角，沉吟道：“我父母早已过世，姑父姑母有堂兄奉养，若是殿下不嫌弃，我孑然一身，自然是愿意随殿下入住公主府的。”硕文帝眼中多了几分满意，只是看江兆野仍哪都不顺眼。“你日后可还要出京任职？”江兆野立即表态：“有了殿下，我自然哪也不去，只留在盛京。”“这倒也行，不过……”硕文帝还想再说，李华莹却拉住他：“好了，父皇，你怎么揪着他问个不停呀？都不和角说话了。”硕文帝噎住，瞥见江兆野眼中的笑意，只恨铁不成钢的在李华莹额头上轻点，还没成婚就心疼上了。父皇，李华莹当日与江兆野在天中山歇下，第二日才下山，同时带下山的还有太上皇与护国长公主同镇远大将军的赐婚圣旨。坊间对此消息皆津津乐道，护国长公主二嫁，如意郎君还是平定西疆的战神镇远大将军，实为美谈。不过也有不少市井传闻，拿护国长公主的头任丈夫林怀远与镇远大将军江兆野相比，口口相传中多了几分桃色意味。再有盛京的无数世家贵族小姐，有不少都仰慕江兆野的。他身负威名，相貌堂堂，又孔武有力，还上无父母长辈侍奉，下无姬妾外室烦扰，真是个十全十美的如意郎君。不少贵女听闻此消息后，私下里都泪洒衣襟，可谁也不敢同护国长公主争。这日护国长公主门前整整齐齐摆了4个大箱子，同一封信。小厮急忙带着信奔进去禀报。第100章喜堂。李华莹正在与英石看秀的样子，外面陆英拿着封信进来：“殿下，咱们府外面让人送来4个大箱子，却不说送礼之人，只留了封信在。”李华莹一挑眉：“拿来我瞧瞧。”旁边英妃惊讶道：“还有这样的事？莫不是谁来和殿下订婚呢？”陆英将信纸拆开递过来，李华莹打开一看，一行有些眼熟的俊秀字迹，细细一看，竟是林恩池写来的信。原来当日他已经随沈洪权大军去往西疆，如今已经有了品级，是营中校尉。当日殿下与我银2傍身，恩池无能，如今只能以这些西疆特产同财物，尽数奉上贺殿下新婚。李华莹看完也有些感慨，没想到当年不过与他说了几句话的功夫，竟还能有这样的结果。毕竟李华莹记忆里，上一世的林恩池直到最后也不过是个在后院里足不出户考不出去的读书人，如今这一世不过一场因缘际会，他竟有了这一番造化。英石几个看了信也都啧啧称奇。林三公子当年总一副畏畏缩缩的可怜模样，又常被林母欺辱，
谁能想到殿下一番话，竟他也终于有了自己的一番天地？可不是，说明那林家就是吃人的魔窟，若是不离了，神仙也要耗死在里面。倒也难得林三公子是个知恩图报的，如今也知道念着殿下。李华莹笑着点点头。无论如何，这一辈子又多了一个从泥潭中挣脱出来的人，总是好的。这时，那4口箱子也尽数搬了进来，打开一看，里面3口都是西疆的各色特产，剩下1口是西疆的布匹，各式女子衣衫同首饰钗环。虽不十分珍贵，但也看得出来极用心挑选。李华莹看得喜欢，他倒是个有心的。英妃也将东西拿出来展示道：“是了，想来左右不过1年，林三公子手上哪里有钱，却还搜罗了这么些东西，可真是没得说。”李华莹看得喜欢，当即便到了书桌前，提笔写了封回信。信才将写好，陆英拿了出去。海月又匆匆进来：“殿下，圣上赐下了许多贺礼，这时正要搬进来呢。”李华莹一惊，这都赶着今日了。流水一样的海口箱子一箱箱往里搬，足足搬了半个时辰，堆满了西河院好几间屋子。李华莹过去粗粗一看，这边满满一箱子的金元宝，那边满满一箱子绫罗绸缎、首饰头面、文房四宝，各色珍奇玩意儿看都看不过来。李华莹看得眼花缭乱，停下脚步，不再往前。旁边一口箱子被海月打开，惊起一声低呼。李华莹看过去，却见那是一箱子书，最上面一本赫然写着“合欢戏”。李华莹面色一红：“皇兄怎么还赐下些这些书？”海月急忙将箱子合上，见李华莹这模样，又解释道：“定是内务府准备的，这都是成婚必备的。”李华莹还未说话，外面陆英又匆匆进来：“殿下！”李华莹扶额：“又怎么了？”江将军送来了好些料子和10位花月绣庄的绣娘，说是来为殿下绣制嫁衣。李华莹一怔，倒是没想到江少爷还能想到这一层。请进来安顿下吧。海月应声出去。殷实则惊叹道：“江将军怎知殿下正想着绣娘一事？这档口便花月绣庄的绣娘送来了，还是10位。”英妃也奇道：“这花月绣庄可不是普通地方，江将军常年居于西疆，竟能请来10位花月绣庄的绣娘，当真了不起。”确实如此，这花月绣庄并不只在大朔境内，而是一家横跨大朔博野氏族的绣庄。绣庄背景神秘，但其中绣品却是一绝，更是天下第1大绣庄。不知有多少圣经宗父闺女，花大价钱都难以请动花月绣庄的一位绣娘。江少爷却是直接送上10位，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李华莹这边在赶制绣衣，江少爷更是每天喜上眉梢，上朝下朝3句话离不了李华莹，身上还总带着一包一包的喜糖，遇上人乐呵呵的讨句祝福，再将糖送出去，以至于诸位大臣原先见惯了他的冷脸，如今看他这春风满面的模样，都有些瘆得慌。别说同僚，就是江于川都有些受不了江少爷。堂兄，这日两人刚碰上，江于川转头就想装作没看见离开，可惜江少爷身手那样了得，身形一错便到了江于川面前。江于川动作一僵，脸上露出个笑：“原来是少爷，这些日子你我兄弟见得确实是勤快了些。”江少爷闻言却是笑着摇头：“堂兄哪里的话，我不日将与殿下成婚，要搬去公主府与他同住，到时候你我兄弟可就难见面了。”呵，江于川这话不知听他说了多少遍，耳朵都快起茧子了，只能无言讪笑了一声。江少爷每得到回应也似乎不恼，只笑着从袖袋里拿出一个鼓鼓囊囊的金线荷包：“堂兄尝尝，沾沾喜气，这可是我与殿下一同选的喜糖。”江于川无奈地看着他，江少爷见他没动作，便直接拉住他的手，将金线荷包强硬塞到他手里，又拍了拍：“堂兄记得吃。”江于川默然看着手中的金线荷包，这已经是这个月第7回了，再吃下来怕是都要生虫牙了，连家里的朗哥都吵着说爹爹不要再买这个糖了。可这哪里是他能保证的，他这个大将军弟弟如今跟个宋唐童子一般无二。正这时，前面孟庭简经过，江少爷眼睛一亮：“堂兄先行，我与孟兄说说话。”江于川眼见着江少爷刚走过去，孟庭简大惊失色，便转身要跑，却被江少爷直接一手拦回来：“孟兄这是要往哪里去？”见着孟庭简那微微抽搐的嘴角，江于川扶额无奈一笑。时间一晃而过，转眼便是草长莺飞，春夏交际之时。这日可是有件大事，自天蒙蒙亮，那霞光万丈的早霞便让盛京百姓拍案称奇。这样好的吉兆，岂不是预示着护国长公主和镇远的将军的结合，还是大吉？再别说那敲锣打鼓绑着大红花流水一样抬到公主府的聘礼，简直让人目瞪口呆。就连坐于的云亭会上，孟庭简都瞪大了眼睛，惊道：“于川兄，你这堂弟了不得呀，瞧这气派，莫不是把你府里也一块搬空凑了去？”第101章大婚。江于川闻言有些失笑，看着下面骑着高头大马意气风发的江少爷游街而过，目光又柔和下来：“
你可知花月绣庄的主人姓白？孟庭简不大明白，问道。花月绣庄背景那么神秘，你如何得知？随即又反应过来，不对，这与花月绣庄有什么关系？江于川端起茶杯轻抿，瞟了他一眼，淡声道：赵野的母亲也姓白。孟庭简眼睛瞬间瞪大，一口茶水喷出来。什么？江于川有些嫌弃地放下杯子，甩了甩袖子。孟庭简已经不可置信的几乎破音，所以花月绣庄是江兆野的？他这么有钱，还去西江那鬼地方挣什么功名啊？江于川闻言轻笑，垂眸摇摇头不语。情之一字难解啊。不过幸好他的执着能开花结果，如今也算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公主府西河院，李华莹面上妆成，因时举起缀满珠翠的凤冠小心戴在李华莹头上。她的容颜丝毫没有被分华富丽的凤冠压住，反而被衬托得更加雍容华贵，如一幅浓墨重彩极重工的美人图。李华莹看着镜中凤冠霞帔的自己，忽然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曾经的那些过往慢慢淡去，新的记忆覆盖上去，一切都那么令人雀跃。外面鼓乐齐鸣之声渐近，李官高呼：及时到！龙凤呈祥的红盖头盖上，李华莹垂目被殷实扶起来，一道熟悉的气息袭来，扶好。随即他身体一轻，被人稳稳地背在背上，一如孩提时候一样熟悉。李华莹趴在他宽阔的肩膀上，哽咽唤道：皇兄。李明达稳健的脚步一缓，低低应了声：皇兄在。李华莹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上辈子出嫁，李明达也是这样背着他上了花轿，那时他还不是硕武帝，只是他的皇兄。他本以为这次他要自己走上花轿，毕竟他与皇兄之间似乎已经有了些看不见却存在的厚厚壁障。他本以为皇兄再也不是他的皇兄了。傻角儿，出嫁这样的好日子，哭什么？李明达的声音传来，李华莹轻轻抽噎了下，抬手将李明达肩膀搂得更紧。我以为皇兄不会来，我也以为角儿还在怪皇兄。李明达声音有些沉闷，李华莹声音中带了些委屈，早就不怪了。早在西江，在兰溪说出那句退路之后，他便不怪皇兄了。皇兄有他的无奈，亦有他的情谊。正这时，外面喧闹声猛地一大，李明达正跨过门槛，他们到了府外。角儿要过得开心喜乐，皇兄永远都在你身后。热闹的吹打声和嘈杂的人声中，李明达声音低沉温柔。他轻轻将李华莹放在地上，一只着红袍的手臂便出现在李华莹盖头下的视野里。殿下，臣来娶你，是江兆野。他的声音总那样让他安心。李华莹将手搭在他手臂上，江兆野另一只手附在他手上，扶着他上了花轿。殿下抬脚。江兆野凑近李华莹耳边轻声提醒，李华莹便迈步跨过地上车架，却引得周围笑闹声愈大。李华莹察觉到江兆野附在他手上的大手火热，还带着微微的颤抖。他在紧张，他心中不免好笑，又带着惊讶。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镇远大将军，竟在一群百姓中间紧张成这样。殿下低头。可尽管如此，入花轿时，他仍在他耳边低声提醒到了一句，抬手在他头顶上虚虚护着。李华莹垂手进了花轿，虽说成婚后是江兆野入住公主府，可按照礼制，他仍要坐上花轿，随迎亲队伍在盛京城中绕上一遭。上百人的队伍接着红衣喜庆的吹拉弹唱，江兆野骑着大马，马儿脖子上也系着红绸。江兆野一身红袍，昂头挺胸，神采飞扬，面上带着欣悦喜意，整个人都是按捺不住的心潮澎湃。江望几个跟在后面，手里都拿着大红筐，一大把一大把的往人群中撒喜糖撒喜钱撒荷包。周围的百姓都纷纷叫好去接，再折花往队伍里扔，荷花莲蓬、迎春花、凌霄花。队伍中人人一身花香，花轿上挂满了纷繁美丽的花朵，最后就连江兆野骑着的黑马身上都带着花。这是百姓送给这对新人最好的祝福。花轿四周，4只毛发蓬松的高大狗儿身上带着红丝带，雄赳赳的欢快走着，仿佛也知道今天是个好日子，看得百姓们都啧啧称奇。李华莹坐在花轿中，听着外面的喜庆的欢闹声和4只狗儿时不时的吠叫，嘴角笑意盛开。盛京城外护城河，倾斜河岸上，远看密密麻麻蚂蚁一样的小点正在四处移动。离近一看，原来是一队苦徭役，搬石块、挖河岸、补河岸。有人听见盛京城中隐隐传来的欢呼笑闹和奏乐声，疑问道：今日莫不是什么节日，怎么城里这么热闹？另一人擦擦脸得意道：你连这都不知道，今日可是大吉的日子，护国长公主和镇远大将军大婚，早晨那漫天的霞光没看见？嘿呦喂，还真是，说明这是得了天命的大好婚事啊！听说那聘礼连起来都能绕着盛京城走3圈，可惜了咱们贱民不能去观礼，不然贵人们手指头缝里露一点，也够我们发财了。两人惋惜聊着，却没注意到旁边身体僵住的林怀远。他手里的铁锄一松，砰的一声砸到腿上，又滚到地上，可他却丝毫不觉，
只赤红着眼睛喃喃重复着大婚。林怀远低头看着自己满是黑泥和皲裂的粗粝手掌，神情癫狂。大婚，那是我的妻，我的。说着，他呼吸越来越急促，竟双眼一翻白仰面便摔了下去。这一摔仿佛是摔入了梦境。他刻苦读书，金榜题名，赐婚公主，那样的志得意满，心比天高。殿下对他一见倾心，婚后情意绵绵，更是为他操持上下家事。无论是母亲还是景燕，都还健康，与殿下相处和睦。整个林府还是最初的林府，他也是那个被人捧着的天子家婿，少年英杰。第102章，洞房。在朝堂上，他是国之栋梁；回了林府，他是一家之主。殿下为他洗手做羹汤，母亲陪伴左右。景燕天真可爱，他便是连腰都不用弯，自有灵白为他打理衣摆。金樽美酒，山珍佳肴，绫罗绸缎，享之不尽。那些他曾以为最不重要的东西，如今已经是他最渴望却永远再也得不到的东西。梦中的李华莹那样美，望着他的眼眸柔情似水，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凤凰，而是浮在他膝上小鸟依人的解语花。正这时，一盆冷水从天而降，兜头炸开在面上，强烈的刺激让他猛然睁开双眼，脏污的水渍让他双眼刺痛，他不自觉地伸出手想去抓住些什么。殿下！可惜面前映入眼帘的是带着浅浅霞光的天空，以及几名徭役鄙夷不耐的神情。殿什么殿下？你小子做什么美梦呢？让你歇会你他娘的还睡上了，找死是不是？林怀远怔怔地躺着，耳边是粗鄙的谩骂，鼻端是腐臭脏污的味道。他伸出去的手扭曲变形，骨节粗大。林怀远仿佛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他将自己的手举到面前细细的看，旁边徭役不耐烦的抬脚踹在他腿上，耳朵聋了。林怀远却恍若未觉，只死盯着自己的手，惊恐大叫：这不是我的手，这不是我的手！这歇斯底里的疯魔模样将旁边的衙役吓了一跳，纷纷后退。这瘦鸡崽子发什么疯呢？不是脑子坏了吧？林怀远却趴在地上，举着自己的手癫狂喊着：我的手是用来读书写字的，我娘从小到大都不让干粗活的，我的手不是这样的，这是谁的手？谁的手？他叫嚷着从地上爬起来，驮着背一瘸一拐地往前跑，惊得徭役们都纷纷后退躲开。这不是我，我不是这样的，谁来救救我？这不是林怀远啊，我的人生不是这样的，我的人生啊！我是五品理正学士，我是当朝驸马爷，我不是徭役，我不是贱民。他扭曲的身形跑远，粗粝嘶哑的嗓音乌鸦一样狂叫着，十分刺耳。徭役们看着撇撇嘴摇摇头，轻松道：这是疯了吧，真好笑，没见过徭役修个河道也能修疯的。盛京城中迎亲队伍已送入公主府，喧闹间歇，但欢快气氛依旧不减。公主府中张灯结彩，宾客迎门，来往之间觥筹交错，笑语欢声。李明达坐于主位之上，面上带着淡淡笑意。江于川父母坐于副位，两人都笑得见牙不见眼。宾客们也在暗自咂舌。太上皇虽说在天中山颐养天年，可新帝依旧是把这位护国长公主宠到天上去了。明明尊为天子，却如寻常百姓家兄长一样，将长公主背上花轿，还亲自莅临公主府参礼。这样的殊荣，怕是大朔王朝100年来第一人了。堂中江兆野正携着李华莹缓步走来，两人皆一身红袍，看着便是一双登对的璧人。一拜天地。江兆野向来冷冽的面上满是笑容，眼中温柔的几乎化不开，眼尾看着李华莹动作，同他一齐深深一拜。二拜高堂。主位之上，李明达面上控制不住的外泄出一丝怅然和伤感。自他登上太子之位，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这样控制不住情绪了。夫妻对拜。红盖头下，李华莹紧紧捏着手中红绸，而红绸的另一端是江兆野。他相信这一次他会幸福。两人相对深深一拜，江兆野弯下腰，拜得比李华莹还要深。李华莹红盖头轻微一晃，眼前便出现了他戴着红色发带的颅顶，他没忍住轻笑了声。江兆野嘴角一勾，低声道：娘子在上。送入洞房。宾客中手中皆持着新鲜花朵，李官话音将落，便纷纷笑着将手中花朵掷到二人身上，嘴里都大声说着吉祥话。江兆野面上带着笑，一手拉着红绸，一手护在李华莹头上，为她挡下砸到面上的花。一朵朵的各色花摔在两人身上，如百花齐放。室内顿时花香涌动，芬芳沁人。江兆野被人迎面将带着晨露的牡丹花丢在面上，却只在花朵弹开后笑着甩甩面上的水。两人在飞扬的花中入了洞房。夜间宴席语笑喧呼，江兆野在席间招待宾客。房中红烛噼啪燃烧，李华莹独自坐着，脑中似是想了许多，又似是一团浆糊。寂静的房中突然吱呀一声，房门被推开。李华莹心头猛地一跳，不知不觉脸便红了起来。一阵不似平常那样稳健的脚步声渐近，
在他面前停住，却半晌没有动静。李华莹在盖头下只能看见他那一双青色金线如意云纹鞋子。好半晌，李华莹只觉膝上一重，竟然江兆也半跪了下来。他手持玉柄洗秤，轻轻将红盖头挑落，上面细密缀着的小米珠碰撞间发出好听的响声。江兆也却只伏在他膝上，怔怔地看着凤冠霞帔的李华莹。李华莹亦默默看向他，他鲜少穿红衣，却原来穿上这样好看，如春日里打马游街而过的少年侠客，令人见之忘情。李华莹抬手轻抚上他微红的眼，怎么哭了？江兆也大掌覆上他的手，轻声道：殿下，我是在做梦吗？这样美的梦，我死也不愿意醒来。李华莹嗔怪在他面上一拍，大喜的日子，说什么生呀死呀的，好讨人厌。江兆也却是一笑，喝了酒微微酡红的脸在李华莹的手上蹭了蹭。娘子，你这红嫁衣真美。李华莹耳尖一红，只觉后背有些麻。魂叫什么呢？江兆也捧着李华莹的手，在她莹润的指尖轻轻一吻。我的娘子，殿下是我的娘子了。李华莹面色愈红，只低声骂道：傻子。江兆也听见也不恼，只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笑得那样灿烂。这时他一低头，见着李华莹那嵌着玉环与硕大东珠的婚鞋，便直接上手托起她脚腕。李华莹一惊：你做什么？江兆也动作小心脱下他脚下的绣鞋，自然道：这鞋子沉重，穿了一天定是难受。说着，他抬眼看着李华莹这满头的珠翠和一身华服，殿下可要清理梳洗。这一身的装扮虽说端庄绮丽，但也确实沉重累人。李华莹本来还未察觉，他这么一说，他只觉肩膀腰间都酸了起来。那便梳洗吧。江兆也闻言，却依旧趴在李华莹膝上不动。殿下可要臣来侍候。第103章交杯。李华莹一听便抬手在他耳朵上一揪，笑骂道：又混说些什么，还不快去将英石英妃叫来。江兆也配合的歪头：是，殿下。他笑着出去唤英石英妃进来，伺候李华莹卸妆沐浴。他也趁着这个时候去到望舒院洗了个战斗澡。望舒院在西河院旁边，体量虽比西河院小些，却是公主府中里西河院最近的院子。李华莹便将望舒院划给了江兆也，做他的书房与练功房。江兆也火急火燎的洗漱完毕，又到了西河院。李华莹自然还未洗完，他只一个人坐在外间，看着桌上放着花生松子糖果出神。那间里水声哗啦落在江兆也耳中，似一片轻柔羽毛骚挂，让人心痒得坐立不安。江兆也实在焦灼难安，便从桌上随手拿了颗糖果子丢进嘴里，又没有耐心含着，只几下嘎嘣嚼碎，浅浅的尝到了些甜蜜气味。不知过了多久，那间里水声渐显。英石低声询问：殿下，小衣是着这件浅蓝的还是水红的？李华莹还未作答，外间里便传来哐当一声，听着似乎是桌上的酒杯被撞倒。李华莹轻笑出声，英石英妃也是促狭的捂嘴笑起来。他们这位心腹马爷还真是有趣的紧，看着像个冰山，实际脸皮却薄得很。李华莹声音不大不小，带着些调笑意味：水红的，将军说我这红衣好看。外间收拾酒杯的动静骤然一静。李华莹嘴角翘起，待收拾好了便迈步出去，果不其然便见着江兆也一张通红的脸。他低着头，眼神竟有些慌乱，不敢看他。李华莹指轻盈如一只蝶般落在他身侧，温热馨香的味道暖融融的萦绕在身侧，只让江兆也头脑都有些发热。李华莹水葱般的手指执起金酒杯，往江兆也面前一送：小野，共饮交杯酒。江兆也眸光一晃，拿起酒杯慢慢靠近李华莹，近到两人呼吸交缠。殿下。李华莹垂眸轻笑，手臂交缠上他的手臂，黑白对比。江兆也一双黑眸交灼在李华莹面上，几乎难以离开，仰头便将交杯酒喝下，随后便盯着李华莹那双不点而珠的樱唇，附上金樽，琥珀色澄亮酒液没入唇间。李华莹放下酒杯，眉眼带笑：交杯酒，共白头。江兆也却只看着他唇珠上沾着的一点晶亮水渍，看痴般慢慢靠近，轻轻准了上去。李华莹呼吸一滞，江兆也尝到味道松开他，看着他红晕一样的脸蛋，轻声道：好甜。你李华莹话还没说出来，便被江兆也紧紧拥住，攻城略地。李华莹推去的小手被江兆也紧紧抓住，他只能仰着头任他予所欲求。头晕目眩间，温度似乎越来越热，他浑身一轻，江兆也将他打横抱起，几步到了大红婚床前，如放置易碎的琉璃盏一样将他轻柔放下。李华莹面色发红，露在外面纤细脖颈和雪白肩头都泛着漂亮的粉色，如一朵盛开的娇花。江兆也一双眼中浓厚墨色翻涌，耳尖红的滴血，却仍旧动作温柔地附身下去。李华莹浮沉间察觉到那双游走的大手微微发颤，他不知为何突然想到那兀府送来的合欢图。
合欢图。李华莹声音娇得滴水，颤抖着说出来。江兆野动作一顿，你可看过？江兆野欺身更近，殿下，臣不曾看过。那可惜了，你在剑术上悟性，那样好，一看就会的。江兆野抚到李华莹耳边，声音低沉而粘稠。殿下，微臣冒犯了。红纱帐里一声细碎如小猫呜咽的低吟，伴随着男人的轻声诱哄。殿下，我的殿下。红烛灯芯噼啪炸开，昏暗的室内骤然明亮，烛台上灯油漫出，慢慢躺下。一夜无梦，只有院中树叶游动，风声不歇。第二日，院中小鸟啾啾，李华莹窝在被子里慢慢转醒，却只觉浑身上下都酸痛难言。她细眉轻蹙，一抬手便见雪白手臂上满是青紫红痕。李华莹面色一红，这江兆野莫不是直拳转世，怎么偏生这么爱咬人？腕间绞丝镯叮当脆响，他又想起昨天夜里江兆野只在他腕间吻个不停，哄着他说真好听，殿下再晃一晃。想到那时迷乱的自己，李华莹一把将被子盖住烧红的脸蛋，只羞恼地骂着小混球。这时身上突然一重，刚才还在脑海里声音响起，殿下大清早在骂谁呢？李华莹闻言气呼呼将被子拉下来，瞪着隔着被子凑近他的江兆野，你还说你个不知羞的。江兆野低低一笑，李华莹能感受到他胸膛的震动。娘子可是疼了，怪我不知轻重，实在是。江兆野说着凑到李华莹耳边，嘴唇开合间轻触着她小巧耳垂，说了些什么。李华莹面上瞬间便附上红霞，抬手便打在江兆野身上。江兆野也不躲避，只笑着任李华莹打。只是打着打着，江兆野的眼神便渐深，如浓云一般附在李华莹身上。李华莹低头一看，才发觉他未做寸缕，身上被子这时也滑落好些。他一巴掌便拍在江兆野面上，臭流氓！江兆野只笑着捉住他的手，转头亲在他掌心。娘子说什么便是什么，流氓来为娘子穿衣。说着他拿起一旁的小衣，便要掀开被子为李华莹穿上，慌的李华莹直接扬声叫殷实进来。江兆野拿着小衣的手放下，他看着脸色红地滴血的李华莹，又想起昨夜里他一身粉嫩泛红的肌肤莹莹如玉。李华莹一见他那双深深的眸色，便知他在想些什么。他只扬起通红的小脸，故作嗤笑道：你可莫要得意，剑术上的你悟性极高，这个怎么却这样一般啊？江兆野嘴边笑意僵住，还未说些什么，殷时殷飞便已经撩了帘子进来。江兆野不再说话，只是眉眼深深落在李华莹身上，带着某些危险的意味。第104章勤学苦练。见着江兆野出去外间，殷时只笑着为李华莹穿衣。这是怎么了？驸马爷今日早上可还早起来，去了小厨房，亲手为殿下制了早膳呢。李华莹闻言一怔，亲手做了早膳。殷飞正想搭话，薄被一掀开，便见李华莹身上的肆虐痕迹，脸上也是红了红，心里不免责怪着：殿下细皮嫩肉，驸马爷怎么也没个轻重的。好容易穿好衣服出去，江兆野正坐在桌前舀着粥，一见李华莹出来，便迎上去扶着她。李华莹轻轻哼了声，在桌边坐下。江兆野将一碗热气腾腾的粥放在李华莹面前，吃些荷叶鸡丝粥，清爽适口。李华莹看了他暗含期待的眼神一眼，舀起一勺粥轻抿了口，入口即化。李华莹不说话，又吃下一口。江兆野忍不住问道：怎么样，可还合胃口？李华莹见他这模样，扑哧一笑，调侃道：常言道君子远庖厨，没想到威武勇猛的镇远大将军于厨艺上造诣也很不错呀。江兆野一听便笑了，丝毫不觉得男子进厨房有何不妥。若是殿下喜欢，我日日都给殿下做。李华莹本以为江兆野不过随口一说，可谁知这天之后，他真的天天都往厨房钻。不论饭菜粥食、糕点汤水，他日日跟着习御厨学习，每日饭桌上都会有他专门为李华莹做的菜。看得英妃都背地里跟殷实抱怨：驸马爷再做下去，我都要在殿下面前黔驴技穷了。听得殷实几个都哈哈大笑。不过虽说这么说着，可只要江兆野全心全意对李华莹，他们心中便对江兆野这个驸马爷满意的不行。毕竟别的不说，只说称呼一事，以前那林怀远连一句驸马都不爱听，几次三番令他们不准再叫他驸马，虽说也没人听。可是江兆野不同，他最爱他人唤他驸马爷，每次听见冷冽的面色都缓和不少。更别说那些朝臣叫他一句江将军，他都要不高兴好久，追着别人说他是护国长公主的驸马爷。别人还以为他一个功高盖世、威名在外的大将军不喜他人唤他驸马，却没想到到头来是这样。因而许多人都在背后偷偷议论，勇冠三军的镇远大将军居然是个耙耳朵。可这传闻落到江兆野耳中，他却丝毫不恼，反好对人津津乐道李华莹如何管着他，眼睛都快笑没了。江兆野自成婚之后，
冷肃面容自然而然缓和许多，在家中对李华莹更是亲力亲为。无论事情大小，只要李华莹不排斥，他便要将火揽过来，使得殷实、殷妃几个都哭笑不得。直说着再这样下去，他们倒是提前在公主府里养起老来，什么活计都没得干了。这日却有些不同，李华莹午睡起来，居然没见着江兆野身影。平日里他即使不睡，也会守在李华莹身边，为她打扇，亦或是在她醒来时准备上些糕点蜜水之类。李华莹起床，四处看了看，殷实一见便知李华莹是在找谁，边为她穿衣边道：“驸马爷在殿下睡着后，便去了望书院，这会子还没回来呢。”李华莹眉心不自觉微微一蹙，虽说这望书院是他划给江兆野的，可他素日里除了练武之外，并不怎么去，几乎是一直陪着自己待在西河院。今日怎么突然午后去到望书院了？李华莹这么想着，收拾好便直接往望书院去。一进去便见着廊檐下坐着的江望，他急忙起身行礼，张口就要喊人。李华莹抬手制止住他，摇了摇头。江望面色顿时有些惊慌，回头看了书房，又看了李华莹。李华莹见他这样，莫名有些焦躁，直接便几步到了书房门口，谁知将门一把推开，门框当一声弹开，里面正坐在椅子上江兆野猛地站起来，背对着门口却不转过来。李华莹几步走过去，拉住江兆野转过来，他便随着李华莹的力道转过身来，只是眼中带着几分慌乱。殿下怎么来望书院了？李华莹不答话，只微眯着眼上下打量着他。江兆野拉住李华莹的手，轻轻揉搓了下。殿下。看着他那双黑眸里倒映着自己的身影，李华莹心中的焦躁便散去不少。你在这里做什么？江兆野张了张嘴，好半天才憋出一句：来看书。是吗？见李华莹还要再问，江兆野便一把抱住他，大手温柔抚在他后脑上。殿下。李华莹的手拿着本书举起来，看的这个。江兆野瞬间睁大眼睛，从耳朵红到了后脖梗。只见那薄册子上赫然写着春宫图3个字。我江兆野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李华莹轻哼一声，坐到椅子上。小野中午特意跑来望书院待着，就是看这个吗？李华莹说着，随手将薄册子翻开，刚看了2页，耳尖便悄悄地红了。他面色有些不自然地将薄册子扔到江兆野身上，故作无事道：好歹是个将军，竟还耽于情色。江兆野一手接过薄册子放到一边，看出李华莹的羞恼，他俯下身贴紧李华莹。李华莹红着脸微微后退，脊背都靠在了椅背上。殿下不是说我在房中之术上的造诣比不得剑术，不能一看便会，那我自然要勤学苦练，才好让殿下满意啊。不然殿下若是去外面那面手，我可怎么办？李华莹面红如烧，咬着牙轻呸了声：与我何干？你个臭流氓！江兆野轻笑，温热的吐息打在李华莹耳畔，让她微微站立。江兆野直接将李华莹打横抱起来往外走，听着殷实殷妃的小声惊呼，李华莹红着脸在江兆野胸膛上轻捶了下。你又做什么？自然是勤学苦练去。江兆野，李华莹在他臂弯里挣扎起来，江兆野却宠溺笑着，低头在李华莹额头上安抚一吻：乖，别闹。李华莹身体一僵，羞得连指尖都泛起粉色，只将头整个埋进江兆野坚实的胸膛里。两人婚后的日子如蜜糖一样甜蜜，只羡鸳鸯不羡仙。只可惜这天皇宫里一道圣旨下来，李华莹便只能收拾东西住入宫中。第105章有喜。交房殿，陆颂仪手掌轻抚着高高隆起的腹部，李华莹正坐在他面前，好奇问道：皇嫂，这是几个月了？已有8个月了。陆颂仪温婉笑着，太医说应当是双胎，一儿肚子瞧着大了些，那可是要好生将养着。陆颂仪笑着抿了口蜜水，促狭看向李华莹：我这月份大了，想让你来陪陪，可心里又怕扰了你们新婚燕尔。见李华莹面上微红，他用帕子捂着嘴，扑哧笑出声：皇嫂哪里的话，驸马如今在盛京久居，日子还长着呢，这么几天不见算不得什么。李华莹口是心非说着。是夜，公主府西河院，江望坐在廊檐下，张着嘴打哈欠，视线跟着江兆野在院中来来回回。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叹气问道：驸马爷，你就是今天在这转到天亮，殿下也不能立刻回来啊？江兆野脚步顿住，回头冷冷看了他一眼。江望吓得一激灵，连忙捂住自己的嘴。江兆野接着在院子里转圈，像只在笼子焦灼踱步的困兽。而皇宫中，李华莹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动静惊醒了脚踏上的殷实，他抬头轻声问道：殿下可是热了？我来打扇。这些日子温度渐高，夏日又慢慢逼近了。李华莹摇摇头：不必。说着他又烦躁地翻了个身。殷实摸索着到了李华莹床边：殿下这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心里有些烦躁，睡不着。李华莹叹了口气说道。
殷实却是轻轻笑了一声：“我猜殿下这是想驸马了吧？”李华莹心脏一跳，他本没有想到这一层，可殷实这么一说，李华莹便想起平时夜里江兆野都是躺在他身边揽着他，与他说说话。冷了他就贴到江兆野身上，他暖烘烘的像个火炉子；要是热了，江兆野便拿扇子为他打扇。他似乎早已习惯了江兆野的陪伴，所以自己独自睡下才这样不适。李华莹轻轻呼出一口气，呢喃道：“好像真的有些想他。”可不论如何，李华莹还是在宫中住了下来，日日伴在陆颂仪左右。这日两人正在御花园下棋，海月提着个精致的食盒过来。海月参见皇后娘娘、公主殿下。李华莹随意看过去，却发现他手边的食盒有些眼熟。这是殿下，这是驸马爷这小顺子公公送来的茯苓白玉糕，说是他亲手做的。说着，海月将糕点拿出来摆在桌上。陆颂仪不可置信地惊叹道：“驸马一个大将军，竟还会下厨房，还能做出这样精致的糕点。”李华莹也是一怔，看着桌上小巧玲珑的茯苓白玉糕，他怎么知道他想吃了？他在家里常爱钻研这些。李华莹对陆颂仪解释道。陆颂仪仍然还是十分惊奇，毕竟在外人眼中，江兆野就是一尊大刀阔斧的西江战神，可在家中居然会为爱妻洗手做羹汤，实在是反差太大。驸马当真是对你情深意重，也怪不得当年只是一句话，他便放了西江军权。陆颂仪啧啧称奇，浑然没看见对面李华莹愕然的眼神。放了西江军权，怪不得他不再回到西江，怪不得他说要永远陪着自己。李华莹这时突然想起那日伯也是秘密调兵，西将军孤立无援，皇兄不肯发兵。江于川当时究竟是如何说动皇兄的，他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如今却是被陆颂仪一语点破，还能是什么？不过就是一个他了。李华莹鼻子微微发酸，小野怎么总是这样傻？这样大的牺牲，他却连一句都不曾提过。他心里难道没有怨恨，没有惆怅吗？他为何从来不对他说？陆颂仪一抬眼见李华莹红了眼，忙道：“这是怎么了？”李华莹回过神来，只勉强笑着摇头：“没什么，皇嫂。即使如今局势风平浪静，一切看起来都其乐融融，可皇家就是皇家，他与皇兄皇嫂始终不能再和从前一样无话不谈。”陆颂仪也识趣不再多问，只拿起块糕点道：“快些尝尝这茯苓白玉糕，可是驸马亲手做的呢。”李华莹颔首拿起一块玉雪可爱的茯苓白玉糕，正要入口，可不知为何，平日里鲜香的味道，此时却只觉多了几分浓厚腥气。李华莹还未咬下去，便轻呕了声，嗓子眼一个劲的发酸。金德英时立时凑过来，拿起茶水给李华莹漱口。英妃也将李华莹手中糕点拿来，为她顺气。陆英更是柳眉一竖，喝道：“殿下怎么了？莫不是这糕点被做过手脚？”陆颂仪先是一惊，可一听这话，便捂着嘴笑出声。这可是驸马亲手做好，交到小顺的手里拿过来的，哪里能有人做什么手脚？李华莹这时才顺过气来，轻咳着摇摇头，这味道实在是怪，闻得人恶心。你这模样与我怀着21一模一样，莫不是怀上了吧？陆颂仪笑着说，一抬手吩咐道：“请太医来为华莹看诊。”李华莹闻言愣住，猛然的看向陆颂仪：“怀了？”陆颂仪被他这模样逗笑，都成婚了，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两人又说了几句，几名太医便匆匆过来行礼。好了，快去为华莹看诊。太医到了李华莹面前，摸上她的脉。李华莹心脏突然开始砰砰跳，她紧抿着唇，盯着太医的神色。那太医略思索片刻，便让开位子，留下一名太医再来摸脉。3名太医看完，李华莹额上都沁出了细密的薄汗。恭喜殿下，殿下这是有喜了，瞧着应当是2月有余。李华莹吸了一口气，一时之间竟有些慌张，面上又带着喜意。还是身边殷实先反应过来，拿了银子出来放到太医手里。得闻喜讯，多谢太医。第106章回家。太医们拜谢退下。陆颂仪也是喜不自胜，拉住李华莹的手笑道：“这下可好了，你也怀上了。”李华莹点着头，张嘴却不知说什么。你月份还浅着，得回公主府好生休养，倒是可惜不能与我一处了。李华莹又点点头，仍有些呆滞。陆颂看着好笑，也不多说，只让人去准备马车收拾东西。而李华莹自从听见太医的话之后，只觉脑子里昏昏沉沉，眼前的一切都有些飘忽。直到他走出宫门，见到朝他飞奔来的江兆野，他一身黑衣，墨发高束，眼中似乎只倒映着一个他，是那样的欣喜雀跃。李华莹下意识张开手，江兆野将他满满抱了个满怀。他埋手在李华莹颈间，深深地嗅着她的味道。殿下。李华莹也在他怀中闭着眼，感受着他胸膛的温度。他轻声道：“小野，我有喜了。”江兆野身体骤然一僵，好半晌，他才松开李华莹，
面上神色竟有些小心翼翼。你说什么？李华莹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说：我有喜了。江兆爷眼睛一下睁大，里面迸射出不可置信的喜悦，他嘴唇微微颤抖着，才结巴着说道：有喜了。李华莹轻轻一笑，点点头。江兆爷猛地喘了一口气，一张脸涨得通红，手掌都开始颤抖。他后退一步，几乎都不敢触碰李华莹。殿下，我们有孩子了。他说着，声音竟带着哭腔。李华莹看着他发红的眼眶，不知为何也是鼻子一酸。他点点头：我和小野的孩子。话音落下，江兆爷眼中一滴泪滚落。他抬手似乎是想抱住李华莹，可却又局促的不知如何下手，仿佛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水晶玻璃人儿，一碰便会碎掉。李华莹见状，只笑着轻轻抱住他的腰身。小野，我们回家吧。江兆爷亲吻着他的发。我们回家。江兆爷本就极宠溺李华莹，自从她怀上孕之后便是更甚，整个公主府上上下下都快被他给翻了个遍，就连一只鸡都要被他细细检查一遍，可会伤到李华莹。江兆爷更是日日往太医院跑，咨询孕妇该如何进食，如何进补，如何运动有益于生产。每天更是天不亮就起床，为李华莹洗手做羹汤。李华莹早晨一起来，便是由他侍候着穿衣洗漱，再就是他做好的一桌子饭食。但凡哪个菜李华莹多加了一筷子，他都要用本子仔细记下来。每日傍晚，他便扶着李华莹在后花园中来回慢慢走动，一路上的花草树木自然也都清理了一遍，只留下些有益的。夏日里炎热，江兆爷又怕冰剑凉气侵袭，对李华莹不好，便与宫中匠人研制出了可以自动扇风的扇子。而且不知是何缘故，李华莹除了头3个月之后便再无孕吐，反倒是江兆爷每日里吐得厉害，什么都吃不下，晚上还总忧心着李华莹状况，睡下一回便会惊醒，如今眼下都变得青黑一片。如此情况，看得太医都啧啧称奇，直言奇观也。这样几个月下来，李华莹吃好睡好，珠圆玉润，倒是江兆也瘦了一圈，还黑了不少，看得李华莹都有心疼。这天里，李华莹正由江兆也陪着在转悠，只是没走多远，他便腰酸起来。江兆也急忙便将他带到最近的望书院，在书房中休息。他坐在李华莹身后，为他捏着腰，问道：感觉如何？江兆也力道适中，还与太医细致学过按摩穴位，按得李华莹微微眯起眼，慵懒应了声。江兆也低头一笑，按得更加用心。李华莹正享受着，突然发现这书桌角落有个玉匣子，上面整齐落着好多封书信。他心中瞬间起了好奇心，便探身过去将玉匣子与信拿过来。这是什么？江兆也见他探身动作，急忙护住他腰身，生怕有个闪失。直到听见李华莹的话，才注意到他手中拿着什么。江兆也微微一怔，只说道：不过是些以前的旧物罢了。李华莹见他这样，便更好奇了。他低头抽出一封信，这信看着似乎有些年头，封皮都有些发黄变硬。江兆也稍一抬手，李华莹横过来一眼，他只好将手放回他后腰，兢兢业业地接着按摩。李华莹轻哼了声，将信纸抽出扫了几眼，却是一愣。信中只几乎简单问候，剩下的全篇都是在说好些年前的某天他在宫宴上的一举一动。李华莹疑惑地看向江兆也，江兆也只垂着头按着，耳朵有些泛红。李华莹便又抽出一封，这封信里通篇是在说有年秋猎，他与皇兄雪庐去寿场，如何如何云云。李华莹又拆开好几封，每封信里都是江于川写给江兆也的，可信里通篇都是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举止言行，他的年年岁岁。江兆也看了眼李华莹面色，轻声道：对不住，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你的消息了，才去求堂兄，让他将能搜集到的写给我，做个念想。李华莹还处于震撼之中，整整8年，这么多信，全都是他。这些信纸都被珍惜的放起来，好多甚至有些卷边，能看出来是时常被拿在手中抹撒。在异乡的那8年，江兆也就是靠着这些字句来想念他的吗？正这时，他抽出一张信纸，竟大半被血染红了。李华莹细细一看，这信中说的是他与林怀远定下婚约，他敢等他3年效期之后再于成婚。看着这上面大片的灰褐色血迹，还有与其他信纸的平整不同，这张信纸褶皱的不像样子。他能想象到远在西疆的江兆也看到这封信是多么的悲伤和绝望。江兆也也察觉到异样，他探过来一看便明白了。江兆也轻轻将李华莹捏在手中的信纸抽走放好，握住他的手：殿下，那都是以往的旧事，如今我们在一起这样幸福，那些都不重要了。李华莹本还能忍住，可被江兆也一哄，眼泪便吧嗒吧嗒掉下来。江兆也看得心疼，喟叹着将他拥入怀中。小野在呢，殿下莫哭。李华莹含着哭腔说：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早早的找到你，
我只要你，只与你在一起。第107章双胎。江兆野嘴角温柔的扬起，抬手轻抚李华银后脑，有殿下这一句便足矣。两人相依偎着，江兆野一手揽着李华银，一手抚着她隆起的肚子。正这时，李华银身体一颤，怎么了？江兆野急忙低头查看她面色，李华银眉心紧皱，肚子好疼。说着，他腰身也弯了下来，惊得江兆野面色急变，忙好好扶住他，对着江望喊道：“快，请太医稳婆过来。”江望忙不迭地出了门去寻人，英石、英飞几个也忙作一团，随江兆野一起将李华银护着带回西河院早早准备好的产房。只这么一会，李华银额头已经出了一层汗珠，一张小脸面色苍白。江兆野少见的有些慌张，紧紧握着他的大掌，微微颤抖。别怕，别怕，他低声说着，喘息有些粗重，竟不知说的是自己还是李华银。因着李华银临产，府上早早便备好了太医稳婆，很快便过来了。稳婆请江兆野出去，他俯身在李华银发上一吻，红着眼道：“殿下，求你一定平安。”李华银疼的嘴唇都开始颤抖，他咬着唇微点了点头。他好容易才被推出来，却坐立难安。厂房中，稳婆各种张罗的声音，李华银的哭喊，还有那一盆盆端出来的血水，被血浸透的汗巾。江兆野面色难看的吓人，几乎是要杀人的眼神，吓得江望抱着头蹲坐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喘。不多时，沈夫人和沈青青也急匆匆过来了，着急的询问状况。江兆野已经无力再说些什么，还是外面守着的海月压下焦灼过来安抚两人坐下。可沈夫人实在放不下心，自身又有生产的经验，便进了产房去。江兆野只在外面听着里面稳婆一声声的用力换血盆，沈夫人的小声安慰鼓劲，还有那如同剜在他心上的李华银一声声痛苦的哭喊。他呼吸越来越重，眼眶红得滴血，眼泪更是不自觉流下来。可他这时什么也顾不上，只站在产房门口，慌得几乎站不住。旁边的沈青青自然也是万分焦急，可看着江兆野的模样，也是惊了半晌。谁能想到杀敌无数的冷面大将军，传闻中的杀神，竟会在妻子的产房前哭得几乎站不住。表姐弃了那贱民，如今得遇良人，实在是令人欣慰。又过去了不知多久，江兆野在外面听着李华银哭喊声渐弱，他眼泪流得更凶，更是直接面向大地跪了下去，双手合十开始祈祷。他从不信鬼神妖怪，可这一刻他实在太无助。他心里慌张地念着，求诸天神佛致意，保佑他的妻平安无事。他愿此后广修神庙，供奉香火。哇！一声响亮的啼哭声响起，江兆野挺直的脊背一松，瘫坐在地上，面上已是大汗淋漓，却露出了劫后余生的笑。沈青青也惊喜地走到门口，可等了半晌，稳婆却并未出来，里面的动静也未停歇。稳婆在里面惊呼着：“双胎，还有一个没生出来，殿下可不能睡，不能松劲啊！”江兆野神经一下紧绷起来，走到产房门口细听，却仍旧没听见李华银动静。他面色一变，也顾不上什么别的，推开门便大步进去。天气炎热，产房中又用不得冰剑，里面的人个个跟水洗过一样，满头满脸的汗。江兆野一进去，便感受到这憋闷的热浪，还有浓厚的血腥气味。床上的李华银整个人如一只飘落在流水中的透明花瓣，虚弱的几乎没有声息。稳婆这时也顾不上江兆野，只在李华银肚子上按压着，高喊着让李华银用力。江兆野看得心神剧烈，两步过去跪在床头，却不敢去触碰李华银，只哑着嗓子说：“小野来了，殿下莫怕。”李华银微微睁开满是泪水迷蒙的眼睛，看了他一眼，嘴角艰难地扯了扯，他口唇中含着的野山参片滑了出来。江兆野急忙重新拿了一片小心放入李华银口中：“殿下，小野陪着你，求殿下只这么一次，别抛下我。”他握住李华银无力的手指，哭着抵在唇边哀求着，许是因为野山参，许是因为江兆野。李华银眼睛睁开，猛地叫出声，纤细的手指死死掐在江兆野掌心，他却只放松手掌任他掐着。哇！又是一声婴儿啼哭。稳婆欢喜地用棉布包住孩子，一儿一女，恭喜长公主殿下，恭喜驸马爷哦。外面的海月急匆匆进来，发下赏钱。江兆也却什么顾不上，只流着泪看着李华银，为他擦去面上的汗水。沈夫人也忙得一头汗，又过来查看李华银，又去看孩子。稳婆喜气洋洋地抱着孩子，公主好福气，生了龙凤胎。沈夫人也笑着，是啊，就是生的着实艰难了些。稳婆闻言便道，头胎多是这样，待以后再生便好多了。谁知江兆也听见，却骤然低吼了一声，不生了，吓得稳婆一抖，孩子也哇哇哇地哭起来。江兆也却只道，把孩子抱出去，莫要影响殿下。房中人影走动，慢慢安静。李华银也已经半梦半醒，脸色苍白的，仿若一碰便会破碎。江兆也看着他，眼中都是心疼和愧疚。
心疼他的殿下受了这么大的苦，愧疚自己竟丝毫不能为殿下分担。不生了，再也不生了。他嗓子哑得厉害，低低地重复了句，随后趴在李华营床边，目光将脱力陷入沉睡的李华营包裹其中，如一只狼圈定了自己的领域范围。李华营的月子自然是由江兆也亲自照顾，他也同样乐在其中，每日研究月子餐，为李华营读画本子，陪他下棋看戏解闷，恢复了些便扶着他下地走走。李华营月子中身体也修复得极好，只有一件事，江兆也不大待见自己的一对儿女，对女儿还好些，尤其是儿子，他几乎不大想看见的模样，让李华营当真是好生无奈，说了他好几回。他也委屈得很，细数着李华营的辛苦，从怀上到生产，那模样好似比他自己难受还记得更清楚些。李华营笑他记仇，他只垂手不说话。第108章圆满。幸福的生活如白驹过隙，时间一晃便是5年。又是一年上元节，街道上张灯结彩，游人如织，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只是角落里却摆着一个极不起眼的小摊，上面零散放了些样式粗糙的河灯。节日里，即使是穷苦人家也会尽量买个好些的河灯，这样许起愿来也是个好兆头。因而这粗糙河灯在寥寥寒风中已经摇摇晃晃被吹熄了好几回，却也没卖出去几个。摇晃的灯影中，一张蜡黄枯瘦的脸麻木地望着前方，嘴里声音干涩地叫卖：河灯，河灯，1元1盏，便宜卖。这么叫了不知多久，好不容易有个衣裳打着补丁的女人牵着孩子过来看。河灯后瑟缩的身影往前探了探，脸上讨好的笑还没展开，那小孩便眼巴巴望着街道上各式各样的花灯，央求地拉着女人的袖子：娘，不要这个，好破。女人无奈地笑笑，还是依了孩子。她放下河灯，拉着孩子走远。好，今日可是上元节，就给你买个好些的，给你许愿以后当状元好不好呀？当听见状元2字时，河灯后那张枯瘦的脸一晃。状元？状元有什么用？如今还不是靠着我一个女人过活。夏离玉苦涩地嗤笑着，当年他还有些脾气的时候，气不过江灵母捂死，那时他怕得厉害。可第2日林怀远发现后，却没有杀他，也没有报官，他只沉默地将灵母埋在了后山荒地里，然后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他半个月都没能走路，却还要爬着去为林怀远做饭，没有大夫没有药，他就那么一日日地扛过来。在那之后，他的腿变跛了。于是他想明白了，林怀远这个人究竟是有多卑鄙无耻、自私自利。平日里他看起来那么敬爱林母，可他将林母杀死，林怀远却只将他打了一顿，也未将他赶走。为了什么？不过是为着这林家还有个女人来操劳家务，来伺候他与孩子，不过是为了留着他干活，他的杀母之仇便这样与他接过了。若是此时的林怀远还是曾经的驸马爷，谁敢杀林母，他怎可能不将对方置之死地？可后来李华营与江兆也婚讯宣布那天，林怀远就这么疯了，就这样疯了。他原本还可以做工，还能有工钱补贴家用，可他就这么轻易的疯了，一家人的重担全落到他身上。一个神志不清的残疾男人，一个智力残缺的幼童，他几乎是拼了命才没让3个人饿死在这繁华的盛京城。正这时，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娘亲，我要放河灯。夏离玉慢吞吞抬眼，眼前是一个珠圆玉润的小娃娃，穿着昂贵的蜀绣，上面绣着金丝的蝴蝶，一张白白嫩嫩的包子脸，水汪汪的大眼睛葡萄一样天真可爱，一见便是非富即贵家里的小小姐。好，陪茵茵去放河灯。一道记忆中熟悉的清澈女声响起，夏离玉恍惚地抬起头，正是曾经那个在他面前目下无尘的李华营。多年不见，他亦如当年一样，仍那样贵不可言，如在云端，只需一眼便知他是人人奉承的贵人。只是如今的李华营比当年似乎更温柔娇美，只让人觉得似乎世上所有的艰难与黑暗都不曾沾染过他的衣摆一样。李华营俯身捏捏茵茵软嫩的小脸，身旁的高大男人大掌一捞便将茵茵抱起，他左手臂上坐着个与茵茵长相极相似却更英气勃勃的小男孩，他右手将茵茵搂在怀里，还笑看着李华营细心叮嘱：娘子，这边灯少路黑，可要当心些脚下。李华营一温柔笑道：知道了，你这一手一个才真是要当心呢。江兆也还未说话，茵茵便人小鬼大答道：爹爹可厉害了，就算再抱上娘亲也不会摔倒的。听得李华营面色红了红，江兆也只对着他一个挑眉，两人相携着走远。夏离玉在角落里伸长脖子去张望，可惜他平日里日夜不歇地缝制衣裳补贴家用，眼睛早就坏了，看也看不清，如今只看见那远光一片光亮闪动，可他却如缩在阴沟里的老鼠一样窥探着李华营的幸福。想到他的孩子因瘦弱看起来头大身子小，常常被别人家的孩子欺负，他便将孩子锁在家里。
可林怀远又是个疯子，会神志不清的将孩子当作想象中那些仇敌，非打即骂。他每日回去，总能见着孩子身上的青紫，可他没办法，他不知道还有谁能救他，也不知道他的人生怎么就变成了这样。林怀远不肯给孩子起名，他就给孩子起名春根儿。他希望春根儿能和他一起度过每一个来年的春天，希望春根儿能和春天一样生机勃勃。日子太苦了，他有时甚至想带着春根儿从护城河一跃而下，可看着春根儿清澈的眼睛，他又舍不得了。可还能怎么办呢？日子就这么熬着吧。只是他时常想起江都，想起少女时期悠闲自在的时光。如果他当初没有故意接近林家，没有和江怀远酒后乱性，没有来到圣京，没有心比天高，或许他现在会好好待在江都，嫁一个普通但是爱她的丈夫，两人男耕女织，辛苦但甜蜜，再生几个健健康康的胖娃娃。这样的日子想想都幸福的让他流泪。可他再也回不了头了。7年前的他渴望圣经，那是他抓不住的繁华；7年后的他渴望江都，那是他回不去的家乡。西河院，天空纷纷扬扬，鹅毛般的大雪铺天盖地。两个孩子兴冲冲地扑到院子里，同4只狗一起撒欢，蹦蹦跳跳。江望样里和海月录音也到院子里，保护着两个小主子玩耍。李华莹站在廊檐下，笑看着他们玩耍，一抬头，天边是一轮清辉圆月，身后一双手将他揽在怀中，熟悉的草木炙烤味道传来，让人安心。李华莹放松身体靠上去，并不回头，只轻声道：今日的月亮好圆满。江兆也微微低头，将下巴放在李华莹耳边轻轻磨蹭，低声道：有殿下在，小也便圆满。李华莹轻笑一声，抬手在他净瘦的腰间一拧，又说酸话：那孩子呢？江兆也委屈地抓住李华莹的手，用来揉揉自己的腰，那便更圆满。正说着，院子里两个孩子都开始喊爹爹爹爹，招呼他过去。江兆也便笑着在李华莹颊边一吻，再跳入院中，与两个孩子在雪地中打闹玩耍起来。小小的一方庭院，里面满是欢声笑语。李华莹眸光温柔，看着这和谐的一幕，是很圆满。第109章兰溪片草原之歌1。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博野氏迁徙转场的时候。博野氏族男人们身材高大，光着膀子露出黝黑健壮的上身，在草原上打猎，积累冬日的肉类库存。女人则皮肤小麦色，在族群中收拾猎物，整理物资。夜色将临，草原上带着热气的风拂过，尘土飞扬间，打猎的男人们带着猎物过来。女人们都放下手中的活计，兴高采烈地上去迎接。草原之上民风淳朴彪悍，男人女人们就这么高高兴兴地搂抱在一起，啧啧作响地互相亲吻。兰溪平日里很少与人接触，这天里博野圣旨给他的侍女将鱼几乎说破了嘴皮子，兰溪才随着女人们一块出来迎接打猎归来的男人。只是他前半生都不曾见过这种场景，吓得他闭上眼睛就慌不择路往回跑。还没走出几步，他便撞进一个坚硬的胸膛，腰间也缠上一只火热的大手。兰溪一惊，刚睁开眼睛，耳垂上便一阵湿热，温热的吐息打在脖颈间。去哪里？博野圣含着他的耳垂，声音漫不经心。兰溪一张小脸瞬间红透，脚一软便跌进他怀中，娜娜说不出话。博野圣垂手看着他羞得粉红的小脸，嘴角一勾。他在马上远远便从一群人中看见他了，一群身形高挑、肤色暗淡的博野氏女人里，她清瘦的如一片随风摇曳的柳叶，那张雪白小脸如一块颤巍巍的白豆腐般惹眼，让人恨不得一口吞下去。还想跑？兰溪在他怀中回过神来，羞窘地唤了声圣王子，可还没起身，博野圣便直接长臂一捞，将他打横抱起。想你想得厉害了，先回营帐。博野圣声音微哑，身上肌肉坚硬。兰溪嫁过来也有几月，瞬间便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红着脸将他埋进博野圣胸膛中，不敢说话。博野圣只抱着兰溪，一阵风似的在驻地中走过。到了营帐前，门口守卫将打开营帐。博野圣脚步一瞬也没慢，进了营帐便将兰溪摔在柔软的皮草大床上，压上来埋头便啃。粗重的呼吸如野兽一样在他身上乱窜，兰溪只咬着牙承受着，眼角无意识溢出生理性的泪水。博野圣看着，便一股暴躁的占有欲涌上来，又怜又爱，又恨不得让他从头到脚都染上自己的味道。他俯身下去，狠狠地叼住他眼角吮吸。兰溪小声地呜咽着，待他松开口时，眼角皮肤又红又透，仿佛透明一般。博野圣低低地笑着，不过咬几口便要哭，怎么这么娇弱？说着，他身下一抵，在兰溪痛呼之前，含住他微张的红唇，破碎的呻吟声自唇舌间响起。兰溪绑着银铃的脚腕垂在床边兽皮上，叮叮铃铃响了一夜。第二日突然落了雨，兰溪坐在营帐支起的帘子旁，怔怔看着外面的雨滴。
草原上落雨不多，倒是盛京初秋时节总是细雨蒙蒙，被雨打湿的桂花落下一地金黄。这个时候，他便会与殿下窝在殿中，泥炉小酒，听曲下棋。偶有时候，那位也会过来与殿下说上几句话。偶然与他有这么一次两次的眼神对望，便能让他心脏怦然喜悦好些天。兰溪伸出手，几滴雨落下打在手心，气气凉凉。做什么也不怕着凉。床上博野胜转醒，手臂支着头看过来。兰溪回头对上他懒洋洋的眼神，就如同一只吃饱厌足的猛兽正在蛰伏。他收回手，不说话，只摇摇头。博野胜眼睛却是微微眯起来，他不喜欢他这个样子，这种迷蒙中带着忧愁的模样，会让他觉得他离得好远。他在想的事情与他无关，与这片他从小长大的草原无关。美雪，还不快去为王妃擦手，傻站着做什么？博野胜声音不高，但话中的阴沉不满让待在一旁的美雪浑身一颤。他急忙拿着帕子蹲在兰溪身侧，细细为他擦手。可看着兰溪那白皙柔软的掌心上自己已经开始变黑变黄的手，他心中升起一抹不甘。他们都曾是元昭公主的侍女，凭什么如今兰溪是高高在上的王妃，而自己却只能侍候她？更何况……美雪悄然回头，偷偷去看床榻上那拿着酒壶饮酒的博野胜。那俊美邪似的面庞，散乱衣袍下肌肉微微隆起，看得便让人眼热。只是很快，博野胜便将酒壶一甩，赤着脚走过来，不耐烦地对美雪说：“出去。”美雪咬咬下唇，眼中嫉恨一闪而过，但她不敢挑战博野胜的权威，只能低着头快步出去。美雪守在营帐门口，很快便听见里面传来男人女人的粗喘娇吟，缠绵不息。她一张脸又红又白，手中帕子几乎被搅烂。下午雨过天晴，博野胜不知去了何处。兰溪只一人坐在营帐中，抬手轻捶着酸痛的腰。身旁江鱼看着，一歪头便道：“大王子龙精虎猛，王妃可是身上不舒服了？我去找足医为你拿药。”唉，兰溪面色微红，叫住他。江鱼之嘻嘻一笑：“放心，我只说是我姐姐用，不说是王妃，可好？”兰溪眼神闪烁，还是耐不住身下疼痛，便点了点头。江鱼笑嘻嘻地跑出了门。兰溪身旁便只剩下美雪，她随即走到兰溪面前，在椅子上大拉拉坐下。兰溪一怔，美雪斜眼看他一眼，哼了一声，拿起桌上镶嵌宝石的小碗，便要去吃里面的乳酪。兰溪抬手拦住他，微微皱眉，这是博野胜特意为他做的，用来贺他们的新婚。美雪冷笑一声，手上却不松劲：“哟，戏演久了，还真把自己当尊贵的公主殿下了。你是什么东西？你当我不知道吗？”兰溪抿唇，手上用力将小碗拿回来。美雪，这博野氏族里只有你我二人知道此事，当初殿下留下你，也不过为了让我不至于孤立无援，可以有个照应。你现在这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啊？美雪面色微微扭曲，愤恨道：“你以前与我那么好，我们都是奴才，现在你成了博野氏的王妃，我却是伺候你的奴才。你对江鱼那个蠢笨的博野氏都要比我好，凭什么？”第110章兰溪篇草原之歌2。兰溪叹了口气，将小碗放下。江鱼心思单纯，我们之间的感情从故土而来，自然是更深厚些的。美雪却只当没听见，只咬着牙说：“我不管，你要帮我做上圣王子的妃子，若是不成的话。”外面这时传来欢快的脚步声，美雪一下子站起来，重重按住兰溪的肩膀，低声留下一句：“那我便拆穿你的身份。”营帐帘子掀开，江鱼手里抱着一大堆药进来。王妃，足医给了我好多药呢。兰溪还在怔愣中，若是美雪真的说穿，那么不止她的性命不保，就连逃走的殿下和博景也可能面临博野氏族的追杀。更可怕的是，大硕与博野氏的100年盟约，有了这个把柄在，那便是一纸虚言。盟约将不再对博野氏有约束力，他们随时可以提刀进攻大硕领土。因为大硕毁约了。江鱼把药放下，用手在兰溪面前挥了挥，奇怪道：“王妃。”兰溪身体一抖，回过神来，只勉强摇摇头：“没事。”抬眼目光便对上站在江鱼身后的美雪，目光阴冷中带着志在必得的得意。兰溪抿唇，垂下眼眸。博野胜发现这段时间他的小王妃总是闷闷不乐，本来就话少，如今更是跟他说不出3两句话。他看着床上那娇小的身影背对着自己，缩成小小的一团，心中十分烦躁。兰溪知道博野胜就在床前站着，可他没有回头，仍鸵鸟似的蒙在被子里，直到脚步声渐远，他才一把撩开被子，仰面看着虚空发呆。他想得太过出神，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嗅到一股熟悉的甜蜜香气。兰溪还没回过神来，已经下意识喃喃道：“桂花。”随即他便被人从被子捞起来，抱在怀中，耳边贴上热乎的侧脸：“是桂花糕。”兰溪一怔，面前正是一盘子黄澄澄的松软糕点，带着熟悉的浓郁桂花香气。
仿佛他不是身在草原的雨季，而是在圣经的秋天。还愣着做什么？尝尝喜不喜欢？博野胜一手抱着他，一手拿起一块糕点放到他唇边。来，张嘴。兰溪听话的张嘴咬了一口，看着博野胜那双平日里如狼一样桀骜的眼睛，此刻小心的注视着他的反应，看起来竟有些紧张。香甜可口，很好吃。兰溪轻轻一笑，柔声说道。博野胜瞬间便笑了，眼角眉梢都是飞扬的笑意。他低头在兰溪的唇角一啄，便将糕点又喂过来。那便多吃些。只是最后兰溪实在吃不下那么多，最后全变成了床上的小情趣，都到了博野胜嘴里。这是个如桂花般香甜的梦。秋风凛冽，此处的牧草已经枯败大半，博野氏族明日就将迁徙转场。今夜篝火升腾，族民们载歌载舞，对这一处驻地做最后的告别。而今夜兰溪更是反常的在人前窝在博野胜怀里。博野胜心中无比满足，一手揽住怀中的人儿，一手喝酒，看着族民们的欢快气氛。怎么今天不休了？博野胜笑着，薄唇贴着兰溪滚烫的耳尖。他微微抿唇，却是仰面露出个笑容，拿起酒杯与他一碰。圣王子对我这般好，我心里都是知道的，我敬你。说着，他仰头便喝下。博野胜嘴角轻扬，也抿下杯中酒液，看着他的眼神温暖宠溺。草原虽然与圣经大不相同，可你这样护着我，我心里很感动，我敬你。说着，兰溪又喝下一杯，博野胜也跟着他喝下一杯。兰溪也不知自己喝了多少，到最后头重脚轻，却仍记得美雪的话，将博野胜带去营帐，自己再找个借口跑出来。又不知过了多久，夜里的冷风吹得兰溪一个哆嗦醒来，他这才发现自己正躺在马棚旁的干燥草料中，月亮高悬，周围一切都蒙上一层冷光。兰溪的酒瞬间便醒了，他咬住下唇，忍不住去想这个时候博野胜是不是已经和美雪。他眼中浮起一层泪光，酒喝多了，嘴里尽是苦涩。他突然便想起那晚的桂花糕，草原上哪里有桂花这种东西？可那桂花糕一尝便是新鲜桂花所制，他不知费了多少心思才弄到新鲜桂花来为他做桂花糕。兰溪不知怎么，心中突然变得很惊慌。不行，他要去阻止美雪。他慌慌张张地从草料堆里面爬起来，辨认方位，便朝着主营帐奋力跑去。他不管自己现在是什么模样，不管旁边守卫惊讶的目光，不管前20年他循规蹈矩守的规矩，只是奋力奔跑。他这辈子从没这样跑过。可到了营帐前，兰溪却忽然有些不敢进去。不知为何，营帐门前守卫不在，兰溪往前走了几步，小声地平复着喘息声。营帐里寂静无声，他伸出手却不敢撩开这层布，他不知道他会看见什么。突然，营帐之中伸出一只古铜色的手臂，直接将一把抓住兰溪手腕，将他扯了进去。他脚腕铃铛在寂静的夜里猛地一响，整个人如跌倒般摔了进去。兰溪还没来得及惊呼，便被人压在地上，身上衣衫呲啦一声被撕开，紧接着身上便是粗重喘息与肆意游走的大掌。兰溪瑟瑟发抖，喉间啜泣如小兽呜咽，身上的动作突然停住，一道森寒的声音传来：你让别的女人来爬我的床，还敢哭？兰溪在月光下隐约看见博野胜半边冷漠的脸庞，另半边隐藏在暗色之中。兰溪撑起身体，破碎的衣裳滑落，他如献祭一般抱住博野胜，如湿的脸蛋柔软地贴上他的脖颈，轻轻在他下巴上一吻。地上好硬，太疼了。女人的声音在黑暗里讨好撒娇，像带着小钩子一样在他心上轻挠。那股被欺骗和背叛的怒气竟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歇了大半。博野胜不语，却小心地将他从地上抱起，放到柔软的大床上，之后却没了动作。他只站在床边，看着他在月光下莹润的曼妙身体。兰溪明明酒醒了，此刻好像又醉了。他软软地挪到床边，抱住博野胜精瘦的腰身，将滚烫的小脸埋进衣服，贴到他腰间。小脸柔软如湿，坚硬的肌肉瞬间紧绷。博野胜眸色中浓墨翻涌，呼吸变得粗重。兰溪恍然不觉，只轻轻一吻，身前的男人便骤然按在他肩上，一阵天翻地覆，他已紧密附在他身上。月色清透洒在宽大的兽皮上，墨发交缠。女子纤细脚腕上的银铃急促如骤雨般响着。夜还很长，待到朝阳升起，草原的雨季便结束了。第111章夏离玉篇，回不去的江都。上元节夜里，随着寒气渐重，游人也慢慢变少。夏离玉却仍旧守在摊位前，直到街道上最后一盏灯灭，他才哆哆嗦嗦地用冻僵的手指收拾好河灯往回走。河灯不多，可他身体孱弱，在夜里足以吞噬人的黑暗中走得深一脚浅一脚。夏离玉的河灯是昨天夜里赶制出来的，今天为了能抢到位子，他守在摊位前一天都没敢离开，一整天只吃了块冻得硬邦邦的芋头，现在是又渴又饿。街道不远处似乎有一盏小灯亮着，
一股热乎乎的鲜香味道涌入鼻端。夏丽玉舔舔干涩的嘴唇，不自觉咽了口水。那是个卖馄饨的小摊，摊主是个年迈的大娘，看着她走来，便招呼道：“小娘子，天气这么冷，来碗热乎乎的馄饨吧。”夏丽玉眼睛子几乎粘在大铁锅里热气翻涌的馄饨，嘴里却还是拒绝着：“不了，她今天只卖出去10来盏河灯，不过10几文钱，家里还有2张嘴等着喂，她哪里能这么奢侈？”那大娘一看她这模样，也知道是个苦命的，她叹了口气说道：“今日可是上元节，一年就这次好日子，我这馄饨也便宜买你，5文钱一大碗。”夏丽玉脚步顿住，5文钱一大碗。她又朝着那热气蒸腾的大锅里看去，香气直顺着鼻子钻到胸腔里。夏丽玉点点头，从怀中慢慢摸出5文钱，在手里摩挲了下，才递出去：“那我要1碗。”大娘接过钱，哎了一声，开始舀馄饨。夏丽玉急忙将自己身上用来装水的竹筒子递过去，大娘愣了下，才接过来给她装。一勺一勺的馄饨倒进去，大娘笑着说：“日子难过呀，不过冬天夜里回到家，能吃碗热乎的，也就还有盼头。”夏丽玉接过装得满满的竹筒子，热乎乎的暖着她冻僵的手指头，有些刺痛。她想露出个笑，可被寒风吹得僵硬的脸做不出表情。夏丽玉捧着这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往家里赶，第一次对回家有了些期待。春哥长这么大还没吃过馄饨呢，等会能吃上馄饨肯定很高兴。至于林怀远，每天不是发疯乱叫唤，就是呆坐着，若是等会他安生呆着，那分他2个也未尝不可。夏丽玉脚步更快了些，终于在寒风中归了家。大门还是他早上出门时锁上的样子，他打开了门，吱呀一声，不知怎么夏丽玉心中骤然升腾起一丝不安。不待他多想，到了院子，他便听见里面林怀远在低声嚎叫着。夏丽玉心中一慌，赶紧几步走进去。一进房门，他便呆住了。狭小昏暗的房中一片狼藉，林怀远趴在地上，手中捧着2片杂色玉佩，仇视的看着仰面躺在地上的春哥。春哥小小的身体僵直，脸色发紫，后脑上一片暗红，鲜血在地上蔓延凝成黑褐色。啊！夏丽玉嗓子中爆发出一道悲泣，手中珍惜捧着的馄饨摔在地上，她腿一软跌在地上，手脚并用的慌张爬过去，却伸着手不敢触碰到春哥。她嘴里唤着：“春哥，春哥，我是娘来了，春哥。”夏丽玉脸上又哭又笑，刚被馄饨暖热的手指碰到春哥僵硬冰冷的脸蛋，夏丽玉哭叫着，手抖得不成样子，将春哥小小的身体抱入怀中，那样冰冷。明明早上出门时他还香甜睡着，小小的胸脯一起一伏。春哥虽然痴傻，却极心疼他。平日里他做饭，春哥就守在一旁，帮他搬小板凳，帮他拿锅盖。他一双眼睛是那么清澈，可却再也不会睁开了。夏丽玉心中悲痛欲绝，绝望的不知如何是好。连春哥都没了，他还能怎么活？突然身后传来狼吞虎咽的声音，夏丽玉一回头，只见林怀远正趴在那滩摔在地上的馄饨旁，馄饨早已经不成样子，如一滩烂泥和地上的沙石混在一起。林怀远却好像见到了什么山珍海味，手中玉牌也扔在一边，只2手刨食着地上黑乎乎的馄饨泥，吃得啧啧作响，脸上还带着憨笑。呵，夏丽玉扯着嘴角，突然问道：“好吃吗？”林怀远动作似乎不停，仍旧将脏兮兮的馄饨泥往嘴里塞着。夏丽玉大吼一声：“我问你好吃吗？”林怀远身体一抖，抬眼看过来时已满是力气，他脏污的手掌一把捞过旁边2片玉牌，紧紧捂在胸前，恶狠狠地说：“不准抢我的玉牌，这是送给殿下的贺礼。”他这陌生警惕的神情和口中的话，如一道响雷劈在夏丽玉头上。他如痉挛一般笑起来，脸色扭曲的几乎可怖。都疯了，还要记着送礼华银的东西，那我算什么？你当初为何来招惹我？林怀远却只眼神凶恶地看着他：“滚开！我是当朝驸马爷，我要去为殿下送贺礼。”夏丽玉仰头笑着，眼泪却流下来：“你害死了我们的孩子！”说着，他不知哪来的力气，直接抱起，双手握住门后的柴刀，对着林怀远那张嘴斜眼歪的脸就狠狠劈下去。当一声，像是肉铺子里屠夫砍排骨的声音，不过他从来都没钱去买一块回来。整个世界突然变得很安静，屋外的寒风声呜呜。夏丽玉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粘稠的鲜血，从躺在地上悄无声息的林怀远手中一把夺过玉牌，拿在手里看了2眼，带血的手指将玉牌上雕刻的曲儿模样模糊。他随手将玉牌扔到柴火坑里，再也不看林怀远一眼，只温柔俯身将地上春哥抱起：“走，娘带你回家。”他为春哥再套上几层厚厚几层衣服，多穿些，江都比盛京可还要再冷呢。夏丽玉自顾自说着，将春哥抱在怀里出了门。在寒风中，他把脸贴上他冰冷的小脸：“是不是冷了？别怕，我们很快便能回家了。
家里会有热烘烘的火炉，还有香喷喷的酥饼。夏黎玉开始只是走，说着说着，他抱着春根跑起来，却深一脚浅一脚的，总是摔倒，划破了手也不在意，只笑着又把摔在地上给的春根轻易抱起来，接着跑。娘给你唱江都的小曲儿好不好？娘小时候最爱听了。夏黎玉一边跑一边气息不稳的唱歌，声音飘忽时断时续。刚刚接近城门处，便惊动了守卫。再见他怀里抱着个孩子，满头满身的血，直接便要将他拿下。夏黎玉嘻嘻笑着，抱着春根到了护城河边，惊喜一笑：天啊，春根，你看，我们到江都了，这是书院后面的那条河。说着，他脸上荡漾着幸福纯真的微笑，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在守卫的追捕中，抱着春根扑通一声跳进了冬夜里冰冷刺骨的护城河。河水湿冷，守卫们并不下河寻找，只在河边等着，待到盛京的太阳初初升起，寒意渐散时，河中飘上来一大一小两具尸体。梦中的江都再也回不去了。第112章林怀远篇，梦回前世。一阵令灵魂为之战栗的疼痛之后，林怀远猛地睁开眼睛，神思自从天中山与江兆野会面之后，终于再次清醒。周围声音有些嘈杂，突然耳边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黄姐，你怎么就看上那个江都来的状元了？他有什么好的？父皇不是说过什么书生什么也用来着？林怀远下意识地靠近了些，便看见假山后面的李红印和李华莹，两人看起来都十分年少的模样。李华莹俏皮地歪头一笑：文弱书生，百无一用。李红印忙点头：对了，就是这句话。李华莹却垂手一笑，摇摇头道：这话不妥。怎么不妥？李华莹目光望着虚空，眼中带光，轻声道：林怀远一介江都寒门，能一路考到盛京，足以证明他的才华与坚韧，哪里能说是百无一用呢？李红印撅着嘴道：那也没皇兄和洪拳表哥厉害。后面的话已经不重要了。林怀远怔怔地看着花园中比娇花还要明艳的李华莹，原来当年他的全话是这样的，他竟因为听见的那么半句话，一直对殿下心有芥蒂，乃至与夏黎玉苟合。林怀远心神震荡，一回头便见到曾经的林怀远面色苍白地站在假山不远处，眼中都是不甘与愤怒。林怀远一愣，这才发觉自己的身体无比轻盈。他又回想起夏黎玉那当面砍来的一刀，原来他已经死了，如今这是走马灯回看一生吗？林怀远猛地抬眼看向不远处那个模样如同被当众扇了一巴掌的林怀远，他忍不住飘过来，在林怀远耳边说：你听错了，快去再问一问殿下，不要误会他。可林怀远面色似乎不动，完全听不见。林怀远抬手去推他，手掌便从他身上穿过。林怀远颓然垂下手臂，即使再来一遍，他也什么都不能改变吗？他只能默默跟在林怀远身边，见着他用孝妻的借口将婚期推迟3年。殿下对他无比包容，什么都答应。可林怀远却因着那听到的一句话，在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林怀远无力地坐在自己的床头，重复地解释着，可是没有人听到。他知道这个时候的自己在想什么。那时的自己刚从贫穷的江都来到繁华的盛京，虽说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可世家官宦子弟他融入不进去，他人嘴里随口提起的东西他一概不知。他除了一身朝服，没有一件在盛京穿得出去的衣裳。在盛京他没有交到一个朋友。当殿下亲口要他时，他是激动雀跃的，终于有人肯定他了。在那么多翘首以盼的盛京子弟中，圣上如珠如宝的小公主选了他做驸马，他心里不知道多欢喜。可就这么一句话，便将他的欢喜摧毁了个粉碎。他心中的自卑和愤怒好像突然有了出口，他无法去怨恨整个盛京，却可以去怨恨一个具体的人。林怀远看着睡梦中紧皱眉毛的自己，只能静静地看着。他看着林怀远回江都办事，享受着小地方官员的吹捧奉承，看着林怀远遇见夏黎玉，两人春风一度，再看着夏黎玉怀着孩子找来盛京，在他面前虚与委蛇。当年的他身在局中，什么都看不清，可如今蹉跎一世，再回过头去看，他才发觉自己是多么荒唐。母亲是多么无知，景砚是多么无礼，夏黎玉又是多么无耻。他看着自己与夏黎玉不清不楚，他只恨不得能张嘴去说，伸手将夏黎玉推开。他看着母亲每每在殿下面前不知尊卑，一味的胡搅蛮缠，林怀远却还拎不清的护着母亲，记恨殿下。他看着景砚仗着自己的宠爱，对殿下既贪婪又无礼，一次又一次与夏黎玉一起算计殿下，可自己如同猪油蒙了心一样，只偏帮着他们将殿下越推越远。他只恨不得给这个林怀远一巴掌，怎么就能这么蠢？可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着一切都慢慢滑落到深渊之中。景砚嫁入三皇子府，他与殿下和离，东窗事发冲为徭役，景砚身死，母亲中风，春根先天残缺，一桩桩一件件的发生，可每一样却都是他们咎由自取，怪不了任何人。林怀远只觉深深的无力，
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终于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他恨不得杀了夏离玉。若是没有夏离玉，一切都不会发生。可是若是夏离玉，他也不知道曾经那个无知的林怀远是不是还会有别人。可他看着自己偷走润竹留着夏离玉的钱去为李华莹买贺礼，他也忍不住觉得自己可恨。夏离玉就这么捂死了母亲，他在一旁醉得死猪一样。他疯了。夏离玉一个女人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养活他和春根儿。可上元夜里，只因为春根儿将那2块破玉牌好奇翻出来玩，他就狂性大发，将孩子直接摔死。林怀远看着这一幕，狠狠在自己脸上抽了2巴掌。可他的身体没有丝毫重量，也没有感觉，只有心中愧疚和悲痛折磨着自己。无论如何，那是他的孩子啊！可他居然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甚至直到春根儿死掉，他也不曾抱过他一次，甚至就连名字也不肯为他取。最后看着夏离玉癫狂地砍死自己，他甚至觉得痛快和解脱。这样的一生，不如早些结束。第113章林恩池篇展翅。草原上的风也是烈的，带来一股枯草被阳光炙烤过的味道。林恩池支着腿坐在营帐外，沉默地擦着手里的刀。不远处，一群人3、5成群，有人朝着林恩池扬扬下巴，旁边的人看过来之后便嗤笑一声。不过一个泥腿子，再清高又有什么用？声音不大不小，正好是能让林恩池听清楚的程度。只是他眼神都不曾动摇一下，只细细地擦着手中的长刀。那人见状冷哼了一声，对着这边呸了下。他是陆家最小的儿子陆亦琛，当今皇后娘娘一母同胞的亲弟弟。早在盛京，他便从陆颂仪那听说了李华莹与林怀远那些事。要论起辈分，他还要叫李华莹一声姐姐呢。自从知道林恩池是林怀远的弟弟，成了李华莹的情才进了沈家军，他便开始对林恩池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只可惜林恩池从来都不搭理他，让得他一肚子的气越憋越多。陆亦琛大口地啃着手里的兔子腿，凶巴巴地看着林恩池的背影。夜色降临，主营帐的帘子掀开，沈洪全走了出来。来了西江不过几个月，他整个人看起来也粗粝许多。不过比起在盛京那时候，现在才更像个真正的武将。外面众人起身行礼，沈洪全只抬抬手按下。他扫视全场，一眼便看见在最外围格格不入的林恩池。他微微皱眉走过去，怎么不和兄弟们一起？林恩池急忙放下手中的刀，站起来，抿了抿唇道：我过去会扰了他们的好兴致。沈洪全朝那边看了眼，一群偷眼看过的小子纷纷慌里慌张地扭过头，看得他哭笑不得。沈洪全抬手落在林恩池肩膀上，随意捏了捏，壮实了不少。还记得你刚到武馆来时瘦得不行，青青当时还说要给你开小灶多吃些呢。沈洪全想起了盛京的妹妹，语调也轻松起来。林恩池身体不可抑制的一僵，半晌才呐呐道：二小姐年纪轻，心思纯净。沈洪全一听便哈哈大笑，直接与林恩池说道：哪里，已经不小了，婚约都定下了，等我再回去，没准连外甥都有了。林恩池只觉脑中轰一下，仿佛有什么东西碎了。自从他躲开沈青青时，他便知迟早有这一日。可亲耳听见这个消息，他仍免不了心脏钝痛。好半天他才找到自己的声音，嗓音干涩的厉害，却仍在面上勉力扯出个笑容。真是恭喜，不知定的是哪家公子？沈洪全不做他想答道：孟家老二，虽说平日里看着洒脱不羁，但却是个至情至性的小子，配青青倒也勉强够格。沈洪全调笑着，林恩池干笑一声，却是良缘。孟家孟庭简，他自然知道这位贵公子的名头，百年世家，圣上母族，他更是嫡出里最小的儿子，是圣上的亲表弟，只凭着这个身份便是一生的荣宠。沈姑娘那样美丽纯真的姑娘，何该与这样的公子相配，一生无忧？她不过是挣扎在泥潭里的一株野草，怎敢奢望天上鸳鸟眷顾？林恩池怔怔站着，连何时沈洪全离开都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里，向来训练最认真的林恩池时常走神，陆亦琛看他便越发不顺眼。这日训练过后，林恩池一个人远远坐在树边，陆亦琛见了，径直便走过去，对着他一撞。林恩池低呼一声，陆亦琛这才看清，他手上正拿着雕刀在刻什么东西。因着他这一撞，雕刀刮在林恩池手上，一大股鲜血瞬间涌出，染上了手中的木料。林恩池低着头站着，仿佛察觉不到手上疼痛，只怔怔看着木料被鲜血一点点染红。陆亦琛本也没想伤着他，见状有些自在地推了他一下：哎，我不是故意的，我这有最好的金疮药，就当是……砰！还没说完，林恩池便悍然转身，带血的拳头狠狠砸在他肩上。陆亦琛没有防备，直接被打退了好几步，脸上酸痛之下，眼泪直接涌出。后边那些兵士也都急吼吼过来：陆哥！陆亦琛只觉得这辈子没怎么丢脸过，他低吼一声：都别过来，
小爷，我要弄死他！直接便对着林恩池冲过去，两人扭打在一起。林恩池手长腿长，训练又极其刻苦，平时大家看不出分别，一打起来区别便明显了。林恩池身上没挨几下，陆亦琛却已经跟只猴子一样龇牙咧嘴了。陆亦琛见着自己都使了全力还打不过，林恩池还一副面色沉静的模样，他直接伸手直接往下一掏。林恩池闷哼一声，手上一松，他实在没想到陆亦琛一个世家公子居然能使出这么下三滥的招式。陆亦琛嘿嘿一笑，顺势将林恩池撂倒，骑在他身上就开始拳脚招呼。林恩池也很快缓过来，一个翻身就把他压下去，狠狠的一拳还没揍下去，陆亦琛挣扎不开，身上又实在疼得厉害，他双手一举，大叫道：“我投降！”林恩池的拳头停在他鼻尖处，微微喘着气。投降了？陆亦琛偷眼看他，身体泥鳅一样一滚，一脚便往林恩池肚子上踹。林恩池嘴角一扯，直接抓住他脚腕，给了他一膝盖，痛得陆亦琛整个人弯成虾米。正这时，一声暴喝：“干什么呢？”众人抬头，沈红拳正怒目看着他们走过来，瞬间都慌了起来。最后的结果便是，午后太阳最烈时，所有人跟着沈红拳的马在草原上疾跑。什么时候马停了，他们才能停？一下午下来，一群小子停下来时基本都瘫了，腿软得跟面条一样。好不容易爬去饭堂，也只剩下些汤汤水水。林恩池自然也饿得厉害，好在他向来都不浪费，早上没吃完的饼子还带在身上。他刚从口袋里拿出饼子，还没咬下去，身旁便传来清晰的一声咕咚。林恩池转过头，正对上陆亦琛躲闪的目光。他平日里总一副趾高气扬的公子哥模样，这时却脸上带着林恩池打的伤，青青紫紫的，整个人像只斗败的蔫巴小公鸡。林恩池看着好笑，便将饼子撕开一半，递到陆亦琛面前。诺。陆亦琛一扭头，哼了一声：“我不饿。”刚说完，他肚子便应景的咕噜咕噜叫了两声。林恩池轻笑，做事收回饼子：“不饿，那我便自己吃。”唉。陆亦琛手比脑子快，迅速便将饼子夺了下来。再对上林恩池戏谑的目光，陆亦琛面色难得一红，他恨恨一口咬在饼子上：“别以为吃了你的饼，我就原谅你了。”林恩池懒得搭理他，只默默地靠在一旁吃饼。陆亦琛吃着吃着，偷偷看了林恩池一眼，忽然觉得自己先前是不是太过分了。林恩池从来也没招惹过他，可他却一直针对他，现在他还不计前嫌，给自己饼子吃。陆亦琛低头看了眼手中的饼子，虽说真的蛮难吃，但好歹是份心意。他撇撇嘴，蚊子哼一样说了句：“算了，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什么？林恩池没听清，陆亦琛对着他做个鬼脸，大声说：“看着这个饼子的份上，以后哥罩着你了。”林恩池一怔，在之后从沈家武馆选拔到沈家军的这群小子们，终于如沈红拳期望的那样变成铁桶一块。林恩池也不再孤僻，他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帮好兄弟。在来年的一次剿匪中，林恩池表现突出，被提升为校尉，成为沈红拳的左膀右臂。草原之上，又因终于成长独立翱翔，会稽长空。全文完，感谢收听，麻烦大家动动手给视频点个赞，版主会更有动力哦。